兰心、龙国、狼牙市。狼牙市蓝山区城郊一栋独栋2层小楼里，一凡，快起床，都几点了，还不起床吃早饭？甜甜软软的声音伴随敲门声，让迷迷糊糊中的赵一凡瞬间惊醒。什么情况？是陷入幻阵，还是做梦？周围非常熟悉但记忆较远的环境，赵一凡非常警惕地打量起来。神念一动，赵一凡并未察觉到周围有任何的阵法波动。不是做梦，做梦没那么真实，周围没有任何阵法波动，是什么非常高深的幻阵吗？不对，我刚刚不是误触杀阵，形神俱灭了，死亡那一瞬间的感觉还在，感受到体内充盈的力量，自身状态真实完好。赵一凡知道大概不是做梦。稍作检查，此刻他身穿白色 T 恤、黑色短裤，镜子中的面孔带有一些稚气，而他拥有的道具、法宝、兵器以及储物袋，还有属性面板全部消失不见。四下打量一番环境，赵一凡拿起床边的手机，手机是多年前赵一凡用过的，手机屏幕亮开，上面显示2032年4月1日星期五7点35分，时间怎么是5年前？这是什么层次的幻阵？居然让我察觉不出一丝异样。可如果的幻阵怎么连时间都对不上？我能确定肯定不是做梦，是幻阵，还是重生了？一时间赵一凡有些茫然，不知道自身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穿好衣服了吗？我可要进来了。熟悉的甜软声音再度传来，是他小姑赵一曼。小姑？她还活着？幻阵如果这样，不是一眼就能让人察觉不对，那这幻阵的意义是什么？还没等赵一凡细想，他的房门就被推开。房门外站着一身淡紫色清凉家居服，遮掩不住完美身材的赵一曼。她绝美容颜的脸蛋上带有一些不满，看着坐在床上的赵一凡。赵一曼，赵一凡的小姑，比赵一凡大3岁。说是小姑，却和赵一凡没有什么血缘关系。赵一凡的爸爸是赵一凡爷爷奶奶的养子。别总是玩游戏玩到很晚，你再这样下去，身体就废了。吃完早饭后就出去转转，多运动运动。望着已逝的故人出现在了自己面前，赵一凡心头涌出复杂的情感。小姑，你过来。听赵一凡这么说，赵一曼脸带一丝不解地问道：干什么？话虽这么说，赵一曼还是朝着赵一凡走了过来。赵一凡在赵一曼靠近后，伸手抓住了赵一曼的显露在外的百褶手臂，触感真实，和真人没有任何区别。你说什么呢？什么和真人没区别？我还能是假的不成？你让我过来到底什么事？快说。赵一曼话音刚落，赵一凡已经起身手伸向了赵一曼绝美容颜的光滑脸蛋上。小凡子，你又捏我脸。伸手将赵一凡捏自己脸蛋的手打开，赵一曼凶猛地瞪着赵一凡，捏起来的感觉和记忆中的一模一样。神念下，赵一凡感知到赵一曼生命活力，各种气息和真人无异。你在这里胡言乱语些什么？是不是玩游戏玩多了，魔怔了？察觉赵一凡状态有些不对劲的赵一曼脸带疑惑地询问道。不管是幻阵还是重生，能够让我再亲眼看到小姑，总归是好的。最亲近之人再次出现在自己面前，赵一凡心中无比激动。本来就抓着赵一曼手臂的赵一凡微微用力，赵一曼顺势被赵一凡拉入怀中，感受着赵一曼身上温软如玉的体温，赵一凡感叹：真他妈的真实。然而马上赵一凡就感觉稍微有些不太对劲。此时赵一凡身上就穿着一个白色 T 恤，下身穿着个短裤，赵一曼穿的也比较单薄。他抱住赵一曼后，2层不相隔，他感受到胸前有2个东西的触感。你干嘛呀？要疯呀？在赵一凡有所感触后，他就被赵一曼一把推开。小姑，你怎么又不穿那啥呀？推开赵一凡的赵一曼脸上泛起红晕，听赵一凡这么说，顿时脸更红一度，白皙的脖颈也有些红润。我想干嘛干嘛，要你管？赶紧出去吃早饭，不吃饿死你。说完，赵一曼扭头就走，也不再问赵一凡到底有什么事。看着赵一曼快步离开的背影，赵一凡也跟了出去。来到客厅，看到客厅中熟悉而又有些陌生的一景一物，赵一凡怀念并疑惑。这些东西包括他的家，在赵一凡的记忆中早已经被全面摧毁。心绪复杂的赵一凡来到桌椅前坐下，此时赵一曼已经和没事人一样坐在另一边。光盯着我看干什么？我脸上有花啊，快吃饭。哦，桌上有赵一曼给赵一凡准备的早餐，一碗不知道是什么成分，看上去如同浆糊的粥，一小盘应该是榨菜炒肉丝的小菜，还有些焦黑的煎馒头片。赵一凡拿起来馒头片吃了一口，一口焦糊味，转头又喝了一口不明所以的粥。早饭还是记忆中的那么难吃。虽然有些难吃，但此刻赵一凡心中却是升起了无穷怀念。他已经好几年没吃到赵一曼亲手做的早饭了。看着大口吃着煎馒头片，大口喝着粥的赵一凡，喝着牛奶的赵一曼开口说道：一凡，
今天那个号称100%虚拟度的虚拟游戏《地之永恒》开服，我抢到2个开服注册号，注册码我等下发你手机上，你先玩着，晚上再带我升级。赵一曼的话让赵一凡微愣，他瞬间想起来手机上显示的时间，按照这时间，今天正好是《地之永恒》开服第1天。《地之永恒》号称是一款100%真实体验的虚拟游戏，其内部制作确实比市面上很多打着这个旗号的虚拟网游要精美精良得多。可同样的，其内五花八门的氪金项目也是远超市面上任何一款虚拟网游。其氪金范围、氪金程度，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它氪不到。如果只是这样，那也不算什么，只能说它是一部跨时代的虚拟游戏。可是，在开服一段时间后，这款虚拟游戏关闭了充值通道后，居然会对玩家反馈，不管是在虚拟游戏中的修为，还是道具装备、天才地宝等等，全都能反馈到现实。甚至到了一个阶段，本来游戏中的 NPC、各种妖兽异兽也都能在地之永恒降临到蓝星上。随着一些强大的荒兽、异兽、妖兽降临到蓝星上，蓝星到处生灵涂炭。赵一凡现在一身58级神通境的力量，就是来自于地之永恒的反馈和反馈后几年的修炼。可以说，随着地之永恒的反馈，蓝星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所有进入到地之永恒的玩家，也因此获得了超凡的超人能力。看赵一凡微微发愣，赵一曼担忧地对赵一凡说道：“一凡，你没事吧？我看你一早上精神状态都不太对劲，有点魔怔。我们医院今天有一位精神科的主任医师坐诊，要不你今天跟我一块去，让他看看你精神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赵一曼的话让赵一凡从停下思绪，看着一脸担心之色的赵一曼，赵一凡面露有些无奈的笑容。这都哪跟哪啊？怎么就沦落到需要去看精神科医生的地步了？小姑，我没什么事，可能昨晚没休息好。那个，你今天请假，别去上班了。经过片刻的思量，赵一凡刚刚已经想明白了，解铃还须系铃人。不管他当下遭遇的是什么情况，地之永恒才是关键。他现在的超凡力量本身来自地之永恒的反馈，而且就算是现在深陷高深幻阵的话，赵一凡认为也挺好，能够让他再次见到、接触到活生生的赵一曼。如是陷入幻阵，起码他短时间也不想让这一切结束。重见赵一曼，赵一凡自然舍不得让他离开自己身边。听赵一凡这么说，赵一曼抿了抿红唇：“不去上班，不去上班，你养我呀？”“我养你，就知道贫嘴。我认为你还是应该去看看精神科的医生。”赵一凡本想给赵一曼说一些事情，但是赵一凡又担心他是深陷幻阵，说出来会导致当前情况受到影响，出现什么变故。和赵一凡一起长大的赵一曼对赵一凡知根知底，察觉赵一凡精神状态极为不对劲。最终赵一曼选择今天请假不去上班，留在家中陪着赵一凡。当然也不光是因为赵一凡的原因，最近一段时间总是有人去赵一曼工作的医院给他送花，在他们科室闹得沸沸扬扬，正好趁机躲一躲。除此之外，今天地之永恒开服首日，赵一曼也想第一时间进入到地之永恒中。在吃过早饭，赵一曼收拾桌子的时候，赵一凡给他奶奶打了电话。按照时间算，这个时间段赵一凡的爷爷奶奶在外到处旅游。电话接通，赵一凡和他爷爷奶奶闲聊了许久。按照赵一凡的意思，他想要他爷爷奶奶现在就尽快回来，但他爷爷奶奶在外还没逛够，只是答应赵一凡，说是过几天就会回来。时隔多年，能够再一次听到两老的声音，赵一凡的心情较为复杂。除了给爷爷奶奶打了电话，赵一凡还给他的青梅竹马云梦溪打了个电话，和这从小一起长大的姑娘聊了一会。认为赵一凡精神状态不太对的赵一曼，在赵一凡打完电话后，就一直陪着赵一凡闲聊，说些八卦。时间一晃，临近早上10点钟，地之永恒是10点正式开服。一顿瞎扯，看赵一凡没什么太大问题，赵一曼就比较放心的回到自己的房间。赵一凡和赵一曼各自回屋后，赵一凡就躺进到游戏虚拟舱中，准备进入地之永恒。当下各种虚拟游戏盛行，能够提供一定按摩的虚拟游戏舱，基本上喜欢玩游戏的都会有。赵一凡家里除了虚拟游戏舱以外，还有虚拟游戏头盔。虚拟游戏头盔类似于摩托车头盔，通过其能够畅玩市面上的大多数网络游戏，能够躺着戴、坐着戴。不过比起虚拟游戏头盔，还是躺在虚拟游戏舱中更为的舒适。地之永恒开服时间一到，已经输入好注册码，进行过身份验证的赵一凡第一时间进入到地之永恒中。在刚才，赵一凡也用自己先前的序列号尝试进行登录，但是登录不上。地之永恒的初始界面是一个虚无的空间，很多虚拟游戏都有个命名环节，不过在地之永恒中却不是这样。身份验证的本名叫什么，在地之永恒中就叫什么，而且不会受到重名限制。也就是说，你叫 Triple X， 我也能够叫 Triple X。进行检测，检测完毕，
激活专属天赋。每个玩家进入到地之永恒都会觉醒一个专属天赋，专属天赋每个玩家都不一样，按照地之永恒在官方论坛上公布出来的专属天赋分别为皇级、玄级、地级、天级、圣级以及地级6个品级。上一次赵一凡激活的专属天赋是修炼悟性加成 250%， 是个玄级天赋，也就是靠着这专属天赋加上前期时的一些氪金，赵一凡才有了现在的修为等级。重来一遍，赵一凡本以为专属天赋会相同，可出现在他面前的天赋让赵一凡为之一愣。专属天赋超神级，造成任意伤害可吸取对方生命转化为一定比例的灵石。超神级？什么情况？专属天赋有这个品级吗？望着自己的专属天赋，赵一凡一时没能理解其中含义。而且按照赵一凡的了解，他可是不知道地之永恒内有这个品级的专属天赋。第2章，只需88，新手神器带回家。地之永恒的官方论坛公布出来许多关于地之永恒内的基础信息，比如境界等级、专属天赋等级等等。灵石对于赵一凡来说不陌生，它其中蕴含灵气，是地之永恒中的硬通货币。不管是修行消费，还是布置阵法、炼制丹药、武器、法宝等等，都需要用到灵石。还不等赵一凡细想，光芒一闪，觉醒了专属天赋的他就已经进入到了地之永恒中。当赵一凡的身影出现在地之永恒中心手小镇上时，赵一凡的周围已经有着众多玩家。所有玩家都一样，都是一身古装布衣，其中有玩家已经挥舞着铁剑朝着新手小镇外奔去，还有不少玩家四处打量观看周围环境，其中有玩家伸手在自己身体上到处捏。我去，怎么这么疼？就算是号称100%虚拟度，也不用这么真实吧？痛感模式调节在哪？我可是最怕疼了，这要是打怪受伤，岂不是要疼死？真实度也不需要用在这上面吧？擦擦擦，这个游戏尺度这么大的吗？我操，你干什么？暴露狂啊！快把衣服穿上！哎，我能够感觉到自己呼吸，你们说我要是一直憋气，能不能将自己憋死？那你试试啊！广场上进入到地之永恒的玩家，做什么的都有。当其中有个人将自己衣服脱下来时，引来周围无数玩家的观摩。赵一凡对此见怪不怪，四下环视一圈后，他打开了自己的面板。姓名：赵一凡，等级：觉醒近灵级0100，生命值100，灵力值50%，专属天赋超神级，造成任意伤害可吸取对方生命转化为一定比例的灵石。很简单的属性页面，除了专属天赋外，所有新进入到地之永恒的玩家都一样。赵一凡没有和绝大多数玩家一样直接冲出新手小镇去外面杀怪升级，他看向熟悉面板旁边一个闪烁的图标，点开这个图标，赵一凡面前出现了一个新的界面。新手大礼包只需88，极品新手神器带回家。蓝星当前一共有198个国家，原本漂亮国的漂亮币是蓝星上最保值的货币，可自从漂亮国在2028年经历了一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几乎货币崩塌，加上整个蓝星其他国家都在实行去漂亮币霸权的政策，导致漂亮币在整个蓝星份额迅速下降。龙国的龙币原本在整个蓝星才占不足 10% 的份额，借着这个机会一跃成为国际最主流货币。现在整个蓝星的主流货币自然是从原本的漂亮币变成了龙币，龙币也因此极大升值，比之当初的漂亮币还要有购买力。地之永恒这款虚拟游戏就是需要龙币来进行充值，新手大礼包就是88元龙币，在目前龙国人均工资3000龙币的情况下，快赶上寻常人一天的工资了。看着这熟悉的界面，赵一凡抿了抿嘴，去他妈的神器！要不是地之永恒能够反馈 VIP 在反馈的时候有各种加成，地之永恒中所有氪金都绝对是数一数二的坑。赵一凡先前查看过自己的银行余额，还是1053650元龙币，这些钱是他自高中毕业后玩各种游戏打金积攒出来的家底。在首充页面下方还有一个灵石充值界面，赵一凡直接无视首充，打开了灵石充值界面，1:1充值灵石。灵石充值界面有着快捷充值，一共5个档，分别是388元、648元、1288元、3688元以及6488元。在下方还有着一个自定义充值，输入数量就能够自主充值。第一次灵石充值利用快捷充值的话，每个充值金额上面显示着额外赠送 5% 灵石，只有5个档的额外赠送，赵一凡直接将其无视，而是选择自定义充值，直接输入了一个100万，输入银行卡号，输入密码进行识别确认购买。手机和虚拟游戏仓是能互通的，绑定一下就行。进入地之永恒之前，赵一凡已经进行了绑定。看着手机连接页面跳出来的扣款短信和锐减的银行卡余额，
赵一凡有了一丝久违的期待。他一共就1053650元龙币的余额，瞬间变成了53650元龙币。而充值成功的赵一凡拥有了100万枚零食。新手大礼包可以充值利用龙币购买，也可以利用零食直接购买。零食购买礼包的价格和直接充值一样，比例是1:1。赵一凡点击零食购买，旁边系统提示闪过，恭喜赵一凡购买成功，获得新手大礼包，获得新手神器乌木剑。进入到地之永恒，就会获得一身5品级的布衣，一柄凡品1阶的铁剑和一部名叫明心经的5品阶修炼功法。5品阶修炼功法明心经使用即学会，会让体内灵力按照一个特定路线自主缓慢运转。而这所谓的新手神器乌木剑属于凡品2阶的兵器，相当于普通网络游戏中的2级兵器。虽然不能说一点用没有，但也极为有限，可绝对配不上他的新手神器噱头。恭喜赵一凡消费88零食，获得88点 VIP 经验。您距离成为尊贵的 VIP 会员仅差112点，成为 VIP 会员后将会解锁更多会员福利。购买了新手大礼包后，知道新手大礼包中是什么的赵一凡并未马上去背包中将其打开，而是看向新刷新出来的界面。此时界面上出现5个档的充值界面，显示的是首日消费特惠大礼包。5个档分别是128元、328元、648元和888元以及1288元。和新手大礼包一样，首日消费特惠大礼包下面还显示着零食购买。没有查看首日消费特惠礼包中都有什么，赵一凡直接拉满，将它们统统购买下来。光是这一个档位的礼包，赵一凡就花费了3368枚零食，等于3368元龙币，相当于很多寻常龙国打工族1个月的工资。上一次赵一凡第一天，为了能够领先其他玩家，能有个良好的打金环境，首日也是氪了这么多。后面陆陆续续的又氪金2-3万块钱，最终 VIP 等级达到4级，在反馈时有着额外 40% 的 VIP 加成。购买5个档的首日消费特惠礼包，赵一凡成为了尊贵的 VIP 2级玩家，距离 VIP 3还需要消费1532枚零食。望着页面上又新出现的5个档位充值页面，赵一凡知道这对于地之永恒来说，氪金才刚刚开始。新的5个充值档位有个好听的礼包名字，叫做踏上征途特惠大礼包，其价格分别是1688元、3288元、6488元和8888元以及12888元。上一次赵一凡氪金消费首日特惠后，看后面充值数额太大，就没继续氪金，只是扫了一眼，赵一凡就直接选择全部拿下。与此同时，属性页面旁边的系统提示栏也闪过了众多信息，提示赵一凡购买成功， VIP 等级提升到4级，距离 VIP 5级还需消费13292枚零食。踏上征途这一档的5个礼包全部购买，充值页面再度刷新。望着新出现的5个档位礼包，赵一凡轻呼了一口气。新出的5个档位礼包名字叫做水与争锋特惠大礼包，其价格也配得上它的礼包名字，真就是水与争锋。它们分别是16888元、32888元、64888元、88888元和128888元。全部统统购买，赵一凡短短几分钟的消费达到了369048枚零食。同时赵一凡的 VIP 等级随之提升，升级到了 VIP 6级，距离 VIP 7级还需要消费130852零食。这一档的充值页面刷新后，没再出现新的特惠礼包。难道说地之永恒除了消费购买大礼包外，就没有消费的地方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属性面板上，名字后面有个 VIP 等级，点开后上面显示着 VIP 1 12级。目前赵一凡的 VIP 等级是7级，只有1到7级是亮着的，后面是黑的。点开 VIP 1级的页面，上面显示着 VIP 1级每日礼包。和特惠大礼包一样， VIP 1级每日礼包分为5个档，最低档的能够免费领取1个每日礼包，至于后面的4个档就需要消费购买了。VIP 1级的每日礼包相对来说价格倒不是很高，第1个免费，第2个38元，第3个68元，第4个98元，最后一个128元。全部统统购买下来，赵一凡点开 VIP 2级每日礼包，还是一样的5个档，第1档免费，剩下的需要消费购买。将1到7级 VIP 等级每日礼包全部购买后，赵一凡的 VIP 等级提升到了8级，将 VIP 8级的每日礼包全部拿下，一共充值了100万，片刻之间就被赵一凡消费了60多万。由于地之永恒的超高模拟度，很多游戏大佬第一时间豪掷千金进行了大额氪金充值。在完成了礼包的购买后，赵一凡打开面板商城扫视一眼，然后将其关闭。此时是地之永恒开服第1天，面板商城内的东西不是很多，只有1页50样商品，一共100页5000种各色物品而已。除了可以用来修炼的丹药外，就是各种各样炼丹材料、炼器材料、
阵法材料、一些时装挂件等等。而无一意外的是，因为是开服第一天，面板商城中的物品等阶全都是凡阶。当下面板商城中的东西还都用不上，赵一凡也就没着急去购买。各种礼包中的东西，赵一凡都有大概印象，除了新手大礼包外，其他礼包内都是各种丹药，暂时还不用，赵一凡也就没有开启。他拿着新手大礼包中的神器乌木剑，跟着人群一起朝着新手小镇外走去。他准备试一试自己的超神级专属天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马德，什么玩意？这游戏是让人玩的吗？一个野怪，我都没看清楚他长得什么模样，就被瞬秒了。看死亡提示说我被一个1级凡阶荒兽击杀，还他妈的有天理吗？这游戏入门难度太高，有没有人组队？咱们一起去杀了那个野怪。在赵一凡顺着人群朝外走时，有先行一步走出新手小镇准备打怪升级的玩家被怪物击杀，其从新手小镇镇门口旁边的复活点复活后，他就大声朝着周边嚷嚷。紧跟其后，一个个玩家的身影出现在了复活点。看着接连不断复活的玩家身影，原本要出镇子杀怪升级的玩家纷纷停下脚步，询问他们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操，别提了，我就看到一个黑影一闪而过，死亡提示现世，我被一头叫极影猫的凡阶1级荒兽给击杀了。这什么凡阶1级荒兽啊？我看凡阶10级荒兽还差不多，官方公布出来不是说凡阶1级荒兽是最低级的怪物吗？怪物实力太强，难度太高，我认为单凭一人之力，当下绝对没有击杀的可能。咱们不是有一本叫什么明心经的修炼功法吗？我看应该是让咱们先修炼，然后才能够去杀怪。我记得在小镇广场边上有一个修炼场，应该就是让我们用来修炼的。地之永恒是一款刚开服的新游戏，虽然有地之永恒公布出来的大量内容，但玩家们刚一上来肯定是摸不清头脑的。听闻这个后，当即很多本身打算外出杀怪升级的玩家折返回去，准备先去修炼一段时间。而也有很多玩家不认这个邪，纷纷和旁边其他玩家组队，还是准备出去猎杀怪物升级。不管是什么游戏，玩家之间组队去杀怪都是主流。赵一凡因为手持新手神器乌木剑，都被好几个玩家邀请。赵一凡只是打算随便找个怪物试试专属天赋的情况。当前他氪金100万，是氪金大佬，可是不需要在前期费心费力的杀怪升级。地之永恒中新手小镇数量很多，赵一凡所在的新手小镇叫做狼牙小镇。虽然因刚一开服，狼牙小镇上玩家众多，可分散到野外后就不起眼了。狼牙小镇外正前方是一处草原，左边是密林，右边是一片低矮的山脉。在3岔路口前，赵一凡稍作停顿，朝着密林的方向走去。和很多虚拟游戏中一出新手村就遍地野怪的情况不同，赵一凡在密林中游走一段时间，才遇上了第一只野怪。这是一头似狼非狼、似豹非豹的荒兽，体型1米多的荒兽。在看到它时，赵一凡就认出这是一头凡阶1级荒兽狼面豹。在看到赵一凡后，这头狼面豹瞬息而至，朝着赵一凡扑来，利爪如同利剑一样刺向赵一凡的胸口。此刻处于觉醒近0级的赵一凡，在速度、力量等各方面上都是远不如这头狼面豹的。可赵一凡敢此刻前来，自然是有着他的自信。只见他只是一个细微的挪步，就将来势迅猛的狼面豹攻击躲过。躲过之后，赵一凡手中捏了一个手诀，一道类似手掌大的锋刃突现，被赵一凡扔向狼面豹。随着能量刃瞬息而至，刚调转方向，试图在扑向赵一凡的狼面豹腹部被划开一道半米长的伤口。第3章嗑药升级急速提升。处于半空中的狼面豹顺着其扑来的方向落在了赵一凡脚下。你击杀了1级荒兽狼面豹，越级击杀，获得经验+2。伴随着游戏提示信息，赵一凡感受到体内升起一道细微的暖流。无视体内暖流，赵一凡直接打开背包进行查看。一只1级荒兽的生命值是150点，我因此获得了150枚灵石。1比1吗？那这个超神级专属天赋就有点恐怖了呀。现在等级太低，灵力太弱，只是强行凝聚出来这么微弱的能量刃，就将50点灵力全部耗光，看来还是需要先修炼一段时间。简单测试了一下自己的专属天赋，赵一凡并未继续在此停留着找怪杀怪。将狼面豹的尸体收入到背包中后，他直接转身折返。凡阶1级荒兽狼面豹，其尸体进行分割，能够分割出来一些材料，其光是皮毛的价值根据完整度能够卖3-5枚灵石左右。如果不进行分割，打包售卖的话，也能够卖出5枚以上灵石。不过相对于杀怪增加经验，前期还是嗑药修行来的迅速。手中拥有大量丹药的赵一凡，自然是准备先快速提升修为。在进入到地之永恒的第一时间，赵一凡就已经感觉出来自己能够利用带进来的微弱神念，在地之永恒中强行用出来他所掌握的手段。现在最限制赵一凡实力的就是修为等级和体内灵力。在赵一凡走后，不远处的一棵树后，一个20岁左右的青年从树后走出，看着远去的赵一凡。
他居然瞬间击杀了一头凡阶1级荒兽，比我轻松太多。这手段有点像是灵气化刃，是一种游戏中的技能，还是怎么回事？稍作疑惑思考后，这个青年伸出手掌看着手心，片刻后，他将什么都没有状况发生的手掌放下。虽然能够感觉体内灵力在缓慢运转，可是他就只会按照既定路线运转，根本没法调动。哎呀，灵叶呀灵叶，你在想什么呢？这就是一款虚拟游戏，能够让人感受到体内灵力的运转就已经超级真实了，怎么可能和现实中一样呢？刚刚应该追上那人问问他是怎么学到的技能。不过现实中有些战斗技巧居然能够流畅的用出来，游戏的这点倒是挺厉害的。就是这副游戏身体的速度力量也太弱了一些。不管了，就当做磨练自己战斗技巧了，现实中可没有这么多合适的交战对象。微微摇头后，灵叶转头钻入到密林中，开始寻找猎杀荒兽。实验了一下专属天赋后，赵一凡回到狼牙小镇后就直接来到了广场旁边，这里有修炼场所。此刻在修炼场门前已经排起了一条长长的玩家队伍。赵一凡来到队伍的后方进行排队，在排队的过程中，赵一凡将先前氪金消费购买的礼包一一打开。队伍虽然排得很长，但是进入速度不慢，在赵一凡将所有礼包打开时，也轮到了赵一凡。修炼场在外部看上去就是一座古香古色的3层小楼，而内部却是大有乾坤，被布置了阵法。少侠，我们这的修炼地有公共修炼地，还有单独的修炼室，分为上中下3个品阶。不知道少侠要使用什么修炼场所？在这个负责招待的小厮说完后，赵一凡面前出现了一个选项界面。公共修炼地分为上中下3个品阶，其中下品公共修炼地一天只需要1枚灵石，中品公共修炼地是10枚灵石，上品公共修炼地是50枚灵石。修炼地不光能够用来修炼，也可以用来快速恢复自身消耗的灵力。下品公共修炼地对修炼有 10% 的加成效果，能够每分钟自主恢复1点已消耗的灵力。中品公共修炼地对修炼有 20% 的加成效果，能够每分钟自主恢复2点已消耗的灵力。上品公共修炼地对修炼有 30% 的加成效果，能够每分钟自主恢复3点已消耗的灵力。独立的修炼室同样分为上中下3个品阶，效果上面和公共修炼地没有区别，只不过一个是多人的，一个是单人的，在独立修炼室不会受到他人打扰。至于价格，比起公共修炼地，独立修炼室翻了1倍。每个玩家在进入到地之永恒中都有初始的10枚灵石。当前刚开服没多久，绝大多数玩家都是选择下品公共修炼室，也有不少玩家选择了中品公共修炼室。玩过游戏的人都知道，在游戏初期，如果能够领先他人一步，将会享有一定的优势。而上品公共修炼室因为其价格太高，是氪金大佬的配置，只有少数玩家进入其中。至于独立修炼室，除了有个单独的空间外，并无其他任何额外加成，所以根本没有玩家选择。扫视一眼，赵一凡直接选择了上品独立修炼室。随着背包中100枚灵石被扣除，阵法波动浮现，赵一凡被传送了一间上品独立修炼室中。上品修炼室中有着浓郁的灵气，在赵一凡进入的瞬间，灵力就从周身涌入到赵一凡体内，恢复赵一凡先前消耗的灵力。自身消耗的灵力，就算是什么都不做，也会缓慢的恢复。如果运转功法的话，恢复速度还会更快。还有就是可以利用修炼功法激发灵石，吸收灵石里面的灵气来修炼，或者是恢复消耗的灵力。手持灵石，运转修炼功法就能够激发灵石，吸收灵石蕴含的灵力来修炼，其比修炼场修炼效果还要好。就比如说赵一凡，他先前灵力消耗殆尽，如果手握灵石，激活灵石，利用灵石来恢复的话，修炼功法加上灵石，10分钟左右就能够恢复自身消耗的50点灵力。但被激发的灵石是会源源不断溢散灵气的，不超10分钟，灵石中的灵气就会消散一空，成为废石。因吸收不及时，将会导致绝大部分灵气被浪费。也就是说，1枚灵石最多可以用来恢复1次，只有借助一些阵法，才能够将灵石中蕴含的灵气最大化利用。当下除非一些特殊情况，要不然使用灵石来恢复绝对是浪费。当然，以后等级高了，体内灵力雄厚了，灵石配合一些恢复类的丹药一起用，在极短的时间恢复自身，是比较大众的恢复方法。赵一凡外出进入密林，只是为了尝试一下自己专属天赋的效果。他并没打算长久停留猎杀荒兽，所以也没有第一时间恢复消耗的灵力。在返回的路上，加上先前排队等候这段时间，赵一凡原本消耗的灵力，在5品阶修炼功法明心经的缓慢运转中，已经自主恢复了5点。赵一凡先前购买的众多礼包，打开后里面有增加经验的丹药，有恢复灵力的丹药，有疗伤的丹药，还有用于提升修炼功法的功法感悟丹药。这些丹药全都是凡阶丹药，对应使用等级是觉醒境1级到觉醒境10级。如果按照他们的价值来算的话，
加起来在面板商城购买需要100多万灵石。各种丹药都分为5个档次，分别是上中下3品以及极品和完美品质。以增加经验的等级经验丹药为例，凡阶下品丹药使用后能够增加5点经验，使用间隔是5分钟；中品丹药使用后增加6点经验，使用间隔是4分钟。以此类推，完美品质的丹药使用后增加10点经验，使用间隔时间是1分钟。相同类型的丹药重复使用会覆盖效果，也就是说同一时间内无法使用多枚丹药。当然，这个间隔时间也不是绝对固定的，就赵一凡现在身处修炼室就有 30% 的加成，在这基础上间隔时间负 30%， 配合利用5品阶第一层的修炼功法明心经，还能够减少 5% 的间隔时间。除此之外， VIP 对修炼有加成，当前赵一凡 VIP 等级8级还有叠加的 80% 加成，全部加成加起来是 115%， 也就是说当下赵一凡使用完美品质修炼丹药的冷却间隔是不到30秒的。现在地之永恒刚开服第1天，很多功能还没有开启，这种叠加基本已经是玩家能达到的最极限配置。先前赵一凡已经进行简单的心算，他手中礼包中开出来的各等级的等级经验丹药大约能够升级到觉醒境6级左右。虽然我能够凭借对神念强行施展出来一些手段，可修炼功法这方面被限制了，我当下无法运转我所会的玄阶修炼功法。算了，急不来，先这样吧。稍作分析后，赵一凡从背包中拿出一枚凡阶完美品质的等级经验丹药，随着赵一凡将其使用，一股暖流从体内升起，扩散到全身，而赵一凡的面板上经验一栏也随之增加了10点。此时赵一凡依然在运转明心经，这时候如果中断的话，间隔时间将不会减少。在运转修炼功法明心经嗑药升级之际，赵一凡打开了地之永恒内置的游戏官方论坛。地之永恒的游戏官方论坛上现在热闹非凡，各种各样的帖子瞬息出现，然后被新的话题顶替下去。我去，这款虚拟游戏也太真实了，敢宣称100%虚拟度，确实是有2把刷子。我感觉就好像是身临其境一样，而且举着胳膊举一小会也会感觉酸酸麻麻的。就是游戏上手难度有点高，出去连个最低级的野怪都打不过。这游戏一看就不是上来杀怪升级的版本，不是有修炼室吗？先去修炼一段时间再说。已经在修炼中了，话说有没有大手子试一试这游戏中能不能 XXOO？ 应该不能吧，虽然能够脱衣服，可是如果能够那啥的话，这游戏岂不是限制级的，尺度也太大了，也过不了审吧。各位，正好我和我媳妇一起进入到游戏中的，我感觉我现在会有点那方面的反应，我这就带着我媳妇找个没人的地方实验实验，到时候我来给大家汇报情况。各种各样的帖子层出不穷，其中那个打算和媳妇试试地之永恒中尺度有多大的帖子引起非常多的人关注。除此之外，还有玩家已经根据这么短的时间整理发布出来一些攻略，教其他玩家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提升自己等级的攻略帖子也是热度很高。我说这游戏官方论坛还按照国家分了国家板块，咱们没有权限观看，谁有外国玩家朋友问问他们那边是什么情况。我去，还单独划分区域，难怪没有看到外国玩家。我说朋友们，这游戏既然按照国家划分，以后是不是会合服什么的？要是合服的话，岂不是能够一起打外国玩家了？不得不说，我龙国就是牛啊！你们看排行榜前10，基本上都是咱龙国玩家。工会建立，大量招人，我们的目标就是龙国旁边的那个小岛国，欢迎志同道合的朋友加入我们，直接论坛上私信我就行。因为很多玩家进入游戏后发现打怪升级难度太大，所以选择修炼。修炼时比较空闲，所以在游戏官方论坛上发言者众多，说什么的都有。有不少玩家更是借机开始拉帮结派，建立工会。赵一凡一边使用凡阶完美品质的等级经验丹药，一边看玩家们在游戏官方论坛上乱砍吹逼。看着游戏论坛上各种各样似曾相识的帖子，赵一凡心生感慨。而赵一凡的等级也在赵一凡一边浏览各种帖子，一边使用等级经验丹药下提升到了觉醒境1级。从0级升级到1级需要100点经验，如果是杀怪的话，需要杀50只凡阶1级的荒兽。就赵一凡嗑药这段时间，如果是杀怪升级的话，按照赵一凡的水准也杀不掉几只。毕竟地之永恒中野外的荒兽不是随处可见，还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寻找。可现在赵一凡动都没动，看看帖子，使用了5枚等级经验丹药，短短时间就升级了，这就是氪金大佬升级的优势。随着等级的提升，赵一凡的身体整体得到了一定的强化。不过除了生命值和灵力外，面板上并无具体力量、速度等属性，只能感觉到自己变得更加有力。提升到1级的赵一凡，生命增加了50点，灵力增加了25点。也就在赵一凡等级提升到觉醒境1级后，一个系统提示响起：你已经荣登等级排行榜，当前排名1527名。地之永恒开服第1天只开放了一个等级排行榜。知道自己登上等级排行榜的排名，
赵一凡感叹这个世界上有钱人是真的多啊。赵一凡先前进入到地之永恒后，虽说没有第一时间嗑药修炼，还去往了野外一趟，可前后加起来并未浪费太多时间。他进入修炼室后，是用手中凡阶完美品质等级经验丹药来升级的。那1526名等级排在他前面的玩家，绝对都是用凡阶完美品质等级经验丹药或者凡阶极品品质等级经验丹药来升级的，要不然绝对没这么快。而凡阶完美品质的经验丹药，除了面板商城中，就只有后面价格昂贵的礼包中才有的。从这2点来看，这1526名玩家绝对都没少氪金，最起码 VIP 等级也是6级以上。只有榜首才会获得特殊随机奖励，想要冲击榜首有不小的难度啊。第4章，一击上千万，还能差零食？地之永恒的官方论坛上就公布出来，等级排行榜上可以获得排行奖励，其榜首还会获得额外的随机特殊奖励。对于这额外奖励，赵一凡很感兴趣。如果不是氪金消费就能够快速提升等级，凭借赵一凡的经验和手段，他认为自己拿下等级排行榜榜首不是什么难事。可是地之永恒属于跨时代的一款虚拟游戏，感受到真实度极高后，其中氪金大佬众多，而想要拿下等级排行榜的榜首，比拼的就是各自的财力，看谁的 VIP 等级高，用的完美品质经验丹药多了。面板商城里出售的凡阶完美品质等级经验丹药，单独购买的话，一枚就是1000枚零食。先前赵一凡在礼包中开出来的凡阶完美品质等级经验丹药一共420枚，手中还有近40万枚零食的赵一凡，还能够在面板商城中购买近400枚凡阶完美品质等级经验丹药。按照赵一凡现在满配置的嗑药升级速度，820枚凡阶完美品质等级经验丹药能够修炼6个多小时。当下还不到11点，距离第一天结算时间还有13个多小时。要是一直利用凡阶完美品质的等级经验丹药来升级修炼，还需要额外再有80-90万枚以上零食来购买等级经验丹药。当然，这是赵一凡按照最高标准来计算的，真实情况肯定有所出入。地之永恒1人1号，不存在代练什么的，而一直嗑药升级修炼是非常枯燥的。没有人在开服第一天就直接氪金，然后一刻不停的嗑药升级，期间肯定会或多或少做一些其他事情。赵一凡记得上一次地之永恒开服第2天公布出来的神豪消费榜第1名是消费180多万零食，等级是觉醒境5级。地之永恒中的等级排行榜不是按照同等级的经验多寡来排名的，而是按照谁率先升级到某一级来算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人率先达到觉醒境5级，后续者就算是经验超过，只要不达到觉醒境6级，就无法排名上超越。因为时间问题，觉醒境5级基本上已经是第一天能够升级的极限等级。从觉醒境0级升级到觉醒境5级，一共需要15600点经验。当下玩家最高配置1个小时是1200至1300点经验，也就是说，升级到觉醒境5级需要差不多12个小时左右。开服到今日凌晨12点，一共就14个小时，还剩2个小时，怎么也不可能升级到觉醒境6级。目前赵一凡资金有限，光用凡阶完美品质的等级经验丹药，只能够升级到觉醒境4级多一点。加上他先前浪费了一些时间，又没有额外修炼加成的专属天赋，想要先人一步升级到觉醒境5级，夺得榜首的机会不大。摆在赵一凡面前的只有2个选择，一个是放弃争夺第一天等级排行榜的榜首，第二个就是找一部黄阶修炼功法，凭借修炼功法的修炼加成来提前升级到觉醒境5级。修炼室和 VIP 等级有加成，修炼功法也有修炼加成，而且运转修炼功法的时候还能增加等级经验。要是能够找一本高级的修炼功法，凭借修炼功法的加成，还是有点希望率先提升到觉醒境5级的。地之永恒公布出的修炼功法分为天地玄黄还有圣级、地级，一共6个等级，其中黄级最低，地级最高。至于现在修炼的明心经，属于无品质不入流功法，比黄级功法还差。修炼功法自身是分功法层次的，当前的明心经最高能够修炼到第10层。修炼功法可以用于修炼，在修炼过程中能够增加功法经验，也能够增加自身经验。按照明心经来算的话，就算是不使用丹药，光是凭借修炼室和修炼功法明心经本身，7分钟能够增加1点功法经验和10点等级经验。明心经第1层到第2层需要的功法经验是200点，也就是说一直不间断的修炼，不到24个小时就能够提升到第2层。光靠着修炼室加成，不用等级经验丹药修炼，1个多小时也能升级到觉醒境2级。提升到第2层的明心经，其修炼加成是10%。除了一直修炼来提升功法层次外，还可以使用功法经验丹药来提升功法层次。功法经验丹药和等级经验丹药一样，也分为5个品质，有着差不多的使用间隔时间。不过功法经验丹药每次只能增加1点功法经验，品质只是使用间隔时间的多寡。先利用功法经验丹药提升修炼功法，然后再使用等级经验丹药提升等级。
何先使用等级经验丹药，再使用功法经验丹药自地之永恒开服，就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甚至再过2天会有学霸根据一些已知信息列出来各种公式，来分析到底哪种方法最节省时间、最合理。不过理论公式总归是理论公式，也没有人会不管等级经验丹药还是功法经验丹药都一直使用凡阶完美品质的。在这过程中，中间肯定会掺杂使用其他品质的经验丹药，只要不是完完全全按照既定公式，那么最终肯定就会有出入。等阶越高的修炼功法修炼增加的经验越多，加成也越高。除此之外，修炼功法运转起来也会对自身有着综合性的加强，像是第一层的明心经，生命和灵力额外增加了 5%， 还有其他综合性上增加也在 5% 左右。赵一凡本身修炼有一部玄阶中品的修炼功法，可惜现在受限无法使用。他先前已经试出来，有些简单手段他当前能够强行用出来，可是像是修炼功法这样的，当下就必须有人教授学会，或者通过功法书籍学会后才能够运转。赵一凡想要拿下第一天榜首之位，就算一直保持使用凡阶完美品质等级经验丹药机会都不是很大。除此之外，赵一凡知道每个玩家都有着属于自己的专属天赋，其中肯定有玩家的专属天赋能够对修行有加成，只要有氪金大佬拥有加成修行的专属天赋，还一直用凡阶完美品质等级经验丹药升级修炼，那其他人想要追上很难。我手中拥有的凡阶完美品质等级经验丹药能够让我升级到觉醒境4级，先升级到3级，要不然很多手段受限灵力值无法用出来。我的专属天赋非常恐怖，以后灵石对我来说不是问题，去试试看能不能获取到一部高级的修炼功法。只要拥有一部黄阶中品的修炼功法，第一天就有机会第一个升级到觉醒境5级。赵一凡有着丰厚的经验，重来一次还想要成为等级排行榜第1名，自然是早就有想法。一枚枚凡阶完美品质等级经验丹药被赵一凡使用，他的等级在2个多小时后升级到了觉醒境3级。此时他手中各种礼包中开出来的凡阶完美品质等级经验丹药已经消耗的还剩下50-60枚。升级到觉醒境3级，赵一凡在等级排行榜上的排名也从先前的1527名提升到了366名。也就是说，这段时间起码有365名玩家一直在使用完美品质的经验丹药升级。升级到觉醒境3级后，赵一凡打开当前面板属性查看，姓名赵一凡，等级觉醒境3级，3-4千，生命值500加500分号525525，灵力值250加500分号262262，功法明心经不入流，第一层33200，专属天赋超神级，造成任意伤害可吸取对方生命转化为一定比例的灵石。而身体的综合素质，按照赵一凡自我感受，比起最初大概强大了1倍有余。如果说最初赵一凡凭借自身身体力量能够举起一块100斤的石头，那现在他能够举起200多斤的石头。在赵一凡嗑药升级的这段时间，他除了浏览游戏官方论坛中的帖子，就是和赵一曼有一句没一句的聊天。说是聊天，其实就是赵一曼在对赵一凡吐槽。赵一曼的游戏瘾比赵一凡还大，当初赵一凡走上游戏中打金这条路，深受赵一曼从小到大的影响。从小到大，赵一曼经常拉着赵一凡玩各种各样的游戏。今天赵一曼请假没有去上班，说是看赵一凡精神状态不对劲，在家陪赵一凡。其实除了这个原因，还有就是今天地之永恒开服，他想第一时间玩游戏。这不，地之永恒开服后，他就直接跑去玩游戏了。赵一曼对赵一凡吐槽的点和当下游戏官方论坛热议的话题没多大区别，就是吐槽地之永恒这款游戏上手难度太高，对新人太不友好等等。进入地之永恒的第一时间，赵一曼和很多玩家一样直奔野外杀怪。毫无意外，赵一曼落了个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下场，被一头凡阶1级的荒兽给杀掉。复活后，他就和广大玩家一样，去往他所在的新手小镇中的修炼地修炼。作为资深游戏玩家，赵一曼消费氪金了一个648和一个1288，相当于他大半个月的工资。首次购买各档的灵石，额外多获得 5%， 利用氪金的灵石，他购买了一些礼包，还有不少剩余灵石。当下赵一曼是在上品公共场所修炼的，至于上品独立修炼室，他可舍不得多浪费50枚灵石。可修炼太过枯燥，让赵一曼对自己的氪金感到后悔和心疼。用他的话来说，他是看在地之永恒虚拟真实度高的份上才氪金的。要是知道地之永恒中修炼那么枯燥，他绝对不会氪金，但已经氪金了，他决定不回本，绝对不弃游。不得不说，地之永恒的超高真实度对当下所有玩家都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很多和赵一曼有类似想法的玩家氪金充值。觉醒境3级的赵一凡，相对于现实世界的赵一凡来说，弱小的如同蚂蚁。可当下在地之永恒中，和他同级的不过300多人。
停下修炼后，赵一凡离开独立修炼室，来到了琅琊小镇的广场上。此时，广场上依然有着新进入的玩家在东张西望地观看四周。越过玩家人群，赵一凡来到广场的另一端，这里有一个传送阵。开服第一天，很多功能还未开启，传送阵只能在所有新手小镇之间传送，每次传送的价格是50枚灵石。地之永恒官方论坛上公布出来的信息，地之永恒中新手小镇的数量是10万家。赵一凡在传送阵的旁边找到传送面板，直接搜索龙源小镇，点击传送。下一刻，赵一凡的身影出现在龙源小镇的广场传送阵中。来到了龙源小镇后，赵一凡直接朝着镇外奔去。觉醒近3级的赵一凡速度很快，20多分钟后，赵一凡来到了一处峡谷前。虽说野外荒兽数量不是很多，但一路下来，赵一凡还是遭遇到数只荒兽，其中2只凡阶1级荒兽，1只凡阶2级荒兽，2只凡阶4级荒兽和1只凡阶9级的荒兽。其中那1只凡阶9级的荒兽，赵一凡费了一番手脚才将其斩杀。不过赵一凡觉醒近3级，越级击杀凡阶9级荒兽，有越级击杀的经验加成。如果是同等级的话，凡阶9级荒兽能够获得9点经验，而加成下，一头凡阶9级的荒兽给赵一凡提供了63点经验。一头凡阶9级的荒兽所增加的经验，相当于使用了5枚完美品质的经验丹药，看似不少，也没花费太多的时间，好像比使用经验丹药提升的更快。其实不然，能够遇到一头凡阶9级的荒兽，这本就是碰巧的事。真要是找寻猎杀的话，所花费的时间绝对不止2-3分钟。而就赵一凡当前觉醒近3级的实力，越级斩杀凡阶9级基本上就到头了。他是有着众多手段，可灵力值支撑不了他施展威力更强的手段。要是来上一只凡阶10级的荒兽，对赵一凡来说就有些难缠了。至于10级以上超凡境的荒兽，如果现在遭遇的话，赵一凡难逃一死。超凡境的荒兽和凡阶荒兽两者之间不同而语，不是一个层次的，是一个大跨度。6只荒兽，赵一凡斩杀后获得了81点经验。除此之外，赵一凡最大的收获是斩杀他们后获取到的灵石。光是那1只凡阶9级的荒兽，赵一凡就得到了6500枚灵石，加上其他几只荒兽，一共获得了8200枚灵石。8200枚灵石相当于8200元龙币，也就是说，赵一凡在20多分钟时间就赚到了8200元龙币。超神级专属天赋的效果，连赵一凡自己都感觉无比恐怖。要知道，这还是等级低，以后等级高了，遇上的荒兽修士动辄拥有几百万上千万生命值，这斩杀上一些，还需要为灵石而烦恼吗？赵一凡此行另有目的，能够在路上巧遇一只凡阶9级的荒兽，对赵一凡来说只能算是个小惊喜。稍作休整，恢复自身的灵力消耗，赵一凡进入到了峡谷之内。第5章，兄弟，我有个天大的机缘邀你一起。赵一凡对于自身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还没有彻底弄清楚。按照赵一凡的分析，当下推测的只有3种可能：一是陷入到某一个高深莫测的幻阵中，要不就是遭遇了心魔，亦或者是重生了，重生到5年前。除此之外，赵一凡想不出来自己现在所面临的还能够是什么状况。而对于赵一凡来说，他最想的当然是自己重生了，而不是陷入高深莫测的幻阵，或者当前都是心魔所化。因5年后的赵一凡有着太多的遗憾，为弥补遗憾，他才进入到生命禁地中，触发到了生命禁地内的杀阵。甚至如现在真是陷入到某个高深莫测的幻阵，或者当下都是心魔所化，赵一凡也不打算破开幻阵或者心魔，打算就此沉沦下去。而根据这段时间的情况来看，赵一凡认为心魔所化的可能性不是太大，如果是心魔的话，他不会一直没有遭遇到危机。同样的，他深陷幻阵的可能性相对也不是很高，如果是幻阵的话，他遭遇的一切不可能那么的真实细腻。尤其是地之永恒内的情况和地之永恒游戏官方论坛上的玩家发帖，有很多帖子的内容时隔多年连赵一凡自己都已经遗忘，要不是又再次看到，他都想不起来曾经看过。通过综合分析，赵一凡认为自己重生到5年前的概率最大，推测分析自己大概率是重生回到了5年前。赵一凡的心情是极为激动的，这意味着他所遭遇的所有遗憾都有了重新来过弥补的机会。因推测分析自己可能是重生了，赵一凡才想着尽可能的拿下地之永恒等级排行榜榜首的额外奖励。相对于所有玩家，赵一凡有着往后5年的经历，对地之永恒有着极深的了解。他知道各大等级排行榜榜首所获得的额外奖励都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当下他所在的峡谷也是根据记忆中有玩家发帖提到过的地方。按照那个帖子所描述，此地有一个机缘，这里本身是一个宗门势力的驻地，后来这个宗门不知道因为何种原因覆灭了，宗门内原本的所有门徒都化作了怨灵在其内游荡，而只要能到达主殿大厅，
在主殿大厅的中某个柱子下方就能够找到一部黄阶修炼功法。当初那个发帖的玩家是在自己得到了此处机缘后，将这个位置发帖公布出去的。因为那时候总共也没有几个玩家学到黄阶修炼功法，因此在玩家中引起不小的轰动，引来不少玩家对此地进行二次探索。而现在知道这个地方的赵一凡率先前来，准备获取到此处的黄阶修炼功法。不过想要得到，赵一凡知道有一定的难度。当初那个玩家是达到后天境的时候攻略这里的。地之永恒中，超凡境分为4个小境界，分别是后天境、先天境、退凡境以及超脱境，对应的是11级到20级、21级到30级、31级到40级以及41级到50级。是，赵一凡知道很多遗迹，知道很多机缘如何获取，可那都需要有足够的实力来支撑。对赵一凡来说，他现在来的地方获取黄阶修炼功法相对而言难度是最低的。赵一凡现在才觉醒近3级，他也不知道能不能获取到此处的黄阶修炼功法。不过当下玩家能够无限制复活，赵一凡已经做好用命来攻略此处的打算。死亡只是掉1级，现在等级低，掉级也不是不能接受。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就有机会夺得今天的等级排行榜第1名，要不然凭借当前真是够呛。进入到峡谷中，赵一凡就看到了一片建筑的残骸废墟。虽说当时此地闹得比较轰动，引来不少玩家来探索，但赵一凡没有来过。先是打量了周围的环境，赵一凡顺着一条路走进建筑残骸废墟中。没走几步，2道虚影从旁边的建筑废墟中飘了出来，其中一道虚影开口道：“来者何人？为何擅闯我清风派？”看着面前悬浮着的2个身穿灰色道袍的怨灵，赵一凡并未回应，而是利用灵力汇聚双眼，利用能量波动分辨他们的等级。所谓的怨灵是修士死后的执念怨念所化，有的怨灵会按照生前的经历重复做一些事情。显然现在出现在赵一凡面前的是负责寻味宗门的弟子。如果是活人的话，还有交流的必要，而怨灵的话就没这个必要了。在其中一人说完后，另外一道怨灵怒斥道：“擅闯我清风派，找死！”话音刚落，2道身穿道袍就朝着赵一凡飘过来，2只泛着黑雾的手掌一左一右朝着赵一凡脑门拍来。面对这种情况，赵一凡一个后撤步躲过攻击，然后手中新手神器乌木剑朝着一道怨灵刺去。经过刚才的片刻观察，赵一凡已经看出面前的2道怨灵就是凡阶6级的能量波动。而随着2道虚影攻击赵一凡的游戏面板上出现2条信息，提示赵一凡进入到凡阶6级的怨灵攻击范围。这都已经正面遭遇了，才出现提示信息，不得不说地之永恒在这方面十分的人性化。赵一凡的反手刺向怨灵的一剑，直接将怨灵洞穿。随着赵一凡抽剑，怨灵身上被洞穿之处涌现出来一些黑雾。正常来说，怨灵都是虚体，没有实质身体，单纯的物理攻击不会有什么效果。但新手神器乌木剑虽然档次垃圾，可其有着一个没多大用的隐藏属性，那就是有一定的驱邪破煞效果。在对付荒兽的时候一点用没有，但是现在用来对付怨灵倒是挺合适的。虽说赵一凡有很多强大的手段受限于灵力的问题无法用出来，可赵一凡在现实中毕竟是神通境58级的修士，当初他也是从什么都不会的微弱底层一点点杀戮起来的，曾经斩杀过无数的荒兽妖兽，近战水平超高。2个怨灵只是凡阶6级，速度方面并未超越赵一凡太多，而且他们只是凭借本能攻击，赵一凡对付他们非常的轻松。当然，赵一凡就算是很多强大手段无法动用，他也有能力瞬间秒杀2个怨灵，比如说他当初施展的灵气化人。可当下里面情况不明，赵一凡需要留有灵力来应对，所以他才选择近身交战。身体腾转挪移躲闪攻击，手中乌木剑连连在怨灵身上划过，20-30秒后2道怨灵化为黑雾消散。游戏提示闪过，赵一凡获得了36点经验。怨灵的生命值也在专属天赋的吸取转化范围内，看来这种转化是不分品种的，只要有生命力的都算。看着背包中增加的4100时，赵一凡关闭背包，喃喃自语后继续顺着小路朝着建筑废墟中走去。之后赵一凡一路前行，将出现在他面前的怨灵一一斩杀，从凡阶6级一直到凡阶9级。在面对凡阶9级的怨灵时，赵一凡不得不找准时机，消耗200点灵力凝聚出来一个掌心雷，将其轰杀。而这凡阶9级的怨灵，从在赵一凡遇上他一开始就不断的喊着什么“我清风派要完了，要完了”。凡阶9级的怨灵相对现在的赵一凡来说，其速度超过他太多，要不是赵一凡反应迅捷，在遭遇的第一时间就会被其瞬杀。击杀了凡阶9级怨灵后，赵一凡从背包中拿出一枚凡阶完美品质灵力恢复丹药，扔进嘴里，吞下灵力恢复丹药，一股暖流从他体内升起，急速恢复他消耗的灵力。凡阶完美品质灵力恢复丹药能够瞬间恢复觉醒境任意等级修士 20% 的灵力，使用间隔时间是1分钟。当前赵一凡是262点灵力值，
一枚凡阶完美品质的恢复丹药给他恢复了52点灵力。就当下这种情况，能够恢复生命值的生命恢复丹药对赵一凡来说没什么用处，因为就他当前的生命值，随便遇上6级以上的怨灵都撑不住一击，会被直接秒杀。望着面前相对其他建筑来说残破没有那么厉害的主殿，赵一凡没有着急推开半掩的门进入。他在等间隔时间过去后，又连续使用了4枚凡阶机完美品质灵力恢复丹药，而一路杀连续杀了数个怨灵，赵一凡经验加了164点，通过专属天赋获得灵石24800枚。不知道这里面的怨灵是什么等级，最好不是后天境的，要不然就算只是后天境1级，对我来说也是个难题。当年赵一凡看过那个关于此地的帖子，可是当时他只是大概一看，时隔多年，赵一凡有些内容也记不太清了。灵力值全部恢复后，赵一凡又等了1分钟，嘴中喊了一颗完美品质的恢复丹药后，推开半掩的残破殿门。推开殿门，看到里面情况的第一时间，赵一凡不由得暗骂一声：“操！”只见殿内大厅中，两边各飘了一排的怨灵，主殿上方的主位上还坐着一个身穿华服的中年怨灵。在赵一凡推开门之际，所有怨灵齐刷刷的朝着赵一凡看过来。还不等赵一凡有所动作，主殿主位上坐着的中年怨灵就朝着赵一凡一挥手，一道黑旋风朝着赵一凡瞬息而至。赵一凡什么都不用想，凭借急速而来黑旋风所散发的气息，就能够知道主座上的中年怨灵其等级绝对不是凡阶。马德，先拼一把再说。赵一凡也是反应迅速，在黑色旋风接近之际，脚下用力，直接腾空而起，朝着中年怨灵扑去。随后，赵一凡一拳挥出，一个磨盘大的拳头虚影朝着中年怨灵袭去。而在磨盘大的拳头虚影即将落在中年怨灵身上时，中年怨灵周身散发出浓烈黑雾，将其笼罩其中。浓烈的黑雾并未阻挡住赵一凡的拳头虚影，瞬息被击散，落在了中年怨灵的身上。与此同时，赵一凡也从半空中跌落下来，周围的其他怨灵一拥而上。本身拥有525点生命值的赵一凡，在跌落在地时，因为五脏六腑受损，生命值还剩下不足10点。只是瞬间，赵一凡就被一拥而上的怨灵击杀当场。化作白光死亡的赵一凡，眼前一黑，出现在龙源小镇的复活点上。看着死亡提示，赵一凡感慨不已。现实中堂堂神通境58级的大修士，现在居然死在了一个凡阶7级的怨灵手中。还好，没枉费我超负荷的一击。那个后天境1级的怨灵被我杀掉了，剩下的就都好处理了。翻看游戏提示，知道那个主座上中年怨灵被击杀，赵一凡松了口气。虽说当下赵一凡能够凭借自己当前灵力施展出来一些超强手段，可是威力太大的手段是当前赵一凡身体无法承受的。先前一拳看似简单，可这是赵一凡为了能够一击必杀，尽最大可能将262点灵力施展出当下威力最强攻击。而在施展了打出这一拳后，赵一凡的身体遭受到了灵力反噬，直接重创平危，生命值跌落到谷底。如果大殿中只有那个中年怨灵，那么赵一凡必然是胜利者。可还有众多其他怨灵的情况下，赵一凡难逃一死。好在最终结局是好的，其内的最强怨灵也死了。查看面板，赵一凡当下觉醒境2级0点，先前杀荒兽和怨灵获得的经验全部清空，等级也从觉醒境3级掉到了觉醒境2级。好在背包中的东西不掉落，身上的衣服属于非掉落物品。除了等级经验外，赵一凡没有其他损失。而后天境1级的怨灵死亡，还给赵一凡提供了22500枚灵石。兄弟，游戏中死亡乃是常事，怎么还愣神了？因复活后的赵一凡在查看游戏提示，查看属性面板，显得有些发愣。旁边一个刚复活的玩家看到赵一凡在发呆，对赵一凡说道。面对对方的询问，赵一凡随口应付道：“看死亡提示来着。兄弟，看你这情况是第一次死吧？”对赵一凡来说，这确实算是第一次死亡，他微微的点头。这游戏真实度太高，我第一次死亡的时候也是有点没反应过来，那死亡时候的疼痛和感觉就好像真死了一样。不过多死几次就没什么感觉了。打算马上再回去的赵一凡不想和这个搭话的玩家闲聊，再度应付道：“是啊。”说完之后，赵一凡走出复活点，就要赶往清风派遗址。哎，兄弟别着急走啊。赵一凡停下脚步，眉头微皱的问道：“还有什么事吗？”看赵一凡停下来，这个玩家快速的对赵一凡说道：“我叫王博，朋友都称呼我作死小能手。那个兄弟，既然你死亡一次，经验应该也都清零了吧？这游戏难度有点高，对新手太不友好。先前我发现了一处遗迹，为了探索这个遗迹，我来来回回都死了好几十次了。我感觉我已经摸索出来规律，只差一步就能够挖掘出来这处遗迹中的宝贝。咱们一起组队前往，去将这遗迹中宝物挖出来如何？放心，到时候不管有什么收获，咱们都七三开。”面对王博所说，
赵一凡稍作停顿后，对其摇了摇头，说道：“不好意思，没兴趣。”说完之后，赵一凡迈步就要走，而王博上前一步，拉住赵一凡的胳膊，对他说道：“哎，兄弟，相信我，那个遗迹真就差一步了，我需要个帮手才找上你的。这样，咱们6-4开。”第6章，这他妈的是个骗子！赵一凡离开龙源小镇，直接朝着清风派遗迹赶去。虽说清风派所处的位置是当下玩家很难踏足的地方，而且就算是有玩家发现，就清风派遗迹内部的危险性，也不是现阶段玩家能够抵挡的。可是凡事都有万一，当下玩家死后能复活，玩家在能复活下，那可是非常能做事的。赵一凡以死亡1次为代价，杀掉了清风派遗迹中等级最高的怨灵，可不想被其他玩家给摘桃子了。就好比说，赵一凡刚刚遇上的王博就是个人才，他自称作死小能手，一点错都没有。这才开服多长时间，他就死亡复活了数十次，真就是不是死亡，就是在去往死亡的路上。至于王博所说仅差一步就能够探索挖掘出来宝贝的遗迹，赵一凡是一点都不相信。要是真有这种好事，怎么可能轮到赵一凡这么一个陌生人？王博叫上他一起去探索所谓的遗迹，绝对是想拉他入水，没安什么好心眼。赵一凡要是真信了他的鬼话，那赵一凡就是个大傻子。前往清风派遗迹的路上，看着好友栏闪烁着的头像，赵一凡打开查看了一下。兄弟，好好想一想，想好了随时联系我啊。看过之后，赵一凡直接将王博拉黑。刚才他被王博缠住，为了赶快摆脱他的纠缠，赵一凡和王博互加了好友。拉黑后，赵一凡快速朝着清风派遗迹奔去，而给赵一凡发了消息没得到回应，王博就哭着脸四下观望。唉，这好不容易碰到个生面孔，居然失败了。看他呆头呆脑的，感觉挺好忽悠的，他竟然连试试都不是。因为先前赵一凡复活后发愣片刻，王博就认为赵一凡脑袋不灵光，这才想要拉赵一凡入伙。现在发出去消息半晌没有回应，王博就知道没忽悠住赵一凡。那地下通道中的大门，只要触摸到就会掉生命。经过我多次试验，每当有人触摸死亡，其上面的纹路就会多亮一些。想要打开那个大门，肯定是需要往里面填命，就是不知道要填进去多少。光靠我一个人去送死太慢了，而基本上这小镇上复活过的玩家现在都认识我了，再去忽悠刚进游戏的萌新吧。没能拉赵一凡跟着他一起去送死，王博深感失望。在小镇的复活点停留片刻后，他又将目标锁定到刚入游戏的新手身上。赵一凡一路前行，再度来到了清风派遗迹所在的峡谷。这次路上，赵一凡没有遇上凡阶9级的荒兽，只是遇上了3只1级荒兽、2只凡阶3级的荒兽和1只凡阶5级的荒兽。虽然因为死亡掉级，赵一凡的生命值和灵力值随着等级大幅度下降，但对赵一凡的实力影响不是难以接受。先前能够用出的手段，现在基本上也都能够强行用出来，只是先前秒杀后天境1级怨灵的手段，现在彻底用不出来了。当前凡阶9级10级的荒兽，他依然有着杀掉的能力，就是更费事一些。大殿中有20多个怨灵，1分2上我现在肯定打不过，需要先将他们引出来一一击杀。看着先前被他推开的殿门，赵一凡稍微靠近，然后灵气化刃攻击最靠近殿门的一个怨灵。遭受到赵一凡的攻击后，其嗷呜一声，然后殿内的所有怨灵都看向了赵一凡。接着所有怨灵蜂拥而至，朝着赵一凡飘来。赵一凡见状，直接转身就跑。本想试试能不能只引出来一个怨灵，结果一引就是一群。面对如此多的怨灵，除了跑之外别无他法。要是放在现实中，我吹口气就能够将他们全部吹死，没想到现在被追得和狗一样。因为赵一凡见机的早，逃得够快，一小会功夫，赵一凡就逃到了清风派遗迹外面。清风派遗迹中的怨灵在赵一凡逃出去后并未跟着出来，看着他们飘着返回，赵一凡再度进入清风派遗迹里面。一道掌心雷落在距离他最近的怨灵身上，怨灵因此发出痛苦的哀嚎，身上黑雾溢散。因为这些怨灵几乎没有灵智，就和行尸走肉一样，不会踏出清风派遗迹。赵一凡就利用这点，反反复复进出清风派遗迹，然后一个个的灭杀。因为灵力值的原因，赵一凡花费了大半个小时才将所有怨灵击杀。20多个怨灵，等级不一，最低的凡阶6级，最高的凡阶9级。全部击杀后，赵一凡一共得到了近300经验和126500灵石。如果一直有充足秘籍，而等级不高的地方杀怪升级，其升级速度不比利用完美品质经验丹要慢多少。不过这种情况可遇不可求，除了遗迹外，很少有怪物秘籍而且等级凡阶6级、9级的地方。而且往往怪物秘籍的地方都会有等级更高的存在，就比如说先前赵一凡杀掉的后天境1级怨灵。这要是万一碰上的话，只要死上一次，那先前的努力可就全白费了。杀掉所有怨灵，赵一凡恢复了灵力后，再度进入清风派遗迹中的大殿中。这个大殿中的怨灵都被赵一凡击杀，
此刻里面空空荡荡的。殿内一共4根柱子，修炼功法在哪一个柱子下面呢？望着殿内的4根柱子，赵一凡全部打量一番，没有看出任何痕迹，就直接蓄力一掌拍向距离他最近的柱子。随着第1根柱子倒地，赵一凡查看柱子下面，这根柱子下面干干净净，并无修炼功法。揭开柱子下的地板，同样什么都没有。运气这么差吗？连续3次都选错了。大殿一共4根柱子，赵一凡连续3个都一无所获。而此时，因为3根柱子被赵一凡推倒，整个大殿都有些摇摇晃晃。当最后1根柱子被赵一凡推倒后，赵一凡面色有点难看。他一个闪身，快速的离开大殿，在他刚刚离开后没几秒，整个大殿轰然倒塌。狗日的，骗子！赵一凡真是没想到，当初发帖的玩家都已经攻略了此地，他发出的帖子居然还是骗人的。大殿柱子下面根本没有修炼功法，刚刚要不是他闪得快，此刻他就被倒塌的大殿给压在废墟下了。此刻赵一凡心中升腾起来一团火，这要是那个发帖的玩家现在在他面前，他真恨不得将其脖子扭断抽筋拔骨。深吸2口气，赵一凡平复了自己的情绪。此地是个遗迹没错，既然是遗迹，肯定不可能光有怨灵。那这个遗迹中的东西会在什么地方呢？因那个帖子的问题，赵一凡先入为主的真以为修炼功法就在这主殿的某根柱子下面。毕竟当初那玩家都已经攻略了此地，在此地获取了修炼功法，谁能想到在这情况下他发的帖子还是骗人的。现在主殿柱子下面确定没有修炼功法，赵一凡开始回想此地有什么异常的地方，琢磨遗迹中的机缘到底在何处。应该在主殿之内，毕竟主殿内的怨灵数量最多最危险。可恨，信了那狗日的帖子，要不然的话现在也不需要在这片废墟中寻找。如果不是帖子上说明了修炼功法就在主殿中的某个柱子地下，赵一凡肯定是先全面探查一遍。但赵一凡怎么也想不到，当初发帖之人都已经公布出来这处遗迹所在，还踏马的在帖子里面说谎。不过此地就那么大的地方，只要东西还在，总能找出来，无非是多浪费了一些时间。20多分钟后，赵一凡灰头土脸满身灰尘的从废墟中挖掘出来一个檀木盒，拍了拍身上的灰尘，赵一凡将檀木盒打开，里面只有一本书籍，将其拿出来，正是赵一凡所求的黄阶修炼功法清风经，黄阶上品修炼功法，清风派的传承修炼功法。那帖子说在这里是得到一部黄阶中品的修炼功法，果不其然，也是骗人的。地之永恒中，每个品阶的修炼功法都分为上中下3个品质，品质越高代表在同品阶里价值越高。费了这么长时间，经历了一番小波折，得到了一部黄阶上品的修炼功法清风经，对此赵一凡还是非常满意的。拿出清风经放在脑门上，出现提示是否学习此功法。当下地之永恒还没有反馈，修炼功法对个人悟性没有要求，得到功法书籍就能学习。赵一凡选择是手中的清风经功法书籍消失，体内一阵暖流涌过，赵一凡学会了清风经。原本自主运转的明心经变成了清风经。清风经黄阶上品，第1层0800，品阶越高的修炼功法，对应的层次也高，需要的功法经验也会随之增加。不入流的明心经只能修炼到第10层，对标修炼境界等级就是觉醒境10级。这时候如果还是修炼明心经的话，等级将无法继续提升，需要转修其他更高品质的修炼功法。黄阶修炼功法属于超凡境的修炼功法，能够修炼到20层，每5层分别对应后天境、先天境、退凡境以及超脱境4个小境界。自身的修炼功法和自身修为等级是相辅相成的，每10级为一个界限。等级提升了，而修炼功法的层次达不到的话，将会被卡级，无法再得到等级经验。赵一凡看了一下清风经的详细介绍，黄阶上品的清风经只是刚学会的第1层，其在修炼上的加成就是 56%， 生命和灵力的增加同样是 56%， 综合方面的加成也大体差不多。在地之永恒中，修炼功法非常的重要，是一个修士的根基之一。而高品阶的修炼功法对一个人的提升也是非常巨大的。不入流品阶的明心经最高能够修炼到第10层，而就是第10层的明心经，它的各方面加成能够达到 50%。而黄阶上品的清风经刚一学会，其效果就比修炼到顶的明心经要强了。随着修炼功法的层次提升，期间的差距也是越来越大。这也是为何赵一凡认为如果他得到一部黄阶修炼功法，他就能够超越其他玩家，夺得今天等级排行榜榜首的原因。黄阶修炼功法的加成最高是 60%， 清风经的效果是 56%， 也就是说清风经在黄阶上品的修炼功法中都属于比较极品的。刚学会第1层的效果就是 56%， 提升到第2层，其效果就会达到 112%。 现在玩家当下满配置的修炼加成是 115%， 而如果赵一凡是清风经第2层的话，加成效果将会达到 222%。
也就是说，赵一凡到时候修炼，如使用完美品质的凡阶修炼丹药，效率在原本的基础上又提升了近1倍。而除此之外，黄阶上品的修炼功法清心经自身也会在修炼过程中增加等级经验。看过清风经的详细解释后，赵一凡微微摇头。为了获得这部修炼功法，浪费的时间太久了，还因此死了一次，靠修炼冲击榜首有难度了。按照赵一凡先前的计算，他如果不死亡掉级的话，拥有黄阶修炼功法，他就有希望先一步升级到觉醒境5级。可是当下随身商城里全都是凡阶的物品，而凡阶的功法丹药是无法用来提升黄阶修炼功法，所以赵一凡当下的最佳配置修炼加成是 166%。 赵一凡看了一眼时间，先前他前往龙源小镇的时候下午2点多，而现在已经是快接近4点，也就是说赵一凡为了获取清风经耗费了1个多小时。因为赵一凡死过一次的原因，现在是觉醒境2级，286-2000，在等级排行榜上的排名也从先前的300多名跌落到了2000多名以后。死了一次，等级从觉醒境3级掉落到觉醒境2级，相当于浪费了先前近2个小时的嗑药修炼，加上获取清风经的时间和最初赵一凡去试验自己专属天赋浪费了10多分钟，加起来相当于赵一凡比一直利用完美品质修炼丹药的玩家少修炼了近4个小时。按照赵一凡当下的配置，想要追上这近4个小时的时间，显然机会不大。将希望寄托别人在这段时间没有一直嗑药修炼上，自己有可能率先升级到觉醒境5级，不是赵一凡的性格。而当时面对遗迹中的情况，他不拼一下同样也没有机会，所以只能以自己死一次为代价来换取一部黄阶修炼功法。赵一凡稍微计算，现在他如果能够在2个小时内将清风经提升到第2层，然后一直用完美品质的凡阶修炼丹药提升等级，就能在12点之前达到觉醒境5级。但达到觉醒境5级，他大概率也不是第一个，必须另想其他办法。这不争榜，真不知道想要争榜这么困难。那些氪金大佬真是太恐怖了，明明都那么有钱了，怎么还都那腰的干？这还给其他人活路吗？稍作思量，赵一凡已经有了想法，他势必要将地之永恒开服第1天的榜首拿下。第7章，急速飙升的功法层次。面对又能氪金又能干的氪金大佬，想要超过他们，那就只有一个办法，比他们更能氪金，比他们更干。本来如果不是死了一次，按照赵一凡的计算，他有很大机会凭借黄阶修炼功法带来的加成优势，第一个升级到觉醒境5级。可是死了一次，加上获取黄阶修炼功法浪费了太多时间，赵一凡不得不改变最初的想法。当下限制赵一凡实力的不是等级，而是灵力的多寡。等级提升带来的身体强度等方面提升，对赵一凡来说没在战力上给他有太大的提升。现在学习了黄阶上品修炼功法清风经的赵一凡，虽然是觉醒境2级，可比先前觉醒境3级时也弱不了多少。觉醒境2级基础灵力值是150，加上清风经的 56% 增幅是234点，只比起先前觉醒境3级时的262点少了28点。先前能够用出来的手段，现在他基本上也都能够用出来。本想着轻轻松松嗑药来获得开服首日等级排行榜榜首，现在已经无望，赵一凡只能用苦了自己的方式来争榜。那处机缘只能够用一次，本想留着以后用，用在当下多少有点浪费啊。而且那地方是真遭罪啊，不是万不得已，真不想去。这要是首日等级排行榜榜首的随机道具奖励不给力，那可就亏了。做出选择后，赵一凡直接折返回到龙源小镇。在龙源小镇的广场上，赵一凡又看到了王博。此时王博正在对着一个刚入地之永恒的玩家口若悬河。为避免被此人看见缠上浪费自己的时间，赵一凡直接进入到广场边传送阵中，通过传送阵离开了龙源小镇。从安度小镇出来，赵一凡直接奔往镇外。半个小时左右，赵一凡来到了一处丘陵地，拿出从面板商城中购买的铁锹，赵一凡在一个小丘陵下方朝下挖掘起来。10多分钟后，赵一凡已经挖掘出一个极深的地洞，同时在他面前出现了一个木门，一拳打过去，木门应声而倒，赵一凡闪身进入其中。赵一凡进入其中后，墓穴中的机关被触动，众多利箭朝着赵一凡射来，腾转挪移，赵一凡如同一只灵活的小鸟，将众多利箭躲闪过去。然利箭太多，当一波利箭过去，赵一凡还是被数支利箭划过胳膊还有大腿，他的生命值因此掉落了200多点。赵一凡轻呼了一口气，拿出疗伤丹药和恢复灵力的丹药扔入嘴中，恢复掉落的生命值和刚刚消耗的灵力。等生命值和灵力恢复后，赵一凡再度朝着墓道深处走去。有过一次进入经验，赵一凡知道此地什么位置比较危险。经历了几次墓道中机关的袭击后，他有惊无险地通过了墓道，来到了主墓室。主墓室的如同一个大殿一样，在墓室的周围有着一排排的兵马俑。来到主墓室中间的棺材面前，赵一凡伸手将其棺材盖推开，
一阵恶臭从中传出。望着棺材里面淡绿色带有无比恶臭的水，赵一凡一咬牙跳进去躺了下去。棺材盖也在赵一凡的操控下重新的盖了回去。无比恶臭的水正好淹没躺在其中的赵一凡。啊，好疼啊！棺材盖被赵一凡盖上的瞬间，棺材下方的阵法运转起，顿时赵一凡就感觉如同万箭穿心一样，浑身剧疼无比。心性极为坚韧的赵一凡在这一刻也不由疼的叫出声来。随着赵一凡的惊呼，恶臭的水涌入到他的嘴中。赵一凡忍着恶心和身上的剧疼，咬紧牙关不让自己张开嘴。与此同时，赵一凡的清风经在他体内急速运转起来。赵一凡的信息面板上一条条的提示快速闪过：清风经功法经验加100，清风经功法经验加100，清风经升级，当前功法等级第2层。几个呼吸之间，赵一凡刚刚学会的清风经就已经从最初的第1层提升到了第2层。修炼功法的提升，体内暖流流过，稍微缓解了赵一凡的疼痛。然下一刻，赵一凡就再度被全身无比疼痛所覆盖。清风经的功法经验还在以一种急速快速的增加着。清风经功法经验加100，清风经升级，当前功法等级第3层。清风经功法经验加100，清风经升级，当前功法等级第4层。伴随着功法经验的信息闪过，其中夹杂有清风经升级的信息。此时的赵一凡看着信息栏闪过的信息，是痛苦并快乐着。持续大半个小时后，原本棺材中恶臭的水已经全部消失。赵一凡大口喘着粗气，如同经历了一场扒皮剔骨的折磨。成了，这他妈该死的折磨，真不想承受这第2次。也不知道是哪个狗日的布置留下的阵法，回头一定再给你将木诀了。缓了好一会，赵一凡看向自己的面板，清风经黄阶上品第10层08800。看到这个数据，赵一凡脸上露出了笑容。虽然经历了一番折磨，但是收获也是无比庞大的。清风经的功法层次直接提升到了第10层，这要是换做自己修炼，可是需要很漫长的一段时间。按照赵一凡先前修炼的5品质明心经，每提升1层加200点功法经验，在赵一凡115%的加成，是7分钟左右增加1点功法经验。想要修炼到第10层，需要大概1个月的时间。而就明心经而言，最高的功法10层也就加成50%，还赶不上刚刚学会的黄阶上品功法清风经。不过清风经因为品阶高，需要的基础经验是800点，比起明心经直接翻了8倍。虽说随着修炼功法的层次提升，加成也高，可是基础8倍的增加，相当于提升难度也增加了8倍。粗略估算的话，按照寻常修炼的话，需要最起码大半年时间才能够将其修炼到第10层。而现在赵一凡短短半个多小时就让其达到了这种层次，可以说是天大的收获。本身这个机缘赵一凡是没准备动用的，毕竟这机缘可以用来在某个关卡无法突破的时候用来破关。还有就是曾经遭受过一次这样折磨的赵一凡，实在是也不想遭受第2次。而且其用在提升清风经这样一部黄阶上品修炼功法的基础提升上，着实有点浪费。清风经10层加成是560%，我看这下谁还能阻止我拿下首日等级排行榜榜首？560%的各方面加成下，现在只是觉醒境2级的赵一凡，生命值和灵力值已经快接近觉醒境7级的基础水准。这就是一部黄阶上品修炼功法的层次被提升上来后带来的巨大加持。不过看过之后，赵一凡并未着急推开棺材盖，因赵一凡知道外面还有上百兵马俑因阵法运动而复苏，他推开棺材盖从中出来，就要遭遇这上百兵马俑的围杀。虽说他现在各方面接近觉醒境7级，可是那些兵马俑一个个可都是有着后天境的力量。先前赵一凡杀一个后天境的怨灵都因此死掉一次，现在他是实力大增，990点灵力能够支撑赵一凡用出来更强大手段。可是后天境和觉醒境是2个境界，其间的跨度很大。赵一凡是可以凭借一些强大的手段斩杀后天境的兵马俑，可是估计杀个3、5个，他的灵力也就耗尽了。先前他死过一次，如果有可能的话，赵一凡并不想在这里再死一次。虽说现在赵一凡等级低，死一次掉1级很快就能重修回来，但能不死肯定是尽量不死。因此赵一凡在琢磨着该怎么破局。脑海中思绪翻涌，赵一凡有了一个想法。上一次进入这个墓中，当时赵一凡都已经先天境8级了，也就是28级，实力最高不超过后天境5级的兵马俑，被当时的赵一凡挥手就全给灭了。临了赵一凡还将这处墓地彻底给破坏摧毁。赵一凡知道现在出去和众多兵马俑硬扛，想不死很难。他决定先在这棺材中不出去，在这里修炼提升自己。回去找修炼室修炼，不过是额外多30%的加成。现在他清风经10层，修炼加成560%，少30%的修炼加成问题也不大，就是棺材内臭气熏天，环境有些恶劣而已。
修炼功法的560%修炼加成，加上 VIP 等级8级的80%修炼加成，赵一凡现在的综合修炼加成达到了640%。原本赵一凡使用凡阶完美品质等级经验丹药需要20多秒时间，接近30秒，也就是1分钟能够用2枚。而现在赵一凡1分钟能使用6.4枚凡阶完美品质等级经验丹药，虽感觉时间上好似没减少多少，可是在效率上可是不同而语，时间越是拉长越能体现出来。原本2分钟能够用1枚的凡阶极品品质等级经验丹药，现在赵一凡2分钟能够用6.4枚，1分钟3枚多。按照效率的话，现在赵一凡用凡阶极品品质等级经验丹药，就比当初用凡阶完美品质等级丹药还高不少。1枚凡阶完美品质等级经验丹药价格是1000枚灵石，而1枚凡阶极品品质等级经验丹药只需要500枚灵石，其价格相差了一半。先前赵一凡升级到觉醒境3级，手中还剩下50-60枚凡阶完美品质等级经验丹药，现在1分钟6枚多的情况下，1分钟就能够增加60多点经验，不到10分钟，赵一凡拥有的凡阶完美品质等级经验丹药就消耗一空。赵一凡将现在身上的所有灵石全部购买了凡阶完美品质等级经验丹药后，在棺材中继续开始嗑药升级起来。不到半个小时，下午6点的时候，赵一凡的等级重新回到了觉醒境3级。觉醒境3级，赵一凡在等级排行榜上排名第865位，而现在等级排行榜上前50已经是清一色的觉醒境4级。升级后，赵一凡打开了属性面板查看了一下，姓名赵一凡，等级觉醒境3级，64000，生命值500+560百分号33003300，灵力值250+560百分号16501650，功法明心经修炼功法不入流第1层25200，清风经修炼功法黄阶上品第10层268800，专属天赋超神级，造成任意伤害可吸取对方生命转化为一定比例的灵石。看着自己的灵力值暴增，赵一凡有了一些想法，他没有继续嗑药升级，而是将棺材推开了个口子，一道蕴含了赵一凡1000点灵力的能量大手直接朝着2个已经复苏的兵马俑拍去。在能量大手出去的瞬间，赵一凡就将棺材盖再度盖上，然后看向信息提示栏，看着提示击杀一个后天境2级的兵马俑，赵一凡一共得到了300点经验。赵一凡又看向了背包，看着背包中多出来的28600枚灵石，赵一凡脸上露出笑容。300点经验相当于30枚凡阶完美品质等级经验丹药，28600枚灵石又能购买28枚凡阶完美品质等级经验丹药。兵马俑是石傀儡，也拥有生命值，没想到只要生命值，专属天赋就能吸取，这倒是有点出乎预料。本身赵一凡没想到兵马俑复苏后，他专属天赋能够吸取生命值转化灵石，毕竟兵马俑是通过阵法复苏，本质上是阵法中的石傀儡。现在一试，能够吸取灵石，只要造成生命值上的伤害，不用击杀就能够吸取生命值转化同比例的灵石。赵一凡再一次感叹自己这超神级专属天赋的恐怖，消耗的灵力完全恢复大约需要5分钟恢复，不过我倒是不用这么麻烦，恢复到1000多就能再次出手。这样的话，升级速度不比使用凡阶完美品质的经验丹药慢，此处对我来说就是个绝佳的升级场所呀。稍微一琢磨，赵一凡也不嗑药升级了，直接使用凡阶完美品质灵力恢复丹药，快速恢复自身灵力消耗。等灵力恢复到1000点以上，赵一凡就推开棺材盖，露出个口子出手。出手后也不管情况如何，直接将棺材盖盖上。一轮轮攻击下，赵一凡的等级经验快速飙升着，只是10分钟多一点，他连续出手4次，获得了960点等级经验和8万多灵石。虽然环境有点恶劣，可是对赵一凡来说，当下没有比这里更适合他升级的地方了。而赵一凡现在的情况是属于无法复制的，就算是换另外一个其他玩家知道此地，知道可以凭借躲在棺材里面不会遭受外部兵马俑的攻击，也绝对无法和赵一凡这样。其一就是赵一凡拥有黄阶上品的修炼功法清风经，并且凭靠棺材内的阵法提升到了第10层，这一点就算是其他玩家也能做到，也无法做到最为关键的另外一点。虽说灵力化成能量大涨只是一种比较简单的灵力运用手段，可当下除了赵一凡外，其他人根本没这个能力。赵一凡现实中是神通境8级，已经修炼出来神通境才能修炼的神念，有一丝神念随着赵一凡的意志被带入到了地之永恒中，凭借着这一丝神念，赵一凡才能够强行运转体内灵力，施展出来一些简单的手段。现在赵一凡因自身等级限制，最高能强行运用1000点左右灵力来施展手段，如若强行运用更多的话，他自身就会和先前对战后天境1级怨灵一样，遭受到灵力的反噬。除此之外，此地也非常隐秘，
这要不是赵一凡得到具体线索来过一次，他也绝对找不到这里。第8章，等级的急速飙升。赵一凡当下嗑药升级10分钟是640点经验，10层清风经修炼2分多钟能够增加40点经验，加起来大概是10分钟820点经验。而现在出手攻击棺材外的兵马俑，10分钟多一点，他就能够得到920点经验，比嗑药升级丝毫不慢。按照这个进度的话，今晚上赵一凡清理完这里的兵马俑，然后再嗑药升级，别说是觉醒进5级了，就算是觉醒进6级都轻轻松松达到。又是半个小时后，时间来到下午6点40分，赵一凡的等级升级到了觉醒进4级。升级到觉醒进4级后，赵一凡看了一眼当下等级排行榜，此刻他在等级排行榜上排第86位，排在他前面的还是清一色的觉醒进4级，当下还没有玩家提升到觉醒进5级。觉醒进3级到觉醒进4级需要4000点等级经验，而觉醒进4级到觉醒进5级是需要8000点经验的。这一级之差，比从觉醒进0级到觉醒进4级需要的等级经验都要多一些。先前赵一凡从觉醒进0级提升到觉醒进3级，就是花费了近3个小时的。想要升级到觉醒进4级，需要一刻不停的嗑药修炼，差不多6个小时。而想要升级到觉醒进5级，是还需要6个小时的。当然，如果满配置并且有其他列入专属天赋的加成，这个时间会相对缩短一些。现在的时间是下午6点40分，从开服到现在才过去9个小时40分钟，没有玩家升级到觉醒进5级也实属正常。觉醒进3级，越级击杀后天境2级的兵马俑能得到300点经验，现在觉醒进4级了，能得到的经验是270点。击杀后天境1级的兵马俑，先前经验是180点，现在是160点。先前有一个后天境3级的兵马俑是2次出手才杀掉的，现在升级了，应该对后天境3级的兵马俑也能够一击秒杀了。先前杀后天境3级的兵马俑是440点经验，现在是400点，也还行。现在的灵力是2640点，一轮能够出手2次，一次1000点左右灵力，一次1500左右灵力。这样的话，我很有希望第一个升级到觉醒进5级。不过倒也没这个必要，只要我今晚最终升级到觉醒进6级，等级排行榜榜首就谁也争不去。赵一凡在恢复灵力时思量一番，知道自己等级排行榜榜首绝对稳了。虽然先前遭罪了，现在也只能躺在一个臭气弥漫的棺材里修炼，但是情况的走向还是让赵一凡非常满意的。就算是等级排行榜榜首才有的专属随机道具奖励不给力，他也不算太浪费这个地方的机缘。在又一轮结束开始嗑药恢复灵力时，通讯器闪烁，赵一凡趁着空闲打开查看，点开赵一曼的聊天框。一凡啊，好无聊啊，幸亏还能够看看论坛，要不然的话都快要枯燥死了。而且旁边几个苍蝇围着我，想要加我通讯好友，好烦呀！要不是小镇之间传送阵费用需要50枚灵石，我都想去找你了。面对赵一曼发过来的消息，赵一凡快速回复道：小姑，我不是跟你说了，让你开个独立修炼室，你咋没开啊？上品独立修炼室要100灵石呢，顶我1天工资了，我可舍不得这样浪费。看赵一曼这么说，赵一凡表示无奈。对当下的赵一凡来说，他一轮就能够收获几万枚灵石，获取灵石来的不要太简单。这段时间下来，赵一凡手中都已经拥有60多万枚灵石了。可是赵一凡现在在棺材里面，也没法去给赵一曼送灵石。小郭，别这么小家子气了，我现在有方法能够获得灵石，现在都弄到不少了，该花就花，别心疼灵石。面对赵一凡的信息，赵一曼回复道：啊，什么方法？在什么地方？我也要去。现在论坛上有人1比2无限收灵石，我要赚大钱。赵一凡在黝黑的棺材里看了看，没给赵一曼说自己现在躺在一个棺材里。那个，这地方挺危险的，我今晚用不了多久就刷完了，而且也用不上你。那好吧，我先下线了，去给你做点饭，等下来叫你。咱们中午就没吃饭，我都饿死了。好。和赵一曼聊完后，赵一凡又开始了一轮轮升级着。在快7点半的时候，游戏虚拟舱提示外面提示有人呼叫。赵一凡下线时看了一眼等级排行榜，已经有2名玩家升级到了觉醒进5级，分别占据了等级排行榜第1名和第2名。显然，这2个玩家能够这么快的升级到觉醒进5级，除了满配置的嗑药修炼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加成。而此时的赵一凡又刷了40多分钟，因为他等级提升，能够一招灭杀后天境3级的兵马俑。等级提升后，他获取等级经验的速度也没因此而减少，10分钟基本上都能够得到1000路头点经验。再有个30-40分钟，他能够升级到觉醒进5级。看过等级排行榜后，赵一凡选择退出地之永恒。虚拟游戏舱上面的半透明扣盖自动打开，游戏虚拟舱扣盖打开，赵一凡就看到赵一曼近在咫尺面孔。此刻的赵一曼弓着腰，脸距离赵一凡不到10厘米。显然，
赵一曼先前是贴在半透明扣盖上看赵一凡的。小姑，能不能不要老趴上面看我啊？怎么啦？还不让看了？我不是看看你下没下线吗？赵一凡眼睛朝着微微下面一瞥，就看到了一片雪白。对此，赵一凡面露一丝无奈的说道：那你知不知道，你这个角度很容易走光。你现在是穿了那啥了？粉色带蕾丝边的。啊，小流氓！听赵一凡这么说，赵一曼赶忙起身，然后用手攥住自己淡蓝色家居 T 恤的领口。赵一曼的厨艺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的赵一凡心满意足。一凡，你到底弄到多少零食？用什么方法弄到的？吃饭时，赵一曼询问赵一凡。赵一凡想了想后，给赵一曼说道：我先前不是跟你说了，我的专属天赋能够造成生命值伤害转化一定比例的零食。我找到一个挺适合卡怪的地方，就一直利用专属天赋刷零食。那你刷到多少了？100来万吧。听赵一凡这么说，赵一曼瞪大了眼睛。他先前倒是想过，赵一凡靠着专属天赋能刷到零食，可他认为也就刷个1800枚零食。现在赵一凡给他说刷到100来万零食，赵一曼感觉震惊无比。啊，这么多？那咱们卖掉换钱啊？现在10枚零食就能换5块钱。你负责刷，我负责给你找人卖。而且，你这万一是游戏漏洞，被游戏公司发现了，可就给你没收了。面对赵一曼所说，赵一凡摇了摇头。可不能卖，地之永恒真实度那么高，你应该也能看出来其里面很多商机。而且我是用自己的专属天赋弄到零食的，又不是什么漏洞，不会被游戏公司没收的。赵一凡知道地之永恒会反馈，不过这是事关重大。虽然赵一曼是自己最亲的人，可现在也不能告诉他，避免他藏不住事，或者是说漏嘴。在赵一凡说完后，赵一曼想了想说道：那行吧，零食是你弄来的，我听你的。而且我想了一下，要真是变卖了，回头游戏公司找上来，咱这算是不当得利，犯法。可咱们要是用在了地之永恒中，那可就没这个问题了，大不了游戏公司删除咱们账号呗。时间就是金钱，我赶紧去弄零食了。好，去吧，我一身油味，我收拾收拾桌子，先去洗个澡。因为零食就是钱，听赵一凡这么说，赵一曼也起身开始收拾桌子。登入到地之永恒中，赵一凡又出现在了充满臭气的棺材中。不到40分钟，赵一凡的等级提升到了觉醒境5级，在等级排行榜上排名第5。这段时间又有2名氪金大佬升级到了觉醒境5级。觉醒境等级提升需要升级的经验是倍增的，觉醒境5级到觉醒境6级是16000点等级经验。按照当下氪金大佬满配置的嗑药提升幅度，觉醒境0级到觉醒境5级最快的也用了接近10个小时。现在已经是晚上8点半，距离凌晨12点还有不到3个半小时。很多玩家稍微计算就知道，今天不可能有人提升到觉醒境6级了，时间上来不及。氪金大佬自然也分析计算出来这点，所以当下很多人认为当下等级排行榜排名已经定格。升级到觉醒境5级，赵一凡看了一眼自己当前的属性面板，姓名赵一凡，等级觉醒境5级，421600，生命值1200加560百分号，79207920，灵力值600加560百分号，39603960，功法明心经修炼功法不入流，第1层25200，清风经修炼功法黄阶上品第10层268800，专属天赋超神级，造成任意伤害可吸取对方生命转化为一定比例的零食。10层清风经的加持下，赵一凡的生命值和灵力值再次猛增一大截。没有功法加持的基本面板数据，觉醒境10级的时候，生命值是8000，灵力值是4000。当下赵一凡已经可以说在生命值和灵力值上极为接近觉醒境10级的基础属性。等级的提升，身体素质各方面全部增加，赵一凡现在能够强行运用的手段也越强了。按照赵一凡的自我估算，现在2000点灵力以下的手段，他可以不付出任何代价的用出来。不过随着赵一凡的等级提升，越级击杀的经验也随之减少。先前赵一凡觉醒境3级的时候，他击杀后天境2级的兵马俑能够得到300点经验。觉醒境4级的时候，击杀后天境2级的兵马俑得到的经验是270点，现在觉醒境5级是240点，少了60点。觉醒境5级到觉醒境6级需要经验是16000点，也就是赵一凡需要杀掉近80个后天境2级的兵马俑才行。现在棺材外面还有40多个兵马俑，不足赵一凡升级到觉醒境6级，他还需要回头使用凡阶完美品质等级经验丹药来提升才可以。40多分钟，棺材外的所有兵马俑都已经被赵一凡斩杀，其等级经验也来到了6级，8560160000。等级提升后，灵力值在清风经的加成下接近4000，赵一凡的效率也比先前快了接近1倍。
终于能够离开这个恶臭的地方了。我感觉在这里这么长时间，我都快被淹透了。一共265万多点的灵石，足够接下来嗑药所用了。从棺材中出来，赵一凡感觉自己浑身都散发恶臭。看着一地兵马俑化作的碎石，赵一凡打算以后再来彻底将这个墓给掀了。按照我现在的速度，回去需要20多分钟，修炼是30%的加成，倒也不是很多。不过这一身恶臭，要回去找个地方洗一下，要不然自己也难受。正好让小姑来找我，给她部分灵石，让她也把 VIP 等级提升上来。现在还不到晚上10点，距离凌晨还有一段时间。按照她当下嗑药提升等级的速度，1个半小时足够升级到觉醒境6级，时间很充裕。折返回到安度小镇，赵一凡给赵一曼发消息，让他来安度小镇找自己，然后就去小镇上一家温泉澡堂冲了个澡。在各大新手小镇，各种生活设施齐全，和现实中古代小镇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不过当下玩家们都还在以修炼为主，要不就是去野外杀怪去了。温泉澡堂这种地方，除了一些到处寻找想接任务的玩家外，很少有人踏足。赵一凡冲了个澡，顺便从面板商城中花费2枚灵石购买了一身新衣服换上。小姑怎么还没过来，也没给我回消息，干嘛去了？又给赵一曼发了2个消息，没得到回应。赵一凡心生一丝疑惑，难道是累了，早早睡觉了？在地之永恒中，通讯器不显示是否上线离线。赵一凡都冲了个澡，也还没得到赵一曼的回应。赵一凡决定下线看看他在干什么。赵一凡现实中是神通境8级的大佬，实力无比的强大，不吃不喝不睡对赵一凡来说只是小事一件。可赵一曼目前就是个凡人，从早上开始进入地之永恒，玩了一天，累了早早睡了也正常。要不是赵一凡打算让赵一曼将今天的特惠大礼包什么的全都买下来，在地之永恒中联系不上也就联系不上。赵一凡下线，从游戏虚拟舱中出来，神念一扫，赵一凡脸上露出一些古怪的神情，迅速收回神念。赵一凡连做了好几个深呼吸。第9章，拿下等级排行榜第1。下线后，赵一凡神念放出去，想要看看赵一曼在干什么。下一刻，赵一凡就马上将神念收回，做了几个深呼吸，缓解心中。在地之永恒中，利用神念观察别人会被别人视为挑衅，以后在家里也不能轻易动用神念扫视啊。不过还想再偷偷看看，不行，会忍不住的。刚刚赵一凡神念一扫，就看到了身穿一身淡白色轻薄睡衣躺在床上的赵一曼，她大片雪白从轻薄的睡衣中露出来，晃得人眼晕。说实话，此刻的赵一凡还想要再偷偷看看，也就是当下时间不多，他要嗑丹药提升等级，抢占等级排行榜第1名，他才控制了心中的悸动。知道赵一曼睡着了，赵一凡利用自身超强的修为心性压下心中邪念后，再次进入到地之永恒中，直接来到安度小镇广场边上的修炼场所，选择上品独立修炼室进入，开始购买凡阶完美品质等级丹药嗑药升级。大约半个多小时后，10点半的时候，赵一曼给赵一凡发消息，说他来到了安度小镇。赵一凡给他回了个自己修炼室的编号，让他付费进来。独立修炼室是独立不错，不过也不是说只能一个人在里面修炼，只要提供修炼室的编号，交纳费用，原本修炼室内的人出现提示选择同意，就能够一同在一间独立修炼室中修炼。上品独立修炼室就和普通的一个房间一样，20多平米的样子，里面什么都没有。赵一曼进来后看到赵一凡，就对赵一凡说道：“这就是独立修炼室啊，比公共修炼室就是一个大厅比起来倒是安静多了。这里没人打扰，你怎么才上线啊？这我都打算下线找你了。啊，这个，刚刚洗完澡有点累了，就睡了一会。”面对赵一曼所说，赵一凡微微点头，表示知道，然后给赵一曼直接赚了100万枚灵石，把今天的礼包什么的都买满。这些礼包虽然贵了点，但本身价值比单独购买实惠的多。我在论坛上看到有人专门给别人钱，让别人购买礼包，给一定的佣金。一凡，我看你都等级排行榜第5名了，你升级的真快，我现在才刚刚2级，距离3级都还差不少。等你把礼包都买下，有 VIP 等级加成了就快了。和赵一曼说完，看赵一曼开始购买礼包，赵一凡盘膝而坐，再度开始嗑药升级起来。哇，好爽，好爽！嗑药升级的赵一凡听到后反问道：“爽什么？”赵一曼面对赵一凡看过来的眼神，脸蛋不由一红。购买礼包啊，要不然呢？没事，刚刚看到一个帖子，有点分心。什么帖子？有个玩家在新手小镇上裸奔，被小镇巡逻的原居民看见，给抓了送进地牢了。那玩家被关12个小时，在地牢中发帖发牢骚呢。啊，还能这样？这个玩家也是真够离谱的，属实是在游戏里彻底放飞自我了。不过一凡，这游戏模拟真实度可是够高的，我感觉就和身临其境，好像来到另外一个真实的世界一样，什么感触都无比的真实。
在和赵一曼的胡扯闲聊中，赵一曼将购买的礼包全都打开，开始和赵一凡一起嗑药升级。一凡，你怎么比我快这么多？先前的时候，赵一曼就感觉赵一凡嗑药的速度有点快，他还以为是 VIP 加成的原因。现在他的 VIP 等级随着购买各种大礼包也达到了 VIP 8级。他刚刚问赵一凡了，赵一凡当下也是 VIP 10级，只比他高2级，可使用丹药的间隔根本不在一个层次。赵一凡用3、4枚，他这边才刚用掉1枚。我先前弄到一本黄阶修炼功法，所以才这么快的。不过修炼功法的书籍学习了就消失了，等回头我也给你找一本。哦，这样啊。时间流逝，眨眼间来到了11点多，赵一凡的等级也在此刻达到了觉醒境6级。先前赵一凡的 VIP 等级就已经接近 VIP 9级，他在修炼开始的时候直接购买了100万枚灵石的凡阶完美品质等级经验丹药。为此，赵一凡又是消费了接近80万枚灵石。先前他的 VIP 等级也在他消费到100万的时候提升到了 VIP 9级，加上购买 VIP 9级的每日礼包，赵一凡的 VIP 等级提升到了10级。当下赵一凡的修炼加成达到了 690%，1分钟能用 6.9 枚凡阶完美品质等级经验丹药。在这加成下，赵一凡才用了1个多小时的时间就升级到了觉醒境6级。升级到觉醒境6级后，赵一凡打开自己的面板属性看了一眼，姓名赵一凡，等级觉醒境6级2320000，生命值1800加560百分号11880，灵力值900加560百分号5940，功法明心经修炼功法不入流第1层25200，清风经修炼功法黄阶上品第10层958800，专属天赋超神级，造成任意伤害可吸取对方生命转化为一定比例的灵石。当赵一凡升级到觉醒境6级时，他直接成为了当下等级排行榜的第1名，在他的排名下面是7位觉醒境5级的玩家。赵一凡升级到觉醒境6级，有经常看等级排行榜的玩家第一时间发现，在地之永恒官方游戏论坛上发帖。先前刘腾第一个提升到觉醒境5级的时候，就引起无数玩家的发帖讨论，感叹氪金大佬是又能氪金有踏马的能干。要知道，当时刘腾第一个提升到觉醒境5级的时候，可是近10个小时才达到的，这其中没有间断过。操，假的吧？我按照最高配置来计算，就算是 VIP 10级的氪金大佬，从进入到游戏中开始就一直使用凡阶完美品质的修炼丹药，一刻不停的嗑药升级，也升级不到觉醒境6级啊！这个叫赵一凡，先前等级排行榜上第5名，大约是晚上8、9点钟，这2个小时他就从觉醒境5级升级到觉醒境6级，就算是吃火箭了也没这么快吧？擦擦擦，黑幕黑幕，狗日的地之永恒，游戏公司不当人，这是找的托吧？现在演都不演了，我怎么算都算不出来，怎么能觉醒境5级2个来小时升级到觉醒境5级？绝对是游戏公司搞内幕改数据了，这才开服第1天，这么做是不是过分了？同意同意，联名让游戏公司官方出面给个说法，不然就算是你虚拟真实程度高，老子也不玩了。先前刘腾升级到觉醒境5级的时候，众多玩家都是感叹氪金大佬就是不一样，是真牛逼。可现在赵一凡升级到觉醒境6级，无数玩家就不买账了。毕竟觉醒境5级到觉醒境6级，比先前觉醒境0级到觉醒境5级需要的等级经验都多。2个来小时从觉醒境5级升级到觉醒境6级，不是游戏公司改数据了，绝对不可能。一凡，你上论坛热榜了，这游戏公司不会直接插手封了你号吧？怎么可能？我是自己升级上来的，又不是他们说的改数据，游戏公司才不会过问呢。赵一凡是知道地之永恒能反馈的，对于众多玩家在官方论坛上闹腾，赵一凡对此嗤之以鼻。地之永恒在数年后也没人知道是什么人弄出来的，有个屁的游戏公司，能有人理就奇了怪了。当下觉醒境6级的赵一凡，在10层黄阶上品修炼功法的加持下，他的生命值和灵力值再度暴增。单看生命值和灵力值，现在已经比基础觉醒境10级要高出不少，比后天境1级基础的一半还要高一些。享受到先前卡怪升级的赵一凡，开始琢磨什么地方适合，又适合后天境升级，又能够刷灵石。先前他得到265万多枚灵石，给了赵一曼100万，自己用掉120多万，仅剩下40多万，这些可不够他后续消费。现实中，一个20多岁的青年正抱着一个妙龄少女在床上酣睡，一阵手机铃声将他从沉睡中唤醒。他摸起手机，迷迷糊糊看了一眼，然后接通。刘俊，你要是不说出个能够让我满意的理由，信不信我明天就将你绑起来扔泳池里？腾哥，我知道你在睡觉，我也不想打扰你啊，可有大事啊，地之永恒，有人超越你成为第1名了。啥？
不可能，我觉醒进5级，今天就是稳的，真的，我不骗你。你上游戏论坛上看看，闹得可厉害了，很多人都说那人是官方的托，是刷数据刷上去的。听对面刘俊这么说，刘腾一下子清醒了。今天地之永恒开服第1天，他为了冲击等级排行榜的榜首，一共氪金消费进去100多万龙币。靠着自己进入地之永恒获得的黄阶专属天赋，有额外50%的修炼加成，他第一个达到了觉醒进5级。觉醒进5级后，他算了算，想要升级到觉醒进6级基本上没戏，认为自己等级排行榜第1名稳了。他就退出游戏，在现实中和小情人耍了耍，本想着睡一小觉，等半夜再起来继续上游戏，看看等级排行榜第1能够得到什么随机特殊奖励的。结果现在他堂弟告诉他，他的第1被人顶了，刘腾可是坐不住了。好，我去看看，这次先原谅你了。挂断电话后，刘腾就拿起床边一个虚拟游戏头盔套上，进入到了地之永恒中。进来第一时间，刘腾就打开了等级排行榜。看到等级排行榜，原本自己的名字变成了赵一凡，刘腾使劲握了握拳头，然后打开了官方论坛。看着众多玩家发帖义正言辞的抗议和讨论，刘腾的无穷怒火稍微平息了一些。平时刘腾喜欢玩各种各样的网络虚拟游戏，几乎是每一个游戏他都喜欢在开服首日进去冲榜，享受那种自己名字挂在榜首上连续挂好几天的快感。玩几天玩腻了，他就再换个新游戏，或者是其他可玩性还可以的游戏新区，进入其中冲各种榜。地之永恒这款虚拟游戏，刘腾一进入到其中，就感受到其虚拟真实程度是当前市面上其他游戏无法比拟的，所以他直接豪掷上百万进去，就是为了能够得到等级排行榜第1名。为此他忍着枯燥修炼了10个小时没干别的，结果现在第1名被人家顶了，而且还是被一个修改数据的玩家给顶了，他有多生气可想而知。浏览了一遍帖子后，刘腾直接发帖，主题为我是等级排行榜上的刘腾，我是现在等级排行榜第2的刘腾，我今天一共氪金消费了170来万， VIP 等级9级，我升级到觉醒进5级后我就去休息了，因为在我看来，我凭借专属天赋第一个升级到觉醒进5级，等级排行榜第1已经稳了。氪金消费170来万对我来说不算是什么，我本来打算后续还会继续氪金的，现在突然冒出来个觉醒进6级的玩家，我对此非常的不服，不管是拖还是修改了数据，我希望游戏公司都能够给我一个说法。要不说刘腾是经常能够冲榜的氪金大佬，人家经常在各种游戏中冲榜，不是没遇见过拖，知道该怎么利用自身的情况来对付拖。他这种人在任何游戏公司面前那都是金主般的存在。一般游戏公司面对像是他这种氪金大佬，都会有游戏官方人员来联系他，给予安抚和处理条件，以此让他继续在游戏中氪金消费。当刘腾发出这个帖子后，由于帖子后面有他的名字和他展示出来游戏中的等级和 VIP 等级，马上就被顶上热榜，无数玩家在下面顶贴支持。因刘腾带了个头，其他等级排行榜上的玩家也都纷纷发帖，表示对地之永恒游戏公司的这种行为表示谴责，并放言如果地之永恒游戏公司如果不做出合理的解释，给予广大玩家一个说法和赔偿，他们将考虑退游。面对论坛上愈演愈烈的状况，赵一曼有些担忧游戏公司会因此出面封禁赵一凡的账号，而赵一凡对此还是毫不在意，他知道不管闹得多厉害，也不会有游戏公司人员出现的。在和赵一曼说了一些让他别担心的话，让他安稳嗑药升级，困了就下线睡觉后，赵一凡就离开了修炼室。还有近1个小时的时间才到凌晨12点，赵一凡白白在修炼室中浪费这近1个小时，他要快点去利用自身专属天赋刷零食，为明天的氪金消费做准备。赵一凡已经想到一个比较适合当下他实力的地方，就是路途有点远，等城市传送开启了就有更多选择了，现在只能先凑合凑合了。明天会开神豪消费排行榜和坐骑排行榜，有个高阶坐骑，赶路什么的就快捷方便多了。通过安度小镇的传送阵，赵一凡来到了雪林小镇。来到雪林小镇，赵一凡就感觉有点凉飕飕的，温度比安度小镇低得多。走出雪林小镇，他直接朝着小镇外遥遥可见的一座雪山丘陵奔去。凌晨12点，赵一凡距离雪林小镇外的雪山丘陵还有近1/3路程。而这时，等级排行榜第1名的奖励也随着信息提示发放到了赵一凡的背包中。第10章，只要888，超级神兽带回家！恭喜玩家赵一凡，你获得等级排行榜第1名，奖励凡阶完美品质等级经验丹药 X500，随机奖励特殊道具 X1，奖励已经放入背包，注意查收。看到提示信息闪过，赵一凡驻足查看背包，背包中除了各种丹药外，多出来一份材料。赵一凡直接将其拿了出来，这东西人头大小，圆不溜秋，其整体通红，上面有着众多金黄色纹路，纹路整体呈现如同一只飞天猎鸟。拿在手中，赵一凡就感觉这东西不是凡物，
感觉其应该无比沉重，可是拿在手里却轻飘飘的如同羽毛一样，给人一种又重又轻的感觉。查看介绍，赵一凡脸上露出了无比惊喜的神情。凤凰血晶，地阶炼器材料，用其当作主材料，可以打造出传说中的地器。地之永恒中，境界等级还有材料等等都公布出来了品阶。和修炼功法一样，地之永恒中公布出来的材料等阶分为天地玄黄凡，其中在天阶之上是圣阶，圣阶之上才是地阶。也就是说，当下赵一凡等级排行榜第1名达到的随机特殊奖励，是一块可以打造地器的主材料。地器是地之永恒中公布的最高兵器法宝等阶。作为在地之永恒中经历过5年的赵一凡，是知道地器是什么情况的。在地之永恒中，有着众多的修炼宗门，其中最强、底蕴最深的宗门被称之为圣地，而圣地中就有地器的存在，也被人称之为极道地兵，乃是传说中大帝利用地阶炼器材料打造而出的本命武器法宝。出没出过大地，有没有极道地兵，也被用作衡量是否是圣地。地之永恒开服第1天等级排行榜榜首随机特殊奖励，是一块可以作为主材料打造地器的地阶炼器材料，这绝对是超乎赵一凡想象，能够让他感到无比惊喜的。郑重地将其收回背包中，赵一凡脸上的喜悦表露于外，他继续朝着雪山丘陵方向赶去。凌晨12点10分，公告提示出现在所有玩家的信息栏中，神豪消费排行榜已经开启，玩家可以查看自身消费情况和消费拍卖，登榜玩家可在每日凌晨12点时获取排行榜奖励。坐骑排行榜已经开启，坐骑功能开放，玩家可以通过面板商城购买坐骑券获取坐骑，也可去往野外抓捕驯化坐骑。赵一凡一边赶路一边打开了神豪消费排行榜，毫无意外，当下赵一凡已消费213万枚灵石，成为神豪消费排行榜第1名。排在神豪消费排行榜第2名的是一个叫张莹的玩家，消费182万多枚灵石。当下张莹在等级排行榜上排名第3，神豪消费排行榜上第3名的就是刘腾，其氪金消费175万多枚灵石。神豪消费排行榜上第4的，看名字就知道是个飞龙国玩家，其现在等级排行榜上排名第6，氪金消费160多万枚灵石。先前在他等级排行榜上显露名字的时候，就有好事的玩家根据名字扒出他是来自龙国东边一个土豪国家土豪家族的成员。在神豪消费排行榜的前10，清一色消费了100多万枚灵石，第10名的都消费125万多枚灵石。就算是10名之后，也是一排排100万枚灵石的消费，让无数看过神豪消费排行榜的玩家感叹，这世界上氪金大佬是真他妈多。这地之永恒才开服1天，居然就有这么多人氪金消费。有好事的玩家将神豪消费排行榜公布出的前100名做了个大概的计算，光是这100位玩家的消费就足足数个亿，这要是再加上不在100名以内的，这10亿、几十个亿都有可能。看过神豪消费排行榜后，赵一凡打开了面板属性旁边的坐骑一栏，一打开，坐骑一栏当下空空如也，在其界面的上方有着一个闪烁的图标，新手坐骑特惠大礼包，只要888，超级神兽坐骑带回家。熟悉的礼包，熟悉的套路，这要不是知道购买新手坐骑特惠大礼包只能够得到一匹凡阶下品的坐骑，对人还真是有点诱惑力。看过之后，赵一凡并未马上购买这新手坐骑特惠大礼包，他知道坐骑这玩意比首日升级还要费钱，现在他手中还有40多万枚灵石，放在获取高阶坐骑上根本不够看。赵一凡现在就一个目标，搞钱，尽快搞钱，然后在今日凌晨12点的时候再度成为坐骑排行榜榜首。等级排行榜榜首首日的随机特殊奖励可是给赵一凡带来极大的惊喜，他期待坐骑排行榜榜首也能够给他来个惊喜。而且不光是个等级排行榜第1名首日有随机特殊奖励，以后每次结算都能有额外的特殊奖励，他必须要牢牢地坐稳等级排行榜第1名和争夺其他榜单第1名。除了坐骑界面开放外，面板商城中也刷新出来2样新东西，就在面板首页第1排挂着。其一就是用来刷新孵化坐骑的坐骑券，另一个就是一根类似绳子的凡阶道具，叫做御兽锁，可以用来在野外抓获各种荒兽、妖兽等等，成为坐骑。其中坐骑券的价格是1000枚灵石，御兽锁的价格是100枚灵石。看过之后，赵一凡将其关上，并未耽误赶路。又是半个小时后，赵一凡来到了雪山丘陵的下方，望着连绵一片的雪山，赵一凡顺着一条蜿蜒雪路，踩着软绵绵的雪地进入其中。在来的路上，赵一凡遇到了数个荒兽，等级都不高，都是凡阶荒兽，没有碰上超凡后天境的荒兽。对于当下的赵一凡来说，就算是碰上超凡后天境的荒兽，只要不是后天境5级以上，都能够轻松斩杀。各大新手小镇周围并没有太多的荒兽，高等级的荒兽更是极为少见。而赵一凡用1个多小时赶路过来的雪山丘陵，就是当年玩家们达到后天境时一个比较热门的升级点，
相对于其他地方，这里荒兽更为密集。赵一凡之所以选择这里，除了这里荒兽怪物比较密集，而且等级不是很高外，还有一点就是这里的荒兽血疗猪皮糙肉厚，速度相对同级的荒兽要慢。对于当下的赵一凡来说，他猎杀荒兽优先考虑的一点就是生命值的多寡，只有生命值越高的荒兽，他的收益才越高。至于皮糙肉厚防御高，这对赵一凡来说不是太大的事，甚至如果不是距离海岸太过遥远，当下赵一凡就算是去往离海岸最近的新手小镇，再去海岸都需要赶路数天，赵一凡都想去海边打鱼去。相对于陆地的荒兽，海中的荒兽生命力更高，生命值一个个更是非常恐怖，只要找到个合适的位置，完全可以在岸边打海里的大鱼。他的专属天赋只需要造成伤害损失生命值就能够吸取到灵石，并不需要造成击杀。这要是能碰上一条海中鲸类荒兽，那绝对是能够得到海量的灵石。游走在雪山丘陵中，很快赵一凡就发现了聚在一块石头下躺着的6头雪疗猪。稍微靠近，他6头雪疗猪迅速翻起身来，直接朝着赵一凡奔来。扫视一眼，根据雪疗猪外面展现出来的特征，赵一凡知道这6头雪疗猪有一头后天境4级，一头后天境3级，剩余的4头小猪崽子是后天境1级。随着6头雪疗猪快速靠近赵一凡，信息栏闪过信息，提示赵一凡进入到雪疗猪的攻击范围，即将遭受雪疗猪的攻击。面对6头雪疗猪，赵一凡直接迎了上去，手中灵气汇聚，一拳朝着那头后天境4级的雪疗猪打去。没有用武器，是因为现在背包里除了一柄铁剑，就是新手神器乌木剑。凡阶的武器在对付凡阶的荒兽时还有点用，但是面对后天境的雪疗猪，单靠他们本身连雪疗猪的防御都破不开，而要是利用灵力加持乌木剑施展武技，还不如直接用拳头来的威力大。先前赵一凡在清风遗迹中对后天境1级怨灵爆发的致命一击，现在赵一凡可以无代价的用出来。一拳下去，后天境4级的雪疗猪被瞬间击飞出去，不过其并没死。当初赵一凡能够一击秒杀后天境1级怨灵，但现在同样的攻击只是让他受了点不是太严重的伤。扫视一眼信息栏出来的伤害提示，赵一凡知道想要杀掉这后天境4级的雪疗猪需要3到4次攻击。一拳击飞后天境4级的雪疗猪后，赵一凡脚下用力，灵力凝聚脚上，一脚踢上了另一头后天境3级的雪疗猪。接着赵一凡一拳一脚不断地打在众多雪疗猪身上，花费了几分钟将他们全部击杀。看着闪过的信息提示，赵一凡将他们的尸体全都收入到背包中，然后继续寻找下一步的目标。6头雪疗猪一共给赵一凡提供了1120点等级经验和185000多枚灵石，而赵一凡再将他们全部击杀，所消耗的也不过是不到2000点灵力。一边使用凡阶完美品质灵力恢复丹药恢复消耗的灵力，一边寻找新的目标。很快赵一凡又遇上了一窝5只雪疗猪。当下这雪山丘陵还没有玩家踏足，其内的雪疗猪数量相对而言还是挺多的。一轮一轮的重复着寻找猎杀雪疗猪，赵一凡的等级经验在快速的增加。而相对于等级经验的增加，他收获到的灵石更是非常可观。1个多小时过去，赵一凡得到了22000多点等级经验，而灵石收入是420多万。不过这1个多小时过去，雪山丘陵郊外围的雪疗猪和一些其他荒兽基本上被赵一凡清理干净。连续找了3-5分钟没有找到荒兽后，赵一凡继续朝着雪山丘陵深处走去。雪疗猪都是一窝一窝的，而且繁衍速度极快，所以这雪山丘陵中雪疗猪到处都是。不过越是深处，雪疗猪的等级越高。当下我觉醒境6级，先前遇上一头后天境6级的雪疗猪，其速度太快，就差点被他一头撞死。现在我要是死上一次，那可就是亏大了。虽然赵一凡有着能够杀掉觉醒境6级雪疗猪的能力，可是同样的，他自身等级还低。别说是后天境6级的雪疗猪，就算是后天境1、2级的雪疗猪小猪崽子，如果正面撞上他，也能够直接将他撞死。所以每场战斗，赵一凡虽然看似轻松，其实一直都是精神高度集中来战斗的。本想等升级到觉醒境7级再深入的，现在外围被我杀的差不多了，冒点险吧。等明天城市传送阵开启后，找个宗门加入，学点武技功法。当下我用神念强行运转灵力施展手段，灵力耗损大不说，对精神上的消耗有点大。赵一凡深入到雪山丘陵中后，比先前更加的谨慎小心。这里不光有着雪疗猪，也有一些其他雪山中的荒兽。他对付后天境6级的雪疗猪还行，要是遇上速度方面见长的后天境6级荒兽，那他可就比较危险了。在赵一凡在雪山丘陵中猎杀荒兽时，地之永恒官方论坛上还是热闹非凡，众多玩家还在讨伐游戏公司改数据。不过相对于最初的时候，热度没那么高了，很多玩家讨论起来地之永恒中的坐骑。玩家们在地之永恒中讨伐归讨伐，可是也没有影响到有些玩家在新功能开启后氪金消费。
价值888枚灵石的新手坐骑大礼包虽然价格有些贵，但一经开放就有无数玩家选择购买。毫无意外的，所谓的超级神兽坐骑就是个凡阶下品的坐骑。不过就算是凡阶下品坐骑，也不是同一个种类，有的是马类坐骑，有的是狮子老虎类坐骑。各种各样的坐骑，虽然其中肯定有不少重复的，但一个个真实而帅气的坐骑，还是让无数玩家感觉这888枚白花。而坐骑就算是同等品阶，其自身资质等方面也不同。再详情介绍有综合评分，凡阶下品坐骑基础综合评分是100点，有部分优秀的综合评分能够达到150点。根据综合评分就能够看出一个坐骑是好是坏。而除了新手坐骑大礼包能够得到坐骑外，还可以通过坐骑券刷新更高品阶的坐骑。1个多小时过去，坐骑排行榜上第1名的坐骑已经变成了一只黄阶下品狮子形态的坐骑，其在坐骑排行榜上的综合评分是1250点，远超当下凡阶极品坐骑最高综合评分的446点。和其他排行榜不一样，坐骑排行榜上登榜的坐骑能够通过坐骑排行榜的界面看到其影像。黄阶下品狮子形态的坐骑从图鉴影像上看就无比的威风帅气，一时间更是引发无数玩家争先恐后的氪金消费刷坐骑。原本神豪消费排行榜上，赵一凡以213万多枚灵石排名第1，现在赵一凡已经被顶到第18名，可见不少氪金大佬嘴上说着抵制，要让地之永恒的游戏公司给个说法，要不然不氪金消费。但是一个个的身体很诚实，面对帅气威风的坐骑，还是朝着地之永恒中大肆氪金。所有榜单上都显示玩家真实姓名，只要稍微注意就知道是谁氪金多少刷出来的黄阶下品坐骑。原本神豪消费排行榜上面第2的张莹，现在是神豪消费排行榜第1，那黄阶下品坐骑也是他的。先前张莹的氪金消费灵石数量是182万多枚灵石，现在他氪金消费的灵石已经达到412万多枚灵石。也就是说，为了刷出来这头黄阶下品坐骑，张莹又砸进去了200多万。200多万砸进去，就是为了一个帅气威风好看的坐骑。很多玩家对此表示非常不理解的同时，又感叹氪金大佬是真拿钱不当钱看。第11章也不多，6000来万。黄阶下品的狮子形态坐骑看上去就无比的帅气和威风，气质神俊，比一众凡阶的坐骑高出了一个大档次。其一出现在坐骑排行榜上，马上就引起了广大玩家们在地之永恒官方论坛上的热议，势头一度盖过声讨地之永恒的帖子。我去，这也太帅了吧，这要是骑在上面该是多威风帅气啊。威风帅气是当然的，也不看看人家花了多少钱，200多万呢，现实中都能够卖个轿跑了。我要是有这钱，会所嫩模多爽，换一个虚拟数据的坐骑根本不值当。就是，我刚刚看到别人坐骑威风，一咬牙决定少上一次会所，来了个888，购买了新手坐骑大礼包。好在没太让我失望，开出来的坐骑还算比较帅气。不过我认为在坐骑上花个888就不少了，没必要太追求高品阶坐骑。楼上的兄弟，什么地方的会所一次才888？发个位置。我去，那个土豪国的土豪发力了，他刷出来黄阶中品坐骑了。随着这个帖子的出现，无数关注坐骑的玩家纷纷打开坐骑排行榜，查看这新登榜第1的黄阶中品坐骑。独角兽马黄阶中品觉醒近1级，综合评分2480，拥有人阿连斯密普米特斯。我擦，这就是那边土豪的能力吗？他现在氪金消费总额达到563万多灵石了。你这太没见识了吧，人家是那个家族的成员，500-600万可能还不到人家一天的零花钱。别说是500-600万，就算是他氪金个几千万，我都认为不是什么稀奇事，人家家里可是用黄金铺地的。不过这游戏的沙比游戏公司改数据，氪金就是浪费啊。在无数玩家在论坛上热议时，坐骑排行榜上的争夺也非常激烈。基本上前10除了榜1和榜2两个黄阶的坐骑，其他的这一刻还是一批人，下一刻就又换了一批。神豪消费排行榜上也因此时刻在发生着变化。看着坐骑排行榜上一个个帅气威风的坐骑，刘腾也有些忍不住了。他自从等级排行榜第1被赵一凡顶了后，刘腾就决定游戏公司如果不给他个说法，他绝对不会在地之永恒中花1分钱。确实他也是这么做的，2个小时过去，他也没再氪金1分钱。在坐骑功能开放后，也没氪金消费去刷坐骑，只是用现有的灵石购买了新手坐骑大礼包。可是看那2个神俊无比的黄阶坐骑，再看看自己的坐骑，越发的感觉看不上眼。都深夜了，可能是游戏公司高层负责人这点都休息了，所以今晚没有官方人员联系我。先刷个帅气的坐骑，让游戏公司高层看看我氪金消费的能力，到时候也能索要更多好处。最终刘腾没有抵制住神俊坐骑的吸引，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借口，然后开始氪金刷高品阶坐骑。
刷高品阶坐骑是刷的次数越多，获取高品阶坐骑的几率越大，界面上会显示刷了多少次，高品阶概率增加。这时候，只要确定选择了某个坐骑，就将会获取到坐骑，但相应的，先前刷新的次数也会清零。也就是说，刷到一个高品阶的坐骑后，想要换个坐骑的话，就要从头开始。凡是概率的东西，都是比较看脸的。刘腾只是200万枚灵石投进去，就刷新出来了一个黄阶上品的坐骑。坐骑是能够交易的，当下一个凡阶下品坐骑，有人出300枚灵石收购，不过300枚灵石对刘腾来说不值一提。望着界面上出现的黄阶上品坐骑，刘腾毫不犹豫地选择将其替换掉先前的凡阶下品坐骑。看着自己面前洁白如玉、如同独角兽的坐骑，刘腾此刻十分的开心。要知道，那个土豪家族的土豪可是花了400多万灵石才刷出来黄阶中品的坐骑，他只是花了200万灵石就刷出来黄阶上品的坐骑，对比之下，刘腾感觉自己赚大发了。刘腾的黄阶上品坐骑一经他确认，直接登上了坐骑排行榜的第1名。白玉独角兽黄阶上品，觉醒近0级，综合评分3360，拥有人刘腾。哈哈，虽然昨天等级排行榜没有获得到第1，但是今天坐骑排行榜应该没人能够超过我了吧？先前张莹是花了200多万枚灵石刷到黄阶下品坐骑，土豪家族的土豪阿连斯密普米特斯花了400多万灵石才刷到黄阶中品坐骑。刘腾认为自己能够幸运的刷新出来黄阶上品的坐骑，是自己脸白。只要张莹和土豪家族的阿连斯密普米特斯不继续氪金消费刷坐骑，他就是稳稳的第1。那个赵一凡，神豪消费排行榜上他也一直没动静，氪金消费金额和先前一样。是不是游戏公司给他改数据，看玩家们反应太大，就进行冷处理了？刘腾一直有关注神豪消费排行榜上赵一凡的排名，现在看他一直没动静，刘腾认为可能是游戏公司进行处理了。在一些别的网络虚拟游戏中，有时候有的托被玩家发现了，游戏公司会进行冷处理。表现为一个一直霸榜的玩家，突然毫无征兆弃游，也没有任何的消息，就好像突然消失一样。当下看赵一凡的神豪消费排行榜上一直没动静，刘腾就想着是不是地之永恒的游戏公司也打算这么做。很多氪金大佬都是在坐骑功能开放之后第一时间进行氪金消费刷坐骑。王腾算是比较晚的，在他刷出来黄阶上品坐骑后，神豪消费排行榜前列基本上没太大变动了。不管他了，先不氪要升级了，出去耍耍。获得了黄阶上品的坐骑，这要是不到处转转显摆，那岂不是太浪费了？刘腾自修炼室中出来，直接召唤出白玉独角兽骑了上去，在他所在的新手小镇到处转悠，引来周围一阵阵玩家的羡慕和惊呼。除了刘腾外，很多购买了坐骑的玩家都和刘腾有着类似的心理，各新手小镇到处能够看到骑着各种坐骑到处闲逛的玩家。而在刘腾登榜坐骑排行榜第1后，地之永恒论坛上，先前刘腾发的帖子又被顶上了热榜。大佬，什么情况？游戏公司找你进行沟通了？看样子是，要不他怎么又氪金了200万？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榜1的赵一凡在神豪消费榜上一直没有变化？这要真是个正常的氪金大佬，不可能不氪金刷坐骑。是这个理，可能是游戏公司官方对他进行处理了。不过不得不说，刘腾大佬脸真白，才氪金消费200万就得到了黄阶上品的坐骑。你们说，这会不会是游戏公司私下给刘腾大佬的补偿？有这个可能。那这样的话，我也氪金了，是不是也能找游戏公司官方要点好处？话说，怎么联系游戏公司官方？兄弟，你氪金消费了多少？88呀，首充的新手大礼包。当下，玩家们大多数还都是在修炼场所修炼，修炼很枯燥，很无聊，所以很多玩家都在地之永恒官方论坛上发帖聊天吹牛，但凡有点事情，都会引起众多玩家的关注。而另一边的赵一凡，在雪山丘陵深处又连续杀了不少等级更高的血疗猪后，其等级也快要达到觉醒近7级。望着即将升级的等级经验，赵一凡稍作歇息后，继续转赴到下一战场。凌晨2点半，伴随着信息栏上的提示和体内流过的暖流，赵一凡升级到了觉醒近7级。感受自己体内相对先前更为浓郁的灵气，赵一凡呼了一口气。长时间不间断的高强度战斗，利用一丝神念强行操控灵力，赵一凡也是有点感觉精神疲惫。呼了一口气后，赵一凡精神状态恢复不少。他打开了属性面板看了一眼，姓名赵一凡，等级觉醒近7级，3564000，生命值2600加560百分号，17160，17160，灵力值1300加560百分号，8580，8580，功法明心经修炼功法不入流，第1层25200，清风经修炼功法黄阶上品第10层1088800，专属天赋
超神级，造成任意伤害可吸取对方生命转化为一定比例的灵石。后天境1级的基础生命值是2万点，现在升级到觉醒境7级的赵一凡已经差不了太多了。感受一番自己升级后自身综合的提升，赵一凡知道现在他可以去找更强的荒兽来升级了。而赵一凡的升级，有玩家经常观看等级排行榜，在他升级没一小会，论坛上就再度因为他的升级而引起热议。擦擦擦，先前看你们讨论，我还以为地之永恒游戏公司官方真处理呢，这人家刚过去3个来小时又升级了。卧槽，怎么这么快？这就算是氪多少金也升不上去吧？我看了，他在神豪消费排行榜上都已经第25名了，氪金消费金额一直没变。这要说不是游戏公司改数据升级的，我说什么都不信。操！现在游戏公司官方一直没有露面给予个说法，现在又整这出，真当我们是韭菜啊？老子汽油不玩了，汽油加1不玩了。先前的时候，许多玩家发帖讨伐地之永恒游戏公司时说不玩了汽油，很多都是口嗨。地之永恒的虚拟真实度超高，属于跨时代的虚拟游戏，这没体验过还没什么，体验过了之后，玩家们对当下其他虚拟游戏就都看不上眼了。这也是为何地之永恒前期难度大，连杀个最基础的野怪都杀不了，还一个个都忍着枯燥在一直修炼。不过现在很多玩家认为地之永恒此举毫不遮掩的改数据是不将广大玩家放在眼里，真有不少玩家直接弃游不玩了。这部分弃游的玩家等到地之永恒反馈时，绝对会一个个后悔的拍大腿。而赵一凡这段时间根本没时间去看地之永恒的官方论坛，并不知道自己升级又引起了一波震动。当然就算是知道了，赵一凡也不会在意，因为这才哪到哪，才刚刚开始而已。赵一曼不是一个很能忍受枯燥的人，他知道赵一凡是去杀怪升级，一直没和赵一凡聊天。在修炼到不到凌晨2点的时候，他给赵一凡发了个消息，让赵一凡别玩太晚，就下线睡觉去了。赵一曼当下就是个普通人，这要不是晚上睡了一小觉，他早就熬不住了。明天周6，赵一曼休息，不用上班，他准备早起再来玩。因赵一凡升级了，觉醒境7级的他可以施展出来更强的手段，能应对更高等级的荒兽。他的升级速度不光没有因为等级经验的倍增而减慢，反而是更快了一些。早上6点多钟，赵一凡的等级提升到了觉醒境8级。因已经过去1天1夜，地之永恒中很多玩家撑不住去睡觉了。这时很多玩家也感觉出来，现实中精神疲惫是会影响到地之永恒中的。而经过论坛上一夜的闹腾，现在赵一凡的升级并未引起太大的热议。很多玩家都认为赵一凡就是地之永恒游戏公司改数据升级的，升级就升级吧。反正没有玩家认为有人能够在觉醒境7级后又用了不到3个小时又升了1级。升级到觉醒境8级，赵一凡的生命值达到了23100，灵力值达到11550，超过了后天境1级的基础属性。能够如此，全都得益于10层的黄阶上品修炼功法清风经，这可是常规修炼需要大半年才能够达到的水准。而赵一凡在开服第1天就达到了这水准，有这种比较恐怖夸张的增幅也实属正常。在升级到觉醒境8级后，赵一凡下线了一次连续高强度的战斗，他本体倒是没感觉，可是处于地之永恒中就有点精神不济了。他虽然精神无比强大，可是带入到地之永恒的除了一丝神念外，也只是普通人的精神标准。下线后，赵一凡深呼一口气，静待了几秒，然后再度进入到地之永恒中，神清气爽，精神状态极好。早上9点半，虚拟游戏舱提示有人呼叫，赵一凡击杀了眼前的荒兽后就选择下线。虚拟游戏舱的半透明扣盖开启，映入他眼帘的就是赵一曼白皙光滑的漂亮脸蛋。赵一凡伸手在赵一曼的漂亮脸蛋上捏了捏，惹得赵一曼气嘟嘟的将赵一凡的手拍开。小凡子，你再捏我脸，我可是要生气了。好好好，不捏了，谁让你凑这么近呢？面对赵一凡所说，赵一曼努了努嘴，他知道赵一凡就是嘴上说说，该捏他脸还是捏。你这该不会是一直没下线休息吧？等吃了饭去睡一觉，要不然身体遭不住。说完就伸手拉住赵一凡的胳膊，将赵一凡从虚拟游戏舱中拉出来。我没事，你看我精神状态多好，熬夜什么的对我来说根本不算事。那也不行，你没看网上经常有人因为熬夜猝死，你自己不在乎，自己身体可不行。行行行，都听你的。还是熟悉的早餐，熟悉的味道。吃了2顿赵一曼做的饭菜，回味后，赵一凡现在是有点不太想吃了的。在吃饭的时候，赵一曼询问赵一凡：一凡，你这一夜没下线，升级了吗？赵一曼下线睡觉的时候，赵一凡还没有升级到觉醒境7级。赵一曼认为按照赵一凡先前的升级速度，现在应该能升1级了。面对赵一曼的询问，赵一凡乐呵呵地说道：还行，现在觉醒境9级了。
啊，这么快？这不可能吧？地之永恒的论坛上有公布出来，觉醒境等级提升是倍增的。现在赵一凡说他已经觉醒境9级，赵一曼是感觉无比的不可思议和震惊。赵一曼直接起身，双手撑在桌子上，瞪着2个大眼睛，紧紧盯着赵一凡，确认赵一凡是不是在和他开玩笑。在赵一凡又点了点头后，赵一曼才确定赵一凡不是和他开玩笑。你这升级的也太快了点吧？别说网上那些玩家，就算是我都怀疑你是不是被游戏公司改数据了。我是凭实力升级的好不好？那你刷到多少灵石了？我下线的时候看了一眼，也不多，不到6000万吧。什么？第12章，花了1亿灵石刷坐骑。比起赵一凡升级到觉醒境9级，赵一凡说自己得到了不到6000万灵石，这事更是让赵一曼震惊的无以复加。一凡，这么多，多的我都有点害怕。这要是被地之永恒游戏公司知道了，肯定给你封号了。你这也太 bug 点吧！5000多万灵石啊！按照先前有人1比2收灵石，就是2500多万龙币，我有点害怕。先前赵一凡刷了200多万灵石的时候，赵一曼就是有点担心的。现在知道赵一凡刷到了5000多万灵石，赵一曼在震惊过后，感觉很是担心害怕，毕竟数量太庞大，庞大到让赵一曼感觉到有些恐惧的地步。看着坐回去的赵一曼，有些慌张，心绪动荡，坐下后大口呼吸，身体微微颤抖，胸前一颤一颤的。赵一凡意念一动，一道柔缓的灵气落在赵一曼的身上。别担心，我是靠实力和专属天赋得到的灵石，这专属天赋又不是我偷来抢来的。地之永恒，既然有这专属天赋，就证明他没问题。在赵一凡灵气落在身上后，赵一曼马上就心绪凝定了下来，身体也不再颤动。话虽如此，可是这也太多了点吧？而且，你这专属天赋是不是也有点太恐怖了？安心吧，就算是真的有问题，咱们只要不将灵石换成钱，谁还能怎么着？咱们不是？就如你说的，顶多就是封号。心绪稳定下来的赵一曼面对赵一凡所说，微微点头。他刚才只是一听到这个后被震撼住了，所以表现的慌张和害怕。现在听赵一凡这么说，他也想明白了。是啊，只要不把灵石拿出来兑换成钱，它就是一个虚拟数字而已。游戏公司找上门来又怎么样？他们又没有以此给自己牟利。那一凡，咱们可说好了，可不能出售灵石，这样咱们就不怕被发现了。好，一夜刷到了6000多万灵石，多吗？对于很多人而言，这是个非常恐怖的数字。可是对于赵一凡来说，说多也不算多，这才刚刚开始，以后等级高了，能够击杀的对象等级也高。后天境到顶的也不过是10多万生命值，到了先天境，随随便便都是几十万生命值。他以后获取灵石的速度会随着等级提升越来越快，越来越多。而且灵石以后可比现实中的钱要值钱多了。赵一凡本来就没打算出售过。吃过饭后，赵一凡进入到地之永恒中，开始了继续刷怪升级之旅。觉醒近9级的赵一凡，生命值和灵力值再度暴增一大截。当前他生命值33000，灵力值16500，比后天境2级的基础还要高一些。随着等级提升，整体得到提升，赵一凡现在能够动用的灵力也更多，能够施展出来更强大的手段。现在只要不是先天境的荒兽，对赵一凡来说都能够轻松斩杀。这也是为何赵一凡升级没有因为等级经验翻倍而减慢，反而更快了的原因。越是高等级的荒兽，击杀能够获得的等级经验越高。就当下，赵一凡击杀一个后天境10级的荒兽，他能够得到1210点经验。不过等级高了，越级杀怪的经验相应的减少。到了觉醒境9级，想要升级到觉醒境10级，他就需要花费更多时间了。觉醒境9级到觉醒境10级需要256000经验，光杀后天境10级的荒兽就需要200多个。后天境10级的荒兽在雪山丘陵这片区域可不是随处可见的，光是找荒兽就会消耗大量的时间。而且先前赵一凡升级，雪山丘陵山脉这片区域很大一片的荒兽都被赵一凡寻到击杀。赵一凡的目标是今天能够升级到觉醒境10级就行，这一点对赵一凡来说倒是没多少难度。时间一晃，下午6点，赵一凡的等级升级到了觉醒境10级，同时再度获得5000多万灵石。当下赵一凡手中有着1亿1100多万灵石。而整个雪山丘陵区域，除了他知道的拥有先天境荒兽的地方没去以外，另外的区域赵一凡都横扫了一遍。当下等级排行榜上，赵一凡以觉醒境10级遥遥领先第2名觉醒境6级的张莹。地之永恒的官方论坛上，一直有大批的玩家因为赵一凡等级提升的问题而发帖讨伐地之永恒的游戏公司。可是，1天时间过去，也没有游戏公司官方人员出面做出任何回应，因此又有不少的玩家气不过，选择了弃游。而有的玩家感觉就这样弃游太不甘心，在官方论坛上广招想要弃游的玩家，要在地之永恒中捣乱，
表达自己对地之永恒游戏公司的抗议。至于怎么捣乱，那自然是找新手玩家杀新手玩家，来让新进入到地之永恒中的新手玩家没有游戏体验。以往有不少虚拟游戏，就是有玩家组织起来猎杀新手玩家，直接将他们杀退游，导致最终一款虚拟游戏由于长时间没有新人进入，运转不下去，而最终被迫关闭。觉醒近10级的赵一凡现在拼尽全力，连先天境1级的荒兽都有希望击杀。可是先天境荒兽旁边不会光是落单的先天境荒兽，往往还有其他荒兽在附近。想了想，赵一凡认为现在去猎杀先天境的荒兽需要付出不小的代价，性价比不是很高。而且连着刷了这么长时间，赵一凡也是打算稍作休息。正好现在手中零食充裕了，赵一凡打算先给自己刷出来个坐骑来。他来的时候是花费了1个半小时才从雪林小镇来到雪山丘陵这边的，现在他升级了，速度也更快了。按照他的估算，现在回去只需要大概1个小时就够了。而如果有个坐骑的话，那赶路会更快，而且比起自己靠着双腿赶路要轻松舒服得多。周围的荒兽基本上都已经被赵一凡清理干净，赵一凡直接来到一个雪山小山峰上盘膝而坐，开始给自己刷坐骑。先是将新手坐骑大礼包购买下来，然后点开另一个礼包页面，和首日特惠礼包时候一样，是5档坐骑特惠礼包，里面有给坐骑提升等级和资质的坐骑丹药以及坐骑券。丹药这方面都是凡阶的，和提升自身等级的等级丹药等各种类似，只能在坐骑觉醒境的时候使用。坐骑特惠礼包中相等价位的礼包都有相应的坐骑券，比如说价值8888的坐骑礼包中，除了各种坐骑丹药外，还有9张坐骑券，相当于坐骑丹药是额外赠送的。一共3轮坐骑特惠礼包，每轮是5个档，赵一凡全部购买下来，花了50多万枚灵石，得到了520张坐骑券和众多坐骑丹药。新手坐骑大礼包相当于1张坐骑券，直接获得了一个凡阶下品的坐骑。赵一凡扫视一眼后，就开始在坐骑页面上使用起来坐骑券。坐骑券被使用，出现一个界面，界面快速闪动，然后定格在一个新的坐骑上面。没被选择的坐骑就是个影像图鉴，选择确认后才会成为自身的坐骑。在图鉴的旁边有着这个坐骑的详细介绍，图鉴下面有个数字，显示当前是第1次刷新。数字下面是2个选项，一个是消耗1张坐骑卷轴刷新1次，一个是消耗10张坐骑卷轴刷新10次，也就是所谓的10连抽，10次刷新的下面还有一行小字，10连刷新获得极品坐骑的几率更高。看过后，赵一凡直接选择消耗10张坐骑卷轴进行10连刷新，界面快速闪烁，然后定格在一个坐骑身上。10连刷新也是只显示一个坐骑，显示的是10连刷新后品阶评分最高的坐骑。10连抽连个凡阶下品都没刷新出来，这有点太点背了吧。看着出现在页面上的普通5品质坐骑，赵一凡微微摇头，感叹自己第1轮出手运气太差。不过就算是刷新出来了凡阶下品的坐骑，赵一凡也不会要，而是选择放弃，以此来增加获取高品阶坐骑的隐藏概率。520张坐骑券片刻之间被赵一凡全部用光，而这52次10连下来，最好的一个是凡阶中品的坐骑，连个凡阶上品都没出。打开面板商城，赵一凡直接花费100万枚灵石购买了1000张坐骑券。100次10连下去，最好的是一个凡阶上品的坐骑，150多万枚灵石就这么打水漂了。刷坐骑就和很多游戏中的抽卡一样，一时抽卡一时爽，一直抽卡一直爽。手中掌握有1亿多枚灵石的赵一凡，不抽出来个能够让他满意的坐骑誓不罢休。而赵一凡也知道，坐骑功能开启的第1天刷到高品阶坐骑几率是最高的，基本上坐骑排行榜上的坐骑都是第1天得到的，后来有氪金大佬是后来几天进入到地之永恒中的。他那时候刷坐骑投入的灵石不少，可是得到的坐骑却不是很好。为此，那个后来的氪金大佬还在地之永恒的官方论坛上发帖子吐槽这件事。150多万枚灵石试了个水之后，赵一凡又购买了1000张坐骑券。一直以来都有玩家关注着赵一凡，在赵一凡消费了150多万枚灵石的时候，就有玩家发现了赵一凡的消费情况。榜1的赵一凡开始氪金消费了，刚刚还是200多万，现在已经460多万了。当有玩家在地之永恒官方论坛上发帖后，马上就有其他观察到这一情况的玩家跟帖讨论。哼，真好笑，先前升级的时候没有氪金消费，也不知道怎么升级到觉醒境10级的，现在开始氪金消费了，这真是够假的。就算是改数据，你做的隐晦一点啊。地之永恒的游戏公司能不能别来侮辱我们玩家的智商，真把我们都当傻子啊。其他氪金大佬在消费后，众多玩家们知道后的反应都是我擦，大佬真牛，又氪金了这么多。而到了赵一凡，众多玩家们的反应就是冷嘲热讽，认为地之永恒游戏公司的官方脑子有泡，改数据你偷摸的改，别这么明目张胆的呀。
赵一凡这边10连刷一直没停下，在第90下10连刷时，一个带有黄色边框的坐骑图鉴出现在赵一凡的面前。他200多下10连抽，刷新出来了一个黄阶下品的坐骑。就当下，坐骑排行榜上一共就有一个黄阶上品的坐骑，一个黄阶中品的坐骑和3个黄阶下品的坐骑。如果赵一凡选择这个坐骑的话，他将会排名在第6名上。而神豪消费排行榜上，赵一凡也来到了第2名。直接扫了一眼黄阶下品坐骑的介绍，赵一凡选择继续，然后又购买了1000张坐骑券，这又是100万零食的消费。赵一凡直接超过那个地方的土豪，成为了当下神豪消费排行榜第1。紧接着，赵一凡100万100的购买坐骑券进行10连抽。当赵一凡页面下面显示1万次的时候，赵一凡的消费零食总金额达到了1260多万。给点面子，演一演啊，这明目张胆的也太过分了吧！先前还是消费200多万零食，现在直接1200多万了，改数据改的也太过分了点吧？因赵一凡一直没有确定选择坐骑，赵一凡当下除了神豪消费排行榜上消耗零食数字增加，坐骑排行榜榜单没有什么变化。而赵一凡1000万投进去，也不是没刷到高品阶的坐骑，其刷到了一个玄阶下品坐骑。只不过赵一凡志向更远大，玄阶下品坐骑还没被他看在眼里。而随着赵一凡又是1000万枚零食的消费，赵一凡的 VIP 等级也提升到了 VIP 11级。除此之外，在坐骑页面上显示1万次后，在原本2个选项下面出现了一个新的选项，100连刷新，获得超级坐骑概率提升。赵一凡曾经只是购买了新手坐骑大礼包，他也是现在才知道坐骑刷新还有100连抽，不愧是100连抽啊，直接刷出了个玄阶下品的坐骑。望着进行100连抽获得的坐骑，赵一凡猜测接下来是不是还有什么1000连刷新。100万枚零食刷10次100连抽，赵一凡的零食消耗速度极快，片刻之间又是1000万枚零食砸进去。看着面前带着金边的坐骑，赵一凡考虑是不是就选择它。看着天阶中品的龙马坐骑，其高达230多万的综合评分，赵一凡犹豫了。自从100连抽出来，赵一凡先前刷到的最好坐骑是地阶下品，这个天阶中品的坐骑属于是幸运爆发出来的。赵一凡也不知道自己如果继续刷的话，会不会刷出来比这个天阶中品龙马更高品质的坐骑。这坐骑刷新也每个保存什么的，这要是刷不到更高品质的，那可就亏了呀。考虑琢磨了一番，赵一凡有了决断。胆小约蚂蚁，胆大约老虎，反正手中零食是我一天刷出来的，赌一把。2000多万枚零食砸进去，只刷到了一个天阶中品的龙马。其实到了这，选择这个龙马是非常好的选择。可是赵一凡看着龙马的图鉴，还想跟好的，有点上来赌狗的心态，认为接下来肯定还能有更好的。不说地阶坐骑，怎么也来个圣阶的坐骑吧。按照地之永恒公布出来和赵一凡知道的坐骑品阶，最高是地阶极品。赵一凡知道想要地阶可能性不大，但是圣阶还是有希望能够拼一把的。购买坐骑券，继续100连抽，又是连续2000多万下去，赵一凡脸色有点阴沉。2000多万枚零食刷到最高的坐骑是地阶极品，连天阶中品坐骑都没要的赵一凡，自然也不会去选择地阶极品坐骑。不要求圣阶坐骑，再来个天阶，来个天阶我就收手。虽说他临时来的简单，可是就和打水漂一样落下去，没什么大动静。赵一凡也是多少有点心态浮动，决定再刷出来个天阶坐骑就选择了。可能是因为赵一凡不打算继续投入太多，也可能是因为他已经投入太多，刷新次数顶上去了，概率增加了。在又一轮100连抽后，一个泛着绚丽光芒的坐骑图鉴出现在他眼前。七彩光芒，是地阶吗？第13章超级坐骑混沌麒麟，又是2000多万枚零食砸进去，连个天阶坐骑都没刷到。赵一凡都认为自己再能刷到一个天阶坐骑就不错了。结果又购买了1000坐骑券，第5轮的轮100连抽就出现了一个绚丽光芒的坐骑图鉴。天阶坐骑的光芒，赵一凡见过，圣阶和地阶坐骑是什么样的，赵一凡还没见过。看着绚丽的光芒，赵一凡就知道自己这是爆大货了，甚至其心中隐隐有所感觉，认为非常有可能是地阶的坐骑。然而当赵一凡查看图鉴的时候，赵一凡感觉自己的心砰砰直跳。如他所料，是地阶，而且还是地阶极品。混沌麒麟，地阶极品，综合评分45625228。看完坐骑介绍后，赵一凡呼了一口气，点击旁边的确认选择框。此时赵一凡的手都激动得有点微微发颤，在点击确认选择后，一个提示出现在赵一凡面前：你是否选择当前坐骑成为你的坐骑？替换原本坐骑？是否？想都不想，赵一凡直接点击了是，将原本新手坐骑大礼包获得的凡阶下品坐骑替换掉。在坐骑面板上选择召唤，一个1米多长的混沌麒麟出现在赵一凡面前。看着浑身泛着淡淡金芒，整体无比帅气神俊的混沌麒麟，赵一凡打开了混沌麒麟的属性面板。混沌麒麟未命名，
品阶地阶极品，等级觉醒近灵级02400，生命值2000000020000000，灵气值10000000100000，速度1000，忠诚度100。介绍：自混沌中孕育出来的天地麒麟，走兽之尊，祥瑞的征兆，常伴身边可为主人增加气运。综合评分45625258。看过混沌麒麟的基础属性后，赵一凡感叹地阶极品的坐骑是真他妈的恐怖。还是觉醒近灵级，他的生命值灵力值就媲美退凡境的基础面板，这要是将其等级提升上来，赵一凡都不知道会恐怖到什么程度。同时，此时的赵一凡心中还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混沌麒麟拥有200万生命值，是不是可以利用混沌麒麟来刷灵石？心中想法闪过，赵一凡放弃了这个想法。现在混沌麒麟的忠诚度是满值的100点，这要是主人攻击自己的坐骑是会掉落忠诚度的。坐骑忠诚度要是低于80点是有几率叛变的，要是低于60点，叛变几率将极大。为了点灵石而降低自己的坐骑忠诚度，有点得不偿失。除了生命值和灵气值，混沌麒麟的速度也非常的恐怖。虽然地之永恒中玩家没有速度这个属性，可不代表没有。要是按照点数来计算的话，正常凡人全力奔跑的速度大约是20点。赵一凡现在觉醒近10级，加上清风晶的加成，速度大约是150点左右。也就是说，当下赵一凡全力奔跑的速度，1个小时能够达到150里左右，相当于现实中汽车70-80迈的速度。而混沌麒麟的速度是恐怖的1000点，现实中飞机的速度能够达到每小时700-800公里，混沌麒麟要是跑起来，速度就能够赶上现实中飞机飞行的速度。要知道，这还是混沌麒麟初始速度，随着它等级提升，速度还会飙升。雪林小镇到雪山丘陵这里，总体路程就在120-130里左右。先前来的时候，赵一凡才觉醒近6级，速度还没现在快，所以用了1个半小时才过来。而现在赵一凡自己跑回去用不上1个小时，现在骑着混沌麒麟的话，赵一凡10多分钟就能够回去。在坐骑上，赵一凡一共消费了4100多万枚灵石。因赵一凡消费灵石，他在神豪排行榜上的消费数字一直增加。最初的时候还有不少玩家关注，后来看这个数字一直增加，很多玩家对此就不怎么在意了。所以当最终赵一凡一共氪金消费了4300多万后，也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因为广大玩家都认为赵一凡是改数据了，消费多少灵石还不是游戏公司想怎么改怎么改。可是当赵一凡确认了混沌麒麟为自己的坐骑后，混沌麒麟直接成为坐骑排行榜上第1。看着混沌麒麟的评分数字一大串，无数看到的玩家对此表示非常非常无语。呵，改数据是真爽啊，直接弄个地阶极品的坐骑。现在排名第2的坐骑才4000多评分，这直接4.56亿，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游戏公司官方，你们是缺心眼还是怎么的？以为这样能够刺激氪金消费还是怎么着？你弄个黄阶极品坐骑压黄阶上品1级，这为了争榜可能还会氪金消费。现在直接弄个地阶极品出来，如此大的差距，谁还氪金刷坐骑啊？很多地之永恒的玩家最初的时候看论坛上都讨论赵一凡是改数据升级的，全都义愤填膺。后来地之永恒的游戏公司官方一直没有给任何回复，所以不少玩家因此退游。而后来赵一凡每次升级都会有不少玩家认为游戏公司如此光明正大的改数据，地之永恒这款游戏根本没有公平性，因此也跟随着弃游。但等到赵一凡开始消费灵石后，随着消费的数量越来越多，很多玩家对此就已经无感了。该退游的退游了，没退游打算退游的也在各处联合起来行动，到处猎杀刚进入地之永恒的新手玩家。可现在坐骑排行榜上直接出来一个4.56亿的坐骑，达到一个无法触及的高度。很多玩家对此表示非常的不理解，毕竟要是刺激氪金消费的话，这么做岂不是得不偿失？游戏公司改数据只需要一直压着排行榜上其他玩家一头，给点能够超越的希望。为了争榜，氪金大佬还不是一个劲的氪金超越？现在这样，谁还氪金消费充值争榜啊？而且想要争榜，这个高度太遥不可及，谁也没这个能力啊。赵一凡消费灵石总额达到2000万的时候，他的 VIP 等级就达到了 VIP 12级。看过混沌麒麟的属性面板后，赵一凡对混沌麒麟说道：作为地阶极品的坐骑，你的灵智应该非常高，能够听懂我说吧？混沌麒麟听赵一凡这么说，点了点头。我打算给你起个名字，小混、小盾、小齐、小林，你选一个。赵一凡是个起名废，直接按照混沌麒麟的种族名将其分开，各自给加了一个小字。面对自己主人给自己起的名字，混沌麒麟用一种异样的眼神看着赵一凡。嗨嗨，选一个吧。小混。混沌麒麟摇摇头。小盾。混沌麒麟再度摇头。
小齐、小林、混沌麒麟全都摇头。这给你起了4个名字，你都不喜欢啊？那你说叫什么？4个名字全部被拒绝。赵一凡盯着面前神俊威风的混沌麒麟，带有一丝恶意。这小混和小盾是有点不好听，可小齐跟着小林，赵一凡认为还挺好听的。西修，一声嘹亮如同洪钟但很动听的声音从混沌麒麟嘴中出来。赵一凡居然从这声叫声中听出了混沌麒麟的意思。陈，啥鬼名字，还不如我起的好听呢。西修，行行行，就这个名字吧，叫你小陈。一个坐骑自己给自己起名字，赵一凡还从起叫声中理解了是哪一个字，赵一凡自己都感觉有些意外。这地阶极品的混沌麒麟，灵智通灵的有点离谱。懒得和自己坐骑争论这个，赵一凡直接给混沌麒麟命名单字陈这个名字。给混沌麒麟命名后，赵一凡直接翻身骑到了混沌麒麟小陈身上。在雪山丘陵急速的转了一圈后，赵一凡直接指挥着混沌麒麟朝着一处拥有先天境荒兽的区域奔去。先前赵一凡没打算去猎杀先天境的荒兽，可现在拥有了混沌麒麟，别说是先天境的荒兽，就算是退凡境的荒兽，赵一凡都敢去试一试。而且就凭借混沌麒麟当下的面板属性，虽说它只是坐骑，不是战斗为主的战宠，可也是一定战斗力的。面板属性摆在那里，先天境的荒兽，赵一凡认为他一蹄子就能够轻松给踹死。奔跑起来的混沌麒麟也是需要消耗灵力的，尤其是全力奔跑时消耗的灵力更多。不过相对于他高达100万的灵力值，奔跑起来消耗的灵力根本不值一提，还没他自主恢复的多。等阶高了，升级需要的等级经验也多。混沌麒麟觉醒境0级升级到觉醒境1级需要2400点经验。坐骑升级除了使用坐骑等级经验丹药，另一种方法就是被主人骑乘时候进行战斗，分享一定的等级经验。2400点经验靠着坐骑等级经验丹药短时间升级不了，所以赵一凡也没当场利用坐骑等级经验丹药来提升混沌麒麟小陈的等级。骑着混沌麒麟，赵一凡如同闪电一样在地面急速而过。当遇上先天境荒兽后，在赵一凡的指挥下，混沌麒麟的一跃而起。他身影从一头先天境1级的雪霸虎头顶上掠过，然后一蹄子踢在雪霸虎的脑袋上。和先天境的雪霸虎比起来，混沌麒麟的速度快太多，他根本就反应不过来，就被混沌麒麟将脑袋踢爆。对赵一凡来说还比较有威胁的先天境1级雪霸虎，直接被觉醒境0级的混沌麒麟秒杀。地阶极品的坐骑，恐怖如斯。这样不行啊，经验倒是没少加，可是专属天赋必须我亲自动手才能转化灵石。望着击杀提醒和获得的经验，赵一凡看了背包一眼，看灵石并未增加，知道专属天赋没被触动。而在混沌麒麟杀掉雪霸虎后，旁边有其他后天境的荒兽靠近，赵一凡没让混沌麒麟再出手，而是选择自己出手。有着混沌麒麟的速度加持，现在赵一凡击杀这些后天境的荒兽更加轻松。他不用自己来躲避攻击，只需要骑在混沌麒麟身上出手就行。而且有了混沌麒麟后，他乘着赵一凡速度极快，找荒兽的速度也非常快。尤其是赵一凡可以乘着他围着先天境的荒兽转悠，然后施展手段出手进行击杀。不管是他自己还是混沌麒麟的经验都在快速的飙升。刚杀了2轮后，虚拟游戏舱外有人呼叫，赵一凡知道是赵一曼叫他吃晚饭。看了一眼时间，快7点半了，赵一凡直接选择下线。虚拟游戏舱扣盖，映入眼帘的还是赵一曼白折而光滑的漂亮脸蛋。赵一凡伸手捏了捏赵一曼的脸蛋，然后被赵一曼气嘟嘟的拍开。赵一曼和赵一凡经常说，再捏他脸他就生气，而赵一凡每次也都是答应着，保证下次不捏他了。可是和赵一曼每次都是趴在虚拟游戏舱扣盖等赵一凡从中出来一样，两人都是答应的好好的，但就是不改。吃饭的时候，赵一凡和赵一曼闲聊了一些地之永恒论坛上热论。赵一凡一直都没闲着，也没修炼，没怎么关注地之永恒论坛上玩家都在讨论什么。地之永恒上热论的内容也就那么几点，基本上都和赵一凡有关。其次就是因为一直来地之永恒没有对广大玩家们的质疑讨伐给个说法，导致很多玩家弃游，很多玩家在地之永恒中联合起来猎杀新手玩家，导致很多今天才进入到地之永恒的新手玩家没死在荒兽手中，反而是死在其他玩家手中。因此这些新手玩家在地之永恒论坛上对这些玩家进行声讨。一凡，你那个地阶极品的坐骑花了4000多万灵石，评分高的也太恐怖了点，而游戏公司到现在也没有找你，难道他们真的放任不管？要管早管了，你不也说了，到现在游戏公司官方也没出面回应什么。说是这么说，可是我都感觉你有点太破坏游戏平衡了。别的玩家才觉醒进6级，你都觉醒进10级了，别的玩家的坐骑评分几千，你的4.56个亿，拉差也太恐怖了点，游戏公司官方能容忍吗？最多不过封号，
怕什么？等我今晚回去，给你点零食，你也刷个坐骑出来。有坐骑杀怪，可比没坐骑时爽多了。一番闲谈后，赵一凡回房间，继续乘着混沌麒麟到处找荒兽杀荒兽。2个小时左右，混沌麒麟的等级提升到了觉醒境1级。雪山丘陵一圈的先天境荒兽也被赵一凡杀了个七七八八。觉醒境1级的混沌麒麟，其面板属性再度飙升，生命值增加了50万，灵力值增加了25万，速度增加了250。原本 4.65 亿多的评分也提升到了 5.7 亿多。虽然是击杀了一些先天境的荒兽，其中还有几头先天境2、3级的荒兽，不过赵一凡现在升级需要的经验太多，他当下经验值刚刚当前等级的1/3，等级没提升，灵石的收获可不少。先天境的荒兽最起码都是20万生命值。2个小时，赵一凡有获得了2000多万枚灵石。见雪山丘陵一圈的荒兽清理的差不多了，赵一凡花费不到10分钟，骑乘着混沌麒麟返回雪灵小镇。在靠近雪灵小镇的时候，赵一凡将混沌麒麟收了起来。混沌麒麟太过于神俊非凡，加上坐骑排行榜上有他的图鉴影像，其他人很容易就能够将其认出来。倒不是说赵一凡想要刻意低调什么的，只是不想被人认出来，被人围观，徒增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在靠近雪灵小镇的时候，赵一凡看到了在小镇门口站着数十位玩家。当看到赵一凡靠近小镇镇门的时候，这数十名玩家朝着赵一凡围拢了过来。第14章，狗日的游戏没有公平性。先前吃饭的时候，赵一凡就听赵一曼说，有不少准备汽油的玩家联合组织起来，到处猎杀新手玩家和其他玩家，还有不少玩家在各个新手小镇堵门，不让其他玩家进出小镇。当下开服第2天，玩家的等级都不是很高，没有氪金的玩家普遍在觉醒境2级，氪金少的玩家有的能够达到觉醒境3级。至于觉醒境5、6级，那是超级氪金大佬的专属。就现在，玩家们都还基本上修炼的5品阶修炼功法明心经，也没有学功法武技，本上都是挥5个铁剑乌木剑乱砍，等级拉差1、2级，实力方面并没有多大的悬殊。一个觉醒境3级的玩家对上一个觉醒境2级的玩家，打架技术差不多的情况下，凭借着等级优势基本上稳赢。可是如果一个觉醒境3级的玩家对上2、3个觉醒境2级的玩家，那么最终谁胜谁负就不好说了。几十个玩家聚在一起，就算是当下除了赵一凡外其他等级排行榜上的氪金大佬，也双拳难敌4手。数十个有组织的玩家凭借人数优势，不管是对单人玩家还是几个人的小队，都是来一个杀一个，来一双杀一双。他们看到赵一凡靠近围上来后，有一个玩家朝着赵一凡喊道：兄弟，我们是抵制地之永恒游戏公司联合起来的伐地联盟，要不要加入我们一起？要是打算加入我们，过来咱们加个好友，一起把这个游戏干废。伐地联盟最初就是那些准备弃游但是又不甘心的玩家，开始的时候他们3、5成群的到处击杀其他玩家，但是他们也不是什么人都杀，除了刚进入地之永恒的新手玩家，其他玩家只要愿意加入他们，就能够成为他们的一员。有不少玩家不想被杀掉级，选择了加入其中同流合污。在这种模式下，伐地联盟快速扩张，短短1天时间就汇聚了众多玩家。看赵一凡是从外面来的，伐地联盟的玩家就知道赵一凡不是刚进入到地之永恒的新手，围上来后就邀请赵一凡加入他们。面对这种被数十个玩家包围的情况，很多玩家都是选择加入他们。毕竟地之永恒中又没有像是其他一些虚拟游戏中建立帮派工会什么的，加入后脱离帮派工会会受到一些游戏惩罚，口头上答应，回头悄悄离开就是，不损失什么。而伐地联盟的玩家当然也是知道这一点，不过他们无所谓。有部分玩家是加入后离开，可更多的还是加入后留下的。毕竟数十上百的玩家聚在一起，又能堵门，又能围住复活点，逼迫其他玩家只能选择下线。再加上还能杀新人玩家，还有其他玩家，是一件非常爽的行为。他们成员人数能够越来越多，也是因此。当然，由于他们的横行霸道，让新手玩家们和其他一些玩家毫无游戏体验。也有其他玩家联合起来对抗伐地联盟，比如说当初在论坛上成立的伐湾统一工会和剿寇灭倭工会，他们也在地之永恒大肆的招募志同道合的玩家一同玩游戏。当伐地联盟出来后，破坏其他玩家游戏体验，伐湾统一工会和剿寇灭倭工会的主事发话说，虽然地之永恒游戏公司不当人，直接明着改数据，可是都是龙国人，是一个战区的，伐地联盟玩家的行为是在削弱龙国玩家的力量。这以后要是合区了，龙国玩家这边势必示弱，打不过其他国家的玩家，因此和伐地联盟对上了。带人和伐地联盟堵门的玩家打了好几架，在地之永恒的官方论坛上更是痛斥对方的行为，说伐地联盟都是龙国的叛徒，是来自这2个地方的间谍。
因为站在大义上，伐完统一工会和剿寇灭倭工会笼络了不少人心，不少曾经被伐地联盟杀过或者堵门不让进出的玩家，因此加入到这两个工会中。而伐地联盟这边面对这两家工会的声讨，也一点不示弱，反驳说游戏公司都能够给玩家赵一凡改数据，让赵一凡自己以后去打其他国家的玩家，而且还合区，说不定到那时候地之永恒都关了。反正各说各的理，谁也不服谁，吵厉害了就在地之永恒中约个地方打一架，打完架有不少死的，掉级了不服的就氪金升级打回来。这开服第二天，玩家们之间到处打架，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款游戏到了大后期都闲着没事才到处打架的，其实都是一群觉醒近2、3级的菜鸟，被数十个玩家包围，听着为首玩家的喊话，赵一凡心中感叹，曾经可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显然是因他的行为产生了蝴蝶效应，滋生出来了伐地联盟。不过任何一款游戏都一样，打架 PK 竞技永远是一款游戏的主旋律。氪金升级为什么？努力打怪升级为什么？不就是为了变强吗？这变强了，不找别人打架，怎么体现自己的付出？地之永恒的虚拟真实度非常高，可是再高，在所有玩家眼里，它也就是一款虚拟游戏而已。玩游戏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自然是自己玩得爽，要是玩得憋屈不爽，那就算是这游戏再好玩，那也是狗都不玩。现实中一个个活得都挺憋屈难受的了，玩个游戏，在游戏中还不是想干什么干什么。这也是为何有很多玩家在进入到地之永恒中，又是裸奔，又是做各种各样的离奇举动，就是现实中不敢做的事情，在游戏中进行宣泄。在现实中老实本分的人，在游戏中脾气暴烈，一言不合就砍人，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由于地之永恒初始难度比较大，玩家们进入到地之永恒，连个基础野怪都杀不了，尝试过后只能被迫去修炼场所修炼升级，枯燥无味的修炼了1天多，很多玩家都深感无聊枯燥，基础野怪难杀，杀其他玩家可没那么难。这也是为何伐地联盟能够短时间内聚集了大量玩家的另外一个原因。玩家们一个个的早就因为枯燥修炼了1天憋得不行了，伐地联盟的出现就好像一个宣泄口一样，成群结队做一些现实中不能做的事情，那可是非常爽的。赵一凡环视一圈，然后他从背包中将被他搁置很久的反品2级乌木剑拿了出来。乌木剑出现在赵一凡的手中，伐地联盟的玩家知道遇上了个硬气的硬头鳖。这次从他们人数越来越多后，这种敢于反抗的单人玩家是越来越少了。兄弟们，冲啊！这是个有乌木剑的玩家，谁最后一击击杀，战利品就归谁。随着一声大喊，包围赵一凡的玩家全都兴奋地嗷嗷朝着赵一凡冲过来。地之永恒中，玩家死亡背包中的东西不掉落，身上的布衣也不会掉落，但是手上拿着的武器或者是身上带的其他装备，比如说戒指、手镯、挂佩等等，是都会掉落的。其实赵一凡现在他凝聚灵气，几个能量大掌拍下去，就能够将这数十名玩家统统拍死。不过这相当于用高射炮打蚊子，没这个必要。除此之外，先前赵一凡一直杀荒兽，也没和玩家 PK 打架过。赵一凡打算拿这群玩家娱乐娱乐。相对于现阶段的玩家，和赵一凡不在一个档次上，差距太大太大。当有玩家靠近赵一凡，朝着赵一凡砍刺过来的时候，赵一凡的身影早已经来到他们的身后，乌木剑划过他们的脖颈，随着一串白色光芒的闪过，数名玩家一个照面就被赵一凡秒杀。赵一凡现在速度极快，就看到一个虚影在玩家群中穿梭，一个个玩家就化为白光消失。这也就是现在玩家死亡后会化作白光复活。要是搁在地之永恒反馈后，此地已经是血流成河，短瞬之间数十名玩家就被赵一凡杀掉了一小半。其他玩家在经过短时间的反应后，有玩家大喊道：兄弟们，遇上硬茬子了，风景扯呼！听到喊声，剩下的玩家纷纷朝着不远处的雪灵小镇奔去。在地之永恒中，各大新手小镇算是安全区，因为在小镇中出手打架的话，被镇里巡逻的人看到会给抓进地牢里关起来，要是在抓捕的过程中反抗，会被直接给宰掉。当下玩家的等级还低，面对镇中负责治安巡逻的 NPC， 可是一点反抗能力没有。这一点已经有不少玩家试过了，所以伐地联盟的玩家才会在小镇外面进行堵门。小镇中有 NPC 治安巡逻，小镇外可没人管。看着围杀的玩家们一拥而散，赵一凡追上几个跑得慢的秒杀后，路过复活点的时候，赵一凡朝着不远处的复活点那边看了一眼，然后进入到了雪灵小镇。数十个刚刚被赵一凡击杀的玩家在复活点中面面相觑，有些茫然。死亡提示是被赵一凡击杀的，这就是那个改数据的玩家吗？他妈的，这实力也太恐怖点了吧！狗日的游戏真是一点公平性没有。
复活点就在小镇门口附近，也属于小镇范围内，有2个小镇 NPC 在小镇门口守卫，其一边能够直接离开小镇，另一边走几步就能进入到小镇中。进入到雪灵小镇后，赵一凡直奔小镇广场的传送阵，简单娱乐还行，他可没心思在这些玩家身上浪费太多时间。从雪山丘陵区域回来前，赵一凡就已经做好下一步要去什么地方刷灵石的打算。通过传送阵，赵一凡来到了另外一个新手小镇。有了混沌麒麟，赵一凡现在赶路速度极快，当下能够选择升级刷灵石的地方也多了。此次赵一凡是来到一个叫做风萧的小镇，风萧小镇100公里外有一个大森林，其中荒兽数量不少。赵一凡打算去这个森林中升级刷灵石，为明天新开的榜单做准备。先前的时候，赵一凡使用凡阶完美品质等级丹药，就不如他杀怪升级的快。随着赵一凡的等级提升，能够用出来的手段越来越强，加上混沌麒麟的辅助，赵一凡都在越级杀仙天境的荒兽。使用凡阶完美品质等级丹药升级，和其比起来更是差得远了。来到风萧小镇后，赵一凡先是来到广场边上的修炼场所，进入到独立修炼室中。先前赵一凡已经给赵一曼发消息，让他来风萧小镇等自己。在独立修炼室中看到赵一曼后，赵一凡将他身上剩余的凡阶完美品质等级经验丹药全部交给了赵一曼，然后又给他转了2000万枚灵石，让他刷个高品阶坐骑出来。先前赵一凡一共1亿1000多万灵石，刷坐骑用了4000多万，刚刚他又刷到了2000多万。给赵一曼2000万枚灵石后，赵一凡手中还剩下7000多万灵石。而之所以给赵一曼2000万枚灵石，是因 VIP 12级就是需要消费2000万枚灵石。赵一凡认为自己能够刷到地阶极品的坐骑混沌麒麟，就和中彩票撞大运一样。再想要刷到个这么高品阶的坐骑，他就算是把他现在的所有灵石都给赵一曼也够呛。所以赵一凡给赵一曼的坐骑目标就是能刷出来个天阶坐骑就行。他就是在刷了2000多万枚灵石的时候，刷出来的天阶中品坐骑龙马，让赵一曼自己刷坐骑。赵一凡离开独立修炼室，来到风萧小镇的杂货铺，各种先前他猎杀荒兽得到的各种荒兽尸体全部被打包卖掉，那些凡阶丹药凡是不是完美品质的也统统卖掉。杂货铺收购这些丹药比较坑，只有面板商城原价的1/3。其实要是有时间将这些丹药卖给玩家的话，能够卖原价的5成以上。将这些全部卖掉，一共卖了200来万枚灵石。卖掉后清理了背包，赵一凡就朝着风萧小镇外走去。而在赵一凡来到风萧小镇的时候，地之永恒的论坛上，大量玩家对赵一凡进行声讨，说当下第2天开服30来个小时，赵一凡就能够以1敌100，然后杀死数十玩家，太影响游戏公平，强烈要求游戏公司对赵一凡这个改数据的玩家进行封号，要不然的话这游戏根本没法玩。不光是伐地联盟的玩家，很多没加入到讨伐联盟的玩家，在知道赵一凡的战绩后，也是纷纷加入声讨大军。伐地联盟也因此又吸纳到众多玩家的加入，并放出话来，游戏公司一天不对赵一凡进行处理，他们就一天不让新手玩家有生存空间，早晚让这个游戏龙国区成为一个死区。和雪灵小镇外一样，赵一凡刚刚走到小镇门口，就看到了上百玩家聚集在小镇外。除此之外，在复活点边上也围聚了不少玩家，堵在复活点进入小镇的路上。杂乱的争吵声从复活点区域传出来，你们一个个的有能耐去找游戏公司，你们围着复活点逼迫我们只能下线，有意思吗？有意思啊，肯定有意思啊。小妞，看你长得那么漂亮，这游戏能脱衣服，你把你身上的布衣脱了，我们就放你出去。第15章，在复活点疯狂屠杀。有玩家这么说完，顿时引起周围一众哄笑。你们混蛋、畜生、人渣！哈哈，游戏嘛，在游戏中有什么放不开的，又不是真实的。这样，你只要脱了布衣，我个人给你100枚灵石，以后再也不围堵你。兄弟们，你们说行不行？行，我也出100枚灵石，我出50枚灵石。哈哈哈！兄弟们，你们说我能不能在被 NPC 攻击之前摸他胸一下？算了吧，有人试过了，小镇门口这2个 NPC 都是先天境的，你恐怕刚靠近有点动作就被他们击杀了。而且复活点不会进入到战斗状态，他能够随时下线。伐地联盟中不是没有女性玩家，有女性玩家看前排的玩家这样调戏一个新手女玩家，还有人试图袭胸，脸色有点不好看。甚至有不少刚加入伐地联盟的玩家看不过眼这种下作行为，直接离开人群进入到小镇中，撕掉手臂上伐地联盟发放的蓝色系带，不想和其同流合污。面对离开的玩家，伐地联盟的其他玩家也没怎么着他们，不过这次放他们离开，下场可就是敌人了。有部分玩家是因为好玩加入到伐地联盟的，有些是认为地之永恒游戏公司太过分，想搞破坏而加入到伐地联盟的。可是随着伐地联盟中的成员越来越多，
鱼龙混杂下，什么人都有。而且在游戏中，不少玩家的劣性更被极大的放大。现在就是看到那女玩家长得漂亮，伐地联盟中有一些玩家起了色心，进行调戏。你杀就杀，在游戏中打架杀人太过平常，围堵复活点就围堵复活点。可是这么一大群人围着一个女性玩家调戏，说些露骨的话，很多有良知的玩家认为就太过分了。不光是风萧小镇，在其他一些新手小镇外，也都有着类似的情况发生。伐地联盟本就是个十分松散的联盟，几个发起者虽有一定的话语权，可是随着伐地联盟内玩家数量越来越多，他们也就是起到一个调遣其他玩家去什么地方围堵的作用。有本身品行恶劣的玩家借着伐地联盟势大，行一些下作之事。本身伐地联盟做的就是搞破坏、杀新手玩家等坏事，这有人带头，就激起了很多人的劣性，随大流的做一些无下限的事情。反正游戏中又没有法律规定，没有什么约束。赵一凡不是什么爱管闲事的人，看到风萧小镇外汇聚不少伐地联盟的玩家，本想着杀穿过去就得了，但听到争吵和起哄的露骨调戏后，赵一凡也是认为伐地联盟有点太过分。稍作思虑，赵一凡认为这自己引动蝴蝶效应而诞生出的伐地联盟，他要花点时间处理一下。看赵一凡站在小镇门口旁边，身上没有伐地联盟的蓝色系带，马上就有10数个玩家围了过来。兄弟，是过来加入到我们伐地联盟的吗？当下基本上不是新手玩家，基本上都知道伐地联盟在小镇门口堵门，而且就算是新手玩家，只要看看地之永恒的官方论坛，也能够知道这点。所以现在很少有玩家会选择出入小镇，都窝在小镇的修炼场所中修炼升级。伐地联盟这边看到赵一凡过来，都是认为赵一凡是来加入他们伐地联盟的。加入你们能和你们一起调戏女性玩家吗？这是自然，来者都是兄弟。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伐地联盟中当然不是都是品行恶劣之人，可是这种人绝对占据了绝大多数。看这个玩家说的理所当然，赵一凡微微点头，决定清理地之永恒中的垃圾。我说，你们认为你们这么一大群人围着人家一个女孩，说些不堪入耳的话，不感觉羞耻吗？这次赵一凡是大声喊出来的，所有附近的玩家都听到了赵一凡的喊话。羞耻？有什么羞耻的？玩游戏吗？自然是怎么开心怎么来。就是游戏公司下作改玩家数据，还不允许我们搞破坏了。怎么着，正义心爆棚，来这里找存在感啊？有本事就出来，看我们杀不杀你就完了。要不就出来，要不就滚，站在 NPC 守卫旁边装什么大尾巴狼。赵一凡的喊话马上引起了一众玩家的激烈谩骂，他们也不是头一次做这种事了。伐地联盟中加入进来的玩家，看不惯的早已经离开，选择退出了伐地联盟。有早加入到伐地联盟的玩家，也见过像是赵一凡这种看不惯直接发生的，甚至也有一些经不起激，一时上头直接冲上去和他们拼个你死我活的。现在他们你一言我一语的对赵一凡进行冷嘲热讽，就是想要激怒赵一凡，让赵一凡踏出小镇范围。朋友，你可别出来，他们就是一群品格低劣的畜生，就想激你出来，然后把你杀掉，然后围着复活点，让你只能下线。复活点的女玩家看伐地联盟你一言我一语的嘲讽辱骂赵一凡，朝着赵一凡喊道。他担心赵一凡这个能够替他说话的玩家和先前一位玩家一样，受不住被激怒，上头从小镇中出来。哟，怎么着，小妞，这是你情郎啊，还让他别从小镇中出来，给他3个胆子他也不敢啊。我说那个小子出来啊，让这小妞看看你的勇气，说不定他还能因此对你倾心喜欢上你呢。是啊，来场英雄救美，这小妞可是非常非常漂亮，你要是英雄救美了，不就是俘获女人心了吗？哈哈哈，笑死我了。在复活点的女玩家对着赵一凡喊话后，众多伐地联盟的玩家又是你一言我一语的冷嘲热讽。面对复活点女玩家的喊话，赵一凡朝着她微微点了点头，无视周围的冷嘲热讽，然后又大声说道：真是一群老鼠聚一窝，我给个机会，谁认为这行为太可耻，现在要回小镇，我不拦着。哈哈，还给我们一个机会，还不拦着，说的好像你能够拦住一样。你以为你是谁？那个改数据的赵一凡？笑死我了，这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咱们这是又遇上了个奇葩啊。面对赵一凡的话，伐地联盟的玩家们如同听到极为好笑的笑话，一个个的哈哈哈大笑起来。话虽如此，不过还是有4个玩家，其中2个女性玩家从人群中走出，进入到了小镇中。看着面前伐地联盟的玩家们，赵一凡从小镇走了出来。我擦，有点胆量啊，来啊，来抱得美人归。行啊，小子，看到大美女上头了是吧？因赵一凡刚走出小镇，随时能够折返回去，伐地联盟的玩家并未马上就攻击赵一凡，还在用言语来让赵一凡再往外走一些，好能够拦住赵一凡退回到小镇中。踏出一步后，赵一凡抽出来乌木剑，
紧接着赵一凡瞬间加速，靠近了伐地联盟玩家的人群，手中乌木剑朝着身前一挥，一道剑气从中激发，1米长的弯月状剑气穿梭10多米后消散。沿路上20多位玩家被从中一切两半，化作白光消失，出现在复活点上。一道道剑气挥出，片刻之间，伐地联盟在小镇外的玩家全部出现在了复活点上，其中还有10多位女性玩家也被赵一凡一同击杀。先前赵一凡已经给他们机会，但他们都不珍惜。此刻伐地联盟的玩家根据死亡信息也都知道是被谁所杀。擦，还真是赵一凡！马德，刚刚是什么东西？是地之永恒公布出来的5技功法吗？也太他妈的恐怖了吧！我擦，咱们100多人啊，这眨眼功夫就被杀掉，这他妈的也太离谱了吧！各种各样的声音从复活点中传出来，场面十分混乱。他这是要干什么？是要堵复活点吗？看赵一凡在杀光所有伐地联盟的玩家后，就来到复活点，站在了去往小镇的路上。有玩家大声喊道。一时间，所有伐地联盟的玩家都面面相觑，没有人敢离开复活点。那边那位姑娘，下线！站在这条小路上，赵一凡对先前复活点上被伐地联盟玩家调戏的女玩家说道。那女玩家看赵一凡出手，就将众多伐地联盟的玩家送回复活点，脸上充满震惊地看着赵一凡。本来就一直随时准备下线的他，在听到了赵一凡所说后，直接选择下线。看到他的身影消失，众多刚刚复活的伐地联盟玩家不明所以然，不知道赵一凡这是何意。而随着这个女玩家下线身影消失，一道比先前大了10倍往上的剑气从乌木剑中急速朝着复活点中聚集的伐地联盟玩家而去。伴随着剑气闪过，复活点中刚刚复活的伐地联盟玩家们再度全部被腰斩，化作白光又出现在复活点中。在小镇旁边的2位先天境守卫，在赵一凡朝着复活点进行攻击的时候，急速朝着赵一凡出手。2道能量刃朝着赵一凡急速而来，在他们出手之际，赵一凡旁边出现混沌麒麟，他一个闪身坐在混沌麒麟身上，混沌麒麟瞬间躲过2道能量刃，来到了复活点前方。刚刚复活的伐地联盟玩家们还没有反应过来到底什么事，又是剑光闪过，全部化为白光死亡。赵一凡现在有着能力能够杀掉2位先天境的守卫，不过赵一凡并未对他们出手，因赵一凡知道每个新手小镇都有着隶属的宗门势力，小镇内的巡逻队伍，小镇门口的先天境守卫，都是新手小镇背后宗门势力派来负责维持秩序的宗门弟子。杀他们容易，可是对他们出手等于得罪了其背后的宗门势力，将会被其下达宗门追杀令。现在赵一凡还没成长起来，没打算和什么宗门势力为敌。面对2位先天境守卫，赵一凡只是利用混沌麒麟的急速来躲闪他们的攻击，围着复活点转圈圈。一道道剑光斩入到复活点中，伴随着的就是伐地联盟玩家的死亡白光和复活。重复几次后，有伐地联盟的玩家反应过来，直接选择下线。片刻之后，复活点已经空无一人，赵一凡也不再和2位先天境守卫纠缠，直接骑着混沌麒麟远去。见赵一凡急速远去，2位先天境守卫也没有去追逐赵一凡，因他们知道凭借他们的速度追不上赵一凡。复活点是安全区域，也只是相对而言，是玩家们自己认为的。在地之永恒中就没有什么绝对的安全区域。此次被赵一凡斩杀的伐地联盟玩家下线后，一个个都浑浑噩噩的，有些精神涣散。在地之永恒中，受伤什么的都是能够感受到真实疼痛的。被拦腰斩成2段，那瞬间的剧疼可是切身能切身体会到的，而且死亡瞬间也是很真实，让人感觉好似真的死掉一样。这也是为何很多玩家被伐地联盟的玩家杀掉后，就直接在复活点下线，一些玩家更是因此直接选择弃游，实在是死亡那一刻不太好受。短时间内1次2次死亡对精神稍微有点影响，但是问题不大，缓一下就好了。可是短时间连续多次死亡，剧烈的疼痛加上死亡，对精神的冲击就有点大了，短时间内恢复不过来，甚至还有可能因此产生潜意识的恐惧。当然，每个人的承受能力不一样，有的可能影响比较大，有的就没多大的影响。而随着赵一凡的离开远去，赵一凡在风萧小镇上复活点大肆屠杀伐地联盟玩家，在地之永恒官方论坛上被爆出来。哼，怎么着，游戏公司这是坐不住了吧？这是打算让这个改数据的赵一凡针对我们这些玩家，让我们直接弃游啊？这也太小看我们了，我们兄弟这么多，我就不信能够全给杀光。兄弟们，加把力，游戏公司慌了，真够不要脸的。我认为不管赵一凡是不是游戏公司修改数据了，最起码人家没有仗势欺人，反倒是你们伐地联盟一个个的都是真够龌龊的，围住复活点调戏女玩家，都是一个个的人渣畜生。杀得好，就应该这么对付你们这群思想肮脏的老鼠畜生。先前听赵一凡话下线的那个女玩家，下线后有点摸不清头脑，不知道为何赵一凡让自己下线，
下线几分钟后，他就有上线了。上线后看复活点周围连个人影都没有，他奇怪坏了。进入风萧小镇后，他就打开了地之永恒官方论坛，就看到众多玩家发帖说这事。看一个个伐地联盟玩家对赵一凡各种辱骂，作为当初当事人，他发帖说了当时大概经过，然后在论坛上和一些伐地联盟玩家发的帖子进行对阵。第16章，新的一天，新的功能开放。地之永恒中女性玩家数量不少，有不少女性玩家或多或少的遭到伐地联盟玩家调戏。先前的时候就有不少女性玩家在地之永恒中爆出各种各样伐地联盟玩家的恶行。现在这个女玩家发帖后，马上引起众多女性玩家的关注，纷纷跟帖支持。就是一个个自己不打算玩了，就到处杀新手，杀其他玩家，扰乱其他玩家的游戏体验。最初的时候，我对你们所谓的伐地联盟还比较支持的。你们说什么因为游戏公司给赵一凡改数据，你们是为了反抗游戏公司才在地之永恒到处破坏的。可是看到一些你们的下头行为后，我就知道你们就是一群为了一己私利自私自利的小丑。人家赵一凡就算是游戏公司改数据了，他也没有影响到大众玩家，反倒是你们简直是无恶不作，让我们见识到了一个人没底线是什么样的。把一个女玩家围在复活点，让人家把布衣脱了，还打算袭胸，这要不是复活点不会进入到战斗状态，能够迅速下线，是不是都打算当众实施暴行了？姐妹们，伐地联盟真下头，以后遇见伐地联盟的玩家可一定要离远点，说定他们就打算怎么着你，要是躲不过了就快点自杀，要不然指不定他们能够做出来点什么。地之永恒中女性玩家们的数量相对于男性玩家要少很多，可是女性玩家们在发帖声讨这方面的战斗力是非常强大的。言论被引爆后，女性玩家展现出来强大得到战斗力。现在伐地联盟玩家们做得太恶劣，实在是引起很多女性玩家的高度反感。很多玩家原本是支持伐地联盟的，毕竟伐地联盟的初衷是为了抵抗地之永恒游戏公司联合起来的。但现在不管是男性玩家还是女性玩家，很多玩家已经对伐地联盟没有一丁点的好感。原本伐地联盟中众多成员也在地之永恒论坛上众多笔伐口诛下选择退出伐地联盟。很多玩家其实没那么坏，是被带着随大流，而还有很多玩家本身就有点看不惯一些成员的作为，不过都已经加入到伐地联盟了，虽然有些看不惯，但也没直接反驳他人。现在声讨伐地联盟的声音比当初声讨赵一凡时候还要大，很多伐地联盟的玩家自己想一想，伐地联盟有不少玩家的行为就是太没底线，太过分了。赵一凡就算是游戏公司改数据了，除了对榜单前列的氪金大佬有影响外，对于普通玩家来说根本没多大影响。只不过当时对赵一凡的声讨声音太大，在舆论的带动下，所以才吸引了很多玩家加入到伐地联盟。龙国人在随大流上是一贯的传统，容易被其他人的言语所带动。短短时间内，原本加入伐地联盟的玩家就有30%以上选择退出伐地联盟。随着论坛上的热议，还有着越来越多的玩家选择退出。伐地联盟这个本身以反对游戏公司的组织，也被冠上了人渣的名头。伐地联盟大量玩家选择退出，还坚定不退出的玩家都是认为本身地之永恒就是个游戏，他们做法没什么。可能有些伐地联盟的玩家做法是有些过分，但约束别太离谱了不就行，又不是大错。先前的时候，因为目标明确，伐地联盟引来不少玩家的加入。当初在伐地联盟成立后，开始进行各种各样破坏后，伐湾统一工会和剿寇灭倭工会以及一些其他玩家组织的工会就和伐地联盟经常对战。毕竟伐地联盟到处围困新手小镇，对伐湾统一工会和剿寇灭倭工会来说，和他们的目标不一致，也严重的影响到其他玩家的正常游戏，是和还想继续玩的玩家站在对立面的。不过当初伐地联盟站在反抗游戏公司的大义上，吸引了太多玩家加入。伐地联盟是大，伐湾统一工会和剿寇灭倭工会还有其他工会是落入绝对下风的。因此在开始的时候战过几次后，意识到现在和伐地联盟交战没好处，就都龟缩起来修炼升级。现在看伐地联盟势头要倒，伐湾统一工会和剿寇灭倭工会的主事直接发帖和伐地联盟宣战。虚拟游戏这么多年了，最初的时候玩家们各种各样的帮派工会，甚至有现实中大公司在虚拟游戏中开设工会，直接给工会成员发钱，打响名号，宣传自己的公司。不过不管是什么样的帮派工会，都会有这个各种各样的限制和规矩。这玩游戏本来就是为了娱乐的，所以到了后来，凡是玩过2年虚拟游戏的玩家，对于加入各种帮派工会都没什么兴趣了。现在的工会组织相对而言就都松散多了，没有那么多的限制和规矩，但再怎么没有规矩和限制，也要时不时的参加工会的活动，所以很多玩家都不会选择加入到某个工会帮派中。而原本投钱进入到虚拟游戏中开设工会的大公司或者个人，看回报没有投入的多，也都不再开设什么工会。龙国很多人非常爱国，
地之永恒、中法湾统一公会和剿寇灭倭公会，名头目标比较好的公会，得到很多玩家认可。可是认可归认可，但绝大多数玩家都不想加入其中，受到约束。而现在，法湾统一公会和剿寇灭倭公会公开和伐地联盟宣战，给他们吸引了不少玩家的加入。地之永恒官方论坛热闹非凡，伐地联盟从开始的不少玩家认可，到现在因为伐地联盟行为恶劣而变成众多玩家反感的对象。而赵一凡也因为先前的出手，得到了不少玩家的认可。改数据就改数据，又没影响到他们，影响的是氪金大佬们。他们氪金消费又不是很多，头顶上有个高高在上的玩家，对他们而言又怎么着？就算是没有赵一凡，不也是有众多氪金大佬在上面压着吗？岛国一个独栋别墅里，有一个身高不足1.5米的圆溜溜肥猪，收到手下送上来的情报，面色阴沉难看。一群支那猪，枉有我大帝国血脉，简直废物！动用了那么多公之力量和行动资金，先前发展都挺好，一下子废了。这个地之永恒到底是什么情况？还一点线索没有吗？大人，没有。他好似离奇出现，然后就在各大游戏站点宣传。根据那些游戏站点提供的信息，他们也是一头雾水。先前咱们动用龙国的间谍和一些公知，借着有龙国玩家改数据引起舆论，想引出来地之永恒背后的游戏公司，但到现在也没有地之永恒游戏公司官方人员出现。先前之所以那么顺利，好像是龙国背后也有所推动。现在一面倒，根据下面人汇报，也是龙国官方在进行舆论引导。根据我们安插在各国的高层间谍提供的情报，各国也有相关部门在对地之永恒这款虚拟游戏进行各种调查。咱们安插在龙国的一位情报负责人认为，咱们可以对这个叫做赵一凡的人进行调查。既然地之永恒游戏公司给他改数据，他肯定和地之永恒游戏公司有一定关联。面对手下所说，这个圆溜溜的肥猪脸上的肥肉抖动，然后对其说道：在龙国，想要靠着一个名字去调查一个龙国人，需要动用的力量太大。我去请示下上级，看上级是怎么个意思。还有那个吩咐一下，查查剿寇灭倭公会的创建者是什么情况。马德，居然敢叫这个名字，太不把我大帝国放在眼里了！一群可恶的支那人！要是不是龙国官方扶持的，大帝国给你们提供行踪资金，给我想办法弄没他。是，有些东西往往都没有表面上看到的那么简单。伐地联盟的出现，也不是光因为赵一凡等级飙升就能引发这么大热议和反应的，是有背后推手在推动着。不光是岛国，龙国对于地之永恒也有相关部门在进行各种调查。相对于市面上的其他虚拟游戏，地之永恒的虚拟真实度太高。这还不是主要的，毕竟当下市面上有着众多虚拟游戏，一个个的虚拟真实度也不低。只能说地之永恒在这方面有着一定技术上的突破。最主要的是，地之永恒没有得到龙国官方虚拟游戏部门的审核，就在各大游戏站点上线宣传了，而且其背后游戏公司到现在也没有一丝的线索。所以先前岛国推动伐地联盟的出现，龙国官方相关部门也出了一份力，想要以此来看看地之永恒游戏公司会如何反应。只要地之永恒游戏公司有点反应，龙国官方相关部门就可以借着蛛丝马迹顺藤摸瓜。不过很多事情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谁也无法预料。伐地联盟的一些行为太没底线，尤其是遇要在围杀时袭胸，有着朝那方面发展的趋势，这触及到了龙国官方相关部门的一些底线。龙国官方相关部门因为没对地之永恒进行审核，导致地之永恒尺度过大。他们最初的时候倒是想要强行关闭地之永恒在龙国的游戏节点，可是没找到，无法通过断网的方式强行下线地之永恒，那龙国官方虚拟游戏方面的相关部门就要一定程度上保证龙国人在地之永恒中的人身权益。所以当事件发酵后，龙国官方虚拟游戏方面的相关部门就推动了针对伐地联盟的舆论。因龙国官方虚拟游戏方面的相关部门在先前就察觉到这个伐地联盟背后有岛国的力量在推动，那一个个被记录在案的岛国隐藏在龙国的公知姓名，可不光是在地之永恒的官方论坛上引导舆论，也在其他网络平台上进行言论的引导。在舆论博弈上，岛国安插在龙国的力量是连龙国官方虚拟游戏方面的相关部门都比不上的，所以结果就是伐地联盟现在变成了无数龙国玩家反感的组织。对此赵一凡自然是不知情，不过就算是知道，对他来说也无关紧要。他骑乘着混沌麒麟急速赶路，10多分钟后来到了风萧小镇外100多公里的大森林中，开始升级刷灵石。而在赵一凡离开风萧小镇不久，地之永恒官方论坛上又有一件引起广大玩家热议的事情。你们看，现在神豪消费排行榜第2的玩家已经不是那个土豪家族的土豪了，赵一曼是个女玩家吧？赵一曼、赵一凡，他们名字放在一起，我怎么感觉他们有关系啊？先前的时候，
赵一曼才消费了100万枚零食，在神豪消费排行榜上排名比较靠后，没有人关注他。随着赵一曼开始消费零食刷坐骑，他在神豪排行榜上的排名开始迅速增加。不过他也是按照赵一凡那样100万零食的购买坐骑券，所以最初他在神豪消费排行榜上排名虽然增加，但看到的人不多。而随着赵一曼的零食消费金额达到600万枚零食，提升到了神豪消费排行榜第2名后，就被很多经常看神豪排行榜的玩家发现了。我去，现在消费1000多万零食了，这是富婆还是和赵一凡一样改数据，直接改出来的零食？游戏公司官方成员再傻也没那么傻吧，先弄出个赵一凡，然后弄出个名字和他感觉有关联的玩家改数据。说的也是，不过也有可能是赵一凡改数据获得了大量零食，然后分给赵一曼的呀，也是有这个可能。可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明目张胆了？哼，先前赵一凡觉醒进5级，然后现在觉醒进10级了，坐骑弄出来个4.56亿的，不对，现在是5.7亿评分的，消费了4000多万零食，我感觉这已经够明目张胆的了，游戏公司根本不藏着掖着好不？哎，地之永恒虚拟真实度是很高，可是这样下去没几天活头啊，游戏公司到底在搞什么鬼？是嫌玩家数量太多，氪金太多，想赶走一部分玩家吗？谁知道呢，反正是骚操作太多。不过现在我想明白了，管他那么多呢，以后娱乐性高就玩玩，不行就汽油呗。各种各样针对赵一曼出现神豪消费排行榜上第2名的讨论帖子，在地之永恒论坛上占据热榜，无数玩家对此进行热议。在玩家们发帖热议中，赵一曼的零食消费金额还在迅速的增加。当赵一曼加上先前一共消费了1800多万枚零食的时候，坐骑排行榜第2名被顶替掉，一个天阶下品的坐骑出现在上面。看着评分高达143万多评分的天阶下品坐骑，无数玩家心中闪过一个想法，就这啊。相对于赵一凡高达5.7亿多评分的地阶极品坐骑，赵一曼143万多评分的坐骑，连后面零头都赶不上，属实有点平平无奇。可是除了赵一曼外，当下排名第3的是刘腾的黄阶上品坐骑，3360点评分，同样是连赵一曼天阶下品坐骑的评分零头都比不上。刷新出来坐骑后，赵一曼就按照赵一凡的交代，将剩下的零食全部购买了凡阶完美品质的等级丹药，将自己 VIP 等级提升到 VIP 12级，开始嗑药升级。而另一边的赵一凡赶到了森林中后，就寻找森林中的荒兽，开始猎杀荒兽，升级刷零食。时间一晃，接近凌晨12点，看着自身等级经验还差一小半才能升级到后天境，赵一凡停下来，等待今天各大榜单的结算奖励。第17章，圣阶极品荒古圣体没了。赵一凡等级排行榜觉醒进10级，排在第2名的是张莹，觉醒进6级。现在就算是赵一凡几天不升级，等级排行榜第1名都是稳得。神豪消费排行榜，赵一凡4000多万枚零食占据第1名，第2名是赵一曼的2000多万枚零食，第3名是土豪家族的土豪，现在消费零食总量是650多万。第4名是张莹，然后第5名、第6名是2个外国名字，刘腾排在了神豪消费排行榜第7名，第8名和第10名又是2个外国玩家，第9名是龙国玩家。能够在神豪消费排行榜前10的，最低都是400多枚万零食的消费。一款虚拟游戏刚刚开服第2天，氪金消费的金额就这么庞大，这是以往任何一款虚拟游戏远远比不上的。本来神豪消费榜刚刚公布出来，龙国玩家占据了前10绝大位置。后来地之永恒官方论坛上闹得厉害，龙国的氪金大佬们氪金消费力度就减弱了很多。而坐骑排行榜，赵一凡坐骑混沌麒麟高达 5.7 亿多的评分，所有坐骑排行榜上的坐骑评分加起来也赶不上赵一凡坐骑的零头。在赵一凡后面就是赵一曼天阶下品的坐骑，然后就是刘腾的黄阶上品坐骑，之后的前10都是黄阶的坐骑。前10过后，清一色的凡阶极品坐骑根据综合评分高低排了一大串。凌晨12点1过，信息栏上信息闪过，奖励发放到了赵一凡的背包中。恭喜玩家赵一凡，你获得等级排行榜第1名，奖励凡阶完美品质等级经验丹药 X500， 随机奖励特殊道具 X1， 奖励已经放入背包，注意查收。恭喜玩家赵一凡，你获得神豪消费排行榜第1名，奖励面板商城5折购买次数 X500， 随机奖励特殊道具 X1， 奖励已经放入背包，注意查收。恭喜玩家赵一凡，你获得坐骑排行榜第1名，奖励凡阶完美品质坐骑等级经验丹药 X500， 随机奖励特殊道具 X1， 奖励已经放入背包，注意查收。丹药活面板商城5折购买次数是各大榜单上榜就有的基础奖励，根据排名高低数量不等，这点对赵一凡来说可有可无。而只有第1名才有的额外随机特殊道具的奖励，才是赵一凡所期待的。骑在混沌麒麟身上，看着背包中多出来的3个东西，赵一凡先是拿出来其中一个查看。太乙圣地推荐信，凭借此信件可以前往太乙圣地，加入到太乙圣地，
成为太乙圣地的杂役弟子。看过介绍后，赵一凡眉头微皱，然后将其收了起来。这应该是神豪消费排行榜第1名的特殊奖励吧？太乙圣地12圣地之一，加入其中的话，倒是能够得到太乙圣地的庇护。在地之永恒中，官方公布出来的宗门势力是按照圣地、超级宗门、一流宗门、二流宗门、三流宗门5个等级来划分的。加入其中，完成宗门的宗门任务，获得宗门贡献点，就能够学到宗门内提供的修炼功法和武技功法。利用宗门贡献点，可以提升自己在宗门中的地位。一个宗门从上到下分为宗主、长老、执事、亲传弟子、内门弟子、外门弟子和杂役弟子。身份地位的不同，能够在宗门中学到的修炼功法和武技功法也不同，享受的待遇也不同。不过任何一个宗门势力，哪怕是3流宗门，想要加入其中，除了需要天资天赋优秀，还需要完成一些宗门指派的任务进行考核。而圣地的加入门槛更是高得离谱，一个推荐信能够让人直接加入到圣地，成为圣地的杂役弟子，其价值非常高。看过第一个特殊奖励后，赵一凡紧接着又拿出来第2个物品进行查看。坐骑品阶丹，圣阶丹药，给圣阶及以下坐骑使用后，可以提升坐骑1至3个小品质。介绍看完，赵一凡看了看身下的混沌麒麟，显然这东西对赵一凡来说没用了。混沌麒麟是地阶极品，这坐骑品阶丹无法提升混沌麒麟的坐骑。小姑是天阶下品的坐骑，这个留给他用吧。坐骑品阶丹毫无疑问是坐骑排行榜第1名的特殊奖励，对于其他玩家来说，这绝对是个超级好东西。可惜混沌麒麟等阶太高，赵一凡用不上。神豪榜第1和坐骑排行榜第1的特殊奖励虽然都挺不错的，可是对我而言没多少用啊。等级榜今天又能给我什么特殊奖励呢？将坐骑品阶丹收起来后，赵一凡拿出来最后一件特殊奖励的物品：紫心玄灵花，圣阶千年灵药，可用于炼制圣阶丹药，也可直接服用。直接服用伐精洗脉，提升自身修炼资质。圣阶灵药紫心玄灵花，好东西啊！现在用有点浪费，先弄出个特殊体质后再用吧。将紫心玄灵花收起来，赵一凡心情美丽。3个等级排行榜第1名，给的特殊奖励2件圣阶物品，1个圣地推荐信，都非常不错，没白费他一直刷零食争榜1。小陈，走了，回去。今天城市传送阵开启，有更多可以升级的好地方，没必要继续在这里待着了。在这处大森林里，荒兽的数量不是很密集，今天会开启城市传送阵和新功能，赵一凡就不打算在这里继续待着了。虽然没升级，不过也还不错，尤其是零食又刷到3000多万。赵一凡的等级提升，加上混沌麒麟的配合，猎杀先天境荒兽，只要不是等级太高，都没多大的难度。而遇上先天境等级高的荒兽，也可以凭借混沌麒麟的急速而逃离。猎杀的荒兽等级高了，赵一凡利用自己超神级专属天赋，刷零食的速度也快了许多。其实就连赵一凡自己都认为自己的超神级专属天赋其效果太夸张和恐怖。有这个专属天赋，加上他本身的情况，零食什么的还不是要多少有多少。这零食充足了，凭借地之永恒没反馈前的氪金消费尿性，连赵一凡自己都无法估算自己在地之永恒反馈时他能够达到什么恐怖的高度。而就算是地之永恒反馈后，零食也是最重要的修炼物资，能够购买到世间绝大多数东西。凌晨12点10分，赵一凡在骑着混沌麒麟回去的路上，游戏提示信息闪过，新功能开启，城市传送阵已经开启，玩家可自行通过新手小镇的传送阵传送到任意城市。体质排行榜已经开启，特殊体质功能开放，玩家可以通过体质面板获取属于自己的特殊体质。赵一凡随手打开属性面板，找到体质面板，将其点开。点开属性面板后，上面就2个字：激活。赵一凡直接选择激活。随着提示信息，特殊体质面板上也随之出现了一个特殊体质。你激活特殊体质，获得特殊体质金之体，请进行选择确认。金之体品阶凡阶下品体质，初级0%，评分100点。介绍：金属性的特殊体质，施展任意手段会蕴含金属性，修炼金属性修炼功法将得到额外的加成。看过介绍后，赵一凡并未确认这个金之体，而是看向特殊体质面板旁边的闪烁图标。新手体质特惠大礼包，想要领先别人一步吗？只需888，无敌体质带回家。一样的套路，一样的噱头，但是噱头只是噱头。购买新手体质特惠大礼包后，能够有一次重新激活自己特殊体质的机会。地之永恒官方论坛上，各种话题不断，热议不断。但是在地之永恒新功能开启后，无数在线的玩家基本上都第一时间激活了属于自己的特殊体质。和坐骑排行榜一样，体质排行榜上的排名也是按照综合评分来评定的，而首次激活特殊体质也是一件撞大运的事情。
一时间体质排行榜上快速的更替，不断有人登顶，然后被别人挤下来。金木水火土这5种属性的特殊体质是最基础的凡阶下品体质，基础评分全都一致是100点。除了这5种属性的特殊体质外，还有风雷冰等等稍微特殊的特殊体质。这些特殊体质的基础评分就要高过金木水火土5种属性的特殊体质。而还有比如金和木2种属性的特殊体质，以及3种属性4种属性共有的特殊体质。2种五行属性的特殊体质是凡阶中品，3种五行属性是凡阶上品，4种是凡阶极品。五行之体的话就不是凡阶特殊体质，而是黄阶下品的特殊体质。和坐骑的时候不一样，首次激活自身的特殊体质就是撞大运，完全随机。虽说绝大部分都和赵一凡一样，激活的特殊体质是最低档的，但地之永恒中玩家数量繁多，总归是有一些幸运儿激活了2种五行属性或者是3种4种的特殊体质。当有玩家激活的特殊体质是黄阶下品的五行之体后，其直接以1000点的评分成为当下体质排行榜的第1名。而新功能开启，怎么可能没有让玩家消费的地方？购买了新手特殊体质大礼包后，后面就有重新重置激活特殊体质的选项，分别为重置1次、重置10次、重置100次和重置1000次。重置1次特殊体质是999枚灵石，10次是9999枚灵石，100次是99999枚灵石，1000次是999999枚灵石。重置1次特殊体质下面空空如也，10次下面显示着一行小字，额外增加 10% 高阶特殊体质，100次下面是额外 100%，1000次是额外 1000%。也就是说，特殊体质的重置将10次、100次和1000次凝聚成为1次，但是重置的几率额外增加了。当有氪金大佬发力后，黄阶下品的五行之体就被顶替了下去。看着体质排行榜上的更替和论坛上关于特殊体质的讨论，赵一凡并未着急，而是先回到风萧小镇。因先前赵一凡在风萧小镇屠杀伐地联盟的玩家，现在风萧小镇外并未有伐地联盟的玩家堵门。临近时，赵一凡收起混沌麒麟，靠近风萧小镇，然后在面板商城花了1枚灵石购买了个黑色面纱遮在脸上。先前他刚刚明目张胆的在风萧小镇复活点杀人，这要是那2个先天境的守卫认出他来，肯定不会让他进入到风萧小镇中。在小镇门口，2个先天境的守卫在赵一凡进入之时朝着赵一凡看了一眼，并未认出来遮住容貌的赵一凡。先天境还没有那种能够通过气息来感知他人的能力，只是稍微在赵一凡身上感觉一丝丝熟悉感。不过一个新手小镇，玩家进进出出的，有熟悉感的玩家多了去了。这2个先天境守卫也没想到，2个小时刚刚在风萧小镇作乱的赵一凡又回来了。只是赵一凡利用面纱遮住容颜，让2个先天境守卫稍有疑惑。而当下玩家在地之永恒中行为千奇百怪的，这段时间他们已经见过太多各种玩家让人不解的行为。有玩家只是遮住容貌，相对而言不算什么奇怪的事。进入到风萧小镇后，赵一凡来到广场边，进入到独立修炼室中，将特殊奖励得到的圣阶坐骑丹药给了赵一曼后，赵一凡对他又说道：小姑，我先重置个高阶体质，先提升我的实力，到时候刷灵石也快。你先弄就行，我重置不重置的都一样。面对赵一曼所说，赵一凡微微摇头。特殊体质很重要，不重置是不行的。这特殊体质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无比重要的，是一个人的修炼根本和根基。等到地之永恒反馈时，可就再也不能重置了。地之永恒首日开通特殊体质是概率最大的时候，其就算是现在有人给赵一凡一部地经或者一件地器，让赵一凡别重置体质，他都不敢。作为过来人，赵一凡知道特殊体质的重要性是未来能够达到什么高度的最重要一点。曾经他要是有个高阶一些的特殊体质，他的成就绝对不会只是神通境8级。而为了能够重置出来个高阶的特殊体质，赵一凡可是打算将手中1亿多枚灵石全部用进去。如果不够，他今天将会继续使劲刷灵石来进行体质重置，一直重置出来个能够让他感到满意的位置。什么1次、10次、100次，赵一凡根本看都不看，直接选择1000次重置。999999枚灵石下，赵一凡得到了一个黄阶下品的五行之体。不要，继续，999999枚灵石继续重置。随着赵一凡不断的重置，一个个999999枚灵石花费进去，赵一凡的名字时不时的出现在体质排行榜的第1名上。我去，这几分钟1000万灵石了，难道说游戏公司给赵一凡改了个无限灵石？谁知道呢？刚刚我看到一个200万评分的玄阶中品特殊体质都重置了，你们说这该不会又是准备弄出来个和那混沌麒麟一样高达数亿评分的特殊体质吧？看这势头有这个可能。哎呀，我好酸！地之永恒，游戏公司给我也来个无限灵石吧，我保证比赵一凡听话。
你们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随着赵一凡开始重置体质，他在神豪消费排行榜上的消费数字快速增加，引来无数玩家的关注。然而现在，基本上所有人都认为赵一凡是被地之永恒游戏公司改了数据，而地之永恒游戏公司也没官方成员做任何解释，很多玩家对此已经有点无感了。反正从先前的情况来看，赵一凡已经强大的非常恐怖了，这在这程度上再怎么强又能怎么样呢？很多玩家都是抱着个看热闹的态度来看被改数据的赵一凡到底要达到什么离谱的程度。当然，伐地联盟的不少玩家还是借机不断的发帖，对赵一凡和地之永恒游戏公司进行各种谩骂，试图引导话题。一些公知大 V 也在地之永恒官方论坛外的其他网络平台上编辑各种讨伐地之永恒游戏公司和赵一凡的小作文，来进行各种话题引导。千次重置，一次就是差一枚零食就100万枚零食，赵一凡的零食消耗非常快，短短片刻间，赵一凡就投入进去了3000多万枚零食。而3000多万枚零食，赵一凡重置出来的最高阶特殊体质是一个地阶上品的特殊体质，评分3000万。碧落灵体，地阶上品，我知道有位碧落王，就是这个体质。不要，继续，又是2000多万枚零食进去，赵一凡刷到了一个天阶下品的特殊体质，评分高达1亿。无双霸体，天阶下品的特殊体质，古之世家王家的一位天骄，就是这个体质。稍作思量，赵一凡还是选择继续重置。无双霸体其实已经很不错了。当初这位王家的无双霸体出世，霸气十足，在年轻一代中打出赫赫威名，颇有无敌之势。但赵一凡感觉和自己不是太合适，他的性格偏向内敛，不是那么的霸道霸气，和无双霸体有着一些出入。要是性格和特殊体质不那么的匹配，是无法将无双霸体发挥到极致的，达到一定高度后可能会受体质所限。我擦擦，1亿评分的天阶下品特殊体质都重置了，他这是准备刷出来个什么体质？无双霸体重置出来，在体质排行榜上一闪而逝，有时刻关注体质排行榜的玩家马上在地之永恒论坛上发帖。我现在羡慕的质壁分离，1亿评分的特殊体质都不要给我呀，我不嫌弃。能够改数据真他妈的爽啊，光是看消费金额数字增加都感觉有点热血澎湃。不过赵一凡为什么要消费零食啊？直接给改个无敌的体质不就行了？谁知道呢？地之永恒游戏公司骚操作那么多，可能就是弄着玩吧。而将无双霸体重置掉后，赵一凡继续重置。第8次的时候，信息栏闪过的提示让赵一凡微微一愣。第18章隐藏 VIP 和意外惊喜。不是赵一凡刷到了什么让他满意的特殊体质，而是赵一凡的消费零食总金额达到了1个亿。尊敬的玩家赵一凡，你的零食消费总额达到1亿，你触发隐藏 VIP 等级，当前 VIP 等级13级。曾经是有玩家在地之永恒中氪金数千万，可所有人都认为地之永恒中的 VIP 等级就是公布出来的 VIP 12级。赵一凡也是这么想的，认为 VIP 12级就是顶级 VIP 了。没想到消费总额达到1个亿后，居然还触发了隐藏 VIP 等级。这还有隐藏 VIP 等级，那最高到多少级呢？暂停重置特殊体质，赵一凡打开属性面板进行查看。原本 VIP 12级修炼加成是 120%， 现在的 VIP 13级修炼加成是 140%， 也就是说这 VIP 等级提升了1级，是增加了 20% 的加成。因 VIP 等级后面并未有接下来的等级，赵一凡也不知道这隐藏 VIP 等级能够到多少级。看过之后，赵一凡关上属性面板，然后打开了坐骑面板，将混沌麒麟召唤了出来。旁边嗑药升级的赵一曼看本来在重置体质的赵一凡把坐骑召唤出来，有些疑惑地问道：一凡，你将坐骑召唤出来做什么？麒麟，传说中的瑞兽，它的介绍上面也说能给主人增加气运。我先前忽略了这点，刚想起来，我试试骑着它是不是能够给我带来好运。这样啊，感觉没什么用啊。有没有用的，试一试吧，反正也不费事。说完，赵一凡在独立修炼室中直接骑在了混沌麒麟身上，开始继续重置特殊体质。又是3000万枚零食，短短时间在重置特殊体质上消耗。这次重置出来的特殊体质最高的才是个地阶上品特殊体质。看着仅剩下的1000多万枚零食，赵一凡已经有了去刷零食的打算。小陈啊，小陈，这骑着你怎么还不如先前重置高品质体质的概率大啊？你增加的气运都哪里去了？摸了摸混沌麒麟的脑袋，赵一凡继续重置特殊体质，准备零食用光后去刷零食。而就在还剩下400多万枚零食的时候，赵一凡瞪大了眼睛。我去，圣阶极品的圣体，荒古圣体，真不错，就它了。紧着，赵一凡的手却是下意识的又点了一下重置。看着刚刚刷新重置出来的荒古圣体被重置，赵一凡脸色变化万千，连新重置出来的是什么特殊体质都没心思看。
擦擦擦，手咋这么快呢？习惯成自然，赵一凡刚才重置体质，基本上就是扫过一眼大概介绍后就进行新的重置。刚刚他看到重置到了一个圣体，心情非常激动开心，然后就下意识的又点了重置。看赵一凡在拍打自己的手，旁边的赵一曼问道：“一凡，怎么了？刚刚刷出来了一个圣阶极品的荒古圣体，评分40亿，被我不小心又重置了。”听赵一凡这么说，赵一曼面露惊异，上下看了看赵一凡，没想到赵一凡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那岂不是接近1个亿的零食浪费了？是啊，烦死了。没事没事，你刷零食那么快，1个亿零食很快就刷回来了，人总有失误的时候嘛。哎，可能这荒古圣体就不适合我吧，算了，已经没了，懊悔也没用了。你在这里修炼升级吧，我找地方刷零食去。重置掉一个评分40亿的圣阶极品荒古圣体，赵一凡无比懊恼。不管赵一凡心性强大，深吸了口气后，片刻心态就恢复了不少。没了就没了，已经回不来了，懊悔也没用。而且对他来说，1亿零食用不了多久就刷回来了。只不过赵一凡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再重置出来圣阶极品的特殊体质。打开体质排行榜看了一眼，第1名已经不是他。赵一凡将混沌麒麟收起来，打算利用传送阵去往一座城市去刷零食。号外，赵一凡重置到了圣阶极品的特殊体质荒古圣体，评分40亿，我认为他也就选择这个体质了。花了近1个亿枚零食，重置出来一个圣阶极品的特殊体质，也就是改数据了，才舍得这么消费啊。赵一凡刚刚重置出来荒古圣体，几乎是马上就被玩家发到了地之永恒的官方论坛上。然这边玩家们刚发帖讨论，就有玩家跟帖，没了，那个评分40亿的圣阶极品特殊体质荒古圣体没了。啥玩意？难道说圣阶极品特殊体质荒古圣体都没看上？不可能吧！擦，真没了，该不会真看不上吧？那赵一凡是打算刷个地阶的特殊体质吗？你们说有没有可能乌龙指了？你们看神豪消费排行榜，赵一凡的零食消耗金额数字有一回没增加了。是啊，先前基本上几秒就蹦一下，现在真不增加了。哈哈，好笑，花了近1个亿零食，好不容易刷出来个圣阶极品的特殊体质，然后不小心点没了，给重置了。这就算是改数据得来的零食，这也要很郁闷吧？哎，提起这个我就伤心，当初我在一款虚拟游戏中也是抽到了超级极品的图鉴，然后一激动给刷掉了。兄弟，你这么说就有点让人回忆起一些不好的往事了。我当初在勇士中给武器点强化，好不容易强化到加17，也是一激动又点了一下，直接武器都爆了，10几万块钱就这样没了。地之永恒官方论坛上，很多玩家就此事讨论起来，一个个认为赵一凡应该是乌龙指了，全都幸灾乐祸。而赵一凡将混沌麒麟收起来后，打开了自己的特殊体质面板。现在他还没有确定任何的特殊体质，等下准备刷零食，赵一凡打算先确定一个，多多少少能增加一些自身战力。然打开自己的特殊体质面板后，赵一凡瞪大了眼睛。从地狱到天堂，柳暗花明又一村，大概就是此时赵一凡的心情。刚刚经历了懊悔自己手快将圣阶极品的荒古圣体给重置掉，现在一个巨大的惊喜突然砸在了赵一凡的头上。赵一凡心跳加速，不亚于当时重建赵一曼的时候。他愣愣地看着特殊体质面板上的特殊体质：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品阶鸿蒙，初级0%，评分。介绍：混沌初开鸿蒙线，先天大道与天合。介绍很简单，但是光看这特殊体质的名字，赵一凡就知道其恐怖。混沌体，赵一凡听说过，是一种强大的圣阶体质，有大帝就是这种体质。而鸿蒙体，赵一凡也听说过，和混沌体类似，也是一种无比强大的圣阶体质。至于先天圣体道胎，赵一凡更是不陌生。据他曾经了解，先天圣体道胎是他刚刚重置掉的荒古圣体和先天道胎的结合。荒古圣体号称世间肉体最强的一种特殊体质，光是将荒古圣体修炼到大成，就有着能够以肉体硬拼大地的能力。而先天道胎天生与道亲近，可与天地合一，修炼到一定程度，随手挥洒出道的力量勾动天地大道，是一种在神通法术方面最强的体质。荒古圣体和先天道胎两者结合的先天圣体道胎，几乎就是最完美没有缺点的特殊体质。地之永恒中虽然公布出来的特殊体质分为黄玄帝天圣地6个品阶，可赵一凡作为过来人，他知道地阶是大地的专属，所有地阶的体质是在修为境界达到地境后，在原本的基础上提升上去的。也就是说，就算是一介凡体，如果能够证到成帝，其也是地阶。所以先前重置到了圣阶极品的荒古圣体，赵一凡很是激动开心，决定就选择圣阶极品的荒古圣体。被他不小心重置掉后，赵一凡才会无比的懊恼。他懊恼的不是浪费了近1个亿的零食，而是他认为就算是再有几个亿零食，
也不一定能够重置出来圣阶极品的特殊体质。没想到圣阶极品的特殊体质荒古圣体被重置掉，反倒是给了他一个天大的惊喜。光是先天道胎圣体，对赵一凡来说，要是能够重置到，他都会无比的高兴。而混沌鸿蒙先天道胎圣体，赵一凡真是连听说都没有听说过。鸿蒙品阶又是一个新品阶，按照我的推算，应该比我专属天赋的超神级还高吧？没有显示评分，难怪没在体质排行榜上出现。经过震惊惊喜后，赵一凡缓缓地吐了口气，平缓自己激动非常的心。稍作细想，赵一凡就想明白为何混沌鸿蒙先天道胎圣体没有出现在体质排行榜上的原因。这次赵一凡看着体质界面，很是谨慎小心。这要是再重置掉，赵一凡认为自己都会有一头撞死的想法。进行选择，在蹦出选择提示后，赵一凡稍作停顿，选择了是。随着赵一凡选择，信息栏提示闪过信息，接着赵一凡就感觉自己被无穷的温暖包围，有着说不出的极度舒适感。片刻之后，极度的舒适感消失，独立修炼室中比较浓厚的灵气，在清风经的自主运转下，瞬间全部被赵一凡吸入到体内。赵一凡感受自身情况，知道自己整体比先前强大了太多倍。一凡，怎么回事？我的加成少了。刚才赵一凡和赵一曼说要去刷灵石，赵一曼就在嗑药升级。修炼室中加成修炼效果，其实就是阵法扩散了灵石，让修炼室中保持灵气充裕。服用丹药升级，也是吸收丹药中蕴含的灵力。修炼室加成属于加快了服用丹药升级使用的间隔。修炼室中的灵气被赵一凡瞬间吸空，修炼室中的加成效果自然就没了。看赵一凡还没离开，赵一曼看自己属性面板上加成效果减少，询问赵一凡怎么回事。当下赵一曼是感受不到灵气存在的。面对赵一曼的询问，赵一凡控制清风经的自主运转，随着赵一凡清风经不再自主运转，瞬间灵气就充斥了整个修炼室。做完之后，赵一凡转头乐呵呵地对赵一曼说道：小姑，刚刚我因祸得福。什么福？我刚才不是把圣阶极品的特殊体质重置掉了吗？重置后的我刚才没看，刚刚看了一眼，比圣阶极品还好。真假？怎么体质排行榜上没有啊？当然是真的，有点特殊，所以没上榜。那太好了，1亿灵石没浪费。是啊，没浪费。开心的是，分享给能够和自己一样感到开心的人，是能够让开心加倍的。虽说刚刚赵一曼给赵一凡说就是1亿灵石，按照赵一凡刷灵石的速度，很快就能够重新刷回来。可是看地之永恒官方论坛上玩家们热议赵一凡是出现了乌龙指，赵一曼心中也是怪郁闷的。现在听说赵一凡重置了圣阶极品的特殊体质，得到了更好的，他自然也是跟着高兴，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而赵一凡此刻也是感慨万千，这要不是他不小心点了重置，他也就选择荒古圣体了。毕竟圣阶极品的荒古圣体摆在面前，没有不选择的道理。赵一凡也不知道，在圣阶极品的荒古圣体后面，还有一个更加高阶的特殊体质。小姑，好开心，抱抱。多大了，还抱抱，羞不羞？话虽如此，但看赵一凡开心的模样，跟着开心的赵一曼还是起身和赵一凡抱了抱。我是没法争榜了，不过体质排行榜第一的特殊奖励也不能放过。我这就去给你刷灵石，让你成为体质排行榜第一。和刚刚比起来，此刻的赵一凡是干劲十足。从修炼室中离开后，直接利用风萧小镇的传送阵来到了轩夷城。来到轩夷城后，赵一凡四下观望一圈后，顺着城内的一条道路，来到了城中比较偏僻的一处房屋前。此处房屋有些落败，房屋门上面悬挂的牌匾也是歪歪扭扭。牌匾之上有着3个龙飞凤舞，但是有点残破的大字：天玄宗。在赵一凡看着半掩的院门，准备过去敲门时，一个年约17、18岁的少女身穿一系古代白衣裙从中推门走出来。这少女长相极美，皮肤白皙无瑕，仿佛吹弹可破，眼睛明亮而清澈，长长的睫毛像是蝴蝶翅膀一样美丽。她在看到站在门口的赵一凡后，朝着赵一凡看了一眼，然后对赵一凡说道：少侠，你是有什么事吗？姑娘，我是来找魏天玄，魏前辈的。因为赵一凡过来直接说出了名字，这少女认为赵一凡是认识他师傅的，她微微歪头看着赵一凡，对赵一凡说道：你是来找师傅的啊？他刚刚睡下，你要不等会再来。我出去有点事，我不在他旁边，你要是吵醒他，我怕他会把你扔出去。那姑娘有什么事，我可以代劳。不用不用，我就是去买点东西，片刻就会回来。那我陪姑娘一起吧。也行吧。赵一凡来到轩夷城自然是有目的的，在刷灵石之前，他打算先加个宗门学点武技。先前他神豪消费排行榜第一的随机特殊奖励，得到了一封太乙圣地的推荐信，凭此可以加入到太乙圣地，成为太乙圣地的杂役弟子。不过赵一凡并未打算加入到太乙圣地，经过考虑后，赵一凡选择了现在这个看上去残破的天玄宗。因赵一凡知道天玄宗看似残破，
可是其宗主魏天玄可不简单。曾经这位魏天玄刚中一巴掌将一位圣地圣主拍飞，其实力比圣主级别存在还强。而那位圣主级别存在被拍飞，并未找魏天玄的麻烦，反而恭敬地称呼他为前辈。因有过这个战绩，当初好多人扒魏天玄的跟脚，然后才知道魏天玄原来曾经是天玄圣地的圣主。与其加入到太乙圣地成为杂役弟子，自然是直接拜师魏天玄更佳。不过魏天玄不知道为何精神不太正常，寻常时疯疯癫癫的，外界都称呼他为老疯子。第19章，氪金游戏从不为难氪金大佬。在地之永恒中，等级分为觉醒境，觉醒境10级，再升级就是超凡境。超凡境分为4个小境界：后天境、先天境、退凡境和超脱境。也就是说，10到50级是超凡境，超凡境之后就是神通境。神通境分为5个小境界，是凝练五脏的5个小境界，还是每个小境界10级。到了神通境，凝练五脏就能够通过五脏酝酿神通法术。5个小境界过后，就相当于100级了。接下来就是4级境。4级境分为4个小境界，分别是将4肢进行极致的强化，也就是所谓的4级。到了4级境，4肢经过极致的话，手脚通天彻地，能够一拳破神通。4级境圆满是140级，接下来的境界是化灵境。化灵境修炼强化体内的以脊柱骨为主的所有经脉骨骼，分为6个小境界，化灵境到顶就是200级。化灵境后面就是神台境，神台境分为9个小境界。圣地圣主级别的存在都是神台境的强者，相当于是200多级的超级大佬。当下赵一凡就算是通过太乙圣地的推荐信加入到太乙圣地，也不过是个杂役弟子，根本见都见不到太乙圣地的圣主。而魏天玄能够一巴掌拍飞圣主级别存在，肯定也是神台境的超级大佬。如果能够拜师魏天玄的话，不光能够学到高品阶的修炼功法和武技，还能得到这样一尊大佬的庇护，绝对是极好的选择。曾经魏天玄暴露跟脚后，有众多修士慕名而来，要加入到天玄宗，成为天玄宗的弟子。可来到这里，魏天玄早已经不在此地。根据曾经的记忆，赵一凡提前来到这里，找到了魏天玄所在。对于能不能拜师魏天玄，赵一凡也非常不确定。不过试一试又不损失什么，要是能成的话，那可是比加入到一处圣地更好。跟在漂亮少女身后，赵一凡和她聊了起来。从她嘴中知道她叫做林玄心，是魏天玄当下唯一的弟子。整个天玄宗目前就她和魏天玄2个人。玄心姑娘，魏前辈的精神状态还是非常不好吗？时好时坏吧，一天能够有那么几个时辰和正常人差不多，其他时候都是疯疯癫癫的。一般我看他犯病了，就让他睡觉，睡着了就不闹腾了。一路闲聊，赵一凡从林玄心这里得到了不少关于魏天玄的信息。对于赵一凡这个找上门能够叫出来魏天玄名字和自己年龄差不多大的少年，林玄心并未有太多的防备之心。赵一凡跟着林玄心兜兜转转，来到一个小酒馆面前。老苏头，我来买酒了。哦，是玄心姑娘啊，早就给你准备好了。看林玄心花了10枚灵石，从小酒馆的老板老苏头这里购买了2大坛子酒，赵一凡问道：玄心姑娘，你是给魏前辈买的酒吗？他喜欢喝酒，喝酒后能够更正常一点。这种最低等的灵酒是不是有点劣质了？没事，只要是酒就行，师傅不挑的。那我也给他带2坛酒吧。知道魏天玄喜欢喝酒，赵一凡直接在小酒馆花费了1万枚灵石，购买了2坛这小酒馆价格最高的灵酒。啊，你这也太破费了，我师傅喝这么贵的酒太浪费了。看赵一凡购买的是价值5000枚灵石1坛的灵酒，林玄心俊俏的小脸上露出心疼之色。先前看天玄宗的外在情况，加上林玄心给魏天玄购买的是价格最低的灵酒，赵一凡知道天玄宗当下应该是比较拮据，头一次拜见魏前辈，没什么好送的，一点小心意。赵一凡和赵林玄心有一句无一句的闲聊下，2人返回到天玄宗所在。林玄心带着赵一凡进去其中，然后让赵一凡在院子中等候。师傅，起来喝酒了啊！乖徒儿又给我买酒了呀。房间中，一个看上去60、70岁的老者翻身从床上下来，然后伸手朝着林玄心要酒。猛然，这老者嗅了嗅鼻子，然后说道：猴儿酒，乖徒儿，你发财了呀！快拿出来了，快拿出来，好久没有喝猴儿酒了，快给我拿来解解馋。师傅，这是我给你买的，那猴儿酒是一个想拜访你的少年叫赵一凡的给你买的，他在院子里等你呢。林玄心将他买的2坛酒递给魏天玄，然后指了指房间外面。赵一凡，没听说过这么个人啊，不见，你让他把酒留下，然后把他赶走。要赶人家走，还要让人家把酒留下，哪有这种道理？我不去赶，要去你自己去。面对林玄心所说，魏天玄努了努鼻子，然后起身从房间中出来。小子，你来拜访我，好了，拜访完了，酒留下，走吧。魏天玄在身穿打扮上看，
就是个寻常的老者，可是看他整体状态，一看就不像是个正常人。而且自从房间中出来，他就两眼直勾勾盯着赵一凡手中的2坛酒，根本看都没看赵一凡一眼。面对魏天玄所说，赵一凡拱手施礼，然后说道：“见过魏前辈，晚辈是来拜师的。”“拜师？拜我个疯疯癫癫的糟老头为师？你是不是缺心眼？晚辈是诚心来拜师的，想要加入天玄宗。”“不收，不收，赶紧滚！”在魏天玄说完后，赵一凡就感觉到一股无法抵挡的大力落在他身上，紧接着赵一凡就毫无反抗的被掀飞，然后落在了天玄宗的门外，而他手中本来拖着的2坛酒也已经消失不见。赵一凡自然知道，单凭2坛子灵酒是不太可能就让魏天玄收自己为徒的。他深吸一口气，然后冲着院子中喊道：“魏前辈，晚辈是诚心来天玄宗的，难道前辈不想将天玄宗发扬光大吗？”“发扬光大？就凭你个乳臭未干的小子，趁我心情好，赶紧有多远滚多远，别来烦我。前辈，给个机会，只要你答应收我为徒，以后我每天给你提供2坛好酒。”面对疯疯癫癫而且根本不讲道理的魏天玄，赵一凡知道不能够用常理来应对。既然他爱喝酒，将自己先飞出来，酒还留下了，赵一凡决定用这个试一试。“真的？真的？那你进来吧。”先前赵一凡试过，他被先飞出来之后，他面前就有着一个无形大力推着他，阻拦他进入小院。在他说完这话后，这股大力瞬间消失。“1天2坛，1天2坛。好！”在魏天玄说完后，赵一凡信息栏上闪过信息，显示他被魏天玄收为徒弟，同时加入到天玄宗，成为天玄宗的弟子，得到一枚天玄宗的身份令牌。“玄心，我给你收了个师弟，你看看咱家里还有什么地方适合居住，你带着他给他找个地方住。”“那个师傅，咱这里就2个房间，哪有什么地方能住啊？那边不是有个吗？那个是扔杂物的小杂物间。”“就那就那。”说完之后，魏天玄这个老头就抱着酒坛喝了一口，然后一摇一摆地往房间走去。“师傅，别急着走啊，你还没给我咱们天玄宗的修炼功法呢。”“什么修炼功法？我答应收你为徒，你给我提供1天2坛猴儿酒，可没说还要传授你什么功法呀？”这看着回房的魏天玄，赵一凡有些哭笑不得，这感情收徒就真是收徒啊。不过虽没能得到传授功法，但是能够这么轻易的就加入到天玄宗，成为魏天玄的徒弟，也是很出乎赵一凡的预料。他刚刚就是有早没早的打一竿子，没想能成，他都打算回头以比较好说话的林玄心作为突破口再试试。结果1天2坛酒就让魏天玄收他为徒了。对于赵一凡来说，2坛猴儿酒1万枚灵石就是洒洒水，根本不值一提。既然魏天玄已经收他为徒，赵一凡认为在他这里学到功法是早晚的事，当下他也不是太过于急迫。“那个师弟，师姐，师傅就是这样疯疯癫癫，谁也不知道下一刻他会做什么。你真打算给他1天提供2坛猴儿酒？”“这是自然。”“那个师弟，你好有钱，这个咱们这里没有多余房间了，你看你能不能在其他地方找个居住的地方？”“师姐，咱们天玄宗没有修炼场所吗？”据赵一凡所知，凡是宗门势力，不管是大是小，都有着修炼场所。天玄宗虽然看着挺落败，但怎么也是个宗门，所以赵一凡询问林玄心修炼场所。面对赵一凡所说，林玄心微微摇头，有点尴尬的说道：“去年的时候还有来这，后来没有灵石来提供运转了，然后我就让人将修炼场所的阵法拆除卖材料换灵石了。”看着有些不好意思的林玄心，赵一凡实在是没想到天玄宗落魄到如此地境。魏天玄作为比圣主级别还强大的大佬，这随随便便还不是就能够弄到大量灵石。“那个一凡师弟，我不知道你是因为什么原因加入到天玄宗的，要不然我给师傅说说，将你驱离吧。你加入其他宗门也比加入天玄宗要好。”面对林玄心所说，赵一凡知道林玄心应该不知道魏天玄的真实身份。“师姐，你这话说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既然已经拜师，自然不会选择其他宗门。这是100万枚灵石，你找人重新修缮下咱们宗门，然后重新建造个修炼场所吧，要是不够再给我说。”“这不太好吧？”“没什么不好的，咱们现在同一个师傅，就是一家人，拿着吧。”看着赵一凡给自己的灵石，林玄心面带疑惑的看了看赵一凡，他实在是想不出来为何赵一凡会加入他们这个看上去就非常落魄，实际上更落魄的天玄宗，而且现在还给他那么多的灵石，让他修缮宗门，对此林玄心很不理解。是师傅的故人之后，就是为了来救济我们的，可是没听师傅说他有什么故人啊。不过当下赵一凡都那么说了，而林玄心也是实在手头拮据，灵石都快花光了，他点了点头对赵一凡：“那好吧，多谢一凡师弟，我这就去找人来给你建一个居所，重新布置修炼场所。”而赵一凡在林玄心出去后，
转头冲着魏天玄的房间喊道：“师傅，弟子要去猎杀荒兽去了，明天再给你带酒过来。”等了片刻，没得到什么回应的赵一凡直接离开天玄宗，来到了宣仪城的城主府旁边。和新手小镇一样，各个城市也都是一些宗门势力下的产业，而城主府就是城市背后宗门势力维持城市治安而建立的。在城主府的旁边有着历练秘境的入口，交钱就可以进入，里面有众多荒兽，相当于其他虚拟游戏中的副本。野外荒兽很零散，而历练秘境中的荒兽相对来说密集很多，是一个极好的升级地点。赵一凡来到城主府旁边的时候，已经是凌晨1点多。因今天是周日，历练秘境入口围着一些排队等待进入到历练秘境的玩家。经过1天多的修炼升级，第一档的氪金大佬除去赵一凡，等级在觉醒境5、6级上，而第二档的玩家就是氪金不多但是也氪金了玩家，等级在觉醒境3级左右。最后一档就是豹子头的一批玩家，只要没死过的，基本上也都升级到觉醒境2级了。历练秘境分为3个难度，初中高，分别代表着觉醒境、后天境和先天境。说是3个难度，其实就是一个秘境，只不过选择哪个难度就会被随机传送到相应的区域中。初级难度，交纳100枚灵石就能进入，中级1000，高级1万。当下玩家基本上全都是选择进入到初级难度，去试试副本内难度如何，收益如何。赵一凡来到这里后，等了1、2分钟就轮到他了。他直接选择了对应先天境的高级难度，交钱进入。赵一凡被传送到秘境中。先前赵一凡需要依靠着混沌麒麟的速度才能够击杀先天境的荒兽，而现在获得了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的他，比起先前强大了太多太多。不用混沌麒麟，他也能够轻松的斩杀先天境的荒兽。当然，配合混沌麒麟，他的斩杀速度更快。进入到宣仪城历练秘境中3个小时，凌晨5点的时候，赵一凡觉醒境10级满经验。在地之永恒中，每10级是个小关卡，需要满足条件才能继续升级。觉醒境10级想要升级到后天境1级，其一就是拥有黄阶修炼功法，然后1个境的修炼就能破关。不过这期间不能够停下来，需要一直修炼。一旦修炼停止，将会导致破关进度清零，需要重新开始。按照当下玩家普遍水准，觉醒境10级到后天境1级的这个小关卡，只要利用黄阶修炼功法，连续10几个小时修炼就可以。这个时间不固定，会因为修炼功法的层次不同、等阶不同、个人特殊体质不同而有所增加减少。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便捷的方法，那就是利用破境丹药来快速破关，地之永恒，不会为难能够消费灵石的氪金大佬。当赵一凡觉醒境10级满经验后，他的充值界面就刷新出来了破关大礼包，里面有一枚凡阶完美品质破境丹药，价格是88800。面板商城中也出现了凡阶各品质破境丹药，一枚凡阶完美品质破境丹药10万灵石，极品5万灵石，上品2万灵石，中品1万灵石，下品5000灵石。3个小时，赵一凡除了到达觉醒境10级满经验外，还刷到了5000多万的灵石。5000多万的灵石说多其实也不多，不过是赵一凡杀了300-400个先天境荒兽的成果。灵石现在对赵一凡来说，只要荒兽足够，他只需要花费一些时间就能够短时间内积累起来海量的灵石。对于赵一凡来说，他不缺灵石，自然是选择利用凡阶完美品质破境丹药来升级。直接购买破关大礼包，赵一凡得到了一枚凡阶完美品质破境丹药。凡阶完美品质破境丹药，突破要小关卡也不是一定能够破关升级的。根据修炼功法不同，体质不同，需要用到的凡阶完美品质破境丹药数量也不同。就赵一凡所知道，曾经有个脸黑的氪金大佬发帖说自己用了8枚凡阶完美品质破境丹药才升级到后天境1级。赵一凡购买了破关大礼包后，骑在混沌麒麟身上凝神静气，调整自己的状态。破关时自身状态越好，破关几率越大。然赵一凡刚刚运转清风经，手中拿着的凡阶完美品质破境丹药还未使用，他就面色一变。我了个去！第20章，圣阶特殊体质也不难重置出来啊。赵一凡感觉自己破关难度不大，用一枚凡阶完美品质破境丹药应该很大概率能够破关。可当他运转清风经开始修炼，他马上就感受到体内暖流流过，水到渠成的直接升级到了后天境1级，根本没用到破境丹药。感受自己因为升级而变得更加强大的身体，赵一凡感叹，不愧是他不知道等阶的鸿蒙品阶特殊体质。这觉醒境10级到后天境1级的小关卡，对他来说根本就不算是关卡。省下一枚凡阶完美品质的破境丹药，赵一凡打开了自己的面板属性，姓名赵一凡，等级后天境1级0300000，生命值20000+560百分号1320001320000，灵力值
10000加560百分号66000660000。特殊体质：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初级0%。功法：明心经，修炼功法，不入流，第1层25-200。清风经，修炼功法，黄阶上品，第10层1568800。专属天赋：超神级，造成任意伤害可吸取对方生命，转化为一定比例的灵石。基础面板的属性并未因为特殊体质而增加，它所带来的加成属于隐藏加成。比如说，当下赵一凡的防御力、爆发力等等，都因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有着质的飞跃。除此之外，同样是消耗1000点灵力施展出来的手段，现在威力杀伤力也翻了许多倍，相当于同样是1000点灵力，现在赵一凡的灵力浓厚程度更高。不过，就算不加上隐藏加成，赵一凡当下的面板属性也是极高。正常后天境1级的人修炼功法也就是2-3层，而赵一凡是10层。10层加成下，赵一凡现在生命值和灵气值比先天境1级的基础面板还高一些。当然，这里说的是基础，凡是达到先天境的都有着其他各方面的加成，不能够按照基础面板属性来评定。从觉醒境10级升级到后天境1级，对赵一凡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提升。先前赵一凡在先天境中基本上就没对手，现在赵一凡认为就算是退凡境的他也有一战之力。不过退凡境的不管是修士还是荒兽都掌握了强大的杀招手段，赵一凡虽然认为自己能够与之一战，但没有想要去猎杀退凡境荒兽的打算。他现在才后天境1级，相当于11级，约20级杀退凡境的荒兽会比较费力。这短短不到3天，我现在就相当于曾经1年多才有的实力。这等到地之永恒反馈的时候，超越现实中的我都不是什么难事。要是曾经也是这种天胡开局，也不会发生那么多事了。感叹一番，赵一凡关上属性面板，继续骑着混沌麒麟游走在历练秘境先天境区域，找寻猎杀先天境的荒兽。时间一晃，早上8点，赵一凡从游戏中退出来，看着近在咫尺精致而白皙的漂亮脸蛋，赵一凡笑着说道：“梦溪，你来了，你怎么也和我小姑一样啊？你可别和她学。”“嘿嘿，一凡哥，我这不是想早点看到你吗？我给你带了你喜欢吃的糕点，快出来。”白哲的小手很自然地拉下赵一凡的手，将赵一凡从虚拟游戏舱中拽出来。云梦溪身穿乳白色 T 恤，外加淡绿色小外套和牛仔裤，整体散发着青春活力。看到他，赵一凡打心底里感到开心。要不是这2天地之永恒开服，赵一凡一直在地之永恒中没时间，他早就想去找云梦溪了。对于云梦溪而言，上个星期刚和赵一凡见过面，可是对于赵一凡来说，他可是有足足近5年没有见到过云梦溪了。从虚拟游戏舱中起身出来，赵一凡就直接拽着云梦溪的小手，将他拉入到怀中抱了抱。被赵一凡拉入到怀中拥抱的云梦溪，小脸一红，回头看了眼半掩的房门，小声地对赵一凡说道：“一凡哥，你干什么？伊曼姐在外面做饭呢，让她看见多不好。就是想你了，想抱抱你。我也想你了。”说完，云梦溪在赵一凡的脸上蜻蜓点水地亲了一口，然后推开赵一凡，转身雀跃地跑了出去。摸了摸脸上被亲过的地方，赵一凡微微呼了一口气，然后笑着跟了出去。云梦溪，赵一凡的青梅竹马，比赵一凡现在小1岁，今年刚19岁，在临城上大学。小时候他们同住一个小区，最好的玩伴是赵一凡身后的小跟班。一直到了高中，云梦溪跟着父母去了省城上学，他们才不经常见面。不过只要一有时间，云梦溪就会来找赵一凡玩。他对赵一凡的态度，基本上是个人就能够看出来是赵一凡一家子公认的赵一凡小女友。赵一凡记得很清楚，曾经云梦溪也是这个星期天来找他的，然后就成为了当初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在之后地之永恒反馈，赵一凡就联系不上云梦溪了。赵一凡去找过云梦溪，不过没找到，只打听到他在地之永恒进行反馈后，就跟着他父母不知去往了何处。往后多年，赵一凡也一直有去找寻云梦溪，但没有找到丝毫关于云梦溪的线索，从而成为心中一大憾事。现在赵一凡绝对不会让当初的遗憾重现。他在跟出去后，坐在沙发上，吃着云梦溪带来的小糕点，和旁边带着甜甜笑容看着他的云梦溪闲聊起来。梦溪，你这周末就朝这里跑，你爸妈不说你啊？他们忙得很，才没工夫管我。刚才我听伊曼姐说，你们这2天在玩地之永恒这款虚拟游戏，好玩吗？挺好玩的，真实度很高。回头你也去建个号，我在里面刷到一些灵石。灵石就是地之永恒中的货币。回头建个号，我给你些灵石，以后你给我打辅助。哦，好的。和赵一曼不一样，云梦溪不怎么玩虚拟游戏，对于虚拟游戏的了解关注也不是很多。不过因赵一凡的原因，基本上赵一凡玩过的虚拟游戏，云梦溪都会建号进去玩玩，闲着的时候给赵一凡刷刷资源干什么的。赵一曼端着刚做好的早点，
从厨房出来，看赵一凡和云梦溪在聊天，冲着赵一凡问道：“一凡，升级了吗？”“升级了，后天进1级了。”“你升得好快啊！我一直在嗑药升级，昨晚下线前才刚升级到觉醒境6级。”吃了早饭，赵一凡他们3人就在客厅中闲聊起来。“一凡哥，本身想让你陪着我们逛街的，可是伊曼姐说你都2天没睡觉了，你在家休息吧，我和伊曼姐俩人去万贸逛街买衣服。”“我没事，我和你们一块去吧。”对于赵一凡来说，当下在地之永恒中升级刷零食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因随着地之永恒新功能的一天天开启，都需要用到大量的零食。不过他已经连续刷了2天，也不及2-3个小时。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赵一凡记得当初他也是因地之永恒刚开服的原因，不想在前期比较重要的阶段被别人拉下太多，所以也是赵一曼和云梦溪2人一起去琅琊市的万贸广场的。而临近中午时候，他们是一脸不开心回来的，说是逛街的时候遇上变态色狼了，缠着他们要联系方式。不管是赵一曼还是云梦溪，都是超级漂亮的大美女，属于在外让人忍不住回头观望的那种。曾经赵一凡都会打趣他们，说他们完全可以去做大明星，比当红的大明星还要好看。因被要联系方式骚扰的次数多了，不管是赵一曼还是云梦溪，寻常出门都戴着口罩的。如果只是缠着要联系方式，赵一曼和云梦溪都司空见惯，不会被影响心情。可这次这变态色狼没要到联系方式，就死缠烂打，一直跟着赵一曼和云梦溪。无奈之下，赵一曼和云梦溪就只能提前早回来。可这还不算完，这变态色狼居然开车一路跟着赵一曼和云梦溪回来了。地之永恒中，赵一凡的经历遭遇和曾经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实中，云梦溪也是今天过来的，和曾经没有什么变化。赵一凡就想着，看看现实中如果自己参与会朝着哪个方向转变。这不知道就罢了，既然知道，那自然要去处理这个变态色狼，不能让赵一曼和云梦溪再因为这个而非常糟心。正好连着刷了2天的零食，一直窝在家里没出去过。赵一凡也想出去散散心，顺便看看现实世界的情况，来验证他心中的推算。听到赵一凡要和他们一块去逛街，不管是赵一曼还是云梦溪，脸上都露出非常开心的笑容。不过开心归开心，但是云梦溪还是心疼赵一凡的，对赵一凡说道：“一凡哥，你2天没睡觉了，要不你还是在家睡一会吧。”“一凡，我和梦溪去就行，不用你陪着，在家睡觉吧。”看2女明明都想让自己陪着一起，但是因为担心她身体而让她在家睡觉，赵一凡心中暖洋洋的。我真没事，你们看我精神状态多好。在赵一凡的一直要求下，加上看赵一凡看上去精神状态极好，赵一曼和云梦溪也就没再多说什么。出门打车直奔万贸购物广场。而在赵一凡他们一同去逛街的时候，地之永恒中，玩家王博独自推开了他心心念的地下通道中的大门。自地之永恒开服，王博发现了这里后，就一直在攻略这里。期间他忽悠拉了众多萌新玩家来给他当替死鬼。而刚进入到地之永恒的萌新玩家，刚开始的时候被王博忽悠，跟着他一块前来。可是萌新玩家只是刚进入到地之永恒中，又不是都是傻子，死上1-2次后，也就没人陪王博一起了。因为后来忽悠不到人，王博只能靠自己，因为一直在死亡。先前和王博一同进入到地之永恒的第一波玩家，大都觉醒近3-4级了，他还是觉醒近0级。不过王博在其他虚拟游戏中也习惯性作死，等级永远都是偏低的。他对升级什么的没有什么太大的追求。经过2天的努力，终于见到效果，王博是无比开心的。当他将地下通道中的大门推开后，黑色的雾气从地下通道中涌出来，将王博整个的笼罩其中。赵一凡他们打车来到了万贸购物广场，2女相互挽着胳膊，开始了逛街大业。而赵一凡跟在他们的身后，看着2女在一个个门店开心的穿梭购物，也是心情愉悦。他在来的路上，还有在万贸购物广场中看着周围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感受到他们身上的生命气息。赵一凡对于自己是重生到了5年前的推断又多了几分确定。曾经的赵一凡是最不喜欢逛街的，而现在能够和亲近喜欢的人一起逛街，赵一凡很是享受当下的氛围。有时候有些东西只有完完全全的失去过，才知道其原来不珍惜的东西是那么的美好。跟着2女逛了1个多小时，早上9点多的时候，预料之中的凡人苍蝇出现了。这是一个穿着一身休闲装，看上去23-24岁，长相还比较帅气的青年。在他直接向赵一曼和云梦溪要联系方式被2女拒绝后，就一直在2女旁边晃悠。一旁的赵一凡见这情况，直接上前对其说道：“我说伙计，都被拒绝了，还继续缠着，是不是过分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你朋友气质惊人，我问他们要个联系方式，想要和他们交朋友怎么了？他们之所以现在拒绝我，是因为还不熟悉，没有感受到我的诚心。
面对此人所说，赵一凡感叹：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这是碰上奇葩了。听你这么说，感觉还有点道理。伙计，这边来，我偷偷给你他们的联系方式。谢谢兄弟啊。将这人带到一边后，赵一凡就直接按在此人的肩膀上，然后朝着一旁的卫生间走去。此人被赵一凡的手按住肩膀上后，就感觉自己被操控了一样，也说不出话来。2-3分钟后，赵一凡从洗手间中出来，而那人浑身上下就剩个裤头，双手双脚被自己的腰带困住，嘴里塞着自己的袜子的趴在厕所大便池上，而他的衣服也被赵一凡随手扔到了旁边另外一个厕所隔间中。对赵一凡而言，捏死他和捏死个蚂蚁差不多，这也就是地之永恒没反馈。赵一凡现在还不想杀人，要不然这人已经化为一滩灰烬。收拾了烦人的苍蝇后，赵一凡和赵一曼、云梦溪继续开开心心的逛街。中午在万茂购物广场的一处餐厅中吃了午饭后，他们就打车回家了。回到家中后，赵一凡就给云梦溪找个了虚拟游戏头盔，让他进入到地之永恒中。问清楚他在什么新手小镇后，赵一凡就去过去找他，然后将他带到轩夷城的独立修炼室中。之后将赵一曼叫到轩夷城，进入同一间独立修炼室，将他一晚上下来刷到的1亿1000多万枚灵石交给赵一曼1个亿，让重置出来一个最起码天阶的特殊体质。重置出来后，再将剩下的灵石给云梦溪，让云梦溪再重置特殊礼包。作为过来人，赵一凡知道圣阶特殊体质想要重置出来没那么简单，1亿灵石投进去也够呛能够刷到圣阶特殊体质。这也是为何当初赵一凡重置到圣阶极品的荒古圣体十分激动的原因。不过天阶的特殊体质，那就达到各大圣地圣子的标准了，也不低了。而赵一凡自己安排好了后，则又是直奔轩夷城的历练秘境，继续升级刷灵石。今晚凌晨12点结算之后，就会开启灵宠功能。灵宠和坐骑不一样，灵宠是战宠，拥有着超强的战斗能力。赵一凡需要为灵宠排行榜做准备，他认为自己起码要准备1亿枚灵石。先前的时候，赵一曼的灵石消费金额是2000多万枚。随着赵一曼开始重置特殊体质，他的灵石消费金额在神豪消费排行榜上迅速增加。哟，什么情况？怎么不是赵一凡继续重置特殊体质，改成赵一曼了？谁知道呢？可能因为乌龙指而伤心难过了。已换人了，他花费了近1个亿灵石，本来有个圣阶极品特殊体质，被乌龙指给重置没了。在那之后，他的灵石消费金额也一直没增加。我翻遍了特殊体质排行榜，也没有找到他的名字。难道是不打算充值特殊体质了吗？按理说不应该，游戏公司能够给他改数据，这不是要多少灵石有多少，什么1个亿、2个亿的，还不就是一个数字，不应该就这么放弃才对。可是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赵一凡消费金额也没增加，他也没有特殊体质啊，说不定真是放弃换人了。在赵一曼开始重置特殊体质后，伴随着他灵石消费金额的增加，他还时不时的在体质排行榜前列出现。很多不明情况的玩家认为先前猜测赵一凡出现乌龙指是板上钉钉的事，现在大概率是换人改数据了。反正没人相信赵一曼是氪金来的，毕竟先前2000多万枚灵石，现在短短片刻又2000多万枚灵石。当下很多龙国的上市公司的流动资金可能都没这么多，这要是氪金充值进去的灵石，得是豪到什么程度的神豪才舍得呀。相对于赵一凡，赵一曼充值特殊体质的速度稍慢，他是一边重置，然后一边和旁边的云梦溪聊天，给云梦溪说一些地之永恒的基础信息。要是遇上个介绍有些看不太明白的特殊体质，他还和云梦溪讨论这特殊体质效果怎么样。而且因为先前赵一凡乌龙指，赵一曼每次都是看好了之后才选择重置。在花费了3000多万枚灵石的时候，赵一曼停下重置，对云梦溪说道：一凡说圣阶特殊体质很难重置出来，让我重置到个天阶特殊体质就行，我感觉好像也不难啊。说完，赵一曼将他重置出来的特殊体质介绍给云梦溪说了一下，然后给赵一凡发了一份他重置出来的特殊体质介绍。第21章，岛国爆发超级大地震。在赵一曼重置出来圣阶上品的特殊体质后，他直接成为了体质排行榜的第1名。他先是给云梦溪说了后，然后就给赵一凡发了一份特殊体质的介绍。正在升级刷灵石的赵一凡收到赵一曼发过来的信息，看了一眼后一愣，什么玩意？3200万枚灵石重置到圣阶上品的特殊体质先天玲珑体，是小姑运气太好，脸白，还是我当时脸太黑？圣阶上品特殊体质先天玲珑体，评分30亿。先天玲珑体，赵一凡也是听说过，传闻有一位女性大帝就是拥有先天玲珑体。按照赵一凡的设想，赵一曼能够凭借着1亿枚灵石，能够重置出来一个比较好的天阶特殊体质就不错了。结果现在赵一曼只是3200万灵石就重置出来这样一个特殊体质，饶是有点出乎赵一凡的预料。一凡，这个特殊体质怎么样？这才用掉3200万灵石，你看我
我要不要再继续重置啊？地之永恒中，好友之间只能发信息。看着这条信息，赵一凡抿了抿嘴。凭他对赵一曼的了解，他不用想也知道赵一曼是故意这么问的，在打趣逗他玩。小姑，你把剩下的灵石给梦溪，看看他能不能也重置出来个圣阶体质。给了，他开始重置了。相对于其他的，特殊体质才是根本，所以赵一凡只是让云梦溪重置出来个高品质的特殊体质。随着云梦溪开始消费灵石重置特殊体质，片刻后，云梦溪就登上了神豪消费排行榜前列。在云梦溪出现在神豪消费排行榜上后，马上有不少玩家关注到在地之永恒上发帖。我去，这又是哪冒出来的氪金大佬？消费1000万灵石了！先前没见到有这么个玩家在神豪排行榜上出现过啊，什么情况？这游戏我怎么感觉越来越看不懂了？都有被地之永恒改数据的玩家，怎么还有人氪金这么多啊？唉，只能说神豪大佬的世界不是我等能够想象的。赵一凡和赵一曼因为看名字就感觉有关联，所以很多玩家认为赵一曼要不就是改数据，要不就是赵一凡给的灵石。而云梦溪从名字上可是看不出来和赵一凡、赵一曼有什么关联。对于云梦溪而言，他只知道灵石是1比1充值，但是没有个具体概念。他自从进入到地之永恒中都没看过地之永恒的官方论坛，也不关注这些。先前赵一凡直接给赵一曼1个亿的灵石，云梦溪看数额这么大，还以为地之永恒中的灵石和一些虚拟游戏中的金币一样，几十上百万灵石等于1龙国币。反正赵一凡安排什么，云梦溪就做什么。赵一曼给他交易过来灵石后，他就开始重置特殊体质。因没什么概念，云梦溪也毫无压力，按照赵一曼所说，开始100万100万的进行重置。没过一会，云梦溪的消费金额超过了赵一曼，达到了5500多万枚灵石。一曼姐，这怎么这么多灵石，连个天阶特殊体质都没有重置到？我的运气好差啊！先前赵一曼3200万灵石重置到圣阶上品的特殊体质，而云梦溪6000多万枚灵石下去，连个天阶特殊体质都没有重置出来。他自己也知道自己有些脸黑，不还有1000多万灵石吗？全部用掉，说不定好的就在后面等着呢。一凡又去刷灵石了，他现在1个小时就能刷1-2千万，你怎么也要重置出来个天阶特殊体质？先前赵一凡给赵一曼说了一些特殊体质的重要性，他自己充值出来个圣阶极品的特殊体质，选择确认后，他现在感觉自己强大了许多倍。他也是意识到特殊体质的隐藏增幅强大之处，更加明白为何赵一凡说特殊体质非常重要，必须重置个高等阶特殊体质出来。又是一小会，将所有的灵石全部用光后，云梦溪嘟嘟着嘴，有点不开心。6800万灵石进去，他连个天阶特殊体质都没有重置出来，和赵一曼比起来，他感觉自己运气实在是太差了。此时的云梦溪还不知道，这6800万灵石相当于6800万龙国币，以为可能和有一些虚拟游戏一样，就是值几百块龙国币。一曼姐，我好没用，浪费了这么多灵石。云梦溪不知道6800万灵石的具体价值，赵一曼可是知道，按照当下玩家收购，那可是也能够卖3400万龙国币。对于云梦溪这么多灵石，连个天阶特殊体质都没重置出来，赵一曼也是深感云梦溪运气属实太差了点。那个是有点点背，没事，咱们先用等级丹药升级，等一凡刷到灵石了，咱们再继续。近6800万枚灵石的消费，让云梦溪稳稳地占据在神豪消费排行榜第2名。而众多玩家看消耗了这么多灵石，体质排行榜上也没有出现云梦溪的名字，纷纷发帖感叹不已。6800万枚灵石进去，我都没看到有天阶特殊体质出现在体质排行榜上，这位氪金大佬也太点背了。我怎么感觉这位氪金大佬也是改数据的？要不然谁舍得这么短时间消费6800万枚灵石？真是越来越看不懂了，地之永恒游戏公司到底要干什么？你说他要是也是改数据的，直接改个特殊体质不就行了？为何还要消费灵石呢？是啊，真奇怪。可是你说他是真的氪金了6800万，我感觉太离谱了点。论坛上无数玩家议论纷纷，很多玩家感觉现在越来越看不懂了。毕竟你说要是改数据，直接内改不就行了？或者说改了之后别公布出来啊？直接排在神豪消费排行榜榜单上，根本没什么太大意义啊，也起不到什么刺激氪金消费的作用。而也就是在赵一凡升级刷灵石，赵一曼和云梦溪聊着天，利用丹药升级的时候，外界网络上爆发了一件大事。岛国在1点13分的时候，最大火山附近发生了8.9级的超级大地震，导致岛国死伤无数。几乎是瞬间，所有网络上全部因为岛国爆发的特大级地震而被这信息刷屏，连带地之永恒官方论坛上也全都是关于岛国超级大地震的信息。和虚拟游戏内发生的事情比起来，自然还是这种超级大的自然灾害更引人关注。而除了岛国发生了超级大地震外，整个蓝星各地这一天也都不太平，
出现各种各样的异常状况，只不过规模不大，没被爆出来。由于不是发生在自己的身边，还是发生在岛国的超级大地震，龙国民众在网络上基本上都是抱有看热闹甚至幸灾乐祸的态度看待岛国地震。本来岛国一直在龙国花费了大量金钱，收买了众多公知专家，引导龙国的舆论，加上岛国的一些文化入侵，导致不少龙国人因为没经历过岛国侵略龙国的那个年代，这些年认为岛国很不错。以前的时候，岛国要是发生地震，龙国不少人出于人道主义，还进行各种捐款捐物等等。可是有一次，龙国发生了一次地震，出现不少人员伤亡，岛国有不少人给龙国捐千纸鹤，无疑引发了龙国所有人的愤怒。当岛国不顾一切地朝着海洋中排放一些特殊废水，污染整个海洋，更是引发了龙国的新仇旧恨。无数龙国民众对岛国的反感程度达到了一种极致，网络上充斥着各种较好的言论，甚至有些比较激进的龙国人还发表言论说，岛国的超级大地震还太弱了点，怎么没能直接将整个岛国沉入到海中。很多龙国民众在特大自然灾害面前都是怀着沉痛的心情，每当有什么地方出现重大自然灾害时，都是最为踊跃捐款捐物的。可是当岛国做出的众多反人类的事情后，龙国民众普遍认为岛国的所有人都不能算作是人。毕竟蓝星哪个国家就算是不进行捐款捐物，也都是做表面样子。只有岛国民众捐赠大量毫无用处的千纸鹤，还在网络上各种风言风语的发表一些讥讽的言论。外界岛国发生超级地震，对赵一凡没有丝毫影响，他还是在一直升级刷零食。在下午2点半的时候，赵一凡从轩夷城的历练秘境中出来。随着赵一凡等级提升到后天境1级，他现在杀仙天境荒兽的速度越来越快。轩夷城的历练秘境先天境区域一大片的地域都被赵一凡给清空。赵一凡决定换一个城市再接着刷，2个多小时，赵一凡刷到了5000多万灵石，混沌麒麟又升级了1级，达到觉醒境2级了。觉醒境2级的混沌麒麟生命值增又加了50万，灵力值增加了25万，速度增加了250，原本 5.7 亿多的评分提升到 6.84 亿多。来到轩夷城的修炼场所，进入到修炼室中，将5000万灵石交给云梦溪，让他继续重置特殊体质后，赵一凡来到了另外一个城市。由于外界岛国爆发超级大地震的原因，这次云梦溪开始重置特殊体质消费灵石，没有太多人关注。一凡哥，我只重置到了一个圣阶中品的元灵体。刚刚进入到另外一个城市中历练秘境的赵一凡，看到云梦溪发过来的信息和关于元灵体的介绍，赵一凡回复道：能够重置到圣阶特殊体质就很不错了，以后我可就指望你给我补充能量了。元灵体圣阶中品，综合评分20亿，最亲和天地精气本源的体质，可以借天地精气为之所用，能够驾驭精气本源，为他人补充神力精气等等。可以说这种特殊体质是一种能够辅助别人的超强体质。对于云梦溪能够重置到这个特殊体质，赵一凡感觉非常满意。赵一凡扫了一眼神豪消费排行榜，他当下以 1.4 亿多灵石的消费额排在第1名，他下面就是云梦溪，一共消费近 1.12 亿枚灵石，排在第2位。云梦溪除了在特殊体质上消费外，没有在其他方面消费，也就是说云梦溪重置出来这个圣阶中品的特殊体质，一共花费1亿1000多万灵石。这个结果赵一凡还是比较能够接受的。特殊体质太过重要，是以后的根基必然是越高越好。这也就是赵一凡爷爷奶奶还没有回来，要不然赵一凡也打算让他们也重置出来一个比较高阶的特殊体质。不过这倒也没什么，在地之永恒反馈之前都还有能够重置的机会，只不过相对特殊体质功能第一天的几率要小很多。等他们回来，赵一凡肯定刷到了更多的灵石，就算是高品阶的特殊体质几率小，也能够硬堆出来一个相对比较高阶的特殊体质。下午5点的时候，赵一凡从历练秘境中出来，然后下线，映入眼帘的就是云梦溪绝美的小脸。在赵一凡起身从虚拟游戏舱中出来后，云梦溪撅着小嘴，脸上带有不舍的和赵一凡说道：一凡哥，我要回学校了。别回去了，在家里住下吧。啊，我住哪？睡我床就行。面对赵一凡所说，云梦溪小脸疼的一下红了起来。那个，你是打算让我明天早上再回去啊？一凡哥，我还有点没准备好。看到云梦溪的模样，赵一凡就知道云梦溪现在想到别处了。梦溪，我现在想让你做一件事，你能做吗？能。云梦溪以为赵一凡打算让他明天早上再回学校，是要今天晚上和他发生点什么。他虽然有点没做好思想准备，但心中还有些期待，答应的也很果断。那你去请1个星期假，这1个星期哪都不去，就在这里待着。啊，这为什么啊？赵一凡让他请1个星期的假，让云梦溪十分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赵一凡是什么意思。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还能害你不成？这一凡哥肯定不会害我，可是到底为什么啊？
自小，云梦溪对赵一凡就是言听计从，对赵一凡无比信任。赵一凡让他做什么，他能做到的都会去做。而自小到大，赵一凡也没有骗过云梦溪，也没有利用云梦溪对他的信任而违背云梦溪自己的意愿。对云梦溪而言，就算是今天晚上赵一凡想要和他发生点什么，虽然有点突然，他还没有做好准备，但如果赵一凡想，他还是能够顺应赵一凡的。可是赵一凡说让他请假1个星期，属实有点出乎云梦溪的预料，对此感到十分的疑惑不解。现在还不能告诉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看赵一凡语气郑重，云梦溪盯着赵一凡的眼睛看了看，然后说道：这好吧，我这就去给导员打电话请假。云梦溪知道赵一凡既然这么说，肯定有他的原因。在云梦溪的心中，赵一凡的地位比他那不怎么管他的父母还要重要。他无条件的信任赵一凡，可以为赵一凡做任何事情。第22章，展现特异功能，实力飙升。新的一天，高中的时候，云梦溪父母知道云梦溪和赵一凡谈恋爱，试图分开两人。那几年，因为云梦溪的父母百般阻拦，加上两人不在一个城市，相隔很远，赵一凡和云梦溪连联系的次数都很少，更不用说是见面了。云梦溪甚至和赵一凡提出两人私奔，找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赵一凡在没有经历过地之永恒之前，是一个自尊心比较强的少年，而且有些自卑。他没有父母，是爷爷奶奶养大的，从小得到过不少同龄人的白眼。在云梦溪的爸爸亲自找上门一次，说赵一凡是个穷小子，配不上他女儿，给不了他女儿幸福，并且说了一些难听的话后，深深地打击到了赵一凡年少的自尊心。也就是那段时间，他和云梦溪的联系都少了很多。面对已经是上市公司老板的云梦溪爸爸，赵一凡心中一直憋着一口气，想要证明给他看。因此，赵一凡连考上的名牌大学都没去上，窝在家中，靠着对虚拟游戏的理解，在虚拟游戏中疯狂打金赚钱。当云梦溪提出和他私奔，赵一凡认为云梦溪要以学业为重，他自己没上大学，不能让云梦溪也不上大学，因此并未答应。有些事情越是遭遇阻拦，越是起到反作用。云梦溪从小是个父母眼中的乖乖女，听话懂事。可是为了能够和赵一凡近一些，她不顾父母反对，考到了琅琊城旁边邻城的一所大学。上了大学，时间相对自由，云梦溪是一有节假日就往赵一凡家里跑。赵一凡因为心中窝着一口气，没有做出一番成就之前，赵一凡和云梦溪相处仅限于搂搂抱抱。现在想想，赵一凡感觉曾经年少做出的一些行为真是幼稚加可笑。而现在，就算是地之永恒还没反馈，赵一凡靠着他现实中一身高达神通境8级的实力，他都能在蓝星上得到任何他想要得到的东西。一入神通境，在蓝星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赵一凡就是陆地神仙，连核弹都威胁不到他。曾经云梦溪下午也是这个时间离开，然后成为了赵一凡和云梦溪的最后一面。现在赵一凡自然不让这个情况重现，因此选择留下云梦溪。在云梦溪和他导员打了个电话请假后，赵一凡过来轻轻抱住云梦溪，亲了亲云梦溪的额头。这还是赵一凡第一次亲吻云梦溪，云梦溪感觉自己脸蛋滚烫。在云梦溪以为赵一凡要对他做点什么的时候，赵一凡松开他，对他说道：我去继续升级了，你也去升级，这地之永恒非常的神奇，是一种重大机遇，你可不要懈怠了啊！看赵一凡转身进入到虚拟游戏舱中，云梦溪愣了愣，他都已经等候和赵一凡发生点什么，结果赵一凡转头去玩游戏去了。抿了抿嘴，云梦溪拿起虚拟头盔，在赵一凡虚拟游戏舱旁边坐下。赵一凡自然知道云梦溪的想法，之所以没有动他，也不是说赵一凡心思纯净，而是因为其一，当下赵一凡要快点时间升级刷零时，一旦动他了，可不是3-2个小时就能结束的。其次就是赵一凡现实中可是神通境8级，而云梦溪当下只是个凡人，他也承受不住赵一凡。与其不能尽兴，还不如稍微忍一忍那方面的想法，等云梦溪经过地之永恒反馈强化后再动他。什么啊，奇奇怪怪的，先前伊曼姐就和我说一凡哥前2天有点怪怪的，怎么回事？是不是他一直熬夜玩游戏玩的呀？去和伊曼姐说说。进入到地之永恒中，云梦溪就将刚刚赵一凡让他请假的事告诉赵一曼。赵一曼听闻想了想后，对云梦溪说道：我也感觉一凡最近有点反常，而且这2天我感觉他好像突然间成熟了很多，他是不是因为心理压力太大？要不要咱们带他去看看医生？等吃晚饭的时候问问他到底怎么了。在晚上7点的时候，两人一起下线做了晚饭。晚上7点半，他们将在历练秘境中升级刷零时的赵一凡叫出来吃饭。一凡，你为什么要让梦溪请假1个星期啊？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们。小郭，你明天也别去上班了，也请假1个星期吧。你怎么奇奇怪怪的？到底什么情况？你们感受到地之永恒非常真实了吧？面对赵一凡所说，赵一曼和云梦溪点点头。很真实啊，
虚拟度极高，感觉和真实世界一样。我在地之永恒中发现了一个大秘密，这款虚拟游戏不仅仅是虚拟游戏这么简单，所以我想要用1个星期的时间来印证一下，需要你们的帮助。啊，什么秘密？现在还不能说，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反正没坏处。一凡，你是不是因为熬夜熬多了，有点精神不正常了？是啊，一凡哥，你好反常，要不我们明天陪你一起去看看医生吧？看两女的反应，赵一凡知道再不告诉他们点什么，他们真认为自己精神出问题了。稍作思量，赵一凡意念一动，桌子上的盘子全部悬浮了起来。这一幕让赵一曼和云梦溪全都瞪大了眼睛。一凡哥，你怎么做到的？这是什么魔术？在云梦溪说完，云梦溪猛然感觉自己身体一轻，直接悬浮了起来。这！当云梦溪挥舞着胳膊落下来后，赵一曼和云梦溪还处于十分震撼之中。他们可是先赵一凡一步出来做饭的，赵一凡刚过来也没时间进行什么布置。也就是说，刚刚的一幕不是魔术或者障眼法，赵一凡是施展了什么特异功能？本不想现在告诉你们的，但不告诉你们，你们就要将我当精神病了。这就是我在地之永恒中带出来的能力，所以地之永恒并不是单纯的一个虚拟游戏。不过事关重大，你们知道就行，万不可和其他任何人说，要不然的话，咱们都会有大危险。赵一凡还是没有给云梦溪和赵一曼说地之永恒以后能够反馈这事。地之永恒能反馈事关重大，在没反馈之前，赵一凡认为要瞒着所有人，而且自己可能是重生到了5年前这件事，赵一凡没打算告诉任何人。所以赵一凡是用了另外一种方式让他们明白一些事情。他刚刚的所作所为就和特异功能差不多，就赵一凡所了解，拥有特殊能力的人虽然不多，但是蓝星上是有一批的，只不过在地之永恒反馈之前，寻常人根本接触不到，也了解不到有这种人。就算是云梦溪和赵一曼说漏嘴，将这他拥有特殊能力的事情说出去，影响也比地之永恒反馈这个消息要小得多得多。在地之永恒反馈前，赵一凡以提升自己为主，不想牵扯其他各种麻烦事里面。赵一曼听赵一凡说完，震撼之情过了片刻后才稍微恢复了一些，他弱弱地问道：你的意思是地之永恒终有能力能够带入到现实中来？赵一凡点点头，然后对赵一曼和云梦溪说道：我的精神得到了地之永恒的强化，所以我2天2夜没睡觉，依然感觉不到疲惫。赵一凡这话也是实话，他的精神确实是得到地之永恒的反馈强化，只不过不是现在而已。那你现在还能用出什么特异功能呢？我还在摸索中，不过既然我能够在地之永恒中带入出来一些能力，以后你们大概也能。所以我要你们这1个星期都待在家里，帮我验证一些东西。身边一个非常亲近的人突然有一天说自己有特异功能，所有人第一反应绝对就是这人在开玩笑，要不然就是认为这人是不是精神出现什么问题了。可是当这个说自己有特异功能的人真的展现出来了特异功能，对任何人的冲击绝对是无比巨大的。赵一曼和云梦溪2人此刻就是这种感觉，他们感觉自己好像是在做梦一样。面对赵一凡所说需要他们保密和他们的帮助，他们全都在震撼中点头保证绝对不外说，赵一凡让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原本赵一曼和云梦溪感觉赵一凡有些反常，还以为是精神压力太大导致精神出现了什么问题，现在知道一些情况了，他们认为赵一凡有些反常才是正常的，这要是换做他们的话，他们可能比赵一凡更加反常。身边最亲近的人突然拥有了特异功能，还是从地之永恒这款虚拟游戏中带出来的，他们以后也有可能拥有特异功能。不管是赵一曼和云梦溪知道这个信息后都感觉非常离谱和难以置信，需要一些时间来消化这个信息。又和赵一曼和云梦溪说了一些事情，并且在赵一曼和云梦溪的要求下又展现出来一些小手段后，赵一凡就回到了房间，进入到虚拟游戏舱中。当下趁着地之永恒还没有反馈，赵一凡需要完成原始的积累，积累的越多，到时候反馈就能够得到的越多。一个城市内历练秘境中的先天境荒兽数量也不是无穷限的，当感觉荒兽密度跟不上后，赵一凡就换一个城市继续升级刷灵石。时间一晃，临近凌晨12点，马上就到新一天的结算时间。而赵一曼和云梦溪因为知道了一些情况，现在都是在努力的嗑药升级，期待自己有一天能够成为能御剑飞行的女仙子。在即将临近凌晨12点的时候，赵一凡查看自己这一天下来的收获，等级提升到后天境1级后，经验比之先前又大幅度的提升，但赵一凡到了后天境1级，实力大幅度提升，杀怪升级的速度也快了许多。在晚上10点左右的时候，赵一凡就已经升级到了后天境2级，而混沌麒麟分享到一定的经验，等级也提升到了觉醒境3级。当下赵一凡和混沌麒麟的面板属性分别是：姓名赵一凡，等级后天境2级，
8650400000，生命值30000加560百分号198000198000，灵力值15000加560百分号99000，特殊体质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初级0%，功法明心经修炼功法不入流第1层25200，清风经修炼功法黄阶上品第10层2588800，专属天赋超神级，造成任意伤害可吸取对方生命转化为一定比例的灵石。混沌麒麟陈，品阶地阶极品，等级觉醒境3级655-19200，生命值3500000，3500000，灵气值1750000，1750000，速度1750，忠诚度100。介绍：自混沌中孕育出来的天地麒麟，走兽之尊，祥瑞的征兆，常伴身边可为主人增加气运。综合评分799258852，等级提升，自身全方位提升。不过相对于混沌麒麟这个地阶极品的坐骑，在面板属性上赵一凡被拉差的极远。当然，战斗力上不能够光靠面板属性来看，先前的赵一凡实力上是比不上混沌麒麟的。但现在拥有了混沌鸿蒙先天道胎圣体的赵一凡，战斗力猛增。混沌麒麟是个坐骑，不善于战斗，在速度上肯定是比赵一凡要超出太多。可如果正面交战的话，他当前等级还低，如果不利用他自身速度的话，他战力是不如现在的赵一凡的。当然，人家混沌麒麟身为坐骑，最强的点就是速度，抛去速度的话，等于断了他最强的一个点。而因为面板属性极高，混沌麒麟其实也能当做半个战宠来看待，辅助战斗的效果极强。结算之后，战宠功能开启，一个高品阶战宠等于多了一个超强的战斗伙伴。不知道战宠能不能触发我专属天赋呢？要是能的话，那可对我来说太有利了。不过不管能不能触发专属天赋，高品阶战宠是必须刷出来一个，战宠助力极大，也能够有更多的操作空间。除了自身和混沌麒麟升级，赵一凡这一天下来刷到了足足 2.85 亿多灵石。赵一凡打算在战宠功能开放后，利用这 2.85 亿多灵石来获取一个高品阶战宠。凌晨12点，各大排行榜的奖励准时结算，发放到了玩家的背包中。看着信息栏闪过的信息，赵一凡打开背包查看今天获取到的奖励。当下赵一凡除了体质排行榜，其他都是榜首，别人根本无法超越。在赵一凡刚要查看自己所获时，赵一曼发来了他在体质排行榜排名第1的特殊奖励介绍。望着赵一曼发过来的特殊奖励，赵一凡不由得一愣，然后喃喃自语道：小姑这脸也太白了吧，这得到的特殊随机奖励也有点太好了吧。一凡，你快回来，我把这奖励给你，我认为你用比我们用更有性价比。好，马上就来。发完信息后，赵一凡查看他此次得到的3个榜首的特殊奖励，期待能够有和赵一曼在体质排行榜榜首得到特殊奖励比拟的好东西。第23章3亿灵石孵化战宠。因为赵一凡的特殊体质没有评分，所以赵一凡没登上体质排行榜，和昨天结算的一样，是3个榜单榜首的特殊奖励。上次3个榜单榜首，赵一凡分别得到了太乙圣地推荐信、圣阶坐骑品质丹药和圣阶紫心玄灵花。圣阶坐骑品质丹药，赵一凡先前就给赵一曼，让他给他的坐骑用掉。原本天阶下品的坐骑，在使用了圣阶坐骑品质丹药后，提升了2个小品质，达到天阶上品。而能够伐经洗脉，提升自身修炼资质的圣阶紫心玄灵花，赵一凡因为自身得到的特殊体质是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所以暂时留在手中。他感觉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不用伐经洗脉，提升自身修炼资质也已经达到完美的程度。他准备等以后用这个圣阶灵药炼制圣阶丹药。今日排行榜的基础奖励，因为赵一凡升级到了后天境1级，属于超凡境了，从原本的凡阶完美品质丹药变成了黄阶下品品质的丹药。但是看完3件榜首特殊奖励，赵一凡眉头微皱。除了得到了一块和第一天等级排行榜榜首类似的地阶炼器材料，让赵一凡非常满意外，另外2个特殊奖励有点差强人意。羽化绿元晶地阶炼器材料，用其当作主材料，可以打造出传说中的地器。因为先前得到了一块地阶炼器材料，再度得到一块地阶炼器材料，赵一凡虽然非常满意，但也没有最初时候那么的开心兴奋。除了羽化绿元晶，另外2个物品分别是一个叫做玄天玉符的玉符，介绍说是某个秘境的开启之物，但是没有说是什么秘境。就赵一凡了解，这天地下的秘境数不胜数，不给具体位置的一个玉符，想要找到这个秘境无异于海底捞针。除此之外，是一个能够直接增加坐骑1000点等级经验的黄阶丹药。就当下混沌麒麟觉醒境3级，升级所需经验就是19200点，1000点坐骑等级经验的丹药，可以说可有可无。看来这等级排行榜榜首的随机特殊奖励就首日最好，
然后越来越差。不过也还算可以，又得到了一块地阶炼器材料，这是想让我去学习炼器啊。小姑那边体质排行榜第1的随机特殊奖励倒是非常好。看过结算的奖励后，赵一凡直接去轩夷城找赵一曼他们。一见到赵一凡，赵一曼就将一个看上去有点像苹果核桃大小的果子交给赵一凡。紫灵玄天果，圣阶中品灵药果实，可以用来炼制圣阶丹药，也可直接服用。直接服用能够提升强化体质。一枚能够提升强化体质的圣阶灵药，这东西可是非常非常珍惜。赵一凡接过来后，直接将其吃掉。好吃不？还行，酸酸甜甜的。看着信息提示赵一凡的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因为紫灵玄天果直接增加了 80% 成长进度，赵一凡非常开心。感受自己因为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的提升而变得更加强大的身体，赵一凡脸上洋溢着笑容。曾经他别说是圣阶灵药果实，就算是玄阶灵药，对他来说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宝贝。效果呢？非常好，增加了 80% 的体质成长进度。才 80% 啊，我还以为能够升级呢，这已经很不错了。在赵一凡和赵一曼说话之际，凌晨12点10分，地之永恒信息提示闪过，新功能开放，宗门权限开放，玩家们可以去往各大城市的任意宗门进行拜师，完成宗门考核，可加入宗门获取修炼功法、武技功法。战宠排行榜已经开启，战宠功能开放，玩家可以通过面板商城购买战宠孵化蛋进行孵化，也可去往野外抓捕驯化战宠，战宠将是你为忠诚的战斗伙伴。由于有玩家等级达到超凡境，商城更新，拜师加入到宗门，其实自玩家能传送到城市中就已经开启，今天只不过是提示一下，真正开启的新功能只有战宠和商城更新。收到信息提示后，赵一凡他们都是纷纷的打开了战宠面板，还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套路，战宠面板打开就能够看到显眼的新手战宠大礼包。新手战宠特惠大礼包，还在为荒兽实力太强打不过而感到烦躁吗？只要4888，超级战宠带回家。购买新手战宠大礼包可以获得一个战宠蛋以及一个1小时战宠孵化加速券。和坐骑不一样，坐骑是通过坐骑页面直接消费零食刷出来的，而战宠你首先要购买个战宠蛋，然后将它孵化出来，只有孵化出来后才会知道你获得的战宠是什么。每个战宠蛋的孵化时间不一，只有战宠蛋到手后才能够知道孵化需要多少时间。赵一凡看了一眼战宠面板后，就打开了面板商城。面板商城的最上方是3个被置顶的物品，分别是战宠烙印符咒、战宠蛋以及孵化加速券。战宠烙印符咒是黄阶品质，可以通过烙印符咒收服野外的荒兽、野兽、妖兽等任何生灵成为自己的战宠。因等阶的问题，最高只能收服神通境以下的荒兽、野兽、妖兽等生灵成为自己的战宠，而且受限于自身实力和被收服对象的实力意志等原因，不是100%能够收服。其黄阶品质的战宠烙印符咒一枚售价2000枚灵石，而战宠蛋售价5000枚灵石，孵化加速卷能够减少1个小时孵化时间，售价是500枚灵石。除了这3样东西外，面板商城更新后，各种黄阶基础材料物品出现在面板商城中。原本每页50种物品，一共100页的面板商城，因各种黄阶基础材料物品的加入，变成了1000页。基本上绝大多数黄阶基础材料物品都可以通过面板商城中消费购买。相对于坐骑，战宠的价格高了5倍，很多玩家在看过之后纷纷放弃消费氪金购买。按照龙国当前的人均工资标准，一个战宠可是常人1个多月的工资。在认为地之永恒游戏公司明目张胆改数据后，很多大众玩家还是比较抵触氪金消费的。不过这世界上永远不缺有钱人，在战宠功能开放后，战宠排行榜上就极快的登榜了众多的战宠。显然有氪金玩家不光是购买了战宠蛋，还利用孵化加速券进行加速孵化。战宠排行榜和坐骑排行榜差不多，上榜的战宠也是有个名字和图鉴影像以及等级和综合评分。赵一曼和云梦溪他们当下以提升自己等级为最主要的，有着赵一凡给他们提供零食，他们不用去猎杀荒兽。战宠目前对他们来说作用不是太大，所以肯定是先优先赵一凡的。等赵一凡得到高品阶战宠后，如果还有多余零食，他们再孵化高品阶战宠。相对于坐骑直接10连刷100连刷，战宠需要一个个的孵化，过程要麻烦得多。赵一凡先是购买了新手战宠特惠大礼包，得到了一个战宠蛋和一个战宠孵化加速券。召唤出混沌麒麟坐上去，赵一凡选择孵化，战宠蛋上面出现了一个孵化时间，孵化时间是6个小时30分钟。赵一凡直接消耗50万枚灵石，购买了1000张战宠孵化加速券，然后加速孵化战宠蛋。7张战宠孵化加速卷下去，一个浑身白毛的灵猫战宠出现在战宠面板中。看了一眼介绍，这是一只凡阶下品战宠，综合评分115点。孵化来灵猫战宠后，在下方有着3个选项：绑定、
弃养以及售卖。绑定就是绑定成为自己的战宠，弃养是直接将其放走，让其化为荒兽野兽。售卖是直接卖给面板商城，一个凡阶下品的战宠，售卖价格是100枚灵石。选择售卖，赵一凡又是购买战宠蛋进行重新孵化。虽然说过程相对刷做起要麻烦的很多，可战宠价格高，消费灵石的速度也不慢。短短片刻，500多万枚灵石就被赵一凡用来孵化战宠。500多万枚灵石孵化了80-90个战宠，等阶最高的是一只凡阶上品战宠。凡阶的战宠，赵一凡可是看不上眼，看了一眼后就将其以500枚灵石的价格售卖掉。不断的进行孵化，赵一凡在神豪消费排行榜上的消费金额数字也在急速的增加。不过现在很多玩家对于这个已经较为无感了，讨论的玩家也不多，还大多是在预言赵一凡此次要孵化出来什么等阶的战宠。消耗3000万多枚灵石后，赵一凡孵化出来一个黄阶中品的战宠。消耗5000万多枚灵石后，赵一凡孵化出来一个玄阶下品的战宠。先前赵一凡消耗的灵石是1亿4000多万，现在直接突破到了2亿。高阶战宠还没有孵化出来，他因为消耗灵石金额达到2亿，他的隐藏 VIP 等级又提升了1级，达到了 VIP 14级。先前的时候，赵一凡用了4000多万灵石就刷到了地阶极品的坐骑混沌麒麟，现在5000多万枚灵石进去，最高的才是个玄阶下品的战宠。赵一凡也不知道是高品阶战宠难得，还是他脸太黑，他都在想是不是让赵一曼这个先前的欧皇来进行孵化，孵化到高品质战宠后再转上给他。想了想，赵一凡放弃了这个想法，欧皇也不一定就能一直欧，他相对来说也是比较欧的，要不然也重置不到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而且5000多万枚灵石下去，虽然没孵化出来让他满意的高阶战宠，但赵一凡能够感受出来，自己孵化次数多了后，整体孵化出来的战宠品阶在提高。看了一眼升级的 VIP 等级，赵一凡继续开始孵化战宠。为了高阶战宠，赵一凡此次一共准备了 2.85 亿枚灵石，5000多万枚灵石还不算什么。当赵一凡消耗1亿多枚灵石时，他孵化到了一个地阶中品的战宠。地阶中品的战宠面板属性已经极强，对于其他玩家来说，一个地阶中品的战宠绝对是超强的助力，可是赵一凡还看不上眼。此次赵一凡认为自己不说孵化出来个地阶等阶的战宠，起码也要孵化个天阶等阶以上的战宠出来。当他消耗1亿3000多万枚灵石后，他孵化到了一个天阶上品的战宠。看着天阶上品战宠的面板属性，赵一凡稍作犹豫，看自己还剩下 1.5 亿灵石，赵一凡选择继续。在地之永恒中，战宠不能转让，不过有一个方式可以将战宠转让给其他玩家，那就是选择弃养，让其无主，然后再由其他玩家利用战宠烙印符咒将其收服为自己的战宠。不过这样的话，就算是收服了，初始忠诚度也会比较低，甚至比在直接收服荒兽野兽的忠诚度还低。被原主人弃养，然后又有人想要收服驯化，对战宠来说等于是双重打击，初始忠诚度能高就奇怪了。不过初始忠诚度低，虽然有着叛变重新化为无主野兽的可能，但忠诚度是能够慢慢一点点培养起来的。要是有高阶战宠，还是值得利用这种方式转让给他人的。只不过当下面板商城的战宠烙印符咒只是黄阶，还无法烙印这么高品阶的战宠，要不然的话可以将这个天阶上品转让给赵一曼和云梦溪，毕竟这是赵一凡消耗了1亿3000多万枚灵石才孵化出来的。将其直接售卖到面板商城中后，赵一凡继续购买孵化战宠蛋，需要365个小时孵化，这个该是个品阶比较高的战宠了吧。擦，一个凡阶上品战宠浪费我365张战宠孵化加速券，简直离谱。赵一凡消耗的灵石其中一半是用来购买战宠孵化加速券，本以为需要这么长孵化时间的应该是个高品阶战宠，结果孵化出来后，赵一凡忍不住心中吐槽。不过孵化战宠就这样，在未孵化出来之前，谁也不知道能够孵化出来什么品阶的战宠。赵一凡还记得曾经有玩家在地之永恒官方论坛发帖，说自己购买的战宠孵化时间是200个小时，进行了发帖直播，说自己必然能够孵化出来一个高品阶战宠，结果最终只是孵化出来一个凡阶下品的战宠，可是把那玩家气得不轻。当在战宠孵化上花了1亿5000多万灵石后，赵一凡的 VIP 等级再度提升，升级到 VIP 15级，又是近1个亿灵石进去，赵一凡又孵化到了一个天阶下品战宠和一个天阶中品战宠。随着这1个亿灵石的消费，赵一凡在地之永恒中的灵石消耗达到了4个亿， VIP 等级也提升到了16级。 VIP 等级达到16级，赵一凡的 VIP 加成达到了 200%。 前后在战宠孵化上消耗2亿5000多万灵石，赵一凡现在手中加上先前云梦溪重置特殊体质的2000多万，还剩下5500多万灵石。本想着今天战宠开启，孵化个高阶战宠出来，到时候升级也快。可现在这情况，
赵一凡已经做好再去刷灵石，然后再孵化战宠的准备。而有些时候，惊喜往往总是在意料之外出现，在还剩下500多万灵石的时候，赵一凡面对一个孵化时间只有45分钟的战宠蛋，没抱什么希望，而他却给赵一凡带来了惊喜。第24章，天玄宗的修炼功法。有些时候，越是想什么，越是不来什么，而不想的时候，却突然给你个大惊喜。望着这花费了3亿多灵石孵化出来的战宠，赵一凡惊喜的同时也松了一口气。虽说他是打算去刷灵石，然后再进行孵化，可是以后地之永恒新功能开启，还需要用到大量的灵石，能够省下一些灵石给以后做准备，自然是好事。看着赵一凡脸上洋溢出来笑容，赵一曼和云梦溪凑过来询问赵一凡孵化出来的战宠是什么属性。他们刚刚已经通过战宠排行榜知道赵一凡孵化出来一个地阶下品的战宠，综合评分 1.12亿。面对赵一曼和云梦溪的询问，赵一凡将地阶下品战宠进行绑定后，然后将基本面板发给他们看。炼狱牙字未命名，品阶地阶下品，等级觉醒近灵级02100，生命值50000050000，灵气值250000250000，忠诚度100。介绍：远古炼狱巨龙9子之一，拥有龙之血脉，嗜杀喜斗，又被称为战龙。综合评分112485452。将面板属性发给他们看后，赵一凡就将其召唤了出来。刚刚孵化出来的炼狱牙字属于幼年期，会随着等级的提升而成长。炼狱牙字现在2米多长，半米多高，看上去有点类似鳄鱼，不过比鳄鱼可是要威风得多。在看到他后，赵一曼和云梦溪两女都朝后退了一步。赵一曼看着他，对赵一凡说道：“感觉好凶恶，比图鉴影像看上去更吓人，有点不太好看啊。战宠是来辅助战斗的，要那么好看干什么？而且他很威风啊。”听赵一凡这么说，炼狱牙字靠近赵一凡，用脑袋在赵一凡的腿上蹭了蹭。在面板属性上，地阶下品的炼狱牙字是远不如当初同时觉醒近灵级的混沌麒麟。可赵一凡知道，炼狱牙字作为战宠，同等级下，混沌麒麟要是不跑，是绝对打不过炼狱牙字的。毫无意外，炼狱牙字孵化出来，直接登顶战宠排行榜第1名，排名第2的战宠才是一个黄阶中品战宠，评分2250点，根本没有对比性。看赵一曼和云梦溪看着炼狱牙字有点害怕的感觉，赵一凡将炼狱牙字收了回去。随后又到了紧张的起名环节，按照赵一凡的意思，直接小牙小字的就行。而听赵一凡说过之后，赵一曼对赵一凡起名字的随意满脸鄙夷，本身长得就不是很好看，你还要给他起个这么难听的名字？我给起一个可爱点的，看他身上麻麻赖赖的，叫麻团吧。小姑，他身上那是龙鳞，怎么就麻麻赖赖了？给战宠起什么名字对于赵一凡来说无所谓，最终炼狱牙字的名字被命名为麻团。炼狱巨龙之子的牙字，威风霸气的战龙，被赵一凡命名为麻团。由于被收起来，他连反驳的机会都没有。我去升级刷灵石，你们先修炼升级，等回头你们再孵化高品阶战宠吧。其实对赵一曼和云梦溪而言，有没有战宠都无所谓。他们在刚刚赵一凡孵化的这段时间已经商量好，他们的战宠要以好看漂亮为主。其实当下赵一凡利用黄阶品质的等级丹药升级，升级速度会更快。就如赵一曼和云梦溪，他们在获取到圣阶体质后，嗑药升级的速度极快。本来他们在等级排行榜上都没有名次的，现在他们都已经觉醒近6级，榜上有名。赵一凡的特殊体质更加强大，加上功法加成、VIP 加成什么的，嗑药基本上没有间隔时间。可赵一凡现在不光是要升级，还要刷灵石，所以对他来说，去猎杀荒兽才是最好的选择。城市内的历练秘境都是各城市背后宗门势力弄出来的，其中等级最高的荒兽就是先天境，而这些荒兽都是有宗门势力专门捕捉放入进去的，数量并不是无限。当下还没有玩家能力能够去历练秘境中猎杀先天境荒兽，所以历练秘境中先天境荒兽都是赵一凡的盘中餐。对于赵一凡而言，一个城市内的历练秘境单独的少量先天境荒兽根本看不上眼，所以他都是杀光先天境荒兽比较密集的区域就换一个城市。炼狱牙子麻团不愧是地阶下品的战宠，其战力非常强大，刚刚觉醒近灵级就能够击杀先天境中等级稍低的荒兽。而让赵一凡感到惊喜的是，炼狱牙字和混沌麒麟不一样，它作为赵一凡战宠，它能够触发赵一凡的专属天赋，也就是说以后赵一凡都不用出手，炼狱牙字就能够给他提供源源不断的灵石。正在奋力击杀一头先天境荒兽的炼狱牙字，还不知道他在他主人的心中已经沦落为一个能够一直刷灵石的黑奴。不过看炼狱牙字在战斗时候的兴奋表现，可能就算是知道也会乐在其中。
赵一凡孵化出来炼狱牙子时是凌晨1点多，赵一曼和云梦溪两女在凌晨2点多的时候给赵一凡发了个信息就下线了。虽说他们知道地之永恒终有可能将里面的力量带入到现实中，可是当下他们都还是普通人，精神上熬不住，下半夜时就已经犯困了。云梦溪下线后，看到还在虚拟游戏舱中的赵一凡，抿了抿嘴，然后他就躺在赵一凡的床上，看着赵一凡这边，心里想着不少事，想着想着就睡着了。而也就是在云梦溪和赵一曼下线睡觉后不久，龙国最西边的一个偏远小村庄突然升腾起来大火。当地官方救灾人员收到消息，第一时间赶往。等他们赶到的时候，大火席卷之下，这个小村庄全部烧焦，没有一个活口。除了龙国最西边的偏远小村庄，兰心各地也是爆发了众多稀奇古怪的离奇事。不过龙国境内，凡是关于这方面的相关舆论，在刚有点苗头的时候，就被龙国相关部门给压了下去。赵一凡游走各个城市，在历练秘境中升级刷灵石。当凌晨3点多的时候，赵一凡等级提升，达到了后天境3级，而炼狱牙子也早早就升了1级，达到了觉醒境1级，距离觉醒境2级也差不了多少了。炼狱牙子极具战斗天赋，不用赵一凡怎么指挥，他就能够以最快捷最省力的方式击杀对手。这有了炼狱牙子后，赵一凡反倒是清闲了许多，不是同时遇上数个先天境荒兽，基本上都不用赵一凡出手。尤其是炼狱牙子升级后，赵一凡就更省力了，都有空闲时间能骑在混沌麒麟身上看看地之永恒的官方论坛了。目前地之永恒的官方论坛上还比较有热度的就是岛国超级大地震后的救援情况，还有就是赵一凡又弄到一个地阶下品战宠以及其他氪金大佬氪金消费的讨论。除此之外，就是各种声讨伐地联盟的帖子，当下伐地联盟还是在各个小镇周围游荡，到处猎杀其他玩家。凌晨4点左右，在炼狱牙子升级到觉醒境2级后，赵一凡没有继续去往其他城市的历练秘境。几个小时下来，赵一凡升级了，炼狱牙子连升2级，灵石刷到了9000多万。混沌麒麟因为赵一凡出手次数少的原因，并没有升级，不过也快了。对比其他玩家来说，能够短短几个小时这么多的收获，绝对是小母猪坐火箭。可是对于赵一凡来说，他认为这种升级和刷灵石的速度太慢了。现在等级提升，实力更强的他已经不满足当下这种进度。返回轩夷城，赵一凡来到天玄宗。此刻天玄宗和昨天赵一凡见过的已经完全不一样，宗门牌匾重新修缮过，整个墙面和大门全都焕然一新，里面也重新被修缮了一遍。原本只有2个房间和一个杂物间的院子，也多了2间新的房间，其中一个上面挂着修炼室的牌子。林玄星在院子中正在指挥着负责修缮的人员进行一些细致的布置修缮。看到赵一凡后，林玄星赶忙过来对赵一凡说道：“一凡师弟，我按照你说的重新进行了修缮，也让人建造出来修炼室了，一共花了80多万灵石，其中修炼室的阵法布置就用去了50万，又用10万灵石作为阵法灵气的储备，这是剩下的，给你。不用了，这些灵石你拿着用吧，看看还有什么其他需要重新修缮的地方。”对赵一凡而言，先前孵化出来炼狱牙子花费了3亿多灵石，180万灵石，他杀上2-3只先天境荒兽就能得到，根本不被他放在眼里。原本看上去就很落败的天玄宗，在赵一凡资助灵石进行修缮后，变得气派了不少。师傅在哪？我来给他送酒来了。师傅嫌外面吵吵闹闹的，睡觉了。你以后也不用给他送酒了，那会儿酒太贵了，我给他说好了，以后还是喝其他酒。那怎么行？这样吧，这100万灵石你拿着，给师傅买酒用，我就不天天来给他送了。听赵一凡这么说，林玄星收下了赵一凡给予的灵石，收过一次后再收就没太大心理负担了。一凡师弟，你来看看，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改一改的？我感觉挺好的，你看着弄吧，辛苦师姐了。因赵一凡先前给予了100万灵石让林玄星修缮宗门，现在又给了他100万灵石让他给魏天玄买酒。林玄星对于赵一凡这个魏天玄草率收下的徒弟很有好感。听赵一凡这么说，林玄星露出甜美笑容的回道：“一凡师弟出资修缮咱们宗门，我就是出点力，根本不辛苦。师姐，师傅收我为徒，还没有传授我天玄宗的修炼功法，你能教我吗？”先前的时候，赵一凡就有这种打算，魏天玄不教他，他找林玄星学。当下地之永恒没有反馈，学习修炼功法的难度极低，只要有人教或者给予修炼功法的经文书籍，就能够简单学会。不过先前和林玄星只是见过一面，赵一凡也就没对他提这个要求。1回生2回熟，赵一凡认为现在都是第2次见面了，林玄星应该不会拒绝。啊，这个天玄宗的修炼功法呀，你等下啊。说完之后，林玄星就在储物戒指中拿出来3本书籍，这是天玄宗的修炼功法，这2本是武技功法。看林玄星递过来的3本书籍，赵一凡脸上露出笑容。他一直跟林玄星各种交流闲聊，拉近2人之间的关系。
可不是光冲着林玄心容貌绝美。不过拿到3本书籍后，赵一凡看到介绍后微微一愣：“师姐，这就是咱们天玄宗的修炼功法了吗？”“对啊，我就是修炼的这功法，怎么了？”“没事，就是问问。”3本书籍，1本修炼功法，2本武技功法，全都是黄阶下品。按照赵一凡的了解，魏天玄曾经可是圣地之主，各大圣地那可都是有地阶修炼功法传承的。赵一凡认为，他在林玄心这里，就算是得不到地阶修炼功法，也不应该差到这个程度。但看林玄心的反应，赵一凡看出来林玄心大概是没学习什么高阶修炼功法。魏天玄是因为精神问题没有教授林玄心高阶修炼功法，还是怎么回事？看来还需要在魏天玄身上下手，他不可能没有高阶修炼功法。心中闪过这些念头，赵一凡开口对林玄心道谢：“多谢师姐。”“不用客气，你也是师父的徒弟，他虽然精神上有问题，但毕竟已经收你为徒。既然已经收你为徒，那么传授你修炼功法是应该的。师父他疯疯癫癫没教授给你，我将功法交给你也是应该的。现在功法功能没有全面开启，黄阶下品的修炼功法，赵一凡虽然用不到，但是可以给赵一曼他们用。至于2本黄阶下品的武技，他自己用掉，现阶段也能够对他自身实力有着不小的提升。当下玩家想要获得修炼功法，一个通过一些考核后加入到宗门势力中，就能学到宗门势力的大众修炼功法。想要更高阶的修炼功法，需要在宗门内身份地位提升，加上给宗门势力做足够的贡献，用贡献值兑换。除此之外，就是和赵一凡学到的清风经一样，在一些遗迹中获得，或者是在某些机缘的获得大佬留下的传承。而等到功法功能全面开启后，玩家就可以通过面板商城购买黄阶修炼功法或者是武技功法。不过能够购买到的都是属于比较基础大众化的修炼功法和武技功法。曾经赵一凡用了5年时间才达到神通境5级，一部黄阶修炼功法就足够寻常玩家用很久了。赵一凡又和林玄心闲聊了片刻，就在赵一凡准备离开天玄宗的时候，一道声音传入到他的耳中：“小子，过来！”第25章玄天地经和行字秘。魏天玄的精神状态时好时坏，绝大多数不太正常。按照赵一凡从林玄心这里得知的情况，魏天玄有时候精神状态就像是个5、6岁的孩子一样，有时候直接和个疯子一样，嘴里嘀咕着一段话不断的重复，有时候也会呆呆的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很长时间，一天能够比较正常的时间非常少。而魏天玄的疯癫就和唐氏婴儿一样，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而且除了疯癫外，很多事情他前脚做过，后脚就会遗忘。不过虽然疯癫，可魏天玄没有什么破坏性，都是自己疯自己的。昨天赵一凡见到魏天玄的时候，按照林玄心所说，还是他相对比较正常的。现在赵一凡听到魏天玄的声音，让他过去。赵一凡稍作停顿，和林玄心说了一声，进入到房间中。房间中，魏天玄盘膝坐在床榻上。在赵一凡刚进入到房间中时，魏天玄就开口对赵一凡说道：“小子，谁派你来的？拜我为师有何企图？”话音落下，魏天玄就看向赵一凡。而赵一凡在魏天玄看向他时，感觉自己如同被浑身看了个通透一样。此时魏天玄的状态十分的正常，声音都和先前赵一凡见到他时候有细微的不同。面对精神状态很正常的魏天玄，赵一凡稍作思量，然后对其说道：“师父，没有人派我来，至于企图，那肯定是有。弟子想找个靠山，学习高深，功法变强而已。”在赵一凡说完后，魏天玄看着赵一凡，对赵一凡说道：“难怪我昨天会收你为徒，原来是拥有先天圣体道胎。我一个疯癫的糟老头子，确实不值当有人派一个拥有先天圣体道胎的年轻人来拜我为师。先天圣体道胎啊，数万数十万年难出的超级特殊体质。自古以来，凡是拥有此体质的，几乎都正道成帝了。这是上天在天玄宗即将泯灭时给予的一线新生机吗？”看魏天玄在和自己说完后，就在掐指推算着什么。赵一凡知道自己是被魏天玄看透了一些东西。显然，昨天魏天玄收他为徒，也不是光因为自己答应每天给他送猴儿酒，还有他身负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的原因。不过，魏天玄应该是没有看透赵一凡的全部根脚，要不然不会只是说先天圣体道胎。大吉！眨眼的功夫，魏天玄就推算出来是吉兆。他看着赵一凡问道：“小子，你叫什么名字？”昨天的时候，赵一凡介绍过自己，明显魏天玄根本没关注这个，或者是马上忘了。面对魏天玄的询问，赵一凡开口说道：“师父，弟子赵一凡。”赵一凡，你能知道我的名字，选择来拜我这个疯癫的糟老头子为师，是知道点什么吧？是，弟子知道天玄宗曾经是天玄圣地，师父你是天玄圣地的圣主。赵一凡对于这点并未有任何隐瞒，知道就是知道，直接说出来反而显得坦坦荡荡。凭借你身负先天圣体道胎，加入当时的任意一个圣地，
都能得到圣地的全力扶持，怎么就选择我这么个疯癫的糟老头子？弟子知道加入各大圣地也能够得到优待，不过任何圣地内部纷争也不少，弟子不想掺和进去。面对赵一凡所说，魏天玄点点头，然后看着赵一凡，对赵一凡说道：既然你已经拜我为师，传授你天玄宗的传承功法，自然是理所应当的。不过我的精神出现了极大的问题，教不了你太多什么。这2本功法，你拿起自己修炼吧。魏天玄将2本功法抛给赵一凡后，突然状态转变，然后嘴中喃喃自语的不断重复道：天王我天玄，天王我天玄，不是，天星我天玄，天星我天玄。本身赵一凡还想问问魏天玄为什么不传授灵玄星高阶修炼功法的，现在看他这状态也问不出个所以然。看魏天玄精神失常的坐在那里低语，赵一凡微微行了个礼，然后从房间中退了出去。从房间中出来，赵一凡就查看起来魏天玄给他的2本功法：玄天地经超凡篇地阶修炼功法，玄天大帝留下的传承功法。行字秘上篇5品阶秘法，世间有9种顶级秘法，各自在某个方面达到了极致，行字秘9秘之一。望着手中的2部功法，赵一凡深吸了一口气。他知道他能够得到这2部功法，不是魏天玄现在就真的将他当作徒弟，归根结底的最大原因是因为他的特殊体质。各大宗门势力在收门徒弟子的时候都会进行天资天赋的检测，凡是拥有高阶特殊体质，天资天赋必然不差。别说是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就算是只拥有先天道胎，想要加入到一处圣地，各大圣地绝对会非常重视。只不过现在除了各大城市内的宗门势力以及在城市周围的宗门势力外，寻常人很难接触到圣地，自然也没有门路加入到圣地中。而且当下除了赵一凡、赵一曼和云梦溪，特殊体质排行榜上最高阶的特殊体质也不过是个玄阶中品的特殊体质。玄阶中品在玩家群体里算是比较优秀的，可玄阶中品的特殊体质对各大圣地而言，也就是堪堪是个准入门槛。基本上能够加入到一处圣地的，最起码也是玄阶及玄阶以上的特殊体质。赵一凡得到的玄天地经只是超凡篇，能够利用它修炼到神通境，到了神通境就需要后续功法。看过介绍之后，赵一凡直接将这部地经学习，随着他手中的功法书籍消失，赵一凡学会了玄天地经。地阶修炼功法不分小品质，统一都是地阶。玄天地经地阶第1层0420000。赵一凡的黄阶上品清风经10层后需要的功法经验是8400点，而玄天地经初始就是10层清风经的5倍，是清风经初始基础800点的50多倍。要知道功法升级经验可是按照初始叠加的，也就是说第2层就是需要84000功法经验，第3层是126000点经验。赵一凡曾经没有学过地阶功法，也没有接触到这超高的升级经验，饶是让赵一凡有些震惊。不过需要的经验虽多，但是效果也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只是第1层的玄天地经加成就高达 5860%， 比10层的清风经高了10倍还多。稍微运转玄天地经，感受自身情况，赵一凡感叹不已。圣地出来的那些天骄或者圣子圣女什么的，一个个的战力都无比强大，能够在等级极高后还能越级挑战。这一部地阶功法的加持实在是太强了点，根本不是其他功法能够比拟的。一部地阶修炼功法加上高阶特殊体质的加成，对人的提升实在是太大，太恐怖了。感叹一番，赵一凡打开了自己的属性面板查看。姓名赵一凡，等级后天境3级85500000，生命值40000加5860百分号，238400 238400，灵力值25000加5860百分号，119200 119200，特殊体质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初级 80%， 功法明心经修炼功法不入流第1层25200，清风经修炼功法黄阶上品第10层2588800，玄天地经修炼功法地阶第1层04200，专属天赋超神级，造成任意伤害可吸取对方生命转化为一定比例的灵石。先前看混沌麒麟和炼狱牙子还只是觉醒境2、3级，就有超高的属性面板，赵一凡可是羡慕不已。而现在他地阶修炼功法学到手，他也有了超高的面板属性。面板属性上，只是后天境3级的他就已经比退凡境1级的基础面板还要高一些。面板属性虽说不能够代表一个人的战力如何，可是连面板属性都不如人的话，自然战力也上不去。先前赵一凡在玩家群体里属于一骑绝尘，没有任何玩家能够与之比拟。可是和各大宗门势力的年轻一代修士比起来的话，赵一凡还不算什么。而现在有了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加上地阶修炼功法玄天地经，赵一凡除了等级还稍微低一些，没提升上去之外，
已经不比很多宗门势力中年轻一代修士差了。看过面板属性后，赵一凡又将行字秘进行学习。随着信息提示闪过，赵一凡学会了残缺的行字秘。残缺的行字秘没有层次，赵一凡学会后只有一个效果：运转使用行字秘，最高可以爆发出当下1500%的速度。这现在只要得到修炼功法或者武技秘法等等，就能够直接学会。可是比地之永恒反馈后简单太多了。曾经我得到现实中修炼的那玄阶修炼功法，可是用了大半年时间才学会的。我现在的综合实力，只要不是遇上神通境的，基本上没太大压力了。短短几天就快要追上现实中的实力，这一对比，好像我曾经5年是活到狗身上了。随着自身综合增加，现在赵一凡基本上能够强行用出来现实中绝大多数的手段。对此，赵一凡十分感叹这地之永恒，在没反馈之前，只有能够超级氪金消费的大佬才能借机无限提升。而赵一凡之所以能够达到当前水平，最大的功臣还是超神级专属天赋，是这超神级专属天赋为赵一凡带来了大量的灵石。要不然的话，就算是赵一凡能够在早期能够强行施展出来一些强大的手段，和现在也绝对无法比，顶多也就和现在那些氪金厉害的氪金大佬比一比。得到玄天地经和行字秘，对赵一凡而言无疑是个超大的意外惊喜。实力的暴增让赵一凡有了更多的想法。在天玄宗的院子中，赵一凡跟着林玄心又简单的聊了聊，给他说魏天玄又疯疯癫癫的了。对于魏天玄又疯疯癫癫这事，林玄心早就习以为常，根本不在意。和林玄心闲聊一小会后，赵一凡进入到天玄宗的修炼室中进行修炼。看了眼时间，凌晨4点38分，赵一凡运转玄天地经开始修炼升级起来。本身赵一凡光是靠着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加上清风经，就能呼吸间吸收掉一间独立修炼室中的灵气。现在玄天地经结合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吸收灵气的速度更是无比的恐怖。瞬间，修炼室中的加成效果消失，因为其中的灵力已经被赵一凡吸收殆尽。对于这种情况，赵一凡也非常无奈。林玄心在天玄宗找人建造的修炼室布置的阵法只是黄阶阵法，黄阶阵法的转化灵气速度就那么快，虽然只有赵一凡一个人在里面修炼，可也是根本跟不上赵一凡的吸收速度。对赵一凡来说，他目前比较需要一个高阶修炼阵法用来修炼。他先前要是加入到圣地中，圣地内肯定是有更高阶的修炼室，但他既然已经加入到天玄宗，那就只能他自己想办法了。虽然没有修炼室的加成，可是当下赵一凡 VIP 等级加成 200%， 加上玄天地经的 5860%， 以及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的隐形加成，现在赵一凡服用黄阶完美品质的等级经验丹药，基本上没有间隔时间。也就是说，只要他速度够快，基本上可以一直嗑药，比先前可是要快太多倍了。黄阶完美品质等级经验丹药效果是凡阶完美品质等级经验丹药的10倍，价格也翻了5倍。5000枚灵石1枚的黄阶完美品质等级经验丹药，增加等级经验100点，比起凡阶完美品质等级经验丹药性价比高了一般。稍作计算，赵一凡开始嗑药升级。先是5000万枚灵石用来购买了1万枚黄阶完美品质等级经验丹药，短短20分钟就被赵一凡用光。而赵一凡的灵石消费总额突破5亿， VIP 等级提升到了17级。接着赵一凡又购买了4000万枚灵石的黄阶完美品质等级经验丹药后，他的等级正好提升到了后天境6级。第26章，麻团出手斩神威。半个多小时，赵一凡连升3级，这速度无疑是非常恐怖的。而升级到后天境6级的赵一凡，感觉自己手都有点哆嗦。在地之永恒中使用各种丹药，都是要放进嘴里吃下去的。半个多小时，吃掉了接近18000枚黄阶完美品质等级经验丹药。刚刚赵一凡手都快得出残影了。在升级后，赵一凡打开了自己的属性面板看了一眼，姓名赵一凡，等级后天境6级，54800000，生命值70000加5860百分号，417200 417200，灵力值35000加5860百分号，208600 208600，特殊体质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初级 80%， 功法明心经修炼功法不入流，第1层25200，清风经修炼功法黄阶上品，第10层2588800，玄天地经修炼功法地阶第1层642000，烈日斩武技功法黄阶下品，第1层0600，凌云掌武技功法黄阶下品，第1层0600，行字秘秘法专属天赋超神级，造成任意伤害可吸取对方生命转化为一定比例的灵石，等级提升3级。赵一凡的基础面板属性翻了接近1倍，而地之永恒中就是这样，随着等级的提高，各项属性都是翻着倍的往上增加的。
尤其是到了一定程度后，一级之差就相差极大。升级后，赵一凡走出修炼室，现在灵石也快所剩无几，自己也又升了3级，是时候去刷灵石了。根据自己当前的实力，赵一凡很快就想好，锁定了一个适合自己当下升级刷灵石的地方。修炼升级的过程比较枯燥，有不少玩家基本上就是常驻在地之永恒的官方论坛上，然后关注着各榜单的情况。在赵一凡去往适合自己的地方升级刷灵石的时候，赵一凡半个小时连升3级的事，在地之永恒的官方论坛上又是引起了一些玩家的关注讨论。好家伙，能不能更假一点？先前觉醒精灵级升级到3级都需要好几个小时，现在后天境3级升级到后天境6级也就半个小时，这样有意思吗？游戏公司，你直接将它改数据改到满级多好，费这个事干什么？最初的时候，很多玩家都认为赵一凡改数据，对此谩骂不已。后来随着一次次的冲击，很多玩家已经对此无感了。毕竟赵一凡的高度太高了，游戏公司将赵一凡的数据拉得那么高，对大众玩家来说已经不在一个水平线了。除了榜单第一被赵一凡占据外，对于很多大众玩家而言也没什么影响。甚至很多玩家都在对赵一凡进行各种猜测赵一凡能够被改数据改到什么离谱的程度。而龙国虚拟游戏的相关部门也有人在时刻地关注着赵一凡的各种数据变化。在一个相关部门的办公楼中，有2个负责值班的各相关部门成员在观看着各种屏幕，看到有同事实时转出来地之永恒官方论坛讨论赵一凡升级的信息，无聊地闲谈着。老薛，申请报告打上去了，怎么上面还没有批复？动用大数据去通过一个名字调查一个人，需要牵扯的部门太多，再等等吧，明天说不定就有批复了。这个地之永恒到底什么情况啊？为了他，咱们部门加班加点好几天了，你说会不会是什么外星人弄出来的高科技？啥呀，就外星人。地之永恒除了虚拟程度高了一些，尺度更大，比市面上不少玄幻题材的虚拟网游也没多大的区别。就是地之永恒没进行备案，就直接各平台上线，那些氪金消费进去的金钱找不到去处，涉及到了洗钱，要不然的话根本不值当咱们兴师动众的。可是这游戏也是奇怪，到现在咱们都找不到它的网络节点，想要黑它都一点办法都没有，这网络技术也太高了点。是啊，这网络技术和跨时代一样，不过这些年咱们可是见到不少跨时代的网络技术。比起地之永恒，你听说最近咱们龙国一些隐秘的小道消息了吗？你是说那些事？对，这没亲眼看到过，我总感觉都是胡诌出来的。可是我问负责这方面的朋友，他们都含糊其辞，话里话外的，我感觉好像真有这么回事。嘘，禁言，咱这到处都是监控，可别乱讨论这些。有些事情虽然没有公布出来，官方在进行各种遮掩，可是随着各地发生的特殊事件越来越多，一些人脉广的人已经或多或少的了解到一些东西。等级提升，又学到了地阶修炼功法，实力大增的赵一凡，现在去城市的历练秘境中升级刷灵石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赵一凡早就想好了目标，直接利用眩夷城的传送阵来到了沿海一个叫做冰岛的城市。相对于陆地上的荒兽，海中的荒兽生命值比陆地上同等级的荒兽要高得多。当初城市传送阵没开通的时候，赵一凡就有去往海边猎杀海里荒兽的想法。现在他升级的话，只要有足够多的灵石就可以快速的提升，而且等到新功能开放后还需要大量的灵石。赵一凡对灵石的需求度极高，需要海量的灵石来保障自己的提升和后续所需。来到冰岛城，出城后赵一凡就直接骑乘混沌麒麟奔赴海边。在海边上到处可见一个个玩家在拿着鱼竿在钓鱼。海中除了荒兽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灵鱼，灵鱼价值极高，除了可以炼丹外，一些灵鱼服用后可以增加面板属性。垂钓灵鱼的时候可以一边修炼，对于广大钓鱼佬来说，去什么修炼室啊，一边钓鱼一边修炼升级多爽。而且万一能够钓到一个灵鱼，那可就赚大了。所以当有玩家在地之永恒上发出海边能够钓到灵鱼的帖子后，顿时吸引来了众多的钓鱼佬。城市之间的传送费是100枚灵石，你让他们在别处花这100枚灵石，他们绝对是非常不情愿。但是你给他们说有地方能够钓鱼，而且钓的灵鱼价值非常高，那么别说是100枚灵石，就算是1000枚灵石，他们都舍得花。而且想要钓鱼还需要各种渔具，地之永恒中的道具可不便宜，但依然无法抵挡钓鱼佬们的热情。近海区域基本上没有神通境的海中荒兽，这等级的荒兽大多数都在深海之中。赵一凡到来后，直接骑乘着混沌麒麟踏水而行。作为地阶极品的坐骑，混沌麒麟现在因为等级低的原因还不能御空飞行，可是踏水而行对他来说没难度，甚至就连赵一凡自己，他现在凝聚灵力在脚下，也可以踏水而行，能够短时间的凌空飞行。赵一凡召唤出来炼狱牙字，以自己为诱饵，在海面上行走，
很快就吸引到了海中荒兽。一条体型硕大的先天境鲨鱼类荒兽盯上了赵一凡，急速朝着赵一凡游过来。炼狱睚眦作为龙之子，在海中不光没有被限制，反而是如鱼得水。这个先天境的鲨鱼类荒兽刚临近赵一凡的时候，炼狱睚眦已经冲着他攻击而去。刚觉醒境2级的炼狱睚眦对上先天境3级的鲨鱼类荒兽，不光没有落入下风，反而是不断的对其造成创伤。随着赵一凡的出手，片刻间先天境3级的鲨鱼类荒兽血染大海，除了等级经验外，还给赵一凡带来了高达200多万的灵石。先前赵一凡在历练秘境中击杀先天境3级的荒兽，能够得到50-60万枚灵石，现在这一个顶4个。麻团，去上海里面多引一些出来。炼狱睚眦作为地阶下品的战宠，自然也是能够听懂赵一凡的话。在赵一凡说完后，炼狱睚眦直接扎进了海中。没过多久，一大群后天境的鱼群荒兽跟在炼狱睚眦的身后出现在海水表面。赵一凡黄阶下品的凌云掌不断的拍下去，除了少数钻入海底逃走外，剩下鱼群荒兽全被赵一凡击杀。相对于赵一凡利用神念强制施展出来的手段，这种在地之永恒中学到的武技使用更轻松，消耗小，威力也大。看着快速闪过的信息，赵一凡粗略的看了看，得到的等级经验不多。随着赵一凡的等级提升，现在杀后天境的荒兽没多少越级加成，没有越级经验加成，击杀后得到的经验少得可怜。比如说，现在赵一凡杀一个后天境6级的荒兽才能得到70点经验，还不如一枚黄阶完美品质的等级经验加得多。不过等级经验虽然不多，但是灵石刷得挺快，这一群下来足有近100只，经验得到4000多点。对于赵一凡当下升级需要的80万经验来说，有点不够看的。不过刷到的灵石足有800多万枚，还是非常可观的。就这样，赵一凡利用炼狱睚眦去水中引怪，引到海水表面上他来击杀，灵石数量在飞快的提升着。而且因为大量被赵一凡杀掉的海中荒兽漂浮表面，血水随着海水扩散，都不用炼狱睚眦去水底阴，就有大量的海中鱼类荒兽被血水吸引自己凑过来。在海上猎杀海中荒兽，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很多海中荒兽会在被击杀后沉入到水中，不好获取他们的尸体。不过对于赵一凡而言，猎杀荒兽他们尸体材料都是小钱，获取不到也一点不心疼。早上7点半，赵一凡返回岸边，直接下线。3个多小时下去，赵一凡的等级没提升，只有炼狱睚眦因为升级经验略少于混沌麒麟，加上他比混沌麒麟等级低1级，经过大量战斗后升级到觉醒境3级。等级虽然没提升，但是灵石刷到不少，足足2.15亿的灵石又够赵一凡嗑药升级2级了。下线和赵一曼他们吃了个早饭，闲聊休息片刻后，赵一凡再度进入到地之永恒中。1.55亿枚灵石下去，赵一凡的等级升级到了后天境8级，灵石消费总额达到7亿多， VIP 等级提升了2级。现在赵一凡是高贵的 VIP 19级玩家，有灵石了先升级，实力强了，刷灵石的速度也快。赵一凡打算利用灵石先升级到先天境，然后存灵石留着给明天要开启的新功能做准备。嗑药升级后，赵一凡刚来到海边，就看到远处有上千人混战在一起，一方是胳膊上绑着臂带的伐地联盟玩家，而另一方则是原本海岸边上的钓鱼佬们。伐地联盟的玩家先前堵新手小镇，后来城市传送阵开启，很多玩家都通过城市传送阵去往了各城市。堵新手小镇很难遇上有玩家从新手小镇中出来，伐地联盟就转变策略，不再浪费时间堵新手小镇，而是成群结队的到处寻找猎杀其他玩家。随着有伐地联盟的玩家发现海岸边汇聚了大量钓鱼佬，伐地联盟中就有玩家组织起来围杀钓鱼佬们。本来开开心心钓鱼的钓鱼佬们，面对伐地联盟玩家的围杀，很快就同仇敌忾的与之战斗。能够在早期就来海边钓鱼的钓鱼佬，那最起码也是微氪金的玩家，等级都不是很低。最初时候，伐地联盟的玩家几乎是钓鱼佬人数的3倍，交战开始时就落入到极度下风，被杀掉了众多。但钓鱼佬们也都是一群不服输的主，他们在复活后就呼朋唤友前来助战，局面就慢慢的演变成为了双方小规模的团战。一群等级觉醒近3、4级的玩家，在级别相差5级的情况下，除非人数上有极大的优势，要不然的话，想要做到有效击杀还是有不小难度的。毕竟打不过还能跑，只要不是被围住或者秒杀，就能够稍作后退，服用恢复丹药，快速的恢复生命值，然后再加入到战斗中。远远看着各种挥舞着长剑你追我赶，跟着街头斗殴一样的混战，赵一凡召唤出来炼狱睚眦，麻团上，凡是胳膊上绑着蓝色系带的全部杀掉。赵一凡对于伐地联盟没有什么好感，遇不上就算了，这遇上了自然就先杀了再说。在赵一凡的指挥下，炼狱睚眦冲入到了人群中，开始进行屠虐。对比混沌麒麟，炼狱睚眦的速度自然远远不如，可面对一群觉醒近3、4级的伐地联盟玩家，
他的身影就和闪电一样快捷。只要是被炼狱牙子爪子抓到，或者是尾巴扫到的伐地联盟玩家，直接瞬间化为白光被秒杀。而有玩家碰巧长剑砍在炼狱牙子身上，连他防御都破不开，更别说伤到炼狱牙子。对当下的所有玩家们来说，炼狱牙子绝对相当于一个战力恐怖的凶兽 BOSS。 随着炼狱牙子的不断屠杀，伐地联盟的玩家数量快速的锐减，几乎是眨眼的功夫就会有数十伐地联盟的玩家被炼狱牙子所杀。本来伐地联盟的玩家和钓鱼佬们的混战是有来有往，你追我赶，而现在当炼狱牙子加入其中，场面顿时一面倒。是赵一凡的战宠，兄弟们，这狗日的又来了，风景扯呼！擦，怎么哪都有这狗日的，这狗日的被改数据改的都无敌了。第27章急速飙升到退凡境。伐地联盟本就是松散的组织，平时靠的就是人数优势的压制。先前赵一凡在复活点屠虐伐地联盟的玩家，很多伐地联盟的玩家对赵一凡有些恐惧。伐地联盟不继续围堵新手小镇，除了很难堵到其他玩家外，也有一部分赵一凡的原因。毕竟这要是被赵一凡在新手小镇上遇上，那可是要在复活点不断重复死亡，等级都会被直接清零。一时间伐地联盟的玩家纷纷放弃对手，转头就跑。面对四散逃跑的伐地联盟玩家，炼狱牙子又追逐了片刻后被赵一凡叫了回来。先前伐地联盟的玩家有个700-800人，被炼狱牙子杀掉了大约200-300人，而在试图逃跑的时候，他们还被钓鱼佬们杀掉了100多人，最终逃掉的不到一半。叫回来炼狱牙子后，赵一凡直接骑乘着混沌麒麟离开，留下一群面面相觑的钓鱼佬。我擦，只是一个战宠就这么牛逼的吗？真是太牛逼了，要不是那群杂碎跑得快，光靠个战宠就将他们全部杀光了吧。哎，能够改数据真是爽啊，游戏公司看看我吧，我乖巧听话，也想被改数据。是啊，他那战宠刚刚光杀伐地联盟的玩家，没有对我们出手，就算是改数据又怎么样，只要对我们无害就行。反倒是伐地联盟那群杂碎，老子老老实实钓个鱼都不得安宁。我先前还在论坛上发表声讨他的帖子，看来我要转变一些态度了。因赵一凡让炼狱牙子出手，杀了大量的伐地联盟玩家，一众钓鱼佬们对赵一凡有了不少的好感。其实对于大众玩家们来说，只要不损害到他们自身利益，他们对很多事情的态度是左右摇摆的。现在伐地联盟扰乱钓鱼佬们钓鱼，损害到了他们，那就是仇人，而赵一凡帮了他们，他们自然就站到赵一凡这边。而对于赵一凡来说，遇上伐地联盟玩家和钓鱼佬们互殴，让炼狱牙子出手只是个小插曲。杀玩家也是能够得到专属天赋吸取灵石，不光当下玩家等级低，生命值太低，能够贡献的等级经验和灵石太少，他现在分分钟就能够刷到大量灵石，没太多闲工夫去刻意去找伐地联盟的玩家去屠杀，还是重复先前的模式，让炼狱牙子引怪，他来出手击杀，灵石数量飞速上涨。中午11点多，赵一凡手中灵石加上先前的灵石达到了2亿1000多万，让炼狱牙子自己去猎杀荒兽，赵一凡骑在混沌麒麟身上购买黄阶完美品质等级经验丹药嗑药升级，2亿多灵石进去，赵一凡的等级提升到了后天境10级满经验，根本没用购买出现的黄阶破解特惠礼包。赵一凡因为没有停止运转玄天地经，在后天境10级满经验后，这个小关卡就和没有一样，直接达到了先天境1级。达到先天境1级，又精进了一个小境界，赵一凡整体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姓名赵一凡，等级先天境1级4200000，生命值200000加5860百分号11920000119200000，灵力值10000加5860百分号5960000596000，特殊体质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初级80%，功法明心经修炼功法不入流，第1层25-200，清风经修炼功法黄阶上品，第10层2588800，玄天地经修炼功法地阶第1层125-42000，烈日斩武技功法黄阶下品，第1层0600，凌云掌武技功法黄阶下品，第1层430-600，行字秘秘法残篇，专属天赋超神级，造成任意伤害可吸取对方生命转化为一定比例的灵石。看过自己的面板属性后，赵一凡深呼了一口气，地阶修炼功法对一个人的增幅实在是太恐怖了。面板上生命值破了1000万大关，能够比之退凡境10级的基础面板属性了。配合上他拥有的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退凡境的荒兽，他基本可以挥手轻松秒杀。而赵一凡 VIP 等级在他总额消费 9.2亿多灵石后达到 VIP 20级，后续并未升级到 VIP 21级。因看不到 VIP 等级升级所需，赵一凡猜测是不是 VIP 20级就到顶了。
VIP 20级给赵一凡的加成是280%，现在对于赵一凡来说，这加成不算高。可是等到地之永恒反馈后，这280%的全方面加成可就非常恐怖了。现在升级1级需要2亿灵石，不过现在面板商城还在，能够无限购买等级丹药。等到地之永恒反馈后，面板商城不在，想要购买各种材料只能够通过商铺。灵石啊，还是缺灵石。望着所剩无几的灵石，赵一凡深感灵石还是远不够花的。不过现在很多东西都能够用灵石得到，等地之永恒反馈后可没有这个机会了。相当于一个福利期，必须要借助着这个福利期，尽可能的全方面提升自己。关上属性面板，赵一凡并未继续让炼狱牙子引荒兽过来，而是将它收起来返程。原本的时候，赵一凡认为自己实力还有点欠缺，所以一直在海域中刷灵石。现在先天境了，赵一凡认为差不多了，准备直接去猎杀超脱境的荒兽。超脱境的荒兽生命值已经非常高了，一头超脱境1级的荒兽最起码有2000万以上生命值。去猎杀超脱境的荒兽，能够刷到的灵石可比现在猎杀各种先天境后天境的海域荒兽来得更快。曾经5年的经历，赵一凡对于地之永恒很多地方都极为了解。找寻超脱境荒兽存在的区域，对赵一凡来说不是什么难事。甚至赵一凡还知道不少机缘地。本来没学到玄天地经前，赵一凡是打算去获取现实中修炼的那部玄阶中品修炼功法的。不过现在地阶修炼功法学到手，也就没太大必要浪费时间去获取那部玄阶中品修炼功法了。其他玩家受限于不断倍增的等级经验而升级越来越慢，反倒是赵一凡因为实力越来越强，刷到的灵石越来越快，升级也反而更快了。回到领导城，赵一凡直奔下一个目的地。混沌麒麟速度极快，大半个小时后，赵一凡来到了一处峡谷前。赵一凡打算猎杀超脱境的荒兽，炼狱牙子自然是指望不上了。炼狱牙子是挺强的，可是等级太低，对付先天境的荒兽自然没问题，退凡境的荒兽他就有些应对不了了。炼狱牙子好不容易才升级到觉醒境3级，赵一凡可不想他一个不慎被杀掉而掉级。有着明确目标的赵一凡很快就找到了一头超脱境的荒兽。这头荒兽如同黄金狮子一样，体型高达数米。在赵一凡稍微靠近后，一个房间大小的巨大火球从天而降，砸向赵一凡他们。荒兽到了退凡境后，就会拥有一些特殊能力，不再局限于肉身战斗。先前赵一凡之所以没有在海域中继续深入，就是因在大海上，海中的退凡境借助着水域优势，能够操控海水来发动一些威力强大的攻击手段，而且攻击范围极大，稍有不慎就会被攻击所覆盖。赵一凡倒是能够抵挡并且反杀，可是性价比不高。而超脱境的海中荒兽，就算是赵一凡也没有绝大的把握能够全部抵挡躲闪，所以他才没深入海域。现在本想让炼狱牙子跟着混等级经验的赵一凡，在火球临近之时，瞬间将炼狱牙子收了起来。这火球威能非常强大，炼狱牙子沾上可能就要被直接秒杀。好不容易炼狱牙子才升级到觉醒境3级，可不能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掉级。将炼狱牙子瞬间收起来后，赵一凡骑乘混沌麒麟迅速躲闪。这边刚躲闪开来，如同黄金狮子的超脱境荒兽已经出现在赵一凡跟前。混沌麒麟速度是极快，可是还比不上超脱境的荒兽。他现在也是觉醒境3级，和超脱境3级的荒兽有着高达40级的等级差距。这头荒兽临近赵一凡后，抬爪一挥，一道半米多长的锋刃急速朝着赵一凡斩来。面对这种情况，赵一凡手中乌木剑展出烈日斩，锋刃和烈日斩相撞，同时消散。而赵一凡手中的乌木剑，因为刚刚赵一凡用出烈日斩，出现了一些细微的裂缝。烈日斩在赵一凡玄天地经加上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下，爆发的威能非常强大。只是凡品2阶的乌木剑根本承受不住如此爆发。烈日斩斩出，抵消了锋刃。赵一凡紧接着凌云掌使用出来，其化作一个巨掌，拍向了超脱境3级的荒兽。面对赵一凡的攻击，这头超脱境3级的荒兽一个跳跃，躲闪到了另一边。简单试探过后，赵一凡直接将混沌麒麟收了起来。骑乘着混沌麒麟，欺负速度不如混沌麒麟的荒兽还行，面对超脱境的荒兽，还得赵一凡自己上。行字密运转，赵一凡瞬间来到超脱境3级的荒兽身边，接着他一跃而起，落在这头荒兽的身上。接着赵一凡一拳一拳地打在这头荒兽的脑袋上。相对于利用灵力实战手段，拥有混沌洪荒先天圣体道胎的他，肉体力量更是强大的可怕。数十拳在瞬间被赵一凡击打在荒兽身上，而与此同时，这荒兽身上冒出火焰，燃烧着赵一凡。面对荒兽身上火焰的燃烧，赵一凡感觉其对自己造成的伤害极低，继续攻击这头荒兽。又是数十拳下去，赵一凡从荒兽身上一跃而起，凌空看着这头荒兽。随着庞大的火焰从荒兽身上冒出，赵一凡面前也出现了一个由灵气汇聚而出的灵气罩。
当火焰消失，赵一凡落地，将已经被斩杀的超脱镜荒兽尸体收起来。紧接着，赵一凡从面板商城中购买了一身布衣，将自身已经烧焦的衣服撤下换上。换上衣服后，赵一凡将混沌麒麟召唤出来，骑在他身上，朝嘴中扔了几枚黄阶完美品质灵气恢复丹药。还是猎杀超脱境的荒兽收获大，这个荒兽的老巢中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好东西。走，过去找找看。一头超脱境3级的荒兽，赵一凡虽然自己消耗不小，可是结果是非常惊人的。因为是越级击杀，越级了22级，赵一凡得到了92万点等级经验。现在赵一凡升级需要等级经验是200万点，也就是说，只需要杀上3个不低于超脱境3级的荒兽，他就能够升级。而赵一凡之所以能够越这么多级击杀荒兽，也是得益于地阶修炼功法和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但凡缺少一个，他也无法做到。除了等级经验外，赵一凡还得到了4500多万枚灵石。一般等阶高的荒兽，其巢穴中都有着一些珍稀的材料。搜索了一圈，赵一凡只是得到了1块玄阶的炼器材料和2块黄阶的炼器材料。手中都有地阶炼器材料的赵一凡，现在眼光高了，对本来较为珍贵的玄阶炼器材料都有些看不上眼了。穷鬼，也没个灵药什么的。眼看什么都没有了，赵一凡骑乘混沌麒麟赶赴下一目标。越是高阶的荒兽，数量越是稀少，就如退凡境的荒兽，寻常想要猎杀，光是寻找就要找很长时间。而对于赵一凡来说，他曾经就猎杀过不少超脱境的荒兽，知道不少超脱境荒兽的巢穴大概方位所在，自然就省下寻找这一个环节。其实当下对于赵一凡而言，还有个能够快速升级刷灵石的方法，那就是找一些妖族修士的聚集点，去猎杀妖族修士。每一个妖族修士聚集地都有大量的妖族修士，赵一凡是知道数处妖族修士聚集地的。只不过相对于荒兽，妖族修士手段不比人类差，不能按照面板属性来衡量战力，这方法比较冒险，稍有不慎就会被妖族修士反杀。几分钟后，赵一凡又来到了另外一个超脱境荒兽的巢穴前，自己动手将其斩杀，奔赴下一个地点。一共杀掉3个超脱境荒兽后，赵一凡得到了 1.42 亿多灵石，等级也提升到了先天境2级。难怪那些圣地天骄一个个年纪不大，等级超高。这拥有地阶修炼功法加上高阶的特殊体质，前期升级太容易了。时间一晃，下午5点，赵一凡的等级提升到了先天境8级，灵石收获到 16.8 亿。因猎杀超脱境的荒兽升级极快，赵一凡也就没有使用丹药升级，准备留下灵石以备后用。这片区域超脱境荒兽基本上杀的差不多了，再往里走容易遇上神通境的荒兽。神通境荒兽都拥有本命神通，不是我现在能够抵挡的，换个地方继续。给赵一曼发了信息，说自己不吃晚饭了，然后赵一凡就开始继续到处游走，猎杀荒兽刷灵石。等到了晚上9点多的时候，赵一凡的等级提升到了先天境10级满经验。玄天地经运转，赵一凡没有遭遇小关卡的限制，突破到了退凡境1级。突破到退凡境1级后，赵一凡打开属性面板看了一眼，比起先前先天境1级的时候，赵一凡退凡境1级基础面板属性整体正好翻了10倍。生命值经过修炼功法加成达到119200000，灵力值59600000，上亿的生命值已经达到了接近神通境基础面板的一半还多一些。地之永恒中，每一个小境界对于之前的境界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跨越，而大境界之间的跨度更大。先前赵一凡就能猎杀超脱境的荒兽，现在他又突破一个小境界，但依然没把握能够战胜神通境的荒兽。现实中是神通境8级的他，可是知道神通境的神通有多么的变态强大。按照赵一凡自己估算，他达到超脱境后，差不多才有和神通境中低等级荒兽掰手腕的能力。看了看自己现在拥有的 27.6 亿多灵石，赵一凡返回城市，找到赵一曼和云梦溪，给了赵一曼和云梦溪各1亿灵石，让他们嗑药升级。赵一凡就直接离开。他今天这么努力，一刻不停留的升级刷灵石，不光是为了明天做准备，还有就是赵一凡打算提前探索一处机缘。这机缘曾经赵一凡知道的时候已经是很久以后了，他去探索的时候已经成为废墟，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现在他认为他可以去先一步过去看看情况，看看能不能提前将这机缘弄到手。反正现在死了能够复活，赵一凡认为就算是自己死上几次，如果能够将这机缘弄到手的话也不亏。就算是得不到全部，只得到一部分，对他的战力也将会是极大的提升。当然能够不死的话肯定是不死最好，所以赵一凡才使劲升级，将自己升级到退凡境1级。达到退凡境1级，面板属性提升上去，赵一凡才有较大的把握能够获得这机缘。第28章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的急速提升。在去往这处机缘地之前，赵一凡先是将背包中众多猎杀荒兽的尸体在城市收购点卖掉，然后就来到了龙渊城。从龙渊城的西边大门离开，
赵一凡直奔目的地。半个多小时后，赵一凡来到了一处连绵的山脉前，望着眼前云雾缭绕的山脉，赵一凡直接进入其中。刚刚踏入其中，信息栏上就提示赵一凡遭遇到莫名能量的侵蚀，生命值下降。赵一凡看了一眼自己的生命值，差不多每10秒左右就会下降一次，一次损失1万点。这也就是赵一凡，这要是换做一个其他人，不达到退凡境，刚进入到这处山脉时就直接死了。要知道，赵一凡现在拥有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肉体力量无比强大，肉身防御力也是非常强大。要不是有着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不达到神通境，赵一凡都不会来此地，因为根本撑不住。现在赵一凡上亿的生命值，能够在此处待上200多分钟。当然，有着黄阶完美品质生命恢复丹药，赵一凡只要是有时间能够吃药恢复，按照这种力度能够一直待在这里。黄阶完美品质生命恢复丹药，一枚是5000灵石，1分钟内恢复20%的生命值，最高恢复上限是500万点。贵是挺贵，寻常玩家根本用不起，但是效果也非常好。这要是在危急关口使用，绝对是保命的良药。赵一凡当前1亿多的生命值，20%早就到了生命恢复上限。也就是说，赵一凡使用黄阶完美品质生命恢复丹药，是1分钟恢复500万点生命值。不过，随着赵一凡的深入，最初的时候每10秒降低1万点生命值，变成了2万，接着是3万。当赵一凡来到山脉中一个山峰前的时候，已经是每10秒20万生命值掉落。也就是说，现在不用生命恢复丹药的话，赵一凡最多能够在这里待10多分钟就会死亡。所以每隔4分钟，赵一凡就必须用掉一枚黄阶完美品质生命恢复丹药来维持自身生命值时刻处于最佳状态。这还没进入其中呢，这要是进入其中，生命值掉的更多，黄阶完美品质生命恢复丹药也不够啊。其实当下赵一凡可以利用灵力笼罩自身来防御侵蚀，不过现在黄阶完美品质恢复丹药还能够让赵一凡保持生命值最佳，他就没动用灵力。接下来还需要不知道面对什么样的情况，赵一凡必须留有充足的灵力来保障应对任何突发情况。至于花点灵石购买黄阶完美品质生命恢复丹药，对赵一凡而言根本不算事。围着山峰之下转了一圈，赵一凡找了个位置，拿出来从面板商城购买的铁锹，就开始挖掘起来。拥有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的赵一凡，肉体力量十分强大，挖掘速度极快。一边挖掘一边利用黄阶完美品质生命恢复丹药。半个多小时后，赵一凡从山峰底下挖掘出来一个直通山峰之内的通道。至于挖掘出来的土啊、碎石什么的，则是被赵一凡收入到背包中。在地之永恒没反馈之前，玩家的背包近似无限大。山峰山腹是空的，有着一个巨大的山洞，先天境就有在黑暗中夜视的能力。赵一凡趴在通道中，朝着山腹山洞内四下打量。打量一番后，赵一凡跳跃进入到山腹山洞中。此时赵一凡每10秒掉落生命值已经达到50万点。随着赵一凡朝着山洞中心的一处水潭走去，赵一凡的生命掉落随之增加。当赵一凡来到水潭旁边时，赵一凡的生命值掉落已经是每10秒100万点。黄阶完美品质生命恢复丹药，恢复上限是500万点生命值。现在赵一凡光靠生命恢复丹药的话，等于每分钟损失100万点生命值。赵一凡的生命值当下是1亿1920万，按照现在损失生命值的程度，赵一凡能在此地停留2个小时。不过要是这么简单就能够获得此处机缘的话，赵一凡也不会升级到退凡境1级才来此地。赵一凡试探性的朝着水潭中伸手，感觉微微一疼，而他的生命值也在他接触水潭的时候额外的损失了10万点。只是接触了一下就损失了这么多生命值，赵一凡微微呼了一口气，感叹此地恐怖。赵一凡拥有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他最清楚被他提升到初级80%的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有多么强大。朝着嘴中扔了数枚黄阶完美品质生命恢复丹药后，赵一凡纵身一跃，直接跳入到水潭之中。整个进入到水潭之中，赵一凡的生命值开始以每秒100万的速度急速损失。按照这个进度，赵一凡最多只能够在水潭中撑2分多钟。同时，赵一凡感觉周身无比的刺疼，虽说没当初他在棺材里面时候疼痛的那么厉害，但也弱不了多少。赵一凡玄天地经全力运转，体内灵体外散，顿时疼痛感减弱，同时生命值的掉落也从每秒100万降低到50万。伴随着疼痛，赵一凡信息栏上除了生命值掉落的信息，其中还掺杂着其他零散的信息提示。基本上每隔10秒，赵一凡的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就会增加1%的成长进度。1分钟后，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的成长进度增加了5%。2分钟后，成长进度增加了11%。而且随着赵一凡的体质成长度增加，他的体质变强，损失的生命值也在下降。2分钟，赵一凡的生命值也已经跌落一大半，还剩下5000多万。
灵力值也在刚刚抵挡侵蚀的过程中消耗掉1500多万点。看了眼生命值和灵气值，赵一凡纵身一跃，从水潭中出来。有着灵气的防护，加上赵一凡的体质成长度增加，体质更强。原本在水潭旁边每10秒掉落100万点，生命值缩减到45万点，而灵力值也在每秒2万点的快速消耗，生命值锐减到每10秒损失45万点，1分钟是270万点。靠着黄阶完美品质生命恢复丹药，赵一凡每分钟能够恢复230万生命值。半个小时后，赵一凡生命值恢复到上限，而灵力值消耗了近2000万点，加上先前的消耗，赵一凡灵力值还剩下2300多万点。黄阶完美品质灵力恢复丹药价格要比黄阶完美品质生命恢复丹药贵了一半，是1万枚灵石一枚。恢复效果和黄阶完美品质生命恢复丹药一样，用来恢复超凡境的灵力是 20%， 上限500万点。7分钟后，赵一凡的灵力值恢复到上限，而生命值7分钟过去又掉落了2100多万。又是15分钟后，赵一凡的生命值和灵力值全部恢复到上限。生命值和灵力值全部恢复后，赵一凡看了眼时间，11点13，深吸一口气，赵一凡再次跳入到水潭之中。当赵一凡生命值下降到一半时，赵一凡的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成长进度达到了初级 100%。 看着20-30秒成长进度没有增加，赵一凡将先前排行榜榜首随机奖励得到的能洗金发水的圣阶灵药拿出来服用。随着赵一凡将其服用，赵一凡感觉体内出现一股较为庞大而柔和的能量在滋养他的全身。他的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也随着这股能量的滋养，从初级 100% 达到了中级 2%。 感受自身肉体各方面比先前强大了数倍，赵一凡松了一口气。原本赵一凡在水潭中每秒掉落40多万的生命值，随着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的成长达到中级，直接锐减到了每秒8万点。每秒8万点，1分钟480万。赵一凡现在靠着黄阶完美品质生命恢复丹药，能在灵力值没有耗尽之前一直稳定自己的生命值不掉落。本身赵一凡在水潭中是全身感觉刺痛，随着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达到中级，他只感觉周身比较酥痒，疼痛感已经很微弱。现在我肉体力量无比强大，再遇上超脱境的荒兽，一拳打死应该没多大问题。也不知道此处能够将我体质提升到什么程度。因目前赵一凡生命值已经可以靠着黄阶完美品质生命恢复丹药保持不掉落。赵一凡看了一眼还剩下7000多万的生命值和3500多万的灵力值，继续待在水潭之中。20多秒后，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的成长度增加 1%， 生命值的掉落变成每秒7万点。2分钟后，赵一凡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的成长度达到 6%， 生命值的掉落也变成每秒4万点。功法还在运转，不过赵一凡没再利用灵力进行防护抵御，生命值掉落又重回刚才的每秒8万点。而随着赵一凡放开灵力抵御，顿时赵一凡又感觉到疼痛感袭来，而效果就是原本20多秒增加1点的体质成长度，现在10多秒就能够增加 1%， 时间锐减了一半。在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成长度增加之后，生命掉落开始2万的减少。当成长度达到中级 10% 的时候，赵一凡待在水潭表面已经不损失生命值。不过随着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的成长度增加，成长度增加的速度也在减缓，从中级 10% 到中级 11%， 足足花费了1分多钟，接着就是2分多钟、3分多钟。等达到中级 15% 的时候，赵一凡在水潭中待了10分钟也没有提升。不过赵一凡能够感受到水潭对他体质提升还有点作用，只是提升的比较缓慢，所以赵一凡也不着急，趁机将自己生命值和灵力值全部用恢复丹药恢复到上限。待在水潭中运转功法提升自己的体质，赵一凡看了一眼背包中的灵石，他从来到此处山脉中购买恢复丹药，一共花费了200来万灵石。看了背包一眼后，赵一凡考量起来下一步。这个水潭对特殊体质的提升效果出奇的好，不过和水潭下的东西比起来，这水潭根本不算什么。体质提升，我现在战力暴增，把握更大了。不过现在水潭还能提升体质，不能浪费。而且快要结算了，不知道这次排行榜榜首能够随机奖励些什么。赵一凡并没有再度利用黄阶完美品阶等级经验丹药来升级，现在他退凡境1级，需要升级经验是2000万。靠着黄阶完美品阶等级经验丹药升级的话，需要20个亿的灵石才能升1级。利用灵石升级对现在的赵一凡而言，性价比不是很高，他手中灵石倒是能够再让他升1级。但是新功能就要开启了，赵一凡打算先留着灵石。现在赵一凡身处水潭中，还没有什么危险，又能够提升体质，赵一凡准备维稳一波，再深入水潭获取水潭下方的机缘。因为没有嗑药升级，现在也不用利用恢复丹药恢复生命值和灵力值，
赵一凡只需要运转玄天地经就行，因此悠闲了下来。浏览地之永恒官方论坛上各种帖子，和赵一曼、云梦溪有一句无一句的闲聊。时间过得飞快，很快就到了凌晨12点。一直待在水潭中，赵一凡的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的成长度达到了终极 19%。到了终极 19% 后，水潭中提升效果已经锐减到赵一凡不好好感受都察觉不到的程度。凌晨12点一过，就是地之永恒开服的第4天，赵一凡也是第4次得到各大排行榜榜首的随机奖励。此次除了体质排行榜外，赵一凡一共4个榜单排名第一，分别是等级排行榜、神豪消费排行榜、坐骑排行榜以及战宠排行榜。其中战宠排行榜今天是第一次结算奖励，赵一凡对战宠排行榜榜首能够得到什么奖励是最为期待的。除了基础奖励外，一共4个随机奖励，赵一凡扫了一眼，查看他们的介绍。等级排行榜榜首的随机特殊奖励是一个特殊道具玉佩，没有品阶，只有一个功能，将其携带在身上，能够增加修炼功法感悟，加成是 20%， 相当于一个黄阶专属天赋，说不上多好，但也不算是多差。神豪排行榜榜首的随机特殊奖励是一张门票，凭借着这张门票，可以在2天后参加太乙圣地在都城中举办的一场拍卖会。坐骑排行榜榜首的随机特殊奖励是一枚天阶下品丹药，给觉醒境的坐骑服用，可以直接让其升级1级。而战宠排行榜的随机特殊奖励让赵一凡感到有点惊喜，没白费他的期待。果然，第一天的榜首特殊奖励都是会给点好东西的。第29章，水潭底下的巨大机缘。其他榜单榜首的随机特殊奖励对赵一凡现在而言不算是多好，不过能有点就行。赵一凡也不奢望每天都能够给极好的好东西。而战宠排行榜榜首的随机特殊奖励对于赵一凡来说就是个不小的惊喜了。战宠品质提升丹，地阶上品丹药，使用后可以给地阶及以下战宠提升1至2个小品阶。小姑，今天结算奖励是什么？赵一凡唯一没有得到榜首的就是体质排行榜，不过拥有了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上不上榜无所谓了。而且肥水不流外人田，赵一曼是当下的体质排行榜榜首，他得到了就相当于赵一凡得到了。赵一凡给赵一曼发了信息后，赵一曼马上就给赵一凡进行了回复，感觉不是太好，是一张地图，标注了一个天阶下品灵药所在位置。先前的时候，赵一曼是得到了圣阶灵药给赵一凡用掉了，现在的奖励是一个天阶下品灵药所在位置的地图，还需要自己去寻找。赵一曼认为这奖励不怎么样，看过赵一曼发过来的信息，赵一凡也感觉挺一般的。其实在询问赵一曼的时候，赵一凡就已经猜想可能没得到什么太好的东西，要不然按照赵一曼的性格，他早就第一时间给赵一凡说了。曾经的赵一凡为了一个玄阶的灵药都要费尽心思的去寻找，去和别人争夺，而现在一个天阶下品的灵药，因为还需要自己去寻找获取，赵一凡已经有些看不上眼了。就连赵一凡自己都是深感，现在他被众多超高的好东西将眼光拉到了极高的地步。凌晨12点10分，信息提示：地之永恒新排行榜和新功能开启，都城传送阵已经开启，玩家可自行通过传送阵传送到12都城。兵器法宝排行榜已经开启，锻造功能全面开放，玩家可以通过学习锻造术打造属于自己的专属兵器法宝。随着新的排行榜开启，顿时就有众多玩家直接登榜。赵一凡一直没有去给自己弄一件兵器法宝，地之永恒中玩家数量众多，自然也不乏是有一些幸运儿。兵器法宝排行榜上排在首位的是一个玄阶5品的残缺法宝，评分22500点。除了这件玄阶下品的法宝外，下面是清一色黄阶的兵器法宝。凡是黄阶的兵器法宝，只要评分达到1000点的都能够上榜，而只要不是残破的黄阶兵器法宝，评分都是2000点以上。新功能开启，属性面板上出现了一个锻造界面，还是非常熟悉的锻造特惠大礼包，只需要999就能够得到一本基础锻造术和一张凡阶3品的锻造图鉴，以及一份相对应的锻造材料。学会锻造术就可以利用各种材料给自己打造兵器法宝。当下各种黄阶炼器材料基本上都能够通过面板商城购买，在面板商城中还有着各样式的兵器法宝锻造图鉴。赵一凡将新手锻造特惠大礼包购买下来，然后将锻造术进行学习。现在待在水潭中多少还有点效果，赵一凡就直接开始利用刚学习的锻造术进行锻造。地之永恒没有反馈之前，很多东西都被简化了许多，比如说锻造，玩家只需要将使用锻造图鉴，然后按照图鉴上的材料放入其中就能够进行锻造，然后根据要锻造的兵器法宝等阶不同，材料是否充足，出现相应的锻造时间和锻造成功率。赵一凡将新手锻造特惠大礼包中的凡阶3品锻造图鉴和相应的锻造材料置放在锻造面板中，下面显示出来锻造时间3个小时，锻造成功率 56%。 当下地之永恒中消费无处不在，从不为难能氪金消费的玩家，在锻造时间下面有着临时加速
锻造成功率下面也有着零时提供成功率。根据要锻造的兵器法宝品阶种类不同，需要用到的零时数量不等。赵一凡选择锻造的这个凡阶3品兵器，用零时加速的话，每小时加速是300枚零时，3个小时需要900枚零时，而锻造成功率每增加1%的成功率是需要30枚零时。也就是说，赵一凡选择100%完美立刻锻造出来，一共是需要2220枚零时。直接拉满锻造成功率，选择零时加速锻造，赵一凡锻造出来一柄凡阶3品的长剑。随着赵一凡锻造出来一柄凡阶3品的长剑，他的锻造术经验增加。之后，赵一凡就在面板商城中花费10万枚零时购买了一张黄阶10品的锻造图鉴，然后根据图鉴上面的材料，在面板商城中将相应的炼器材料购买，一份材料共需要花费了60多万枚零时。有了图鉴和材料，只是基础，也不是说就一定能够将黄阶10品的兵器锻造出来。赵一凡将图鉴中的材料按照放置到锻造面板中后，需要的锻造时间是20个小时，锻造成功率是 1%， 锻造时间零时加速1个小时是2万枚零时，光是零时锻造加速就是需要40万枚零时。而锻造成功率，赵一凡看了一下，增加 1% 锻造成功率就是2万枚零时，也就是说锻造成功率要是拉满，需要198万枚零时，加上购买材料的60多万，再加上零时加速和增加锻造成功率，想要锻造出来黄品10阶的兵器法宝，需要300万枚零时。不过地之永恒中氪金大佬数量不少，在赵一凡选择拉满锻造这个黄阶10品武器的时候，一排黄阶10品武器直接登上兵器法宝排行榜。显然，这都是氪金大佬购买当下最高能够购买到的锻造图鉴和材料，然后拉满锻造出来的。同样都是黄阶10品的兵器法宝，因种类不同，最终锻造出来的也是有好有坏，评分不一。赵一凡这边将锻造成功率拉满，然后零时加速，得到了黄阶10品的一杆长枪，锻造经验增加。看了一眼后，赵一凡继续购买材料进行锻造。赵一凡现在不是为了锻造出来黄阶10品的兵器法宝，而是为了将锻造术的等级拉上去。趁着现在有这机会不提升，以后想要提升可是需要实打实的去锻造才行。他还是将锻造成功率拉满，然后进行零时加速完成。片刻后，赵一凡的背包中就多出来10杆黄阶10品的长枪兵器。这锻造术提升是真难，我锻造术初级打造黄阶10品的兵器才增加 1% 的进度。看过一眼后，赵一凡没有继续锻造，因他的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在刚刚提升到了中级 20%。 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成长度达到中级 20% 后，赵一凡清晰地感觉自己在水潭中已经没有任何提升。锻造术可以以后有时间的时候提升，当下赵一凡还是更加迫切得到水潭内的机缘。而随着都城的开启，无数玩家也是第一时间进入到各个都城之中。都城开放传送，相当于是个新地图，能先人一步探索新地图，就有可能抢占先机。传送到都城中，无数龙国玩家发现有众多其他国家的玩家也传送到了都城中。听着传送阵周围一声声经过特殊翻译而来的磕磕绊绊言语，所有传送到都城的玩家都有些诧异。本来地之永恒中，由于官方论坛按照国家给分割开来，玩家只能够在隶属自己国家的论坛板块上发帖，有不少玩家就认为地之永恒是按照国家分区服了。很多虚拟游戏都是这样的，开始的时候分区，等到一定程度后合区。先前的时候，有龙国玩家和外国玩家现实中联系，询问对方的情况，在什么新手小镇什么城池内。得到对方所在小镇和城池后，就有龙国玩家在传送阵上寻找，结果就是根本找不到。各国的官方论坛上都有相关的验证帖子发出来，基本上所有玩家都是认为各国都有着独属于自己的区服。可现在都城传送阵开通，进入到都城后，见到外国玩家了。地之永恒的官方论坛也因此无数相关帖子踊跃出来。擦擦擦，怎么回事？传送到都城中遇上外国人了，这突然看到其他国家的玩家，我还有点懵。是啊，什么情况？各国不应该是不同区服的吗？这是突然合区了？这才第4天啊，这么快的吗？我发现都城的传送阵能够传送到其他国家玩家的城市，脚窝灭寇的兄弟们，闲着的来瑶光都城，我报销传送费，咱们去那个小岛国的城池耍一耍。虽然地之永恒的官方论坛上各国没有互通，可是龙国玩家对于其他国家玩家的城市还是有点印象的。当即就有不少龙国玩家呼朋唤友要去其他国家的城池中转一转，然后看看能不能捣捣乱、杀杀人什么的。龙国这边的几个玩家组织工会，第一时间集合起来前往其他国家的城池。也有众多其他国家的玩家通过都城的传送阵传送到龙国的城池中。去往其他玩家的城池大都是抱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杀其他国家的玩家。寻常虚拟游戏基本上也都是如此，只要是和服或者什么的。
凡是能够接触到外国玩家，要是不杀上一些外国玩家，那等于是这游戏白玩了。虽然这各国之间连通起来有些让人诧异，可是这不妨碍广大玩家们这种去杀其他国家玩家的心。尤其是龙国对岛国，那更是痛恨欲绝。每个虚拟游戏中，就属这两个国家的玩家打得最激烈。现实中没办法报仇，在游戏中那还不是疯狂发泄自己的仇恨。而很多虚拟游戏为了捞钱，也都刻意的将龙国和岛国给弄到敌对面上，双方打生打死的，死了掉级掉装备，不得氪金花钱提升打回去啊。虽说先前岛国爆发了超级大地震，导致不少岛国人死在地震中，可这不影响龙国玩家在地之永恒中去针对岛国玩家。另一边，赵一凡自然是知道都城开放意味着各国玩家之间连通，不过当下赵一凡可没有什么心思去其他国家的城市新手小镇去猎杀他国玩家。感受一番自己当下的状态，赵一凡开始朝着水潭内下沉。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的成长虽然没有在面板上体现，可是当下赵一凡的体魄无比强悍。他认为光凭当下的体魄，就是现实中的他都远远不如。虽然随着赵一凡在水潭内下沉，周遭水压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但对赵一凡而言根本没什么影响。没过太久，赵一凡下沉到了潭底之中，潭底之下非常的广阔平整，一个由锁链锁住四角的青木棺材在水潭下散发着淡淡微光。看着此行目标就在眼前，赵一凡环视整个潭底。自进入到水潭之中后，赵一凡除了遭受莫名能量的侵蚀而损失生命值外，没有遭受其他的危险。现在目标就在眼前，赵一凡也不知道自己去开馆之后有什么变故。环视一圈后，赵一凡身前出现了数十个灵气团，这些灵气团出现之后快速朝着四周扩散。除了避开了青木棺材外，这些灵气团在水潭下方到处游荡，居然没有阵法存在，真是奇怪。看没有任何阵法被灵气团触动，赵一凡朝着青木棺材缓缓而去。随着赵一凡的靠近，赵一凡感觉浑身微微刺痛，不过他现在体魄强大，并没有因此掉落生命值。青木棺材长2米左右，高和宽1米多。来到青木棺材上方，赵一凡深吸一口气，他打算用最快的速度打开棺材盖，然后将棺材中的所有东西收走。那样的话，就算是有任何变故，或者是直接死掉也没太大关系。蓄力一击，赵一凡一掌拍在棺材盖上面，棺材盖瞬间飞出。赵一凡用自己当下最快的速度，看也不看，将棺材中所有东西全部快速收入到背包中。而也就在赵一凡接触到棺材盖的那一瞬间，赵一凡生命值直接锐减200万，在收走棺材里面的东西时又锐减1200万。当赵一凡将所有棺材中的东西收入到背包中后，赵一凡施展行字秘，全力朝着上方疾行，谨慎防备变故。能不死的话，赵一凡还是不想死一次的。第30章，雁过拔毛导致身死。将棺材中的东西收入到背包中，赵一凡就迅速远离。然而赵一凡都已经距离潭底很远了，也没有任何的异动发生，没有任何危险。什么情况？此刻的赵一凡能够直接选择离开的，可是想了想后，赵一凡用恢复丹药恢复自己的生命值，又重新下沉。在使用生命恢复丹药恢复生命值的时候，赵一凡查看了自己在棺材中得到的东西，一共得到3样东西，一个金属片，一个小炉鼎，还有一个就是一节洁白如玉的手指骨。3样东西并未有属性介绍，暂时还看不透是什么东西。不过那一节手指骨，赵一凡先前接触到它的时候，生命值掉落迅速，其中蕴含了恐怖的能量。赵一凡猜想，这个水潭中蕴含爆裂的能量，可能和这一节手指骨有关系。因曾经赵一凡就听说，有人在此地获得了传说中大地的骨骸和遗物。棺材里就3样东西，数十亿灵石和 SVIP。 此刻赵一凡不知道，因为自己死了一次，从而在地之永恒官方论坛上热议。他看了一眼自身死亡信息后，就离开复活点，准备找个地方先将锻造术等级提升上去。刚走出复活点，赵一凡就收到了赵一曼发来的询问信息。赵一曼询问赵一凡怎么死的，是不是被伐地联盟杀死的，要不要想办法去杀回来。显然他看了地之永恒官方论坛上的一些帖子，有些认为赵一凡是被伐地联盟算计杀死了。我是在探索机缘的时候死的，就伐地联盟那群玩家对我而言根本没有任何威胁。这样啊，我看一些帖子有模有样的说你是怎么被击杀的，还以为你真是死在伐地联盟手里呢。时间好晚了，等下我就和梦溪去睡觉了，你也别太紧绷着，适当的休息休息。好。和赵一曼发信息聊了几句，赵一凡来到了龙渊城的传送阵。抛去先前的消耗，现在赵一凡手中还有 22.5 亿多枚灵石，这些灵石用来升级的话，能够让赵一凡再度提升到退凡境1级。可现在等级经验太高，完全利用灵石修炼的话，性价比极低，远不如去杀怪升级。虽然掉了1级，
可是赵一凡的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提升了，他比先前的实力还要强大很多倍。如神通境的荒兽或者修士不用神通的话，赵一凡认为凭借自己强大的肉体力量都能够快速击杀。赵一凡还是将目标锁定在去击杀超脱境荒兽身上，这是目前他升级最快、刷灵石最快的方法。其实赵一凡还有一个更快捷的刷灵石方法，不过这方法赵一凡认为自己达到神通境，拥有神通后能够去试一试，现在去就是找死。还是找寻超脱境的荒兽进行猎杀。在寻找赶路的过程中，赵一凡不断的利用锻造术锻造兵器。时间一晃，2个多小时过去，赵一凡的等级重新升级到了退凡境1级。其实正常来说，玩家小境界刚突破提升的时候，都会尽量避免自己死亡掉级，毕竟死了需要重新利用破境丹来破关。不过这点对于赵一凡而言没影响，他现在破关根本不需要用到破境丹。现在实力大增，肉身力量媲美神通境，赵一凡击杀超脱境的荒兽更为快捷，基本上就是寻找到了避开第一轮荒兽的手段后，上去一拳就直接击杀掉。甚至有些超脱境的荒兽因为没能及时发现赵一凡靠近，被上去一拳偷袭瞬秒。2个多小时，赵一凡升了1级，又获取到了 8.25 亿多枚灵石。最初的时候，赵一凡试过自己专属天赋后，就知道这是个恐怖无比的天赋。随着他的实力提升，其恐怖之处也是慢慢的展现出来。而在这2个多小时的时间里，赵一凡趁着寻找荒兽的空闲时间，花费了10亿多枚灵石，锻造出来了数百柄黄阶10品的兵器。之所以利用大量的灵石来快速提升锻造术，是因为赵一凡早有打算。现在他最高只是能够锻造出来黄阶10品的兵器，虽然也能在兵器法宝排行榜上获取名次，可是得不到第一。他要先将锻造术提升到高级，然后去加入到地之永恒中的驻兵工会，获取更高品阶的锻造图鉴和材料。在地之永恒中，正常来说，初级锻造术对应的是打造凡阶，中级锻造术打造黄阶，锻造术高级能够打造出来玄阶兵器法宝。之所以能够在锻造术初级打造出来黄阶10品的兵器法宝，完全属于氪金的效果。要不然的话，凭借那1%的成功率，基本上这辈子也不可能打造出来黄阶兵器法宝。所谓的1%的成功率，其实就是个虚的，是最低显示1%，而不是真有1%成功率。驻兵工会会对加入者进行锻造术考核，准入门槛就是高级锻造术。赵一凡目前想要获得更高品阶的锻造图鉴和材料，通过驻兵工会是最简单便捷的。当下赵一凡的灵石消费总额达到了接近21亿灵石，在他消费到20亿的时候 ，SVIP 等级提升1级 ，SVIP 2级的总加成达到 380%。早上6点多的时候，赵一凡的等级升级到了退凡境2级，同时又获得了 12.5 亿多枚灵石。灵石消费总额达到30亿时 ，SVIP 等级升级到3级，加成 430%。而锻造术上又花费了15亿，当下赵一凡的灵石消费总额达到36亿多枚。按照赵一凡的估算，再有个10亿枚灵石，他的锻造术差不多就能够提升到高级。现在赵一凡的手中还有 17.5 亿多灵石。最初的时候，赵一凡消费灵石每次都能够引起不小的热议，而现在随着赵一凡灵石数量消费越来越多，先前还是几亿，这已经都达到好几十个亿了。反而没有几个玩家在地之永恒官方论坛上讨论这事了，几乎所有玩家都认为赵一凡100%是游戏公司改数据来的。既然能够改数据，这灵石数量还不是想怎么改怎么改，改多少都不出奇。反而是又有一个等级排行榜第11名的玩家死亡掉级，伐地联盟宣称还是他们斩杀的，这事讨论关注的玩家比较多。一晚上有3个等级排行榜前列的玩家死亡掉级，伐地联盟还都宣称是他们做的，并大肆宣扬他们伐地联盟多么强。因伐地联盟杀的都是龙国玩家，这让很多龙国玩家对伐地联盟反感到极致，以至于有很多龙国玩家一晚上都在等待着赵一凡什么时候能去反击伐地联盟，杀他们个落花流水。可惜一夜过去，赵一凡除了等级提升，加上在神豪排行榜上消费金额数字不断飞升，并没有赵一凡反击伐地联盟的消息，也没有赵一凡猎杀其他国家玩家的消息。很多龙国玩家对此感到非常失望。早上8点，赵一凡停下了猎杀的步伐，他这期间又花费了9亿多灵石，锻造术提升到了高级。寻常来说，抛去玩家能够和赵一凡一样利用灵石加速和提升锻造成功率来提升锻造术，地之永恒中原居民就算是比较有锻造天赋之人，光是初级提升到中级就要花费数年的光阴，而中级提升到高级所需要时间更久，10几年20几年都不一定能够达到。赵一凡能够短时间内锻造术达到高级，完全靠的就是地之永恒反馈前的时机，氪金消费就能够得到一切，从而消费海量灵石而达到的。整理查看了一下，当下等级距离升级还差一小半才能够升级到退凡境3级，
灵石还有 16.8万多枚。灵石一共花费了 45.5亿 ，SVIP 在消费40亿灵石时升级到 SVIP 4级，加成 480%。因先前和赵一曼和云梦溪说好8点左右吃早饭，赵一凡下线就看到赵一曼和云梦溪一左一右弯着腰在他面前。按照先前，他们早就通过虚拟游戏舱呼叫赵一凡了。不过在赵一凡给他们展示了特异功能后，他们现在担心直接呼叫赵一凡会影响到他。其实对于赵一凡而言，他现在根本不用吃饭，下线吃个饭不过是相当于中途休息休息。一直不闲着的到处杀怪，身体和精神都没事，可是心理上会感觉有一些疲惫感，正好下线缓解一下心理上的疲劳感。10多分钟后，赵一凡进入到地之永恒中，花费200枚灵石传送到刚刚开启的12大都城之一的道义都城。道义都城是道义圣地对外创建的都城，绝大多数产业都是属于道义圣地的，剩下的就是其他圣地或者宗门势力的产业。相对于其他城市，道义都城就和蓝星上的国家首城一样，非常的繁华，各种各样的产业商铺众多，各行各业应有尽有。整体道义都城比蓝星龙国的首城还要庞大数十倍，起码数亿人居住在这里。没有和蓝星首城中那样各种高楼大厦，都城内的建筑最高就是9层楼，一个个古香古色，十分的有韵味。曾经赵一凡第一次到达都城的时候，就被都城的繁华庞大所震撼。不说别的，光是道义都城传送阵所在的广场就非常的辽阔，容纳个1800万人不成问题。而且道义都城的传送阵不是只有一个，而是有数排数百个，每一个传送阵前面都有专人负责看守传送。各色各样的人或是从传送阵中出来，或是从其他地方来往传送阵区域。有悬挂道义圣地身份令牌的弟子，组成3、5成群的小队在到处巡逻。因为各大都城是今天刚开通的，有不少各国玩家来来往往。不过相对于玩家，还是地之永恒中原居民的数量更多。其传送阵区域就相当于现实中的高铁站和机场一样。赵一凡环视一圈，看着周围大量形形色色众多骑着坐骑来来往往的人，朝着旁边的一处传送阵走去。都城太大，在都城内也是有着大量的传送阵，能够传送到其他区域，就和现实中地铁差不多。找到负责传送的人员，说出要传送的区域，交纳灵石，赵一凡来到了道义都城中驻兵工会的门前广场。驻兵工会是一个由炼器师联合组建出来的工会组织，当时有名有姓的炼器大师基本上都有加入到驻兵工会。想要加入到驻兵工会，没有什么其他要求，不管是你什么势力组织的弟子成员，只要你拥有高级锻造术，是高级炼器师，就能够加入其中。验证过程比较简单，进入到驻兵工会，找到加入工会的负责人，说明来意，对方询问姓名，进行影像记录，提交加入申请，然后就有专门的人来进行考核。这里的名字可以用自己真实名字，也可以用假名字，这点驻兵工会没有什么要求。而考核就是被进入到一个特殊的阵法中，由阵法来进行验证锻造术是否达标。验证通过，赵一凡得到一个刻有他名字的令牌，代表他加入到驻兵工会中，成为驻兵工会的初级成员。加入到驻兵工会，就可以利用这层身份，在驻兵工会中进行各种买卖交易，可以将自己炼制的兵器法宝通过驻兵工会进行售卖，也可以将自己用不上的炼器材料用来售卖。除此之外，还可以购买由其他炼器师出手的兵器法宝和各种炼器材料。而不管是购买还是出售，只要达成交易，驻兵工会在收取一定的抽成后，都会给出售购买者一定的积分。积分达到一定程度，能够提升自己在驻兵工会中的会员等级，将会享受驻兵工会一些特殊的福利待遇。赵一凡加入到驻兵工会，就是来购买在面板商城中购买不到的锻造图鉴和相应材料。他得到令牌后，直接通过令牌穿过阵法，来到了驻兵工会的2楼。2楼是个巨大的展厅，在外面看，驻兵工会不是很大，但内部有布置的虚拟芥子阵法，不说想要多大就有多大，但也绝对比外部看到的要大得多。展厅中都是各种各样由炼器师在驻兵工会寄售的兵器法宝，起码都是玄阶以上。每样兵器法宝被摆放在展厅上，都有着透明能量罩笼罩。在对应的下方有竹简介绍其是由谁打造，什么效果，驻兵工会某某锻造大师给予的点评和出售价格。此时在这个2楼展厅里，有着不少人在看展厅内的兵器法宝，四周有一些身穿驻兵工会服装的人负责守卫。看的人不少，不过购买的基本上没有。现在能够上驻兵工会2楼的，都是拥有高级锻造术的高级炼器师，想要什么兵器法宝，自己就能够打造出来。他们之所以在这里观看，就是看看其他炼器师锻造出来的兵器法宝，通过外部观察来分析锻造手段和锻造理念，来增加自己锻造上的造诣。而驻兵工会将这些被寄售的兵器法宝展现出来，也不是为了卖给炼器师们。每隔一段时间，驻兵工会都会定期对外进行公开售卖。那个时候，
外界修士就能够购买门票进入驻兵工会2楼参与购买。第32章和神通镜的交战。赵一凡在2楼大概转了一圈，看了看，基本上玄阶兵器法宝价格在1000万到5000万枚灵石上下。玄阶对应神通镜，基本上一个刚达到神通镜的修士家底也就几千万，也就是说一件玄阶兵器法宝基本上就能够掏空一个神通镜修士。看了一圈，赵一凡没有在驻兵工会2楼驻足太久，直接上到了3楼。驻兵工会的3楼是驻兵工会出售各种炼器材料以及锻造图鉴的地方。锻造图鉴对于当下的玩家而言，就是拿到手能够学会的东西。其实不然，锻造图鉴中是蕴含各种锻造材料所需、各种火候控制、什么时候加入什么材料的详细打造过程。只不过地之永恒当下把这个给极度简化了。正常来说，想要打造出来一件兵器法宝，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对各种材料的放入时机、炼制时候炉火的温度等等都有极高的要求。稍微差了一点，这最终炼制出来的兵器法宝可能就和设想中的有极快速连续升级5级，等级提升，整体综合提升。赵一凡不再局限神通镜1级的骷髅兽，他开始将目标锁定在一些神通镜2级的骷髅兽身上。相对于神通镜1级的骷髅兽，神通镜2级的骷髅兽收益更大。2个小时后，赵一凡的等级再度提升，提升到了退凡境4级，灵石一共获得 28.5 亿。中午12点半，赵一凡达到退凡境5级，灵石又获得 34.8 亿。加上先前的，此时赵一凡背包中拥有 81.4 亿多灵石。自进入到地之永恒中，赵一凡所获得的灵石全部加起来高达130多亿。赵一凡想想，曾经自己5年到处冒险，多次身临险境，总身价才达到1000多万灵石，就有无限的感慨。下午2点45分，赵一凡升级到退凡境6级，灵石获得 41.5 亿。下午4点5分，赵一凡升级到退凡境7级，灵石获得 52.3 亿。之所以升级的越来越快，是因为随着赵一凡的等级不断提升，他猎杀的守护骷髅兽等级越来越高，已经可以猎杀神通境3级的守护骷髅兽。下午6点10分，赵一凡升级到退凡境8级，灵石增加 65.6 亿。而之所以升级速度又变慢了许多，是因为赵一凡已经将他记忆中所知道比较不危险区域的守护骷髅兽全部杀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地方都比较危险，而且都有阵法笼罩。我现在没有破阵法的手段，曾经我和几个神通境修士结伴，都差点陷入其中身死，现在贸然前往非常危险。今天先到这吧，等到回头开放阵法功能了，再来这里吧。明天开启的新功能是功法，明天趁机将功法提升上去。有着241亿多灵石，就算是地精也能够将其强行推到一个极高的层次。到时候我的整体实力将会有着飞跃。不过功法融合是个销金大户啊，我拥有玄天地精，还差高阶的5技功法，灵石应该差不多够用。要是不够，明天再继续刷，不断猎杀神通境的守护骷髅兽，其中多次差点身死，这和先前虐菜不一样。每一场战斗，赵一凡都需要精神高度集中，对于赵一凡的精神消耗极大。赵一凡经历这么多个小时的不断厮杀后，也是感觉到精神比较疲惫，决定先缓一缓，休息一段时间。从昨天深夜到现在，地之永恒的官方论坛上就一直十分的热闹，也发生了众多的事件。其中现在讨论最多的就是刘腾。刘腾当初为了争榜，氪金消费众多，后来因为认为赵一凡改数据争走了等级排行榜榜1，又争走了坐骑排行榜的榜1，刘腾一直没有等到游戏公司官方成员联系他，都有些不想玩了。不过体验过地之永恒的超高虚拟度后，其他虚拟游戏多少是有点看不上眼。氪金是不可能氪金的了，刘腾认为自己要是继续在地之永恒中氪金的话，他就是个冤大头。所以这2天刘腾就没事骑着他的坐骑到处游逛。虽然比不上坐骑排行榜的榜1和榜2，可是他也是当下榜3不是。他那个坐骑相对于其他玩家而言还是很帅的。虽没有去嗑药修炼升级，但刘腾前期优势大，现在还在等级排行榜上。坐骑加成下，刘腾战力对标当下大众玩家，刘腾还是非常强大的。然而到处闲逛的刘腾被伐地联盟的玩家给盯上了，结果就是双拳难敌4手，被上百个伐地联盟的玩家给围攻致死。本就心中就不舒畅的刘腾，这被伐地联盟一群他眼中的菜鸡杀了，当时就怒火升腾，发誓一定要报复回来。作为现实中的富二代，各大虚拟游戏中经常霸榜的神豪，刘腾直接300万下去，给自己锻造了黄阶10品的兵器。正常来说，黄阶10品的兵器是可以一直用到神通境的。有了黄阶10品的兵器，调级到觉醒境5级的刘腾，杀最高等级觉醒境4级的伐地联盟玩家，那就和斩瓜切菜一样轻松，基本上就是一刀一个小朋友。当下各个排行榜上，赵一凡一骑绝尘，遥遥领先，谁也无法比拟。排在等级排行榜第2名的是后来居上的赵一曼，他凭借着圣阶特殊体质加上超高的
VIP 加成，无间断的嗑药升级，已经升级到了觉醒境8级。在赵一曼后面就是云梦溪，她和赵一曼一样，也是后来居上，当下觉醒境8级。排在第4位的就是张莹，觉醒境7级，当下张莹坐骑排行榜第4，体质排行榜第5，战宠排行榜第3，兵器法宝排行榜第3，神豪消费排行榜第5。在地之永恒中，临时消费总额4600多万。他后面排名第5的是土豪家族的那个土豪，同样是觉醒境7级。而这土豪家族的土豪玩家阿连斯密普米特斯，除了等级排行榜第5外，他在坐骑排行榜也是排第5，体质排行榜第4，战宠排行榜第2，兵器法宝排行榜第2，神豪消费排行榜第4。在地之永恒中的临时消费总额也是达到了8000多万。开始的时候，人家就是随便氪点金玩玩，感觉地之永恒可玩性比较高后，其土豪家族成员的被动开启。这要不是有着赵一凡压着他一头，他才是地之永恒当之无愧的神豪第一。第6名到第11名也是清一色觉醒境7级，基本上其他排行榜的排名也都是前10左右，总消费临时金额从1000到2000万之间。对于很多玩家而言，1800块就是不少的钱，可是当放眼蓝星全球，这有钱玩游戏的主还是非常非常多的。1800万的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几天的零花钱，根本不在乎。刘腾第一天的时候消费170多万零食，后来又刷坐骑消费200多万零食，加上300万零食锻造黄阶食品的兵器，一共花费了700多万零食，在神豪排行榜上排第23名。拥有黄阶食品的兵器后，才是相当于菜鸟拥有了神器。他骑着坐骑到处寻找野外的伐地联盟玩家进行报复。最初是挺好，面对数十个伐地联盟的玩家，借助着坐骑加上兵器之威，能一人冲杀将对方全部击溃。在赵一凡返程的路上，刘腾在寻找猎杀伐地联盟玩家，然后被一个藏匿在伐地联盟中等级排行榜第6，同样拥有黄阶食品兵器的岛国玩家偷袭。刘腾不光是又死了掉级，他的黄阶食品兵器因为没能及时收入到背包中死亡掉落。伐地联盟有玩家在他刘腾死亡后，将他掉落了黄阶食品兵器发帖到地之永恒官方论坛上，刘腾顿时成为了大家热议的话题。黄阶食品兵器啊，那可是价值300万的东西，对于很多大众玩家而言，可是一生都追求不到的金钱数字，相当于龙国大都市一套房，现在居然被伐地联盟的玩家给抱走了。刘腾心疼不心疼？广大玩家不知道，反正他们看到帖子后是深感心疼，认为这要是换做自己的话，想死的心都有。兵器都被抱走了，自己还有掉落1级，觉醒境4级的他，在等级排行榜上已经排名上万名之后了。死亡复活后，发呆片刻后的刘腾就直接下线，拿起电话拨通：爸，没钱了，给我转1000万。不是前2天刚给你转了1000万吗？这么快就没了？你是去赌了？没赌，我不玩那个，游戏里被人杀了，价值300万的武器都让人给抱走了，杀我的还是个岛国杂碎，我一定要拿回来。不赌就行，我跟你说，这玩意可以一定不能沾，要不然咱家有多少家底也会被败光。我知道，你给我定下的规矩就是不创业不赌，1年给我不超过1个亿的零花钱，我今年才花了不到2000万呢。等着吧，等下我让人给你转过去。对了，你妈说了，别天天就知道玩网红，年纪也不小了，回头找几个门当户对的女孩，认认真真的谈几场恋爱，有合适的赶紧结婚生子。烦不烦？哪有那么多能和咱家门当户对的？就算是有的那几家，我也都认识，也看不上我这样一点上进心没有的。算了，懒得说你，你妈让你过段时间回家一趟，你姥爷快过生日了，提前准备准备。知道了。刘腾挂断电话没多久，钱到账，刘腾再度进入到地之永恒中。进入到地之永恒中，刘腾就开始琢磨如何利用这1000万来报复伐地联盟。想了想，刘腾打开通讯栏，看着自己堂弟刘俊闪烁的头像，刘腾将其打开。打开后就是刘俊给刘腾发来的数条询问信息：小俊，你不是有那几个家伙的联系方式吗？给他们说我在圣天都城的传送阵，愿意来的就来。啊，哥，你以前不是因为一个小网红和他们闹僵了，不搭理他们，不和他们玩了吗？你还连联系方式都给删了，拉黑了。让你去你就去，哪那么多废话。每个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小圈子，作为圈内的顶级富二代，刘腾身边不缺狐朋狗友，而且一个个家世非凡。以前的时候他们在一起玩过不少虚拟游戏，在现实中也是经常一起出海游玩。就当下地之永恒神豪排行榜前100就有10多个刘腾认识的名字，甚至就是张莹，刘腾早些年也在他姥爷的寿宴上见过，是一位上市企业的年轻老总。刘腾在很多虚拟游戏中能够霸榜，不光是因为能够使劲朝里面砸钱，也是因为很多人都认识刘腾，知道刘腾常用的 ID， 给刘腾个面子。当然这面子不是刘腾自己获取来的，
而是他老爹和他老妈以及他姥爷留下来的。以往，刘腾要是发现一款虚拟游戏中有人捣鬼，就发帖声讨，游戏公司就会给予一定的补偿。不光是因为刘腾氪金众多，也是因为刘腾他家比较有能量，很多游戏公司不想得罪刘腾。先前刘腾也是用了以往对付其他虚拟游戏的招式，想让地之永恒游戏公司官方人员出面找他，结果就是直到现在都没人理他。刘腾先前已经让刘俊找人去打听地之永恒是哪家游戏公司开发的了。在刘腾的联合下，等级排行榜上很多玩家在地之永恒论坛上发帖，联合其他玩家一起对付伐地联盟。随着多位等级排行榜上的玩家发帖发声，一大批早先被伐地联盟针对的玩家和一些看不惯伐地联盟的玩家纷纷相应他们，其中包括先前死在伐地联盟玩家手中的其他2位等级排行榜上的龙国玩家。能上等级排行榜上的基本上都没少氪金，拥有黄阶的兵器法宝。这样的一群人联合起来，战斗力是非常强大的。当他们开始到处寻找伐地联盟的玩家，很快就对伐地联盟玩家造成了极大的杀伤。不过伐地联盟的玩家很多，他们内部都相互不认识，都是根据币带来分别敌友。这呆着币带就是伐地联盟的成员，摘掉币带，谁也不知道其是不是伐地联盟的成员。被刘腾联合一大群玩家对他们进行围剿后，很多伐地联盟的玩家都不带币带了。而刘腾也在地之永恒官方论坛上发帖，用临时悬赏伐地联盟玩家的信息和下落，只要能够提供关于伐地联盟玩家有用的信息，就给500枚灵石。本身伐地联盟因为各种无底线举动，导致大量原本加入到伐地联盟的玩家纷纷退出。尤其是当刘腾发帖说他是被等级排行榜上岛国玩家所杀，伐地联盟更多玩家退出。和等级排行榜上岛国玩家扯上关系，很多龙国玩家更是认定为伐地联盟是岛国扶持起来的组织。现在还待在伐地联盟中的玩家都是伐地联盟的死忠，这部分玩家不是坏就是蠢。悬赏出来，伐地联盟的成员玩家更是成了人人喊打的老鼠，只要冒头就有人将信息提供给刘腾来赚取灵石。第34章人妖战场出显威。赵一凡说是休息休息，其实也没闲着。他来到道义都城的修炼室中后，就购买了黄阶完美品质的坐骑战宠等级丹药给混沌麒麟和炼狱牙子使用。先前的时候，赵一凡已经将圣阶战宠品质丹药给炼狱牙子服用。炼狱牙子从原本的地阶下品提升到了地阶中品，战力比先前翻了1倍。不过就算是炼狱牙子战力翻倍，可最近赵一凡猎杀的荒兽都是超脱境，后来又去猎杀神通境的骷髅兽，在面对这种超高等级的对手上，只是觉醒境3级的炼狱牙子根本对赵一凡没有任何的帮助。不管是炼狱牙子还是混沌麒麟，他们的起点极高，升级经验也是超高，就算是借助着丹药升级，也是需要大量时间。修炼室的加成是能够加成到战宠坐骑身上的，赵一凡的 VIP 等级加成同样对战宠坐骑有效果。510%的加成下，炼狱牙子和混沌麒麟的经验增幅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半个多小时过去，原本就快要升级的混沌麒麟升级到了觉醒境4级。混沌麒麟陈品阶地阶极品，等级觉醒境4级，2538400，生命值4000000，4000000，灵气值2000000，2000000，速度2000，忠诚度100。介绍：自混沌中孕育出来的天地麒麟，走兽之尊，祥瑞的征兆，常伴身边可为主人增加气运。综合评分919258852。又是20分钟过去，炼狱牙子的等级也升级到了觉醒境4级。炼狱牙子麻团，品阶地阶中品，等级觉醒境4级，1336000，生命值1300000，1300000，灵气值6500000，6500000，忠诚度100。介绍：远古炼狱巨龙9子之一，拥有龙之血脉，嗜杀喜斗，又被称为战龙。综合评分224585452。混沌麒麟和炼狱牙子升级后，属性全面增加。混沌麒麟的综合评分提升到了 9.1 亿多，炼狱牙子 2.2 亿多。现在将炼狱牙子放出去，先天境10级以下的荒兽基本上没有他的对手。至于混沌麒麟，他战斗力不行，可是速度快啊，就当下他的速度已经快要媲美超脱境1级的荒兽了。利用丹药给混沌麒麟和炼狱牙子他们升级，对于赵一凡而言就和休息没什么区别，消耗的灵石也不是很多。当炼狱牙子升级到觉醒境4级后，赵一凡看了一眼时间，是晚上7点。给赵一曼发消息告诉他自己不下线吃饭后，赵一凡收起混沌麒麟和炼狱牙子从修炼室中出来。休息了这么一段时间，赵一凡感觉自己休息的差不多了，该继续去努力了。
先前那处古墓遗迹是赵一凡知道神通境骷髅兽比较多的地方，现在已经被赵一凡猎杀的差不多了。而其他神通境荒兽所在区域，赵一凡倒是知道一些。可是这些神通境荒兽数量稀少，相互之间的距离都比较遥远，想要猎杀的话，需要花费不少时间在路上。赵一凡先前计算过，继续去猎杀神通境的荒兽性价比不是最高的。而此番赵一凡先回来休息一段时间，是因为赵一凡心中有着打算，决定去往一个适合当下的地方。在地之永恒中，荒兽可以说是最常见的，战斗力方面也是同等级境界中最弱的。他们的各方面都是当下等级面板基础属性。而地之永恒中除了荒兽以外，还有妖兽、灵兽等等兽类。妖兽如果按照品阶算的话，比荒兽要高一个品阶。同等等级境界下，妖兽比荒兽要强大很多。除此之外，妖兽中有部分灵智天赋极高的，学习了妖族修炼功法后，更是能够成为妖修，甚至达到一定程度能化形为人类模样。妖修在地之永恒中是除了人类以外的第二族群，和人类的关系极差，人类将妖族妖修当作各种炼器炼丹的材料，而妖族是将人族当作一种血食，基本上人族和妖族遇上了就是不死不休。人族有12大圣地，而妖族也是有5大妖族圣地，这5大妖族圣地也都是出过曾经妖族大帝的势力。妖族也有建立的妖族都城，不过没和人类城市都城有互通的传送阵，基本上人类区域妖族修士不会轻易踏足，而妖族区域人类修士也很少踏足。而虽然没有互通传送阵，在人类区域和妖族区域之间有着几片占地面积广阔的区域，这几片区域也可以称之为人妖战场，经常有着大量人类修士和妖族修士在此相互厮杀。别说是神通境的人族修士和妖族修士，就算是4级境的强者在这里出现都不奇怪。没点实力的修士也是不敢轻易的踏入到这人妖战场。玩家死了不掉落背包中的东西，原居民可没有这个特权，他们死了就是死了，所有身上携带的物品自然也都成为了对手的战利品。在地之永恒中，灵石等各种资源可不是那么容易获取到的。就比如说先前赵一凡猎杀了大量的荒兽，所有荒兽的尸体材料加起来也就不到100万灵石，指望着猎杀荒兽来获取灵石是最辛苦而且最没性价比的了。正常来说，最起码要同境界才有能力猎杀同境界的荒兽，而如果没有越级击杀的经验加成，猎杀荒兽并不比一直修炼升级快多少。有猎杀荒兽的功夫，其实还不如去探索一些遗迹秘境什么的收益大。一般猎杀荒兽也就是去实验实验自己的新招式手段，或者这荒兽守护有什么珍稀灵草，才值得去寻找猎杀。赵一凡也是因为他拥有超神级专属天赋，加上能越级击杀，又知道不少荒兽的所在区域，才会选择猎杀荒兽。要不然的话，赵一凡想要获取灵石去探索一些遗迹，收益更大。正常来说，只要能够猎杀到一个同等级的对手，那其身上各种资源是很有可能让人直接身价翻倍的。不过想要猎杀同等级的对手也没那么简单，要是没有必胜把握，一般也不会和同等级对手交战。你拥有修炼功法以及各种手段和兵器法宝，别人也有啊。在不知道对方底细的情况下贸然出手，对方要是拥有什么大杀招，可是很容易被反杀的。现在玩家能够死亡复活，等到地之永恒反馈后，玩家就和原居民一样，只有一条命，死了可就是一切化为乌有了。赵一凡退凡境8级就来人妖战场的区域，多少还是有点冒险的。不过现在赵一凡死了能够复活，就算是死亡也损失不大。与其去耗费大量时间找寻神通境的荒兽，人妖战场既能磨砺自身战斗经验，又能升级，又能刷灵石，是当下赵一凡认为最合适的地方。现实中赵一凡是神通境8级，曾经对敌都是利用神通手段，能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逃。现在的他拥有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战斗模式和曾经极为不同，所以赵一凡也需要适应自己当下的战斗模式，寻找对手，磨练自身战斗经验。来到靠近人妖战场的城市，赵一凡骑乘混沌麒麟直奔人妖战场。来到人妖战场后，赵一凡就驻足在一个山峰下面，运转玄天地经，吸收天地灵气。当下地之永恒没有反馈，赵一凡无法通过神念感应来找寻对手，他能做的就是引发出一些动静，主动吸引他人前来猎杀他。这能引来什么层次的对手，赵一凡自己也不知道。不过当下他就是个退凡境8级的人类修士，他无法感应到他人，别人可是能够通过自身感应来远远地感应到他的情况。赵一凡通过玄天地经修炼，加上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他吸收天地灵气闹出来的一点动静，相对于很多人族修士和妖族修士并不是多么大，毕竟赵一凡的修为等级在这呢。正常来说，在人妖战场，不管是人族修士还是妖族修士，都是会尽可能的隐藏自己的行踪。赵一凡这举动
被附近路过的一个神通境5级妖修感应到只是个退凡境人类修士弄出的动静，这神通境的妖修根本没理会赵一凡的意思。在这妖修眼中，起码也要是超脱境中比较有实力的妖修才值得其动手。5分钟后，赵一凡没有吸引来对他出手的人族修士或者妖族修士，他直接骑乘混沌麒麟换了一个地方。这一次，一个神通境2级的人族修士靠近了赵一凡，察觉赵一凡只是退凡境，而且没有什么名门大派的身份标识后，这神通境2级的人族修士一道能量大掌直接朝着赵一凡拍过来。在野外，人族修士之间除非是本身相识，要不然的话随手杀人夺宝的情况非常正常。面对这神通境2级人族修士的凌厉一击，赵一凡身下的混沌麒麟化作闪电一样急速冲向了这人族修士。见赵一凡不知死活地朝着自己冲来，这个神通境2级的人族修士脸上露鄙夷。在他看来，神通境灭杀超凡境简直不要太轻松。一道比先前更加强大的能量刃瞬间出现，朝着赵一凡切割而来。赵一凡一个跃起，混沌麒麟已经被收了回去，其没有躲闪能量刃，行自密运转，直迎了上去。能量刃瞬间将赵一凡身上的衣服割裂，而赵一凡也在冲过能量刃之后，来到了这神通境2级的人族修士面前。当下，赵一凡没有攻击神通，他最强的点就是自己的肉身力量。面对赵一凡冲过能量刃后朝自己轰来的一拳，这个神通境2级的人族修士瞬间施展护体神通。他已经感觉到赵一凡这一拳之威十分恐怖，同时他手中长剑挥舞，万道剑影出现，朝着赵一凡笼罩而来。应对人族修士和当初赵一凡斩杀荒兽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对方的反应极快，攻势也是非常的迅猛。当一道道剑影落在赵一凡的身上后，赵一凡的身体上顿时出现一道道伤痕，他的生命值也在急速的下降。好在剑影落在自己身上的时候，赵一凡的拳头也落到了这神通境2级人族修士的胸口前。有着护体神通加持的神通境2级人族修士虽然感受到赵一凡一拳之威十分恐怖，可万没想到自己的护体神通没能防御下赵一凡，他身上的护体法宝也没能防御住赵一凡的攻击。微微低头，看到自己胸前被赵一凡洞穿，这个神通境2级的人族修士满脸不可置信。而对于赵一凡而言，在他接近这个神通境2级的人族修士时，已经成了定局。他肉身力量强大无比，就算是现实中已经神通境8级的他，都不一定能够抵御他刚刚爆发全力的一拳，更不用说是区神通境2级的人族修士了。心脏要害被洞穿，对于这神通境2级的人族修士而言，就是致命的伤害。低头过后，这个神通境2级的人族修士朝着后面倒去。至死，他都没想到他会是死在了一个退凡境的手中。将这个神通境2级人族修士的储物袋和手中的长剑跟身上的软甲拔下来，赵一凡释放出掌心火，将其稍微挥尽。毁尸灭迹这种东西，赵一凡轻车熟路，处理好之后，赵一凡换了一个地方。此地刚刚赵一凡和神通境2级的人族修士交战，动静比较大，容易吸引到很多人或者妖修过来。换地方后，赵一凡整理查看了一番自己的收获：一柄玄阶2品的长剑，一个黄阶10品的破损软甲，还有储物袋中接近1000万的灵石，以及一本玄阶下品修炼功法和2本黄阶上品武技功法。除此之外，储物袋中还有一份这个神通境2级人族修士的修炼心得和众多杂物。要不都喜欢杀人夺宝呢？这杀人夺宝虽然风险极大，可是要是得手了，那收益也是无比大的，基本上能够得到被杀之人的全部身家。除了这些收获外，赵一凡斩杀了这个神通境2级的人族修士，还通过超神级专属天赋得到了8.5亿的灵石。而赵一凡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一身衣服彻底破碎，生命值跌落了1多半。看似简单的一战，其实对赵一凡而言也是有些惊险的。要不是因赵一凡是退凡境，那个神通境2级的人族修士有一丝轻敌，他没有上来就对赵一凡施展杀招，赵一凡也没有那么轻松临近对方爆发致命一击。很多战斗经验和战斗手段都是通过战斗来完善的。赵一凡在恢复生命值的期间，也是在反思复盘刚刚自己的战斗，回想有什么细节没有处理好，要怎么完善才能更好。继续以自己为诱饵，赵一凡弄出不大不小的动静，引人族修士或妖族修士前来猎杀他。当夜里9点多的时候，赵一凡猎杀到了10数位神通境1级到3级的人族修士和妖族修士，他的等级升级到了退凡境9级，灵石获得178.5亿多。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兵器法宝和修炼功法以及众多杂物。而通过一次次的战斗，赵一凡也是愈加的适应当下，他利用自身肉体力量来和神通境修士战斗。快临近凌晨12点的时候，赵一凡升级到退凡境10级，灵石获得212.3亿多，加上先前的241亿多灵石，现在赵一凡一共拥有631亿多灵石。没继续待在人妖战场区域，赵一凡返程。返程的路上，时间来到凌晨12点，各大排行榜的奖励结算发放到背包中，
第35章玄天地经急速飙升。现在地之永恒一共开服出来等级排行榜：神豪消费排行榜、坐骑排行榜、战宠排行榜、体质排行榜和兵器法宝排行榜6大排行榜。其中5个排行榜的榜首是赵一凡，只有体质排行榜是赵一曼。随着连串的信息提示闪过，各榜单的奖励发放到了赵一凡背包中。一天一次的榜单榜首结算，对赵一凡而言就和抽奖一样。因为有新排行榜开放出来，赵一凡最为期待的就是新排行榜能有什么好东西。等级排行榜的随机特殊奖励又是一块地阶的炼器材料，当下赵一凡已经拥有3块了。神豪消费排行榜的随机特殊奖励倒是给赵一凡带来了不小的惊喜。原先神豪消费排行榜上的随机特殊奖励不能说差，但对赵一凡而言都没多大的用处。现在到手的是一张限时消费券，会按照24小时消费的零食总额来判定获得相应价值的物品，而就算是不消费，保底是一件圣阶物品。接下来赵一凡打算消费零食提升功法，这限时消费卷对赵一凡而言绝对非常的有价值。坐骑排行榜和战宠排行榜的特殊奖励都是用来给坐骑战宠开制的天阶丹药。赵一凡不管是混沌麒麟还是炼狱牙子，本就是地阶品质，智力极高，这天阶丹药对混沌麒麟和炼狱牙子用处不是很大。除此之外，最后一件随机奖励是兵器法宝排行榜榜首的奖励。当看过之后，赵一凡直接给自己使用掉。随着信息提示，赵一凡的锻造术从高级提升到了大师级级别。先前赵一凡从锻造术初级提升到高级，一共花费了30多亿灵石。按照赵一凡的自我估算，高级锻造术提升到大师级别，起码需要300-400亿灵石。而现在兵器法宝排行榜上的奖励直接让赵一凡锻造术升级到大师级别，可以说是等于间接的节省了300-400亿的灵石。赵一曼那边也在结算后给赵一凡发过来体质排行榜榜首的随机奖励，是一个天阶下品的灵药，比昨天要好得多。看过自己获取的诸多奖励后，赵一凡已经临近城市。刚到城市，信息提示闪过，赵一凡等候已久的新功能开启。功法武技排行榜已经开启，功法武技提升融合功能全面开放，玩家可以通过将多种功法武技融合为一，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专属修炼功法武技。修炼功法和武技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巨大的提升，比之兵器法宝的增幅有过之而无不及。同等级下同等兵器法宝都是修炼黄阶修炼功法，修炼功法第1层的是很难打得过达到第2层的。赵一凡现在实力超强，也是因为他修炼有玄天地经这部地阶修炼功法。没有什么意外和悬念，在功法武技排行榜开启后，赵一凡直接登顶。还是有着综合评分，按照评分高低排列。地阶功法不分品级，登榜后的综合评分也是固定的5亿，显示在功法武技排行榜上的一行字是玄天地经修炼功法地阶，所属人赵一凡，综合评分5亿。很多第一时间打开功法武技排行榜的玩家看到榜首的名字后，没有感觉有太多意外。凡是赵一凡登榜的综合评分都是数亿，这看多了之后，很多玩家已经自动将赵一凡排除在外。排名第2的是一个拥有地阶下品修炼功法的玩家，其没有在各大排行榜上有名字。除此之外，下面一系列排序也都是玄阶个品阶修炼功法武技。不过同样的，绝大多数玩家名字都没有出现在各大排行榜上。显然，这些都是意外获得高品阶修炼功法的幸运儿。按照赵一凡的记忆，曾经这个拥有地阶下品修炼功法的玩家，一直到地之永恒反馈都排在功法武技排行榜第1名。功法武技排行榜以及相应的功能开启后，面板商城中多出来一个功法栏，点开后有着各种各样的黄阶功法武技在其中售卖。其中黄阶下品修炼功法价格在100万至120万枚灵石，黄阶中品修炼功法价格是200万至250万枚灵石，黄阶上品修炼功法价格是400万至500万枚灵石，黄阶极品修炼功法价格是700万至1000万枚灵石。各种武技的价格是在修炼功法的基础上增加了 20% 左右。当下玩家只要通过宗门的考核加入到宗门中，就能够学到宗门中的大众修炼功法，努力给宗门做一些贡献，就能利用贡献获得到更高品阶的修炼功法和武技。所以这面板商城中的功法栏内的修炼功法和武技基本上没人购买，无它太贵了。很多玩家在看过之后纷纷在地之永恒官方论坛上发帖声讨，痛骂地之永恒不当人，你一本破修炼功法还是黄阶的，就最少敢卖100万枚灵石，这谁能够买得起？你要是卖个几百上千枚灵石，咬咬牙还能买上一本。现在这价格，怕是神豪消费排行榜上的氪金大佬看了也会感觉有些头疼。赵一凡回城后就去找赵一曼和云梦溪。先前在人妖战场区域，赵一凡获得了数部玄阶的修炼功法，虽然品阶不高，但是现在给赵一曼和云梦溪用还是够用的。
而有着玄天地经在手的赵一凡，也没打算让赵一曼和云梦溪在功法上投入太多。等到地之永恒反馈后，到时候赵一凡就可以将玄天地经传授给他们了。挑选出来2本修炼功法，让超高的融合成功率。面板商城中有着各种各样的黄阶修炼功法和武技功法，赵一凡粗略地翻看了一遍，全部加起来大约有上千部，其中武技功法占了一半，也就是500种左右，即上中下4种品质，每一种有100多部。黄阶下品武技，价格120万枚灵石打底，全部一样一本购买下来，花费1.5亿多枚灵石。黄金中品武技，花费2.8个亿，黄阶上品5.6个亿，黄阶极品8.8个亿，全部购买一遍，总共花费灵石18.8亿灵石。18.8亿灵石加上先前的消费，一共是364.48亿多灵石。各种武技功法之间融合，其融合成功率是不同的。因两相融合，众多武技功法有太多融合的方式，500的2次方就是25万种组合。也就是说，全部武技功法加起来，相互验证的话，要验证25万次。因工程量十分庞大，赵一凡又购买了2份500多种武技功法，交给赵一曼和云梦溪，让他们去实验成功率，将融合显示成功率比较高的挑选记录下来，供赵一凡进行功法融合。有着 SVIP 13级的980%加成，相当于将成功率提升了 9.8 倍。只需要2部功法成功率能达到 10% 以上，对赵一凡而言就相当于 100% 成功。一直来 VIP 的加成对赵一凡来说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现在倒是稍微体现出来了一些。2部功法结合，成功率很高的不好试验出来，可成功率在 10% 左右的还是有着很多的。基本上只要不是属性上犯冲，都能有 10% 以上的成功率。而且有些时候不一定黄阶下品对黄阶下品，黄阶下品和黄阶极品融合，显示出的成功率更高。功法融合这东西，在没有融合出来之前，谁也不知道能够融合出来什么品阶品质的功法。有可能2部不起眼的功法融合后，就融合出来1部超高阶的功法，也有可能品质下降。而且就算是2部融合过的功法再度相融合，融合出来的也不一样。对于融合功法，赵一凡对他的评价就是赌能够融合出来高阶功法。有着赵一曼和云梦溪的帮助，赵一凡开始按照测试出来高成功率的功法武技进行武技功法的融合。1部黄阶下品功法武技加上1部黄阶中品功法武技，基础成功率 23%。在 VIP 加成下，赵一凡将其融合成为1部新的功法。看了一眼，直接融合出来了1部玄阶下品功法武技，算是个开门红。接下来赵一凡开始不断的进行武技功法的融合，高品阶的留下，玄阶以下的继续融合。正常情况下，没有人有着赵一凡这么超高的 VIP 加成，想要融合功法，失败的几率非常大。而赵一凡只要是成功率 10% 以上，就是 100% 的成功。半个小时过去，赵一凡消耗了500多部黄阶武技功法，得到了100多部玄阶武技功法和1部地阶下品功法。玄阶武技功法对应神通镜，虽然不如神通那么强大，但也是神通镜常规战斗的超强手段。神通是需要消耗神念才能施展出来的，一场战斗下来，刚踏入到神通境的修士，一场战斗下来也就能够施展出来2、3次神通，也就无力继续施展了。在同等境界下交战，除非有着能够一击致命的时机，要不然的话不会轻易动用神通。这神念消耗太大，不光是很难恢复，还会极大影响自身的战斗力。所以神通境之间的交战，绝大多数时候还是利用武技来对战的。而且一些强大的武技修炼到高深层次，也不比神通差不多少。赵一凡功法融合的方式，就是先用大量的低阶武技功法来融合出来更高阶的功法武技，一步步的提升品阶。这期间要是能够脸白融合出来高品阶功法武技，那么自然是惊喜。就算脸黑，通过这种方式也能够堆砌融合出来比较高阶的武技功法。小20亿枚灵石得到了1部地阶下品武技功法，对赵一凡而言还算是比较不错的。当然赵一凡可不满足1部地阶下品的武技功法，继续融合武技功法，一步步武技功法被赵一凡融合出来。而赵一凡的灵石也在不断购买武技功法下快速消耗，全部购买一遍面板商城中的武技功法是 18.8亿多灵石。一共购买了6次后，赵一凡得到了500多部玄阶各品质的武技功法和1部地阶下品武技功法，1部地阶中品武技功法。能够有如此效果，还是得益于赵一凡融合功法没有失败，要不然的话，就算是多花上几倍于当下的灵石，也不可能得到这么多武技功法。6次就是112.8亿多枚灵石。赵一凡 SVIP 等级也在消费达到400亿的时候升级到13级，加成 1080%。停下融合黄阶武技功法，赵一凡开始将玄阶功法之间进行融合。2部功法之间相互融合，有概率提升品质，
也有可能品质不变。连带先前赵一凡在人妖获得的几部玄阶武技功法一起，当所有玄阶功法全部相互融合后，赵一凡只是得到了80多部地阶功法和一部天阶下品功法。80多部地阶开始融合，赵一凡期待能够融合出来一部圣阶武技功法。他此次的目标也就是能够得到圣阶品质的武技功法。当80多部地阶功法两两融合之后，赵一凡得到了8部天阶功法，最高的是一部天阶上品武技功法，综合评分323万多。8部天阶功法加上先前的那一部，一共9本。简单试验了一番，除了一本和其他结合起来达不到10%以上的成功率外，其他都达到了10%以上。一共4次机会，赵一凡开始将结合出来的最高成功率组合进行融合。通过先前的融合，赵一凡早已经示出来，基础成功率越高的，能够融合出来的功法越是有可能提升品质。要是卡着10%的话，融合出来的提升几率就要小一些。当然，这也看脸，只能说相对几率高一些。因接下来，赵一凡第一次融合天阶武技功法，是用2部融合成功率32%的天阶武技功法进行融合，其中一部天阶下品，一部天阶上品，最终掉了品质，融合出来一部天阶中品的功法。可见，基础融合成功率高，也不一定就能够融合提升。用这个天阶中品的功法对其他功法进行一番测试，得出最有成功率配比后，赵一凡继续融合。当手中还剩下最后一部天阶下品的武技功法后，赵一凡面露一丝无奈的冲着旁边的赵一曼和云梦溪一摊手。看赵一凡的表情，两女就知道赵一凡没能融合出来更高品阶的武技功法。112.8亿多灵石，最终只剩下了一部天阶下品武技功法，综合评分142万多。虽然不能说完全打水漂了，但结果也绝对不算是好。有道是说，赌狗赌到最后一无所有，可以说就是赵一凡当下的情况。先前那部天阶上品的武技功法其实已经比较不错，就是看他融合成功率比较高，赵一凡才没将其先留下，选择赌了一把，结果就赌没了。看了一眼自己还拥有的178.3亿多灵石，赵一凡深吸一口气，直接买了6份全部武技功法。最高峰曾经拥有641亿多灵石的赵一凡，现在背包中还剩下65.5亿多。他本身刷灵石就非常的恐怖，现在他玄天地经升级，实力比之先前提升了太多倍，去刷灵石将会更快。这才刚凌晨1点多，赵一凡还有大量时间去为明天新功能开启准备灵石。此刻神豪消费排行榜上，赵一凡的消费灵石总金额达到了628.75亿多。赵一凡的 SVIP 等级随着这100多亿的消费又是提升1级，到了 SVIP 15级，加成1280%。分出2份交给赵一曼和云梦溪，让他们继续帮着搭配验证。赵一凡开始融合起来。因先前很多武技功法都验证过成功率，高成功率的武技功法赵一凡心中有数，因此这次赵一凡融合的速度比先前又快了不少。最终赵一凡得到了10部天阶武技功法，加上先前剩下的那部，一共是11部。这一次赵一凡将那唯一的一部天阶上品功法预留了出来，哪怕是这部天阶上品功法和其中一部天阶中品功法的融合成功率高达45%，赵一凡都没被高超的融合成功率动摇。这要是最终不能融合出来更高品阶的武技功法，那这部天阶上品的武技功法先学上也能极大的增加自身战斗力。一番搭配融合后，赵一凡没有融合到圣阶武技功法，而是融合到了一部天阶极品的武技功法。此刻赵一凡手中还有着一部天阶上品武技功法和一部天阶极品武技功法。天阶上品武技功法的综合评分是326万多，天阶极品的武技功法是436万多。一部综合统合评分达到436万多的天阶极品武技功法，其实已经不错了。微微呼了口气，赵一凡已经有了打算，那就是现在就先这样，将这天阶极品武技功法学习，增加自己的战斗力。在准备学习之前，赵一凡还是将这部天阶极品武技功法和天阶上品武技功法放到了功法融合栏中。无他，就是想看一眼这最后留下的2部天阶武技功法的融合成功率，完全就是为了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然而当赵一凡看到下面高达82%的融合成功率后，一时间有些纠结犹豫。先前的时候，赵一凡融合各种功法，成功率最高的也没超过50%。现在2部天阶武技功法放在一起，基础融合成功率高达82%，这无疑让赵一凡非常的心动。赵一曼和云梦溪在赵一凡融合玄阶武技功法的时候，就一直在旁边看着赵一凡。刚才赵一凡融合天阶武技功法的时候，给他们说自己要留下那部天阶上品的武技功法不融合，又融合出来一部天阶极品武技功法后，赵一凡也是给赵一曼和云梦溪看了一眼。看赵一凡没有直接将天阶极品武技功法学习，还面露一些纠结，赵一曼开口说道：“一凡，怎么了？手中这2部功法的融合成功率是82%，你们说
我要不要再赌一把？要不就赌一把吧。赵一曼对赵一凡非常的了解，当赵一凡说出来这话的时候，赵一曼就知道赵一凡偏向于去赌一把，就算是掉品质，应该也就是掉一个小品质，天阶极品掉到天阶上品，这么高的融合成功率是值得赌一下的。赵一凡得到了赵一曼的支持，微微点头说道：我也是这么想的，按照先前的情况来看，保级的概率最大，提升一个小品质和掉一个小品质的概率差不多，就算是不成的话，大概也能保住天阶上品。超高的功法融合成功率，赵一凡不试一下总归是有些不甘心。他要是学了天阶极品的武技功法，那可就没有融合的机会了，就算是再消费灵石去进行融合，也很难融合出来一不一样的天阶极品武技功法。也就是说，这超高的融合成功率错过了就很难拥有了。而如果融合效果好的话，只要提升，那天阶极品的武技功法提升可就是圣阶功法了。一凡哥加油，肯定可以的。云梦溪在旁边也是握紧小拳头给赵一凡加油。看两女都支持自己，赵一凡选择进行融合，前前后后加起来6000多部黄阶的功法武技，融合剩下现在2部天阶功法武技。接下来不管是什么结果，都只会剩下最后一步。融合过程极快，基本上就是赵一凡选择之后马上就融合完毕。有些疑惑的看了一眼信息栏的信息提示，赵一凡将融合之后的武技功法拿出来查看。当看到介绍是5品阶武技功法的时候，赵一凡感觉眼前有些发黑。刚刚信息提示出现的时候，赵一凡就感觉有点奇怪，先前的信息提示都是什么融合成功，你获得了某某品质武技功法某某某，而刚刚的信息提示是融合成功，你获得了武技功法万眼无极。光看武技功法的名字，感觉应该是一部高阶的武技功法，结果功法介绍上的5品阶实在是让赵一凡感觉有点难受。虽说赵一凡刷灵石速度极为恐怖，可是刚才一共在这上面花费了225.6亿多灵石啊，225.6亿多灵石最终就得到一部5品阶的武技功法，这和全部打水漂有什么区别？这也就是赵一凡心性足够强大，加上灵石得来的比较容易，要不然的话非得崩溃不可。一凡怎么样？是不是又掉品质了？是不是掉了2个小品质？一凡哥别难受，一定有更好的在后面等着咱们呢。从赵一凡难看的面色上，赵一曼和云梦溪都认为赵一凡此次融合应该是不尽人意。不过按照赵一曼先前赵一凡融合的情况，他认为顶多也就是掉了2个小品质。赵一凡深吸一口气，对其说道：是掉品质了，不过不是掉了2个小品质，而是直接掉到底了，融合出来的是5品阶武技功法。啊，不会吧，先前你用黄阶的武技功法进行融合，也没有掉落到5品阶呀。当赵一凡说出此次融合武技功法直接掉落到5品阶，赵一曼和云梦溪全都是错愕不已。其实不光是赵一曼和云梦溪，赵一凡在看到后也是感觉难以置信。你说你2部融合成功率达到 82% 的天阶功法，融合出来后是5品阶，这合理吗？不合理啊。可是在地之永恒中也没个说理的地方去啊，既然已经这样了，那只能认了。给我看看他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赵一曼说完伸出小手，赵一凡将手中刚融合出来的5品阶武技功法递给赵一曼。赵一曼看完之后对赵一凡说道：一凡，你看看这后面有一段介绍有些特别，这5品级武技功法感觉没那么简单。第37章武技功法天眼无极。刚刚赵一凡融合出来武技功法后，看到是5品阶武技功法，赵一凡就没什么心情了，他只是扫视了一眼大概介绍。当赵一曼说这5品阶武技功法的介绍有些特别之处，赵一凡就从赵一曼手中将其拿了回来。天眼无极武技5品阶，由赵一凡融合出来的武技功法，综合评分20。天之一图，自然于天道含万物，运转不息于无形无相，衍生演变，万物生长变化消亡，无限无边乃天眼无极。先前赵一凡看到这里就没继续看，名字响亮，介绍玄妙非凡。刚刚有一些赵一凡融合回来的功法描述介绍，也是玄妙隐晦，不细细琢磨看不懂。可是这也无法更改这武技功法是5品阶，其功法综合评分是20点这个事实。现在赵一凡在看过这段介绍后，看到最后面一段简短的介绍，包罗万象，自身不改。比起赵一曼，赵一凡肯定是见识更多，天眼无极品阶和评分虽然到底了，但赵一凡也察觉出来他没那么的简单。尤其是末尾的包罗万象，自身不改，让赵一凡联想到了一些东西。他从面板商城中购买了一部黄阶极品武技功法猎天拳，将天眼无极和猎天拳放入其中。看着下方100%的融合成功率，赵一凡稍作考量，选择融合。当融合结束后，赵一凡手中多了一部黄阶极品功法武技，名字没变，还是天眼无极，介绍也还是先前的那些介绍。望着品阶提升、综合评分增加的天眼无极，赵一凡稍作思索，又是购买了。
一步裂天拳，继续将天眼无极和裂天拳置放在融合栏中，下方还是100%的融合成功率。选择融合，得到的还是黄阶极品功法武技天眼无极，不过综合评分提升了一些。旁边的赵一曼看赵一凡又进行功法融合，对赵一凡说道：“是不是比较特别？”“我要是没猜错的话，它能够和任何武技进行融合，而且会吸收其中精华。本来以为200多亿灵石打水漂了，现在看来倒也不算是亏啊。这岂不是说只要有足够多的武技功法，就可以一直培养提升？理论上应该是如此，我再试试。”当下赵一凡的手中已经一部武技功法都没有了，而面板商城中能够购买到的就是黄阶极品。准备做实验的赵一凡开始不断购买各种黄阶的武技功法，然后将其和天眼无极进行融合。每次融合，天眼无极品质虽然不增加，但是综合评分一直在提升。20本黄阶武技功法下去，天眼无极被从黄阶极品提升到了玄阶下品。接着，赵一凡继续对天眼无极进行融合，尝试各种武技功法和它融合后提升综合评分。同一种武技功法，第二次进行融合，增加的综合评分远远小于第一次。将面板商城中所有能够购买的武技功法购买融合一遍后，天眼无极被融合提升到了玄阶极品。18.8亿多灵石将天眼无极提升到玄阶极品，赵一凡对此还是比较满意的。其实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先将各种黄阶武技功法相互融合，利用玄阶品阶的武技功法来融合天眼无极。不过现在手中只剩下46.7亿多灵石的赵一凡并未选择这种方式，他打算先去刷一波灵石，然后再融合天眼无极。和先前不一样，现在只要有足够多的灵石，赵一凡可以将天眼无极的品阶推到极高的层次。一番功法融合用去了2个多小时，当下已经是凌晨2点多。赵一曼和云梦溪早就有些犯困了，要不是赵一凡让他们帮忙，而且想要等着看赵一凡能够融合出来什么武技功法，他们早就下线睡觉了。在赵一凡离开修炼室后，赵一曼和云梦溪就下线睡觉去了。而赵一凡现在实力比起先前可是强大了太多倍，生命值在8层玄天地经的加成下50多亿。要不是赵一凡先前试过自己攻击自己不能触动专属天赋获取灵石，自己攻击自己刷灵石绝对是无比的迅捷。先前赵一凡最强爆发的攻击能够达到接近10亿的攻击力，也就是在无防御状态下，赵一凡可以造成敌人近10亿生命值的伤害。现在赵一凡认为他最强一击70-80亿不成问题。先前赵一凡遇上的神通镜一级修士，在修炼有玄阶功法的情况下，有5-6亿的生命值。神通镜3级的修士，生命值也就是8-9亿。赵一凡能一击重创，2击让其殒命。至于护体神通，刚踏入不久的神通境修士，神通还没有修炼到高深层次，也就是能够抵挡3-4亿的伤害。最强一击能够造成70-80亿的伤害。赵一凡现在神通境第1神藏的修士，基本上都能够轻松一拳打爆。甚至就算是修炼出来第3神通的神通境第2神藏的修士，要是被赵一凡找到机会，也不是没有击杀的可能。实力的飙升给赵一凡带来了无穷的底气，而且最主要的就是当下赵一凡死了能复活，不怕死啊。现在他退凡境10级，死一次掉1级，根本用不了多久就能够升级上去。甚至要不是赵一凡打算先刷灵石将天眼无极品阶提升上去，加上等候明天阵法功能开启，赵一凡都打算去曾经不敢踏入的生命禁区去走一遭。经过考虑，赵一凡还是来到了人妖战场的区域，这里不管是人族修士还是妖族修士都比较多，而且等级高到离谱程度的强者数量很少，相对而言危险程度也小。还是先前的路子，利用自身等级低，自己充当诱饵，利用运转玄天地经修炼来吸引别人主动送上门。比起先前，现在找上赵一凡的人族修士和妖族修士，赵一凡杀起来可是简单了太多太多。基本上只要是出现在赵一凡面前，那就是必死。他们的最强神通落在赵一凡身上造成的2-3亿生命值伤害，对赵一凡而言根本无足轻重。而对于找上赵一凡的人族修士和妖族修士而言，他们谁也想不到，一个在感应中只是退凡境的人族修士，居然能够对他们轻松一击毙命。退凡境和神通境可是有着一个大境界和一个小境界的跨越，就算是人族中的圣子圣女，在退凡境的时候也没有这么强大。凌晨4点多的时候，赵一凡退凡境10级经验圆满，还是没有借助破关大礼包的破境丹。赵一凡玄天地经运转，无视关卡瓶颈的升级到了超脱境1级。超脱境是超凡境中最后一个小境界，基本上到了超脱境后，就需要着手准备凝练护体神通。神通境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必须要有护体神通，修炼不出来护体神通是无法步入到神通境的。升级到了超脱境1级，赵一凡的实力再度猛增，生命值直接飙升到957600000，接近100亿的生命值。可以说现在就算是神通境第2神藏的修士，
赵一凡绝大多数都能够横扫。8层的玄天地经，换作寻常时候，不苦修个几十年根本达不到。其对总体战力的加持也是无比恐怖的。除了升级外，赵一凡通过击杀人族修士和妖族修士，256.6亿灵石到手，还得到众多兵器法宝和灵珍杂物。随着实力的增加，他的超神级专属天赋也是越来越恐怖了。退凡境10级满经验是 1.2 亿，随着赵一凡的等级提升，越级击杀经验减少。现在赵一凡杀一个神通境1级的修士，能够获得220万经验；击杀神通境2级的修士，能够获得330万经验。不过这次赵一凡比较深入人妖战场区域，有击杀神通境5、6级的妖族修士，加起来一共击杀了30多个神通境修士，赵一凡就升级了。不过升级到超脱境1级以后，所需要升级的经验就是2亿了，加上升级后越级经验减少，想要升级需要起码击杀50多个神通境修士。神通境修士那都是年轻一代修士中的忠良砥柱，基本上各大圣地各大宗门外放弟子外出历练，最基本的要求都是要达到神通境以上，所以这个境界的人族修士和妖族修士在外的数量比较多。但是越是神通境中等级高的，越是经历过不少的历练，因此一个个的越发谨慎。先前察觉到赵一凡动静寻上赵一凡的，都是神通境中比较低级，没经历过太多历练，所以赵一凡才能够在短时间内通过变换自己的方位，引来不少猎杀他的神通境修士。随着赵一凡在人妖战场区域不断深入，能在这里历练的修士等级实力都比较强大。赵一凡弄出动静后，能吸引过来的越来越少。很多神通境修士都认为，能够在这里出现的修士不太可能是一个超脱境的人族修士。如果是超脱境的修士，这么不注重藏匿自身，泄露出自身修为，弄出动静来，肯定早就死在半路上了，根本不能活着到达这里。大概可能是有人故意遮掩自身修为，来这里钓鱼的，不探查清楚，不会贸然现身。其实先前的时候，随着赵一凡不断深入，能够引来的修士就越来越少，要不然的话，凭借赵一凡的实力，也不会才击杀了30多个神通境修士。眼看在一个地方停留，弄出一些动静后，隔了一段时间也没送上门的，赵一凡知道以自身为诱饵的方法没办法继续用了。对此，赵一凡早就有所预料，又弄出一些动静，等了一小段时间还是没有送上门的后，赵一凡开始骑乘着混沌麒麟自己寻找。而也就是在赵一凡到达人妖战场的时候，玩家们相互之间也是爆发出来不少的争斗。很多玩家白天的时候需要上班，夜晚的时候是玩家上线数量最多的时候。都城传送阵能够连通其他国家的城市，因此各国玩家之间相互去往其他国家的城市，然后在城市外猎杀他国玩家。其中刘腾组织起来的一众玩家，在伐地联盟的玩家藏匿起来后，就来到了岛国玩家的城市中。原本灭倭伐寇组织就一直游走在岛国玩家的城市中，到处猎杀岛国玩家。在刘腾他们加入后，龙国玩家和岛国玩家之间爆发了一系列的大大小小团战。刚刚开服5天的地之永恒，硬生生的被这群玩家给完成了一款游戏大后期才会出现的局面。不过随着各种各样的争斗，倒是进一步的刺激了各方的氪金。毕竟只有氪金才能最短时间内提升自己的实力，被杀了不甘心怎么办？自然是氪金提升，然后杀回来啊！地之永恒官方论坛上，原本1比2收购灵石的，随着不少玩家多多少少的收购，已经达到1比1.5。相对于地之永恒中直接氪灵石，收购灵石总归是便宜不少。而随着今天功法功能的开放，一些本身氪金不是很多的氪金玩家，看修炼有高品阶修炼功法的玩家实力强大，也咬牙给自己弄一部修炼功法。兵器法宝死亡后有可能不小心掉落，修炼功法可是不会死亡掉落。而有一些机缘巧合获得修炼功法却没有使用的玩家，也在地之永恒官方论坛上进行售卖，只要价格比面板商城便宜一些，还是非常有市场的。现在玩起来了，很多玩家已经不去关注各大排行榜榜首的赵一凡了，相互之间差距拉得太过于遥远，反倒是和广大玩家没有什么关系了。游戏公司爱怎么改怎么改，改得无敌又怎么样？反正当下是没有人认为赵一凡不是改数据的，毕竟那高达数百亿的灵石消费，玩家们谁也不会认为是真实的消费。赵一凡一边深入一边寻找对手，只要遇上了，凡是人族修士有要对赵一凡出手的意思，他也不管对方是不是名门大派的弟子，统统击杀。至于那些和赵一凡相遇后远远避开直接离开的人族修士，赵一凡也没有去追逐追杀。在人妖战场区域游荡了1个多小时，一共杀了3位人族神通境修士和8位神通境妖族修士。因为都是神通境3级以上的存在，经验虽然增加的不是很多，灵石倒是还算比较可观。等级经验增加4500多万，灵石获取到96.5亿多，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眼看效果不是很好，赵一凡准备转移战场，也就在赵一凡准备离开的时候，距离他不远处有光芒升腾起来。第38章，圣子之间的对峙交战。
光芒浓烈，如同耀阳。面对这种情况，赵一凡深知这是有宝物出现的征兆。人妖战场上为何汇聚了大量的年轻一代人类修士和妖族修士？就是因为人妖战场中有不少的机缘地，不少修士曾经在这里获取到超大机缘，甚至传闻中有妖族至宝曾经在这里出现过。每当有宝物出现，必然出现各种纷争。赵一凡打算过去凑个热闹，能得到宝物自然最好，就算是得不到，也去见见世面，趁机猎杀一些妖族修士。反正他当下死亡能够复活，可以使劲做。人妖战场区域不是当下玩家能够踏足的地方，所以整片人妖战场区域也就赵一凡一个玩家。骑乘着混沌麒麟，赵一凡朝着光芒散发的地方急速而去。除了赵一凡以外，天空中一道道神虹闪过，有神通境的修士驾驭神虹飞向光芒散发的地方。在赵一凡去往此处的路上，有神虹从赵一凡头顶上飞过。和可能出现的宝物比起来，显然宝物比赵一凡一个超脱境人族修士重要的多。驾驭神虹的妖族修士并未停留，直接急速掠过。混沌麒麟速度是非常快，可是还是没法和驾驭神虹的神通境修士比拟。等到赵一凡到来附近的时候，此地已经汇聚了上百位神通境修士。人族修士占据一边，另外一边是妖族修士，两者之间相互对峙。而在人族修士和妖族修士的中间，就是先前光芒闪耀出来的一座山峰。此刻山峰还整个散发着淡淡的荧光，有阵法若隐若现的浮现出来。单独遇上人族修士，要是两者之间先前相互不认识，又有着能够斩杀对方的能力，杀人夺宝稀松平常。而如果是有着共同的敌人，加上有其他人在场的时候，很多人族修士就展现出来伪善的一面，能够表面上同仇敌忾。现在情况不明，而且不管是人族修士这边还是妖族修士那边，都没有能够镇住场子的存在到场，相互对峙却没有任何人率先出手。枪打出头鸟这事，不管是人族修士还是妖族修士都非常的明白。双方此刻已经有不少修士联系能够镇住场子之人，等候自己这边强大存在到来。赵一凡到来后，蔫悄悄地来到人族修士的后方，观看着四周的情况。也就在赵一凡刚刚四下观望一番后，天空中出现划过点点星辰光亮，紧接着满天硕大的星辰朝着妖族修士那边落去。在这点点星辰光亮划过天空的时候，人族修士这边有不少人露出惊喜之色。是星宇圣地圣子漫星云，他居然也在人妖战场。漫天星辰如同陨石一样朝着妖族修士们砸去。感受到一个个星辰陨石携带的恐怖威能，不少妖族修士面露惊恐。由于恐怖威压的存在，这些妖族修士想要逃离，却都一个个的如同被定住了一样。也就在星辰陨石就将落到妖族修士们身上的时候，一声巨大的鸣叫响起。巨大的鸣叫下，众多神通境的人族修士感觉耳边轰隆隆作响，犹如要被震聋一样。星宇圣子好大的威风！在鸣叫之后，无数白色的羽毛如同凭空出现一样，朝着星辰陨石飞射而出。一道道羽毛如同利剑一样，将星辰陨石切碎，化解了星辰陨石中蕴含的恐怖威能。紧接着，一个后背带有白色翅膀的少年出现在妖族修士的上空。在他出现后，人族修士这边有人开口说道：“是妖族烈阳圣地的圣子白斩羽。”没想到他也在人妖战场中，刚刚就是他化解了来自漫星云对妖族修士的功法。我倒是谁呢？原来是你这个杂毛鸟！话音落下，一位手持折扇、一身淡蓝色衣袍，看上去20岁冒头的漫星云，在星辰陨石被全切碎后，在星辰陨石后方显露身形，被人称作是杂毛鸟。白斩羽直接展翅，急速飞向漫星云。他的双翅激射出来众多的羽箭，朝着漫星云笼罩而去。躲在人族修士后方的赵一凡早就将混沌麒麟收了起来，看着漫星云和白斩羽各自出手交战在一起，远远观望着他们。不管是漫星云还是白斩羽，都是神通境之上的存在。按照等级来说，他们都是100级以上的强大修士。就他们出手释放出来漫天星辰陨石和漫天羽箭，这要是落在赵一凡身上，赵一凡当下连一道都挡不住。刚刚要不是白斩羽及时出手，就满天星辰陨石砸下去，那一片神通境的妖族修士起码要死上一大半。曾经的赵一凡虽然是神通境8级，但相对于圣地圣子这级别的存在，相当于是个小卡拉米。他只是在探索遗迹的时候，曾经见过几次这种人物相互出手交战。漫星云面对白斩羽激发出来的羽箭，并未利用神通来应对，他收起手中折扇，手握拳头，直接朝着羽箭轰去。神通境之上的境界是4级境，4级境修炼强化人体四肢，经过强化后的四肢，举手投足之间都有着超强的威能，号称一力破神通。也就是说，光是凭借强化的四肢，就有着能够破开神通的能力。随着拳头的轰击，漫天朝着漫星云飞射而来的羽箭被他一拳击碎，拳头势头不停，
朝着已经临近他的白斩羽面门轰去。面对曼星云携带绝大力量轰击而来的拳头，白斩羽手掌化拳对轰了上去。在两拳相击后，巨大的能量波动随之散发出来。一些稍微离他们比较近的神通境修士受到能量余波的冲击，身形摇曳。对拳之后，曼星云后退了一步，而白斩羽只是后退半步。紧接着，两人快若闪电的一拳一脚的攻击对方。片刻后，交战数百招的他们各自朝着后方退了数百米。后退之后，一柄淡蓝色上面有着星辰点点的长剑出现在曼星云的手中，而白斩羽手中也多出一杆红缨枪，其枪尖之上散发冷厉寒芒。各自拿出来自身武器法宝后，曼星云和白斩羽再度站在一起，各种的剑芒和枪芒从两者之间战斗中击散而出，落在地面上就会出现一个坑洞。在没有碾压对方的实力下，他们之间短时间内是分不出胜负的。至于想要斩杀对方，那是非常的困难。其实到了神通境之后，有着护体神通和其他神通后，战斗就不是短时间内能够结束的。正常情况下，神通境2、3级的修士，除非是全方位碾压，要不是没有能短时间击杀同境界对手的。赵一凡先前之所以能够击杀多位神通境的修士，是因赵一凡凭借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加上玄天地经后瞬间的爆发太恐怖。曼星云和白斩羽都是4级境的强大修士，他们的实力没多少差距。而且作为圣子，曼星云和白斩羽都修炼有强大的修炼功法和武技，他们的真实实力比一般4级境的修士还要强大许多。不过随着等级越来越高，每个等级提升后提升的跨度也越来越大，越级挑战的难度也是直线提升。就好比如说赵一凡，在最初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有，靠着能够强行使用出来一些手段，他在觉醒境就能杀掉后天境的荒兽。但是到了后来，赵一凡将黄阶上品功法清风经提升到10层，也就是能够在后天境的时候斩杀先天境的荒兽。清风经10层，按照正常情况提升的话，基本上自身等级都已经达到了先天境以上。赵一凡能够凭借清风经对自身实力的提升，加上可以施展出来超强手段爆发，能够后天境斩杀先天境荒兽也是非常合理的。而后来赵一凡拥有了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才有能够继续越级10多级的实力。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成长到中级 20%， 加上玄天地经，赵一凡才有了越级20多级的实力。不过两者结合，能够越级20多级已经是极限，所以先前赵一凡对战的对手都不超过神通境5级。他是在玄天地经提升到第8层后，加上玄阶10品兵器法宝，才彻底有能够越一个大境界斩杀神通境第1神藏修士的能力。现在看白斩羽和曼星云大战所溢散出的恐怖波动，赵一凡感叹自己当下和圣子级别存在比起来还差得远。从一开始，不管是曼星云还是白斩羽都没有动用全力，而是在互相试探性的攻击。又是一番交战后，两人都感觉没有办法拿下对方，再度分开。他们此行是冲着出世的宝物来的，可不是和对方打生打死的。曼星云是退到了人类修士这边的上空，白斩羽是退到了妖族修士的上空。如果是寻常时候，不管是曼星云还是白斩羽都不会管这些神通境修士的死活。不过现在双方对峙，为了自己的名声，他们都是在对神通境的修士进行庇护。当然，真要是有什么能够威胁到他们的情况发生，他们也绝对不会管这些修士的死活。甚至要是相互争夺起来，凡是挡住他们的，那也是他们的敌人，会出手直接击杀。圣子级别的存在之间交战，对于在场的神通境人族修士和妖族修士而言，寻常很难遇上。在场的人族修士和妖族修士在曼星云和白斩羽停战后，都是感到无比的震撼，深感凭借他们刚刚展现出来的实力，想要灭杀他们一众，简直是不要太简单。因曼星云和白斩羽的出现，有一些人族修士和妖族修士已经萌生退役。在他们停战后，有部分人族修士和妖族修士从后方直接离开，而曼星云和白斩羽也是在停战后看向了阵法若有若无浮现的山峰。不管是曼星云还是白斩羽，作为圣地圣子，对阵法都有涉猎。片刻观摩之后，他们都看出这山峰上若有若无浮现的阵法不是很高端。而就在两人准备破阵的时候，在山峰的另一端爆发出来一声恐怖的声响，接着所有人就看到一个体型微胖、身穿道袍的修士从山峰中飞出来，在他身后，一条龙形状的能量团紧追其后。看到这情况，曼星云和白斩羽都是面色一变。稍作停顿后，他们直接驾驭神虹奔向这个身穿道袍的修士。而也就在曼星云和白斩羽奔向这个身穿道袍的修士时，这修士拿出一个带有豁口的碗，那条龙形状的能量团直接没入到了碗中，消失不见。他在将龙形状的能量团收走后，看着奔向自己的曼星云和白斩羽，对他们咧嘴露牙一笑，然后神虹升腾而出，驾驭神虹直冲天际。白斩羽和曼星云已经感觉
这山峰中的宝物可能被这个身穿道袍的修士捷足先登的带走。在他们来到山峰这侧的时候，他们看到了在山峰上有着一个巨大的山洞。刚刚那个身穿道袍的修士就是从这个山洞中飞出来的。他们隔着不近的距离相互看了一眼，然后也是直飞天际，朝着身穿道袍的修士追去。从刚刚身穿道袍的修士流露出的气息和驾驭神虹飞走的速度，他们能够感知出来，这个身穿道袍修士的实力比他们还要弱上不少，也就是普通刚刚踏入4级境的水准。在白展宇和曼星云去追逐身穿道袍的修士后，在场的人族修士和妖族修士也是纷纷赶至过来。在刚刚爆发爆炸声响的时候，原本山峰上若隐若现的阵法已经消失。看着山峰上出现的巨大山洞，有速度快的神通境修士已经率先进入到山洞之内，而先前一直没有出手的人族妖族修士也在山洞之外施展手段。现场还有的100多位修士，随着有人出手，一场混战瞬间开启。跟着人族修士一起过来的赵一凡本来是打算直接进入到山洞中的，结果在临近山洞的时候，他面前有一个妖族神通境修士瞬间朝着赵一凡攻来。这是个神通境第2神藏2级的妖族修士，按照等级来算的话是62级。赵一凡当下是超脱境1级，相当于41级，和对方有着21级的等级差距。当赵一凡临近，察觉到赵一凡就是个超脱境的人族修士，这个神通境第2神藏2级的妖族修士微微一顿。在场的人族修士连神通境第3神藏的都有数位，他刚刚只是感觉赵一凡境界气息不强，所以才对赵一凡出手。可是他在没靠近赵一凡之前，真没想到赵一凡是个还不到神通境的人族修士。神通境第2神藏对上一个不到神通境的人族修士，这个妖族修士认为自己随手就能够将赵一凡击杀。第39章上千亿灵石的收获。到了神通境第2神藏，不管是人族修士和妖族修士，那都是非常谨慎的主。虽然察觉到赵一凡只是超脱境的人族修士，但其一上来对赵一凡就是一道能够灭杀很多神通境第1神藏的攻击。面对对方朝着自己袭来的攻击，赵一凡手中长枪泛出雷光，破开对方的攻势后来到对方的身前，瞬息之间赵一凡就朝着这个妖族修士连续刺出数枪。别说是神通境第2神藏2级的修士，就算是神通境第2神藏10级的修士，如果要是被赵一凡靠近，赵一凡也能够快速将其打爆。虽然这个神通境第2神藏2级的妖族修士已经非常谨慎，上来就动用较强的攻击手段，可他谨慎的还不够，没有防备被赵一凡近身，因此在赵一凡的超高爆发下，其直接丧命陨落。赵一凡这边斩杀了一个神通境第2神藏2级的妖族修士，旁边有数位人族修士和妖族修士察觉到，他们在和对手交战的同时，不动声色的稍微远离赵一凡。刚刚赵一凡的瞬间爆发太强了。与此同时，原本阵法都已经消散的山峰突然再度光芒大涨起来，笼罩整个山峰的阵法再度若隐若现的浮现出来。紧接着，众多光芒从山峰中四射而出，在山峰之外混战的人族修士和妖族修士有躲闪不及的，直接被山峰中激射出来的光芒洞穿了身体。原本在山峰外的近100神通境修士，眨眼间就还剩下30多位，剩下的全部死在了激射而出的光芒下。赵一凡如果不是及时躲在了山峰下一块巨石的后方，他也会被激射出来的众多光芒击杀。就算是如此，有光芒穿透巨石，在赵一凡的胳膊和大腿上留下2个血洞。赵一凡高达近100亿的生命值，也是直线掉落到了20多亿。一波光芒击射之后，山峰中又有数道神芒出现。神芒在出现之后，纷纷朝着天空射去。是灵宝！随着有人一声惊呼，还存活着的神通境修士们纷纷驾驭神虹，朝着携带神芒的灵宝追去。望着一个个急速的神虹，赵一凡并未和他们一样，因赵一凡知道，他当前修为境界低，没有神通境才能够修炼出的神虹，速度是远比不上那些神通境修士的。灵宝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兵器法宝，相对于很多常规的兵器法宝，灵宝拥有一定的灵智，自身长期祭炼，其能够比寻常兵器法宝更容易操控，消耗更小，威能也更强。按照兵器法宝的等级划分，其价值和威能相当于下一个等阶的兵器法宝。比如说玄阶的灵宝，其大概能够和地阶普通兵器法宝相当。如有一件适合自己的灵宝，经过长期祭炼，对自身战力提升是极大的。因在场的很多修士都去追逐灵宝，和赵一凡一样，还留在这里的没剩下几位。留下来的修士不是和赵一凡一样，认为自己没机会追逐抢夺到灵宝，就是另有想法。加上赵一凡，一共4位人族修士，还有3位妖族修士，他们相互之间都距离比较远。有一个人族修士在环视一圈后，直接朝着山峰山洞中走去。在他进入到山峰山洞中之后，有2位妖族修士也是进入到山峰山洞中。他们3个进入到山峰山洞后，山峰外还剩下4个人，3个人族修士和1个妖族修士。
那个妖族修士看了看后，直接驾驭神虹快速离去。而在这妖族修士走后，两位人族修士同时朝着赵一凡这边看来。这两个人族修士应该是一起的，在其中一个给另外一个递了个眼神后，两人就一左一右朝着赵一凡这边逼近。伙计，我俩不想和你开战，你那边2具尸体送你了，收起来赶紧离开这里。先前的时候，赵一凡快速斩杀了一位神通境第2神藏2级的妖族修士，这2个修士中有一人看见了。虽说他们2人都是神通境第2神藏5级以上的修士，也能够比较轻松的斩杀神通境第2神藏2级的妖族修士，但赵一凡能够快速斩杀神通境第2神藏2级的妖族修士，实力极强。加上那些追逐灵宝的修士，随时都有可能返回，除非必要，要不然的话，他们也不想和赵一凡对上。不过先前这里死掉的众多人族妖族修士，可是很大一笔财富。这2人没有去追逐灵宝，就是看上了这些死掉修士的遗产，也不想赵一凡和他们分一杯羹。面对其中一人所说，赵一凡伸手指向前方，开口说道：“我就要那一具尸体，给我，我就离开。”在赵一凡说完后，2个人族修士朝着赵一凡所指的尸体看去。2个人族修士相视一眼后，微微点头，挺有眼光。好，给你了。这具尸体是一位神通境第3神藏的修士。先前此人和一个妖族修士战斗，在光芒激发出来后，没能及时躲开，被数道光芒命中要害，脑袋都被洞穿。在对方同意后，赵一凡就慢慢的朝着这具尸体走去。当赵一凡临近这具尸体的时候，2道攻击同时朝着赵一凡袭来。面对从旁边袭来的2道攻击，赵一凡直接朝着对方奔去。同时，对付2个神通境第2神藏的修士，对赵一凡来说也是有一些压力的。他从最初的时候，目标就不是这具尸体，而是借机靠近这2个人族修士。只要靠近了，那么他就有极大的把握杀掉这2个人族修士。从刚刚赵一凡说要这具神通境第3神藏修士的尸体，对方几乎没有犹豫的就同意，他就知道这2个人族修士不会轻易的放过他。除此之外，赵一凡也是趁机拖延时间，让自己的生命值恢复。因为早有准备，赵一凡的反应迅速，在对方出手之际，急速靠近2人。靠近了就好说了，行字密运转，急速靠近2人，顶着另外1人的攻击，疯狂攻击另外1人。眨眼间，赵一凡击杀了其中1人，然后转向另外1个人。没有什么意外，一个神通境5级和一个神通境6级的人族修士全部死在了赵一凡的手中。杀了2个人族修士后，赵一凡就开始进行收尸大业，一个个储物袋被赵一凡收入囊中。先前死去的众多神通境人族妖族修士，死亡后留下的东西可不少。不过因为先前众多神通境人族妖族修士站位比较分散，死亡后跌落到各地，想要全部收集起来需要花费一些时间。而就在赵一凡一个个寻找收集的时候，赵一凡看到了另外一边有个身影也在到处的寻找搜集。这个身影赵一凡有点印象，正是先前的那个身穿道袍有些胖乎乎的修士。他在赵一凡看向他这边的时候，冲着赵一凡咧嘴一笑，然后伸手在前方虚化。赵一凡理解他的意思，他的意思是那边归他，这边归赵一凡。先前明明被白展宇和曼星云2个圣子追逐，现在他又折返回来，却不见白展宇和曼星云，赵一凡自然知道这个胖乎乎的修士不简单。在对方虚化后，赵一凡微微点头，开始继续寻找死亡的神通境修士。一个神通境第1神藏的修士，全部身价也就是1000多万灵石；神通境第2神藏的修士稍微富足一些，价值能接近2000万灵石。至于那个神通境第3神藏的修士，身价就比较丰厚，各种能看出有价值的东西全部加起来，能够有个4000万灵石左右。在场所有死亡的神通境修士遗产加起来，也就是10个亿左右的灵石。当下赵一凡已经收了1/3，按照那个道袍修士的虚化，赵一凡还能够收个1/3左右。对方连2位圣子都能摆脱，实力深不可测，赵一凡自然不会为了价值3-4亿灵石的东西去和此人对上。要是真因为这个被人家杀死，死亡后掉落1级，可不是3-4亿灵石就能够补回来的。相对于捡尸，现在对于赵一凡而言，还是出手斩杀神通境修士的收获大。要不是捡尸有可能捡到一些特殊的好东西，赵一凡都懒得去捡。最初斩杀的那个神通境第2神藏3级的妖族修士，赵一凡是获得了188亿多枚灵石。作为神通境第2神藏2级的妖族修士，修炼的起码是玄阶修炼功法。玄阶下品修炼功法，基础1层的加成就是 100% 至 120% 之间；玄阶中品修炼功法，基础1层加成 150% 至 170% 之间；玄阶上品修炼功法基础1层加成是 200% 至 220% 之间；玄阶极品修炼功法基础加成是 250% 至 270% 之间。按照生命值来计算的话，这个神通境第2神藏2级面板基础是30亿生命值。这妖族修士如果修炼的是玄阶下品修炼功法，应该是6层；要是玄阶中品修炼功法，那么就是4层；玄阶上品修炼功法3层。
不会是玄阶极品的修炼功法，因为他生命值总数不在范围内。当然，这种算法也不是那么的准确，也有可能有着其他特殊增持手段，或者是服用过什么增强生命体质的丹药或者灵草什么的。不过基本上按照这个算法推算的话，也会是大差不差。一个神通境第二神藏2级的妖族修士赵一凡就得到了128亿多枚灵石，什么3-5亿灵石的，赵一凡现在根本看不上眼。除了这个神通境第二神藏2级的妖族修士外，后来2位神通境第二神藏5级和6级的人族修士，赵一凡分别得到了426亿和568亿多枚灵石。退凡境9级的时候，赵一凡的最高爆发能够有7-80亿的伤害。当然，这里说的伤害是对方毫无防御的情况下，真正落在敌人身上，肯定是造不成这么大的伤害。超脱境1级后，赵一凡比先前伤害翻了1倍有余，最高爆发伤害能够达到接近200亿左右。不过这也还是裸攻伤害，越是等级高的修士，自身防御和护体神通越是强大。先前神通境第二神藏2级妖族修士赵一凡是3枪命中，1枪破防，2枪刺中要害，才将对方打死。那个神通境第二神藏5级的修士赵一凡瞬间朝着其刺了数十枪，其中有10数枪命中，才将对方击杀。因是顶着神通境第二神藏6级修士的攻击，赵一凡凭借体魄强大，防御力恐怖，当时也是掉落了80多亿生命值。要不是击杀神通境第二神藏5级修士后升级后状态全面恢复，赵一凡也无力斩杀另一位神通境第二神藏6级的人族修士。当然，赵一凡在出手之前就已经计算好了情况，所以2位神通境第二神藏的人族修士都死在了赵一凡的手中。短时间内斩杀的这3个神通境修士，赵一凡就得到了1122亿多枚灵石。这去越级击杀神通境第二神藏的修士，虽然有一定的风险，可是收益也是非常恐怖的。神通境第二神藏2级的修士越级击杀赵一凡得到6600万点经验，而神通境第二神藏5级的修士赵一凡越级击杀后得到了1.5亿点经验。赵一凡在杀掉那位神通境第二神藏5级的修士后，就升级到了超脱境2级。超脱境2级升级3级需要等级经验3亿，而一个神通境第二神藏6级的修士赵一凡就得到了1.75亿经验。也就是说，赵一凡在击杀一个神通境第二神藏5级以上的修士，就能够再度升级。在收集死亡神通境修士遗产的时候，赵一凡打开了属性面板看了一眼，姓名赵一凡，等级超脱境2级，236000000300000000，生命值30000000加46880百分号，10940000000，14094000000，灵力值150000000加46880百分号，504700000，704700000，特殊体质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终极20%，功法明心经修炼功法不入流，第1层25-200，清风经修炼功法黄阶上品，第10层2568800，玄天地经修炼功法地阶第8层24410752000，烈日斩武技功法黄阶下品，第1层5600，凌云掌武技功法黄阶下品，第1层480-600，行字秘秘法残篇，专属天赋超神级，造成任意伤害可吸取对方生命转化为一定比例的灵石。看自己已经高达140多亿的生命值，赵一凡感慨万千。按照这幅度，等他神通境的时候将拥有600-700亿的生命值。虽说生命值不能代表一个人的战力如何，但没有足够生命值的支撑，很容易在战斗中被人家秒杀。就算是有着超强爆发，还没临近对手呢，就被人家远程攻击秒杀了，再强又有什么用呢？就现在，赵一凡能够不断越级击杀对手，除了玄天地经外，就是成长度终极20%的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是他结合玄天地经后，带给了赵一凡超强的爆发力和防御力，让对手没办法在极短的时间内将他秒杀掉。这也是为何先前光芒激射，连神通境第3神藏修士都被光芒洞穿惨死，而赵一凡还能被命中2下后还活着的原因。不过，能够杀掉3位神通境第2神藏的修士，也算是比较意外的情况。正常下，赵一凡可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去靠近神通境第2神藏的修士。这要是对方和他远程互攻的话，赵一凡很难奈何对方。而且，如果对方驾驭神虹逃离的话，赵一凡也根本追不上。只能说，刚刚时机太好，对方也没有防备到赵一凡的爆发那么的恐怖，让赵一凡抓住了时机。收取了一番死亡神通境修士的遗物后，赵一凡远远看到那个胖胖的修士在捡取了另一边的遗物后，进入到了山峰山洞中。看身穿道袍的胖修士进入到山峰山洞中后，赵一凡稍作考虑后，也来到山峰山洞前。其实赵一凡现在进入到山峰山洞中不是什么最佳选择，他要是死亡的话，掉级等于一下掉了1级半。不过有些东西都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那胖修士折返回来后，又进入到山峰山洞中，显然里面还有他没得到的东西。而且先前光芒激射，灵宝神芒飞射而出后，这座山峰就一直没有什么动静。赵一凡想要再进入山峰山洞中探索一遍。虽然死亡掉级等同于掉一级半，可是死了能够复活，比起那些只有一条命的原居民来说，赵一凡的死亡代价还是在承受范围内。然就在赵一凡即将进入到山峰山洞的时候，几道神虹急速而至。在这神虹距离赵一凡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一道雷芒朝着赵一凡劈来。第40章无德老道，地精提升，地阶5技。面对劈向自己的雷芒，赵一凡行自命运转，快速奔入到山峰山洞中。赵一凡跑得快，但是雷芒速度也是无比迅捷，有部分劈在了赵一凡的左侧肩膀上。望着直接下降了近100亿的生命值提示，看了一眼自己的属性状态，仅剩下几千万生命值，赵一凡有些心惊。他刚刚要是跑得再慢一些，那雷芒要是全面直接劈中他，他也就死了。还好侥幸差了一点，没有直接被击杀。先前的时候，神通境第2神藏6级的人族修士攻击赵一凡，其一击也就是3-5亿的伤害，没有正面劈中，就对赵一凡造成近100亿的伤害，可见刚刚的雷芒攻击多么的恐怖。受到了攻击，信息栏上有信息提示，赵一凡知道刚刚攻击自己的是一名神通境第4神藏5级的妖族修士。神通运5藏，修炼5藏，步入神通境需要修炼出来护体神通，然后修炼5藏之一，通过修炼5藏之一，由此凝聚出来属于自己的专属神通。当等级提升到神通境10级，5藏之一修炼到一定程度，可以完全凝聚出来自己的专属神通后，就可以进一步修炼下一个5藏，再度凝聚修炼一个专属神通。神通境第4神藏5级的妖族修士相当于85级，和赵一凡有着43级等级差距。如此巨大的等级差距下，已经不是当下他能够应对的了。看了一眼信息栏的信息，赵一凡记住了对方的名字，然后也不恢复生命值，而是直接继续深入山洞。当下赵一凡不足上亿的生命值，随便来个神通境第2神藏的修士就能够轻松击杀他。而赵一凡也不知道，那后来的几位妖族修士会不会过来后就马上进入到山洞中，他现在还需要避开对方。就在赵一凡深入了一段之后，在一个石壁旁，一个让人感觉鬼鬼祟祟的身影转头朝着赵一凡打招呼：“小兄弟，过来，过来。”看到这个身穿道袍胖胖的修士，赵一凡稍作停顿走了过去。不管是敌是友，靠近对方对赵一凡来说都是有利无害。小兄弟，老道无德，这有个大机缘，咱们合作如何？先前两人打过照面，吴德并没有和赵一凡有什么交流，互不相识。现在吴德他说有个大机缘要和赵一凡合作，赵一凡感觉其中应该是有诈。不过现在情况就是他受到妖族修士攻击，还没有到脱战时间，无法下线，后撤离开山洞，有可能和妖族修士遭遇。而这吴德也不是简单人物，赵一凡打算先拖延时间，等候自己到脱战时间，并且趁机恢复自己的生命值。面板商城中最高能够购买到黄阶完美品质的生命恢复丹药。不过先前赵一凡击杀了众多神通境的修士，从而收获了不少玄阶品质的生命恢复丹药和几枚地阶品质的生命恢复丹药。玄阶品质的生命恢复丹药能够恢复 25% 的生命值，恢复上限是5000万点。地阶品质的生命恢复丹药能够恢复 30% 的生命值，恢复上限是5亿生命值。先前赵一凡在光芒穿透他之后，他就是利用仅有的几枚地阶品质生命恢复丹药，快速恢复了一定的生命值。虽说玄阶品质的生命恢复丹药只能恢复5000万点生命值，对于赵一凡来说有点杯水车薪，但多恢复一点，怎么也相对安全一些。我叫赵一凡，老哥所说合作是怎么个合作法？靠近吴德后，赵一凡清晰地看清楚了吴德的样貌。吴德身穿道袍，身体不高，也就是1.7米左右，比赵一凡矮了半个头。不过体型上，两个赵一凡加起来和对方差不多。样貌上，如果不是吴德眼角的皱纹，看上去也就20多岁。听赵一凡这么询问，吴德稍微闪身，对赵一凡招了招手。在他闪身后，赵一凡看到了他后方挡住的一个洞口。这洞口1米多高，半米多宽，先前被吴德整个挡住。先进去，咱们详谈。虽说当下受限于境界等级，赵一凡只能动用从现实中带过来的神念，但距离近的情况下，赵一凡感受到这个洞口有着某种阵法的存在。看赵一凡盯着洞口没有进入其中，吴德对赵一凡说道：“这里我布置了遮掩阵法，先进去再说。”而赵一凡深呼吸后，看向吴德，缓缓地说道：“吴德老哥，我刚才进入到山洞的时候，有几个妖族修士应该是跟着进来了。你这遮掩阵法能够瞒住他们吗？”“放心好了，这遮掩阵法启动后，就算是化灵境的修士也不容易察觉到。这样，老哥先进去，我跟着进入。”见赵一凡防范之心浓厚，吴德朝着赵一凡说道：“那好吧，我先进去。”说完之后，吴德微微屈身进入到洞内。
而赵一凡在吴德进入到洞内后，看脱战时间已到，直接选择下线。现在地之永恒没有反馈，有着下线大法的存在，赵一凡除非是傻了，要不然的话才不会跟着吴德进入到拥有阵法的洞内。之所以和吴德说些有的没的，就是在拖延时间，等候脱战后下线。赵一凡可是知道有很多阵法是有着限制下线的效果，在这样的阵法中，想要强制下线也可以，但是会导致直接死亡掉级。除了一些阵法外，一些特殊的区域中也是有着类似的效果，这都是曾经有些能够作死的玩家试验出来的。赵一凡和吴德又不熟，虽说他没对自己出手，但是合作什么的肯定是幌子，对方不知道是想要图谋什么。既然意识到这点，直接利用下线大法躲一波绝对是最佳选择，正好趁机还能够避一避后面可能进入山洞内的妖族修士。在赵一凡下线几秒后，吴德从山洞中出来，看赵一凡已经消失无踪影，吴德肥硕的脸上肥肉微颤，奶奶个腿的，这小子跑得真快，本感觉他体质有些特殊，气血之力雄厚，想给他放血的，居然让他跑了。要不是看他生命气息微弱的厉害，怕他稍微一反抗，一不小心弄死他，道爷就将他直接拿下了。真是晦气。哦，有妖族修士靠近了，妖族气血比较雄厚，那就让你们替他放血吧。先前对赵一凡出手的神通境第4神藏5级妖族修士和一个神通境第5神藏3级的妖族修士，外加2个神通境第3神藏10级的妖族修士刚刚靠近，一条条龙形能量柱就朝着他们缠绕而去。简单的反抗后，他们就被捆绑起来。吴德将这几个妖族修士全都拖入到了洞内，开启了阵法。赵一凡下线后就从虚拟游戏舱中出来，看着自己床上还没睡醒的云梦溪，赵一凡亲了亲他的额头，然后走出房间。现在时间还不到凌晨5点，赵一凡走出自己房间，来到了屋外面。看着天才刚有点泛亮，赵一凡脚下神虹出现，直接冲天起。在高空中望着下方的城市，赵一凡感慨无限。原本5年才有的成就，现在短短几天的时间内，他就在地之永恒中有了更强的实力。那超高的 SVIP 加成，到时候一旦反馈，赵一凡自己都无法估算出会对自身有多大恐怖的提升。在狼牙市的上空转了一圈后，赵一凡就回到了家中。逛了一圈，花费了10多分钟，回来后赵一凡就再度进入到了地之永恒中。身影出现在山洞中后，赵一凡就随时准备快速下线。当看到眼前没动静后，赵一凡稍微松了一口气。而原本他看到的洞口现在一点踪迹没有，赵一凡知道这是吴德利用阵法隐匿了起来，直接掠过这里。赵一凡朝着山洞外快速离去。现在他的生命值跌落到谷底，没有恢复前，他不想再继续冒险。而且赵一凡认为先前那几个妖族修士可能就在前方，面对他们，赵一凡当下没有抵挡之力。退出山峰山洞，赵一凡并未遭遇到什么危险。就在赵一凡刚刚离开一定距离后，赵一凡看到2道神虹一前一后的落在山洞前，然后进入到了山洞中。这2道神虹正是先前追逐吴德离去的曼星云和白斩羽2位圣子存在。虽没凑上热闹得到此地的宝物，不过先后杀掉了3位神通境第2神藏的修士，赵一凡也算是收获颇丰。有了大量灵石，赵一凡又能够对天眼无极这个5级功法提升一番。换出混沌麒麟，赵一凡骑乘上去离开了人妖战场区域。一趟人妖战场之行，赵一凡背包中现在拥有 1521.8 亿多枚灵石。回到城市中后，赵一凡第一个提升的就是玄天地经。322.56亿枚灵石下去，赵一凡玄天地经升级到了第9层。同时赵一凡的消费金额总值达到了 993.15 亿多。 SVIP 的等级从先前的15级直接飙升到了18级，基础加成提升 300%， 成为 1580%。 前后后投入了接近1000亿的灵石，赵一凡感叹，就算是圣地，可能短时间内也拿不出这么多的灵石，更不用说将如此海量的灵石投入到某一个修士身上。玄天地经的层次提升，对赵一凡来说是当下最能提升战力的。在将其提升了1层后，赵一凡继续提升玄天地经。645.12亿灵石后，玄天地经提升到第10层。先前 1521.8 亿多灵石，现在还剩下 554.12 亿多。而这次这么多灵石下去，赵一凡总消费金额达到了 1547.27 亿多枚灵石。不过破了1000亿之后， SVIP 的等级并没有继续提升，让赵一凡再度感觉是不是 SVIP 18级就到顶了。修炼功法5级功法的升级经验是翻倍提升的。玄天地经本身基础需要的升级经验就高，10层升级到11层，用灵石升级的话需要 1290.24 亿枚灵石。当然这是利用灵石，如果不利用灵石的话，玄天地经自身层次高了之后，自主修炼的经验增加也是随之增加，所需要修炼提升的跨度没有翻倍那么夸张。10层的玄天地经总加成是 56800%，
在这加成下，赵一凡的生命值达到170.7亿，灵力值85.35亿。因手中剩下的灵石不能够再度提升玄天地晶，赵一凡看了一眼属性面板后，开始继续融合大业。先前18.8亿多枚灵石将天眼无极提升到了玄阶极品，现在赵一凡购买了黄阶各种武技功法后，开始先融合出来玄阶武技功法。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SVIP 等级又提升了好几级的原因，这次融合到玄阶武技功法比先前还要多一些。越是融合高阶的武技功法，提升幅度越大。赵一凡融合出来玄阶武技功法后，没选择继续直接融合天眼无极，而是继续两相融合，将它们提升到地阶。等到手中功法都融合成为地阶后，赵一凡才将其融合天眼无极。只是5本地阶修炼功法，天眼无极就提升到了地阶下品。当18.8亿多枚灵石的融合出来的地阶修炼功法全部融合后，天眼无极被提升到了地阶中品。又是一轮18.8亿多枚灵石，天眼无极提升到了地阶极品。地阶武技功法融合出天阶功法，天眼无极在又是2轮过后提升到了天阶极品。到了天阶极品后，只能还是利用天阶武技功法来融合它。先前的经历让赵一凡知道，圣阶级别的武技功法不容易融合出来。他当初200多亿的灵石就是这样打水漂没的。要不是最终得到了天眼无极这部功法，赵一凡算是亏大发了。因融合不出来更高阶的武技功法融合天眼无极，他到了天阶极品后也是不容易提升了。18.8亿多灵石下去，没能让其提升。又是18.8亿多灵石后，天眼无极才提升到了圣阶下品。131.6亿多枚灵石得到了一部圣阶下品的武技功法，对赵一凡而言完全在接受范围内。加上先前在武技功法融合上的投入的225.6亿多枚灵石，现在赵一凡在融合武技功法上一共耗费了357.2亿多枚灵石。看手中还有422.52亿多灵石，赵一凡继续融合。再次10轮18.8亿多枚灵石下去后，天眼无极被硬生生的堆积提升到了圣阶极品。还剩下234.52亿多灵石，赵一凡也没有留着，他准备将天眼无极硬堆到地阶。然而有时候运气来了，挡也挡不住。一轮18.8亿多灵石融合出来的2本天阶武技功法，赵一凡都没抱多少希望。结果第2本天阶下品的武技功法和天眼无极融合后，天眼无极的品质提升到了地阶。第41章超强的天眼无极，家中来客。看着武艺综合评分的天眼无极，赵一凡知道当下在他这里可以告一段落了。在武技功法的融合上，赵一凡前后一共花费564亿多灵石，花费虽然不少，但最终结局赵一凡还是非常满意的。直接使用学习天眼无极这部地阶武技功法被赵一凡学会。因功法排行榜上一个人只能上榜1次，所以赵一凡学会天眼无极后，他并未上榜。当下赵一凡只是学会了天眼无极，其众多信息由于没有反馈，赵一凡也不得而知。不过现在他可以投入灵力施展出来天眼无极，一部地阶武技功法学到手，赵一凡自然是想要找人试一试他的威能有多大。武技功法和修炼功法一样，都是需要经验提升层次的。因天眼无极也是地阶，灵石提升和玄天地晶一样，一点经验6000枚灵石，2.52亿枚灵石下去，天眼无极升级到了第2层；83.16亿枚灵石下去，天眼无极升级到了第6层。此时赵一凡手中的灵石从先前的1500多亿，仅剩下82.24亿多枚。而在升级天眼无极的过程中，赵一凡的灵石消费总金额突破了2000亿，达到了2052.04亿。在灵石消费总金额突破到2000亿时，有信息提示赵一凡达成了唯一神豪消费成就至高神豪。这个唯一成就只有一个效果，那就是 VIP 加成增加 420%。 当下赵一凡在 VIP 上的总加成达到了 2000%，2000亿的灵石总消耗获得了 2000% 的 VIP 总加成，赵一凡对此非常满意。曾经他 VIP 4级加成是 40%， 在反馈来临后，他整体就增幅了 40%。 现在 2000% 的 VIP 加成也就是20倍的增幅，光是想想就知道这20倍增幅后会多么的恐怖。目前对于赵一凡来说，没有什么其他太好的去处。将天眼无极提升后，赵一凡再次来到人妖战场。在人妖战场的边缘，赵一凡先是简单的试了试天眼无极。现在正常来说，一部武技功法学会后，只需要触动使用就会自主激发出来。就比如说赵一凡掌握的黄阶下品武技凌云掌，只需要激活使用，提供灵力，它就会自主被使用出来。而激活使用的方法当下也很简单，就是做出一个指定起手式，然后喊出来名字就行。也就是因为这个，到了以后还有不少玩家在对战交手出招的时候，下意识地喊出自己施展招式的名字。天眼无极。随着赵一凡做了起手式，小声默念，他体内的灵力迅速汹涌而出，
一道寸许如同利剑一样的能量柱瞬息出现，落在了他的前方。好强大！这一击比之先前妖族修士攻击我的雷芒还要强许多，不过消耗也挺大的，一击就需要上亿的灵力。虽然现在还没有反馈，但是根据这一击对地面造成的破坏，赵一凡能够大概估算出一些。不过没有实战过，赵一凡也不知道其具体威力到底能够达到何种程度。现在赵一凡就等着找到一个合适的对手，来试试自己已经6层的天眼武技到底有多么的强大。人妖战场区域的面积非常大，先前赵一凡所游荡的区域只是人妖战场的很小一片地方，知道那里因为宝物出世有一定的危险，此次赵一凡并未选择前往先前去过的地方。当下对于赵一凡而言，战力方面不欠缺，欠缺的就是他受限于等级境界，没法驾驭神虹。就算是远远的看到有驾驭神虹飞过的修士，对方要是不来主动对他出手，他就没办法追逐上对方。而就算是他也能够驾驭神虹后，对方要是一个劲的逃窜，他同样也很难奈何对方。行字秘能够提升自身速度是没错，可是由于它是残篇，按照赵一凡的实验，每次使用也就是持续个10多秒。在近距离交战的情况下，行字秘很好用，可以用来快速突进对方，但要是距离远了的话，他就算是有速度上的爆发也没多大用。不过这一点赵一凡早就有所打算，等到明天阵法功能开通后，他就可以利用阵法来帮助混沌麒麟升级。只是觉醒近4级的混沌麒麟速度方面就已经非常恐怖，等他等级提升上来后，赵一凡就可以骑乘混沌麒麟来追杀敌人。人妖战场的面积那么大，总归是有一些初入神通境的愣头青在察觉到赵一凡还是个没有踏入神通境的人族修士后，想要弄死赵一凡。等到早上7点多的时候，又有10多位神通境第一神藏的修士死在赵一凡的手下。神通境第一神藏的修士对于当下赵一凡而言有点弱了，天眼无极一出直接秒杀，因此赵一凡也没能试验出天眼无极威能的上限。而除了一些神通境第一神藏的修士外，神通境第二神藏的修士就算是感知到赵一凡，察觉赵一凡是个连神通境都不到的修士，直接就将赵一凡无视了。没有猎杀到神通境第二神藏的修士，光是20多位神通境第一神藏的修士，只是让赵一凡得到了 236.56 亿多枚灵石。虽然也不少，可是先前赵一凡短时间击杀了3位神通境第二神藏的修士，直接获得1122多亿灵石，这些灵石多少有点看不上眼了。不过随着赵一凡的实力提升，现在已经远超现实中的他，赵一凡也不太清楚哪里能够正好找寻到神通境第二神藏的修士。先前他去过的墓地遗迹有着大量的神通境白骨骷髅兽，倒是一个好地方，可那地方遍布着众多的阵法。赵一凡曾经虽然对阵法有一定的涉猎，但是当下地之永恒阵法功能没开通，赵一凡很多破解阵法的手段用不出来。现在他就等地之永恒开通阵法功能，学习到阵法后再去那处墓地遗迹。斩杀了20多位神通境第一神藏的修士，由于越级的幅度减小，赵一凡一共才得到了5300多万点等级经验。看自己还差1000多万点等级经验就能够升级，赵一凡打算先升级再说。时间一晃，接近8点，赵一凡的等级升级到了超脱境3级。等级的提升伴随的就是赵一凡全方位的提升。看过一眼自己的属性面板和背包中的450多亿灵石，赵一凡就离开了人妖战场。算起来，今天是地之永恒开服的第5天，5天的时间里，赵一凡几乎没怎么下线过。不过5天来获得的收获，赵一凡也是无比的满意。回去的路上，赵一凡看了一下地之永恒的各榜单。赵一曼是从地之永恒第1天的时候就保持1天10几个小时在线时间，嗑药升级。云梦溪是第3天开始的，先前的时候，赵一曼和云梦溪的升级速度虽说比较快，但还算是中规中矩。但是在重置出来圣阶体质后，云梦溪和赵一曼的升级速度也是飙升了起来。就赵一凡现在，随便给他们一点灵石，那都是动撼上亿的。他们可以一直保持着利用黄阶完美品质的等级经验丹药来升级。因此昨天是他们升级速度最快的时候，现在云梦溪和赵一曼都已经突破到了后天境。拥有圣阶特殊体质的他们突破的时候也没用破境丹就轻松突破。现在赵一曼是后天境3级，云梦溪后天境2级。赵一凡打算等他们上线后，给他们每人融合出来一部天阶的修炼功法，到时候他们的升级速度还会猛增。虽说云梦溪和赵一曼在地之永恒内的时间没法和赵一凡比，也没法和一些又能氪金又能干的玩家比，但是凭借着圣阶特殊体质加上10多个小时的修行，目前等级排行榜上两女分别排在第2位和第3位。除此之外，就是土豪国度的那个土豪玩家阿连斯密普米特斯，他在功法功能开通后又是氪金不少，融合出来一部玄阶极品的修炼功法。接着这玄阶极品修炼功法加上1夜的修炼，阿连斯密普米特斯的等级也突破到后天境，现在是后天境1级。除了他之外，
等级排行榜下面就有些断层了，排名第5的是张莹，觉醒境9级，后面的是一众觉醒境8级的各国玩家。而能够升级到觉醒境8级的玩家，毫无意外的，基本上都有着还算不错的特殊体质。至于原本等级排行榜上的刘腾，因为一直组织一众氪金玩家到处猎杀伐地联盟，期间又死亡过，现在等级排行榜前列都找不到他了。看过各个排行榜，回到城市中后，赵一凡就直接下线了。下线后，赵一凡就看到赵一曼和云梦溪在厨房中忙碌着。一凡哥，你下线了啊？早饭还要等一会才好，你先等一下。云梦溪看到来到客厅中的赵一凡，脸上带有甜甜笑容的对赵一凡说道。虽说这几天云梦溪和赵一凡没有多少单独接触的时间，可是每天早上睡醒，赵一凡就在自己的身边，云梦溪有种和赵一凡正常两口子过日子的感觉。云梦溪和赵一凡打了个招呼，然后就开始继续做饭。至于赵一曼，她虽然知道赵一凡下线了，可是光是做饭对她来说就有些手忙脚乱了，根本无暇理会赵一凡。而赵一凡靠在厨房的门口上，就这样静静地看着两女在厨房中忙碌。曾经失去过，赵一凡对于当下这种温馨的局面十分的珍惜。然而一阵门铃声打断了这幅局面。赵一凡神念一动，扫视到门外的情况，神念看到有2男1女在自己家外。该来的总归是回来，不过这都5天了，龙国官方是对地之永恒不够重视，还是处理速度一如既往的慢。虽说先前赵一凡利用神念去扫视赵一曼，看到一些不应该看到的东西，他已经不轻易动用神念，可当下地之永恒没反馈，也没有地之永恒中的存在降临蓝星。赵一凡现实中神通境8级的实力在蓝星上就是无敌的，他自然可以无任何顾忌的随意动用神念。从对方的穿着和胸前挂的工作牌，赵一凡就知道这前来之人所为何事，无非是他在地之永恒中大肆消耗灵石，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然后找寻到了他。赵一凡过去打开房门，为首的一个看上去30岁的男子对赵一凡亮了亮自己的证件。赵一凡先生，你好，我是狼牙市执法队队长张明，这位是虚拟游戏安全部门的主管周岐山和他的同事徐文静。我们此次前来是有些关于地之永恒的事情，想要找你了解。周岐山是个看上去50岁左右的中年人，徐文静是个看上去十分干练、长相姣好的20多岁女性。赵一凡虽然在地之永恒中消费了2000多亿的灵石，很多人都认为赵一凡必然和地之永恒的游戏公司有着联系。可是赵一凡以往没有什么犯罪记录，也没有通过地之永恒的灵石来售卖变现，没有任何违法乱纪的行为。龙国官方也不能说是直接就派人将赵一凡带走问话，他们此次前来就是按照一些流程来对赵一凡他们进行问话，而该有的布置已经布置妥当。在赵一凡他们家外，现在有大量的狼牙市执法者对一片区域进行了封锁。哦，诸位请进。先前的时候，龙国官方的上层对地之永恒的关注不是很大，各地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异样情况已经让龙国很多官方高层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没心思管地之永恒这一款虚拟游戏。而随着时间的迁移，关于地之永恒的讨论越来越多，同样的涌入其中的龙国玩家越来越多。虽说地之永恒中氪金五花八门，而且都非常昂贵，但是由于地之永恒的超高虚拟度，一旦进入其中玩上了，很容易就被其吸引住。现在很多熟人朋友见面都会问问对方有没有玩地之永恒。本来官方游戏安全部门朝着上面递申请，要调档案来查找赵一凡，需要调动另一个部门来配合，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里面牵连甚多，因此龙国高层一直没给批复。但地之永恒的没有备案，对于龙国官方游戏安全部门而言是一个不可控因素。尤其是赵一凡大肆消耗灵石后，游戏安全部门知道如果赵一凡手中还有大量灵石的话，对外售卖将会影响极大。在表明地之永恒的各种危害性，经多次申请后得到了上级部门的批文。第42章，小兄弟，咱们又见面了。不过龙国人口基数大，只是通过一个人名去进行调查是非常麻烦的。赵一凡这个名字虽然不是多么的大众化，可是龙国人多呀，光是同名同姓的就有上万人，而和赵一曼同名的就更多了，龙国上下足有数万人。想要在这么庞大的基数下寻找到赵一凡的真实身份，那是需要时间的。其实如果赵一凡和赵一曼还在同一个户口下，相关部门的查询是要简单不少的。可当初赵一凡的爷爷在赵一曼成年后不久，就因为他们的养老金问题给赵一曼分户口了，因此地之永恒开服5天后，官方游戏安全部门才在相关部门的配合下排查锁定到赵一凡和赵一曼。先前有人按门铃，赵一曼和云梦溪听着赵一凡和来人交谈，就回房换了身衣服。他们从房间中出来后，正好看到赵一凡招待来人在客厅中的沙发上坐下。狼牙市执法队的，还有游戏安全部门的。
听赵一凡解释了一下来人的身份，赵一曼和云梦溪不由得心中一突突。先前的时候，赵一凡就给他们说过，他们在地之永恒中大肆消耗灵石，很有可能被龙国官方相关部门盯上。这才没几天，就有相关部门的人来到家中，他们都有点紧张。你们好，我是狼牙市执法队的张明，这两位同志是来了解一些情况的。你们好，你们好，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多谢，不用麻烦。你是赵一曼吧？正好你也在，这两位同志也需要你配合了解一些事情。听张明这么说，赵一曼在另一边的椅子上坐下，云梦溪就站在赵一曼的旁边。相关部门排查锁定到了赵一凡的真实身份后，自然是对赵一凡一家都进行了摸底调查。寒暄的话就不多说了，你们配合这两位同志吧。在张明说完后，徐文静从公文包中拿出一个档案本，而周岐山则是询问起来赵一凡：你在地之永恒这款虚拟游戏中花费了大量他的虚拟货币灵石，你是怎么得到的？是地之永恒游戏公司给你提供的，还是你自己获取到的？面对周岐山的询问，赵一凡佯装沉思了一下后说道：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在地之永恒开服后，我氪金充值进去了100万块钱，在我充值之后，我游戏中的背包中就有了超多的灵石。我估计可能是地之永恒充值系统出现 bug 了。刚开始的时候我都没敢用，后来过了一天，没有游戏公司的人找我，我才试探性的开始用这些灵石。游戏公司没有人找我修复这个 bug， 那这些灵石按理说就归属我了，毕竟我也是氪金充值了100万得来的。赵一凡的谎话张嘴就来，看不出任何的瑕疵，而他也不会告知外人自己是靠着专属天赋刷到的灵石。这番说辞，先前赵一凡就和赵一曼和云梦溪说好了，将自己置身之外，脱离关系。有问题你们去找地之永恒游戏公司啊，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而且站在赵一凡的角度上看，他就是个普通游戏玩家，地之永恒有没有在龙国备案，有没有游戏公司运营，他也是应该不知情的。赵一凡一边说，徐文静在旁边一边记录。在赵一凡说完后，周岐山继续问道：你一共拥有多少灵石？有2000多亿吧。我知道灵石能够1比2的售卖，而这些灵石虽然是我充值后得来的，但我可没敢售卖，都用在了游戏中。我没用灵石换钱，而是都是用在了游戏中，应该不违法吧？要是游戏公司认为是 bug， 将我账号修复就行，我都没关系的。看着面前表现有些拘谨紧张的少年，周岐山微微点头，自然不违法，但是现在这灵石价值极高，你可不能将其售卖出去，要不然的话可就是违法所得了。我明白，我明白。赵一曼女士，云梦溪女士，你们所消费的灵石应该是赵一凡先生给的了。是的，是的。很多人都认为赵一凡是被地之永恒游戏公司修改数据了，所以才消费了那么多的灵石。可现在赵一凡所说的，周岐山感觉也很是合理。而且根据在狼牙市执法队调查出关于赵一凡他们的人际关系，也是比较简单。赵一凡的爷爷奶奶退休之前是狼牙市执法队的公职人员，退休后就到处外出旅游。赵一曼，狼牙市市中心医院的护士，平时人际交往也简单，是自地之永恒开服后才请假的。至于云梦溪，倒是背景稍微复杂一些，父亲是上市公司老总，周日来赵一凡家中后，就和大学导员请假1个星期。而赵一凡就更简单了，调查显示，赵一凡就是个资深游戏玩家，平时和外界很少接触，天天窝在家中玩各种虚拟游戏。在地之永恒出现之前，赵一凡的行动轨迹也是非常的简单。从感官上和各种线索上来看，这么3个人好像和地之永恒游戏公司应该没什么关联。就真如同赵一凡是触发到地之永恒某个 bug 才获得了大量的灵石，大翻周折找到了赵一凡，结果一无所获。周岐山认为他们游戏安全部门可能是方向错了。这是一份保密协议，你们3个都需要签署一下。这是刚刚问话的记录档案，你们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的话也签个名。除此之外，你们还要签署一份保证声明，不能将地之永恒中的虚拟货币灵石进行现金交易。面对周岐山和徐文静拿出的文件，赵一凡他们传阅了一番后，就在上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在3人都签名后，周岐山等人就告辞离开了赵一凡他们家。张明队长，麻烦你派人24小时不间断地盯着这里，进行全面监视，有什么情况请及时通知我们。是，狼牙市执法队配合工作。车上负责开车的徐文静开口对周岐山说道：主管，那赵一凡他们真没什么问题吗？说不好，通过问话感觉没什么问题，而且现在咱们没有掌握任何证据，他们也没有任何违法乱纪的行为。就那个赵一凡和赵一曼的电脑里倒是有大量色情链接的文档，可他们也没有传播，够不上违法犯罪，总不能让执法部门用这个理由逮捕他吧。执法部门虽然配合我们，
可光凭这一点，就算是咱们让他们逮捕，他们也不听咱们的呀。目前上级已经高度重视地之永恒，准备让官方安全部门介入调查，他们的权限比我们大得多，咱们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行。在周岐山等人离开后，赵一曼刚要开口，就被赵一凡伸手抵在红唇上。赵一凡微微摇头，然后指了指外面。赵一曼连忙点了点头，表示自己明白。接着赵一凡神念一动，一个神念结界笼罩整个房屋，外面有监视。好了，现在可以说了。对于赵一凡来说，悄无声息地灭掉周岐山他们都是轻而易举，甚至就算是现在去灭掉龙国的所有高层，对赵一凡来说也不是太麻烦的事。不过龙国官方在地之永恒反馈后，算是蓝星众多国家中比较有大义的，而且作为土生土长的龙国人，赵一凡还是有一点点爱国情怀的。在龙国官方没怎么招惹他的情况下，他不想和龙国官方彻底站到对立面上。周岐山等人来到他们家，也就是简单询问，没有做什么过分的事情，赵一凡也就配合他们工作。要是龙国官方是来抓捕他的，那自然就是另外一番场景了。听赵一凡说现在可以说了，赵一曼还是微微摇了摇头，谨慎地朝着外面看了一眼。刚刚赵一凡可是待在原地没动，他害怕自己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被监听到。没事，我已经将咱家屏蔽了，外面无法监听到什么。赵一曼听闻还没说话，旁边的云梦溪深呼了一口气，拍了拍胸口说道：一凡哥，刚刚我好紧张，我都怕他们直接将你给抓走，咱们又没违法乱纪的，怕什么？而且想抓我哪有那么简单？不过你们以后可别自己出门了，想要出门叫上我一起。知道了。先前的时候因为没有询问他什么，他连话都没说，言多必有失，他还是非常懂的。在云梦溪说完之后，赵一曼才开口说道：一凡真没事吗？我还是挺担心的，那个周岐山看上去就好有官威，怕是什么大官吧？网络安全部门游戏安全部门主管，网上有他的照片啊，这么大的官啊，按照龙国的官位来算，他相当于3品一个省份的都督了吧？差不多。别担心了，在咱们家中有我在，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也不怕，就知道说大话。你就算是有特异功能，面对整个官方，你有多少本事使啊？人家飞机大炮的才是天王老子来了也不怕。面对赵一曼所说，赵一凡并未反驳什么，这个等以后赵一曼就知道他有没有说大话了。因周岐山等人的到访问话，加上知道外面有监视，赵一曼和云梦溪连早饭吃的都心不在焉的。都监听到什么内容了？张队他们就交谈了周主管，然后就是说他们没有违法乱纪，不用害怕什么的。在赵一凡的神念笼罩下，外面想要监听到什么，全都是赵一凡想让他们听到什么才能听到的。无关紧要的话，赵一凡自然是放出去让他们监听到。张明拿起旁边速记出来的聊天内容看了一眼，没有任何价值，就将其放下。赵老师的女儿和孙子怎么牵连到这种麻烦事中？有什么情况先朝我汇报。是，张队。吃过早饭之后，赵一凡他们就进入到了地之永恒中。对于赵一凡而言，虽说现在不知道什么能够快速刷零食的地方，可是时间也不能白白荒废。1个小时刷200亿左右，零食虽然不是很多，但是积累下来不就多了吗？而且要是能够巧合的遇上神通境第2神藏的修士，那就是一笔意外之财。赵一凡所处的城市距离人妖战场最近，赵一凡还是选择了来到人妖战场。因现在攻击伤害都已经超额，赵一凡并未利用手中的灵石去升级天眼无极。别说是神通境第1神藏的修士，就是神通境第2神藏的修士，天眼无极一出也是一招死。至于神通境第3神藏的修士，除了在宝物出世的山峰那里遇到过几个，他在其他区域还没碰上过呢。而就算第3神藏的修士，如果赵一凡能够临近对方，也有机会击杀掉。可是现在情况是，看赵一凡一个超脱境的人族修士对赵一凡下手的，基本上都是刚踏入到神通境第1神藏等级不高的独行修士。那些结伴型的或者是更高等级的修士，除非是赵一凡正好和对方面对面撞上，要不然的话，就算是感知到也懒得理会赵一凡。作为玩家，赵一凡身上气息是有区别于原居民的，很多原居民修士是知道玩家死亡后能复活的。神通境第1神藏的修士感知到赵一凡后对赵一凡出手，是因为其他很多修士他们打不过。在人妖战场已经长时间没和人交过手，见到赵一凡这么个超脱境的弱鸡，就想宰了赵一凡练练手。因自身无法驾驭神虹，加上神念只能动用现实中的一丝，赵一凡当下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升级局面。先前上线的时候是接近9点，1个小时过后，赵一凡才击杀掉10多位神通境第1神藏的修士。因为又升级了，越级击杀经验再度减少，经验得到2000多万，零时85.2亿。相对于现在4亿的升级经验，这个进度的话，一天都很难升级。见越来越难遇到来，想要击杀他的神通境修士，赵一凡选择返程。
自从赵一凡到人妖战场开始，在遭遇敌人的时候，他都是将混沌麒麟收起来。虽说现在他能够一击必杀神通境第一神藏、第二神藏的修士，可是但凡敌人有一点攻击溢散出来，混沌麒麟可是躲不过挡不住。因此不管是混沌麒麟还是炼狱牙子，这段时间都没能跟着赵一凡混经验，等级也没有提升，灵石和经验得到的不是太多。赵一凡打算提前对混沌麒麟和炼狱牙子进行一番升级。本身按照赵一凡先前的打算，他是打算等到阵法功能开启后，他利用阵法来封困住敌人，然后让混沌麒麟和炼狱牙子动手击杀，然后升级的。但现在他自身提升的太快，加上击杀过神通境第二神藏的修士，现在经验获取速度对于常人而说非常可观，可是赵一凡有些看不上眼了。而就在赵一凡返程的路上，一道神虹朝他飞来，紧接着数条龙形能量柱缠绕到了赵一凡的身上。赵一凡稍微一挣扎，他的生命值直接上亿的掉落。小兄弟，先前说好的合作，你怎么一声不吭的就走了？要不是我在你身上留下了一道气息，还真寻不到你。第43章，被带升级真的爽，万亿灵石到手。看着熟悉的胖修士，赵一凡咧嘴一笑说道：“是老哥你啊，你将我捆绑起来，这是何意？我先前是有紧急事情，不得不离开这方世界，等我回来后就找不到老哥你了，所以才离开的。”哦，原来是这样啊。我说小兄弟你怎么不告而别？玩家能够下线离开这方世界去往另外一个世界地之永恒，原居民也是知道的，也不知道是不是地之永恒改变了什么天地规则。对于玩家能够死亡后复活等一些特殊情况，原居民修士并不感觉奇怪。说完之后，吴德将缠绕在赵一凡身上的龙形能量柱收走。不过因为吴德对赵一凡出手，赵一凡此刻处于战斗状态，不能够下线。看着走向自己身旁的吴德，赵一凡此刻十分想要给他来上一记天眼无极，可先前吴德展现出来的一些手段，还能够在两位圣子级别存在追逐下折返回山峰处。赵一凡认为自己一记天眼无极可能对吴德的伤害有限。先前赵一凡利用从现实中带入进来的微弱神念感知过自己的情况，不过可能是神念太微弱，或者说是吴德留下气息的手段太高明，赵一凡并未感知到什么。现在既然又遭遇到了吴德，赵一凡也不打算反抗了。反正对赵一凡来说，顶多就是一死，死一次掉一级也不算是不能承受。老哥，你说的合作是怎么个合作法？那机缘是在那个山洞内吗？这么长时间了，机缘应该被别人获取了吧？面对赵一凡的一连串询问，吴德盯着赵一凡说道：“那里的最大机缘，老道谋划了大半年时间，除了我，谁也不知道具体在何处。不过小兄弟，你先前可不实在，咱们之间就算是合作，我也担心你背后使坏。你过来，我给你下点禁制，然后再给你说怎么个合作法。”好呀。面对吴德所说，赵一凡直接走向吴德。先前吴德能够轻松捆绑住他，他在吴德面前就是任由宰割的主，而且不管是什么禁制，只要死上一次都能够全部解除，赵一凡也不担心什么。看赵一凡如此听话的走近自己，吴德肉嘟嘟的脸上露出笑意。吴德之所以会盯上赵一凡，就是看中了赵一凡体质非凡。先前他抓的那几个妖族修士虽然气血雄厚，可是他放血破境并没有达到他想要的效果，所以他又花费时间找寻到赵一凡。在赵一凡临近自己后，吴德伸手在赵一凡的身上连点数下。赵一凡微弱的神念感知自身，感受到了禁制的存在，知道现在只要吴德意念一动，他就会直接爆体而亡。老哥，现在能够说了吧？那我就给你说说怎么合作法。那机缘所在有一个特殊的阵法，我研究出来，想要完全破解，需要大量的新鲜有活力的血液浇灌。而这血液，寻常修士蕴含的活力不够，需要拥有比较特殊体质的修士才可以。我虽然感知不出你拥有什么特殊体质，不过你气血活力雄厚，应该可以。到时候获取到机缘，我分你一份。面对吴德所说，赵一凡稍作思考后，笑着对吴德说道：“老哥，既然需要新鲜血液浇灌，这样吧，我也不分什么机缘，我现在需要一些神通境第二神藏的对手交战，你帮我拦截神通境第二神藏的修士，让我有机会近身击杀。到时候老哥你想要让我怎么配合都可以。要是老哥这都不同意的话，那么我也信不着老哥，反正左右可能都是死。那我现在直接自爆心脉死了得了。”吴德想要利用赵一凡，而赵一凡已经抱着必死一次的心态，也没什么负担，因此打算以此威胁吴德。面对一脸淡然模样的赵一凡，吴德稍作考虑后对赵一凡说道：“10个，100个，太多，最多15个，90个，20个，这样咱们也别讨价还价了，定个中间数，50个，50个对老哥来说也就是需要个把小时。老哥你不会连个把小时都不愿意吧？好，就50个。”吴德说完之后，伸手搭在了赵一凡的肩膀上，然后神虹升腾，冲天而起。
被吴德驾驭神虹带着飞，那快如闪电的急速，让赵一凡更是深感吴德这胖修士实力非凡。片刻后，赵一凡就被吴德带到了一处密林的上空。将赵一凡放下后，吴德在密林周围转了一圈，返回到赵一凡身边后，对赵一凡说道：“这里有一小队6个神通境第2神藏的妖族修士，我已经利用阵法将他们分开，这是他们的位置区域所在，给你1炷香的时间。”好。接过吴德递过来的罗盘状道具，赵一凡进入到阵法中。通过罗盘状道具的指引标注，赵一凡找到了第1个神通境第2神藏的妖族修士。这是一个神通境第2神藏3级的妖族修士，被吴德利用阵法给和同伴分割开来。突然的变故下，这个妖族修士十分谨慎，时刻防备着任何危险的降临。在赵一凡靠近到一定距离后，这个神通境第2神藏3级的妖族修士感知到了赵一凡。当感知到赵一凡就是个超脱境的修士后，这个神通境第2神藏3级的妖族修士并未放松警惕。刚刚有阵法突然出现笼罩这片区域，他瞬间就被阵法给挪移了一段距离。他自然是知道突然出现的阵法非常的高端，现在感知到赵一凡，他也不知道这阵法是不是和赵一凡有关系。靠着阵法临近了对方，对于赵一凡来说那就没什么困难事了。没有动用天眼无极，赵一凡只是借助着自己强大的肉体爆发力，盯着对方施展出来的攻击神通，3、5拳下去就将这个神通境第2神藏3级的妖族修士斩杀当场。一个神通境第3神藏3级的妖族修士，赵一凡得到了8400万点经验，灵石165亿多。只是击杀一个，就比先前赵一凡击杀数十个神通境第1神藏的修士收获还要多。赵一凡深感，这才是正常的升级道路，先前那速度实在是太慢了一些。不过，能够有此效果，还是因为赵一凡自身爆发实力极强，而且能够抵挡住对方的全力攻击伤害。属于赵一凡独自正面击杀，因此得到了全额的越级经验。要不然的话，就算是让吴德直接捆绑神通境第2神藏第3神藏的修士供他击杀，按照地之永恒经验评定，最终击杀后所获得的经验也是少得可怜。这也是为何赵一凡没有带着赵一曼和云梦溪一起升级的原因，因为就算是带着他们，经验也是按照出手情况来判定获得多少，带他们升级大概还不如他们嗑药升级提升的快。吴德布下的阵法就是将妖族修士分开，并且封困在了一定的区域内。但是妖族修士本身能够施展出来多少实力，还是拥有多少实力。接下来，赵一凡通过类似罗盘的阵符定位，很快找到了其他5个妖族修士，并且全部击杀。这一小队妖族修士最强的是一个神通境第2神藏6级的妖族修士，除此之外，2个神通境第2神藏2级的，2个神通境第2神藏3级的和1个神通境第2神藏4级的。超脱境3级升级到4级需要4亿经验，先前赵一凡有2000多万，现在赵一凡的等级已经升级到超脱境4级，升级经验1850000005000000000。而相对于等级的提升，对赵一凡来说最大头的还是灵石的收获，一共是1622.58亿。前后不到10分钟，如此收获，赵一凡非常满意。在阵法外的吴德通过阵法利用神念知道林赵一凡刚刚的出手经过，他对于赵一凡爆发出来的超强肉体爆发力和防御力也是感到有些吃惊。肉体这么强大，难道这小子是拥有传说中的荒古圣体？这他要是荒古圣体的话，倒是还有一些其他用处。在赵一凡击杀了6位妖族修士后，吴德将阵法解除，然后他来到了赵一凡的身边，将手搭在赵一凡的肩膀上，直接冲天起。像是一小队一小队的妖族修士，其实数量不是很多，绝大多数还都是一些独行者，找一个杀一个。赵一凡的等级经验在快速的飙升着，又斩杀了3个神通境第2神藏的修士后，赵一凡的等级升级到超脱境5级，收获灵石1025.54亿。接着杀了7个神通境第2神藏的妖族修士后，赵一凡的等级升级到超脱境6级，收获灵石2353.35亿。之后击杀9个神通境第2神藏的妖族修士后，赵一凡等级升级到超脱境7级，收获灵石3285.58亿。等级的快速提升，赵一凡的整体实力也是有着极大的提升。现在赵一凡对于可能会死一次就更加不在乎了，死一次掉1级，他现在可是连升4级了。而且一路下来，赵一凡还感觉到吴德有那么一点点的靠谱，他心中已经开始盘算着怎么再利用吴德，让吴德之后帮自己升级。当吴德信守承诺帮赵一凡找到50个神通境第2神藏的修士全部被赵一凡斩杀后，赵一凡升级到了超脱境9级，姓名赵一凡，等级超脱境9级1560000000100000000，生命值10000000000加56800百分号56900000000056900000000，灵力值500000000加56800百分号
28450000002815000000。特殊体质，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终极20%。功法：明心经修炼功法，不入流，第1层25-200。清风经修炼功法，黄阶上品，第10层256-8800。玄天地经修炼功法，地阶，第10层255-2150-4000。烈日斩武技功法，黄阶下品，第1层500-600。凌云掌武技功法，黄阶下品，第1层480-600。天眼无极武技功法，地阶，第6层25-26-8800。行字秘秘法残篇，专属天赋超神级，造成任意伤害可吸取对方生命，转化为一定比例的灵石。596亿的生命值，比之很多神通境第2神藏5级以下的修士还要高。除了生命值和灵力值的大幅度提升，赵一凡收获最多的还是当属灵石。加上先前的灵石，此时赵一凡背包中的灵石数量高达16872亿多。等级越来越高，超神级专属天赋的恐怖之处就越体现了出来。给予赵一凡足够多的合适对手，现在赵一凡就能够在极短的时间有着质的飞跃。本来赵一凡对于吴德还是非常有戒备心，已经抱有死一次的心思，所以先前赵一凡是狮子大开口。现在接触下来后，赵一凡对吴德这个身穿道袍自称老道的胖修士有了些许的好感。小兄弟，现在可是先完成了你的要求，接下来你可是要配合我了。面对吴德所说，赵一凡微微点头说道：这是自然，老哥想让我怎么配合都可以。短短1个多小时的时间，灵石收获上万亿，等级提升了6级，赵一凡现在可谓是非常的开心。别说是吴德让他配合了，就算是现在有刀山火海在赵一凡面前，现在让他跳下去，他都敢跳进去。大不了就是死一次，掉1级，对赵一凡而言无关紧要。而要是让吴德满意了，等于是教好了一个升级宝宝。那咱们走吧。吴德图谋不小，赵一凡自然知道，要不然的话他费劲巴拉的干嘛。不过对于吴德的图谋，现在赵一凡也没有打算沾染的意思。这就算是再大的机缘，怎么的还能够价值上万亿灵石不成？上万亿的灵石啊，在赵一凡的身上，就算是地阶修炼功法，可能都融合出来很多步了。吴德图谋的再大，还能比地阶功法传承更有价值。再度来到原先的山峰前，因为已经超额得到想要的，此刻的赵一凡心态非常的放松。山峰周围的环境和先前的时候又有了不小的变化，显然这段时间又有修士在山峰之外交战过。环视一圈后，赵一凡和吴德进入到了山峰山洞中。没过多久，赵一凡就和吴德来到了一个石壁的洞口前。看着这个洞口，赵一凡直接跳入其中。我去，怎么这么忙？我还有些事没给他说清楚呢。看赵一凡跳入其中了，吴德紧跟其后也跳入里面。第44章第2重墓内的青铜碎片。跳入到洞口中后，赵一凡就仿佛受到了某种限制，体内灵力无法动用。没有灵力的支撑，赵一凡在进来后就呈现自由下坠的状态。不过这对于赵一凡来讲不算什么，他现在的肉体防御，就算是在数万米高空毫无防备的坠落，也伤不到他分毫。赵一凡身形急速下沉，感受到上空有声响后，赵一凡抬头看去，入眼的就是吴德肥硕的大身体。为了避免自己被吴德砸到，赵一凡空中借力，将自己挪移到了另外一边。一凡小兄弟，我还有些信息没和你说呢，你就着急忙慌的跳进来了，你也不怕里面有什么大危险等着你啊？有危险的话，老哥你早就提醒了，既然没提醒，不就是代表没危险吗？我还能信不着老哥你吗？片刻后，赵一凡和吴德双双落地。按照赵一凡的估计，他们大概下降了有个1000米左右。落地的第一时间，赵一凡就环视四周情况。先前的时候，他们下落的时候，四周都是石壁，没有什么特殊之处。而现在落地后，赵一凡和吴德所处在一个巨大的山洞内。这里限制灵力，我知道你肉体强大，不过别动什么小心思啊。老哥你这话说的，我能有什么小心思啊？保证是老哥你让怎么做怎么做，完全配合。在落地的一刹那，赵一凡是有想要借助此地限制灵力拿下吴德的想法，但这个想法一闪而逝。如果能够一击必杀，赵一凡是有可能对吴德动手的。到时候此次不管是有什么机缘，那可都是赵一凡的了。不过赵一凡自我感觉认为能迅速击杀吴德的把握不大，一直来吴德都没有怎么出手过，看不出深浅。还有吴德肯定不是第一次来此地，他明知道此地限制灵力，也知道赵一凡肉体力量十分强大，这种情况下还带着赵一凡过来，吴德手中肯定是有着反制的手段。除此之外，赵一凡的体内还有先前吴德布置下的禁制，对赵一凡来说，冒险出手还不如配合教好吴德，说不定还能够借助吴德继续快速升级。而刚刚吴德之所以对赵一凡说那话，也是冥冥中有感。这处地下洞穴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
在赵一凡四下打量了一番后，吴德对赵一凡说道：“这里有特殊阵法，跟着我的脚步，千万不能错了。”自从落地之后，赵一凡就没有动弹分毫，担心的就是会有什么阵法禁止。现在果不其然，此地有赵一凡当下发现不了的阵法。跟着吴德，赵一凡没走几步，面前的场景就发生了改变。原本空荡荡的地下洞穴内出现了一个岩浆，此刻赵一凡和吴德就在岩浆的边缘上。在岩浆中心有一个没有被岩浆覆盖的石壁，上面摆放着一个金属棺材。看到这情况，赵一凡感叹自己这几天是不是和棺材杠上了，怎么走到哪里都能够遇上。再往前是一个极为特殊的阵法，经过我多日的研究，只需要提供大量有活力鲜血，就有可能破解掉。之后就是赵一凡配合吴德给自己放血，让阵法吸收。看着自己的血液被阵法吸收后到处流转，赵一凡感觉这一幕有点灵异，好像他和吴德在进行某种邪恶的做法。而吴德看着阵法显露出的情况，脸上却是露出了惊喜之色。先前的时候，吴德连自己都试过，可是那些血液刚刚流转就直接消散，而现在赵一凡的血液居然快要流转整个阵法了，都还在持续。而赵一凡这边刚开始的时候，生命值是几万几万的掉落，随着阵法流转的越来越快，赵一凡的生命值已经开始几百万几百万的掉落。对于当下赵一凡高达569亿的生命值而言，几百万几百万的生命值掉落，他也能够撑很长时间。当赵一凡开始利用玄阶完美品质生命恢复丹药恢复生命的时候，旁边的吴德递给赵一凡一枚丹药，用这个天阶生命恢复丹药，完美品质，瞬间恢复生命值 30%， 之后每秒最大恢复2亿点生命值，持续恢复1分钟，最大恢复生命上限50亿。赵一凡结果看了一眼，深感吴德也是家底殷实的主。天阶的生命恢复丹药是用天阶灵药加上各种材料炼制出来的，属于有价无市的珍稀好东西。每当有天阶的丹药售卖，都会遭到无数修士的哄抢。对于4级境的修士而言，一枚天阶的生命恢复丹药，关键时候能保命，不到关键时刻可是舍不得使用。先前赵一凡猎杀了众多的神通境第2神藏的妖族修士，可是一颗天阶的丹药都没收获到。就在赵一凡刚要将吴德给他的天阶生命恢复丹药用掉的时候，他们面前的整个阵法散发出莹莹血光。随着阵法中莹莹血光出现，赵一凡这边生命值也没再掉落。成了！在阵法中莹莹血光还没有消散之际，吴德快速地朝着岩浆上的棺材奔去。赵一凡将丹药收入到背包中后，也是跟了上去。虽说先前说好了，此行合作有什么机缘都归吴德，可是不要归不要，过去见识都是什么东西，满足一下自己好奇心还是有必要的。赵一凡靠前后，吴德已经将棺材盖推开。马德，又是个空墓。过来就看到吴德没有什么动作，嘴里骂骂咧咧的。赵一凡开口问道：“老哥，什么情况？”“没事，是个空墓而已。大半年时间，我摸索出来这个墓穴有2重墓，没想到这第2层墓居然还是空的。难道说这个墓还是个3重墓不成？是还有什么条件没达成吗？”此刻吴德脸色有些难看，赵一凡也是非常知趣的，没再多说什么，指了指被打开的棺材。赵一凡的意思是要不要继续搜索。吴德微微点头，对赵一凡摆了摆手，意思是赵一凡想搜索就自己搜索。棺材里面也不是空无一物，有一摞普通材质的衣服，保存得很完好，和新的一样。但是除此之外就没了。好了没？我要将这棺材给掀了，看看下面还有没有第3重墓。好了，那个我在旁边找到了青铜碎片，给你。说好不分东西，赵一凡将找到的青铜碎片朝着吴德递过去。吴德朝着赵一凡手中看了一眼，连连摆手说道：“我要这垃圾干什么？你自己留着吧。”整个棺材被吴德给翻了过来，下面就是石壁，没有什么出奇之处。你要和我一起下去，还是在这里等我？望着周围的浓浓岩浆，赵一凡想了想后，决定还是留在这里等吴德。虽说凭借他现在的身体强度，岩浆对他造不成什么伤害，可是缺少神念的情况下，进入到岩浆内很容易迷失其中。而且赵一凡还有一点自己的小心思，准备等吴德进入岩浆后实验。行，那你在这里等我吧。岩浆之外还是阵法，那个阵法也比较高深，吴德不认为没有自己的带领赵一凡就能够走出去。而且就算是赵一凡能够出去，对于吴德而言也没什么，他需要用到赵一凡的已经用完了。虽说一无所得，但赵一凡也算是完成了和他合作的事情。看着吴德跳入到了周边的岩浆中，赵一凡开始观摩起来刚才被吴德掀翻了的棺材。片刻后，赵一凡拿出来刚刚弄到手的青铜碎片，然后在棺材上进行对照。金属棺材的材质是一种赵一凡所不认识的材质，看能够收入到背包中，赵一凡将其给收入到了背包里。加上先前在水底收取的棺材，现在赵一凡手中有了2个棺材。
青铜碎片手掌大小，看上去清秀斑斑，看上去就是个凡俗之物。要不是赵一凡隐隐感觉这东西有点用处的话，他也不会捡这个破烂。赵一凡割破手指，将鲜血滴在青铜碎片上，在鲜血滴落上去之后，有着莹莹光芒一闪而逝，有点用，和先前阵法的光芒类似。没再继续研究，赵一凡将这个青铜碎片收到背包中，然后就百无聊赖地观看四周的情况。没有吴德的指引，赵一凡自己是无法穿过岩浆外的阵法的。没过多久，中午12点左右，吴德浑身火焰地从岩浆中冲出来，其身体一震，身上岩浆跌落。赵一凡在吴德出来的时候看向了另外一边，吴德身上的衣服早就被烧焦。赵一凡不想看一些辣眼睛的场面，虽说在这里不知道为何限制了体内灵力，但是神念没有限制。吴德神念一动，从储物戒指中取出一身衣服穿上。棺材呢？我收起来了，你要是要还给你。算了，老道我还有的是年岁能活，要那玩意干嘛？你自己留着吧。老哥，你下去有什么收获吗？那个纯属好奇问问，能说就说，不能说就算了。没什么不能说的，下面有一片以岩浆海为根本的阵法，我刚触及到就差点被烧焦了。走吧，下面的阵法层次太高，很难破解，短时间内看来是没什么机会了。赵一凡跟着吴德离开岩浆区域，回到了先前的落地点。吴德拿出来一个符咒，将其催发，一个灰色的能量团出现在他们身下，拖着他们上升。重新回到山峰山洞中后，赵一凡看着吴德，对其说道：那个老哥，我身上的禁制是不是能够解除掉了？面对赵一凡所说，吴德伸手在赵一凡身上连点几下，虽然结果不尽人意，不过和你合作的还挺满意，你也挺配合。小兄弟，我还知道一个更大的机缘，咱们回头一起去探索探索。刚才赵一凡鲜血直接破解了阵法，吴德感觉赵一凡很有可能是荒古圣体。吴德知道有一处机缘疑似和荒古圣体有关，现在吴德认为以后可以叫上赵一凡一起去试一试。而赵一凡感受到自己身体内的禁制被解除，询问道：那老哥说说看，是什么机缘？这机缘啊，在一处禁地内。你现在实力还太弱了点，怕是进入到禁地就死了，等过段时间再说吧。咱们留下传讯，到时候再联系吧。面对吴德所说，赵一凡和吴德交换了传讯，然后开口说道：老哥，我现在实力低，但老哥要是能够帮帮我的话，我实力会提升很快的。当然，我也不让老哥白帮忙，一位神通境第2神藏的修士，我付给你2亿灵石如何？吴德缺不缺钱？赵一凡不知道，说他缺钱吧。先前带着赵一凡杀了50位妖族修士，战利品全部被赵一凡收入囊中，他也没有要。一个神通境第2神藏的妖族修士，全部身家加起来的话，有个几千万灵石，富裕一些的上亿。50个神通境第2神藏的妖族修士加起来，光是众多杂乱的东西就能够值个10-20个亿灵石。可是你说吴德不缺钱吧？先前他还在山洞外捡尸搜刮，因为先前有着吴德的帮助，升级刷灵石太便利。现在赵一凡想要试试看吴德能不能答应。2亿灵石，说多不多，说少不少，相当于很多神通境第3神藏不富裕修士的全部身家了。不过2亿灵石，想要让吴德一个起码4级境以上的修士帮自己，显然有点不够看。小兄弟，先前你杀了不少妖族修士，已经有不少强大的妖族修士根据咱们留下的气息搜寻咱们了。我要是再出手助你的话，绝对会被更强大的修士盯上。咱们就此分别，以后再合作吧。说完之后，吴德脚下升腾起神虹，直接迅速远去。而也就在吴德离开的眨眼功夫，一前一后2道身影出现在赵一凡前方，紧接着又是2道神虹急速而至，出现在他们附近。看着急速而来的几道神虹，赵一凡知道刚才吴德为何跑得那么快了。可是你跑就跑，你带上我一块啊，让我独自留在这里，算是哪门子事吗？擦，那胖子跑的是真快，怎么还有个不到神通境的人族小修士？他们先前是在一起的吗？随着神虹急速而来停下，一张能量大网从天而降，朝着赵一凡笼罩而来。因能量大网散发出来的能量，赵一凡属于被拉入到战斗状态中，想要下线只有强制下线一种方式。第45章实力飙升，近邻领域再现。面对这张笼罩自己的能量大网，赵一凡还没有出手抵挡，一股狂风吹过，能量大网消散。小病猫，当着我的面对我人族修士出手，是不是有点太不将我看在眼里了？姜无涯，看不起你怎么的？来啊，战啊！说完，一个脸上长有比较浓厚黄色绒毛的青年就欲要冲向身穿一身白衣的姜无涯。虎兄，犯不上，犯不上！他旁边白展宇赶忙拦下他。那个胖修士又折返回来，咱们再去山洞中探索一遍，看看有什么他留下的痕迹。现在和姜无涯打一架没有什么用处，咱们是来寻宝的，不是来打架的。不光是白展宇拦下了这个妖族修士，
另一边，曼星云也是拦下了欲要出手的姜无涯。先前的时候，他们之间来来回回战过好几次了，要是能够拿下对方或者重创对方的话，也不会到现在还相安无事了。朋友，这边。当姜无涯开口冲着自己说这话后，赵一凡朝着姜无涯的方向走去。姜无涯，古世家姜家的年轻天骄，在地之永恒中，古世家传承无尽岁月，是能够媲美圣地的超级大势力。不过和圣地不太一样的是，古世家都在独立的小世界内，其在外界的产业不是太多，也很少有人能去往古世家，他们过着犹如与世隔绝的生活。和各圣地的圣子级别存在一样，各大古世家也是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年轻天骄从族内走出，在外闯荡一番，打下一番赫赫威名后返回自家。看赵一凡走过来后，姜无涯再度开口说道：姜家姜无涯，朋友贵姓？姓赵，赵一凡。一凡兄，感知你先前是和那个胖修士在一起的。本有些事情想要询问他的，可是他感知到我们就跑得飞快，追都追不上。也就是此地被我们利用他留下的气息布置了警戒阵法，有所感应后才感知过来。你能通知到他，告诉他我们对他没有敌意，让他过来一叙吗？面对姜无涯所说，赵一凡微微摇头。刚才他是和吴德互换了传讯，但就看吴德刚刚跑得那么快捷，赵一凡不认为自己能够将他叫回来。而且赵一凡感觉，之所以没带着他一块离开，将其扔在这里，吴德这是拿他来顶锅的。赵一凡微微摇了摇头后，开口说道：我和他不熟，是被他抓来，不知想利用我用什么办法破解阵法的。这一点赵一凡倒是没说谎，他和吴德真不算是数，最初吴德也是想要直接抓了赵一凡的，后来赵一凡就利用实在不行就自爆，换取了和吴德的合作，帮他破解开了一处阵法。在姜无涯旁边的曼星云在赵一凡说完后，眉头微皱，对赵一凡说道：破解了吗？和姜无涯比起来，曼星云有些高傲，没和赵一凡自我介绍，语气也没有姜无涯那么温和。不过这也正常，在曼星云眼里，赵一凡就是个连神通境都没到的人族小修士。作为星宇圣地的圣子，平日里对曼星云阿谀奉承之辈太多。曼星云除了像是姜无涯这种耐够和自己有差不多实力的修士会放低自身姿态相交外，这达不到他眼界的，寻常连理都懒得理。因为他要是理会的话，有些修士就顺杆往上爬，会宣扬自己和星宇圣子曼星云交好等等，有些过分的还会打着星宇圣子曼星云的旗号在外招摇撞骗等等。所以面对陌生修士，曼星云都是尽量减少接触，只和能够达到他眼界中的一小圈子人相交。其实不光是曼星云，很多有不小名声的修士都差不多，像是姜无涯这种能够对赵一凡这样小卡拉米态度还算不错的算是少数。曾经赵一凡早就见识过很多强大修士对于下层修士的漠然态度，所以对于曼星云这种态度，赵一凡并没有感觉有多少不适。在曼星云比较冷淡的询问后，赵一凡微微点头说道：自然没破，我一个不到神通境的小修士，哪有这本事？对于赵一凡的答复，曼星云并未感觉到有什么意外。山洞内的那阵法，就连他都没法在不破坏掉内部建筑的情况下破解掉。赵一凡一个不足神通境的小修士，他认为自然也不能。不过乌德回了一趟山洞又溜了，曼星云他们自然要进山洞内看看情况。你再跟我们走一趟吧。之后曼星云不由赵一凡分说，一道能量缠绕在赵一凡身上，托付着赵一凡，然后进入到了山洞内。他旁边的姜无涯微微一摇头，也跟了上去，不认为曼星云带上赵一凡一起有什么多大的用处。在他们前后进入到山洞中后，两位妖族妖修看曼星云带着赵一凡进入山洞内，也紧跟其后进入其中。来来回回，这都是赵一凡第3次进入这个山洞中了。而此次他是被曼星云带着进来的，跟先前被吴德带着的不是同一条路线。当到达山腹后，赵一凡看到了一个古朴的殿宇，殿宇周围有着阵法环绕。看到眼前的场景后，就知道这里应该是先前吴德说过的第1层墓穴所在。赵一凡感叹，难怪先前吴德说此地机缘必然是他的，除他之外谁也弄不走。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众多来来回回的修士连第1层墓穴的阵法都没有破开，和吴德都不在一个层次上。看着阵法还在运转，曼星云朝着旁边的姜无涯微微摇了摇头。先前他对这里进行过布置，那些布置没有被动过的痕迹。与此同时，2个妖族妖修也已经进入到此地，他们全都四下查看观摩。白展宇过来后，就冲着曼星云和姜无涯说道：有这个阵法挡着，谁也别想得到里面的机缘，不如我等先联手破开阵法，到时候各凭本身争夺。面对白展宇的提议，曼星云倒是有些异动，他朝着姜无涯看了看，询问姜无涯是什么意思。可以试一试。见姜无涯没什么意见，曼星云冲着白展宇他们说道：好，你们俩那边，我们这边同时出手强力破阵。人族和妖族虽然自古以来见面喊打喊杀，是种族仇恨，可是有些时候
为了一些自身利益，相互之间简单合作一下也很正常。见两边谈拢，两个妖族修士前往阵法的另一边，赵一凡开口说道：“那没有什么事了，我能走了吧？”赵一凡先前之所以没反抗，是因为他知道曼星云能够随手灭杀他，能不死的话，赵一凡自然是不想死一次。赵一凡倒是想要等他们出手后悄悄地离开，可刚刚曼星云缠绕在他身上的能量没有被收回去啊。在赵一凡开口说完后，江无涯和曼星云都转头看向了赵一凡。星云兄，留他在这也没什么用处，让他走吧。无涯兄，他先前和那个胖修士一起的，那胖修士走的时候没有带他一起，可能是故意留下他的，现在让他离开，他说不定就去给那个胖修士通风报信，还是先让留在这里吧。在曼星云看过来后，赵一凡感受到对方眼神中透露出的漠视和杀意，这要不是有着江无涯在场的话，赵一凡认为曼星云可能随手将自己给击杀了。对于曼星云而言，赵一凡这个连神通境都不到的小修士，和个蝼蚁没多大差别，感觉麻烦了，随手灭杀了事。至于赵一凡死亡能复活这事，对于曼星云而言更不是事，赶来找他报仇报复，随手再灭杀了事。作为星宇圣地的圣子，曼星云根本不在乎这点。不过不管怎么说，赵一凡是个人类修士，没人看到的时候杀了就杀了，但是有旁人在旁的话，作为星宇圣地的圣子，曼星云要是随意抹杀了赵一凡一个连神通境都没到的小修士，传出去有损自己名声。听曼星云这么说，江无涯也没再开口说什么，而赵一凡听曼星云这么说，微微咧嘴一笑，将曼星云的形象记在了心中，开口说道：“我和那个胖修士真没什么关系，老老实实在这里待着，等我们破阵之后再放你离开。”曼星云都这么说了，赵一凡还能怎么办？回了一句：“那好吧。”然后就盘膝而坐。想要破解一个阵法，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阵法造诣高，能够轻松找出一些运转节点和规律，还容易破解一些。如果一点都看不透的话，那么就需要花费时间来一点点的验证，寻求破解之法。不管是曼星云和江无涯，作为年轻一代天骄，都对阵法一道有不浅的涉猎。通过他们对阵法的观察推算，他们知道如果强力破阵的话，光凭他们两个人的能力机会不大。当然，强行破阵也不是没机会，只不过对他们而言代价太大。在不知道殿宇中有什么东西的情况下，谁也不想花费太大代价来强行破阵。这也是白展宇提出一起破阵，曼星云和江无涯他们会答应的原因。在赵一凡盘膝而坐之后，曼星云和江无涯就来到殿宇的另外一边，开始对殿宇外的阵法进行攻击，寻找阵法的薄弱点。另一边看曼星云和江无涯动手，白展宇和那个被称呼为虎兄有些虎头虎脑的妖族修士一起，也开始试探性的攻击阵法。阵法受到攻击，有能量反射出来，被他们全都挥手化解。先前的时候，有不少神通境的修士趁乱进入到了山洞中，不过山洞外的众多修士都被众多激射而出的灵宝给洞穿身体抹杀。山洞内进入的那批修士，一个个的也都难逃一死。后来有陆陆续续进入到山洞内的修士，因为阵法层次比较高，尝试破不开后就都离开。随着曼星云他们的不断攻击，整个山峰都有阵法若隐若现的浮现。显然，殿宇周围的阵法是以整个山峰为根基布置出来的。在曼星云他们去破阵后，盘膝而坐的赵一凡也是没闲着，背包中有着高达16872亿多的灵石，赵一凡自然要利用起来提升自身实力。这实力不够，面对有些情况的时候，实在是太过憋屈了。修炼功法和等级一样，10层是一个小阶段。当下赵一凡玄天地经10层，升级11层需要功法经验2150万4000点，升级需要的经验2000多万，不是很高。不过因为玄天地经层次高，完全靠着灵石来提升的话，10层提升到11层就是需要1382.4亿的灵石，近1400亿灵石才能让玄天地经升级到第11层，就连赵一凡都感觉有点肉疼。不过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舍不得老婆抓不住流氓，而修炼功法是根本，在它上面花费多少都是应该的。1382.4亿灵石下去，赵一凡的玄天地经提升到了第11层。赵一凡在神豪消费排行榜上的消耗数字在一种极快的速度增加，几分钟后定格在了3434.44以上。玄天地经升了一层后，赵一凡没再继续提升玄天地经，而是开始提升地阶5级天眼无极。先前没提升是赵一凡伤害已经超额，甚至在吴德面前都没有展露过天眼无极。但现在赵一凡有一些想法，准备将自己的伤害能力堆得高高的。80.64亿灵石，天眼无极升级到了第7层。161.28亿灵石，天眼无极升级到了第8层。322.56亿灵石，天眼无极升级到了第9层。645.12亿灵石，天眼无极升级到了第10层。将天眼无极升级到第10层后，赵一凡就没继续提升，而是看向了前方破阵的曼星云等人。玄天地经消耗1382.4亿灵石，
天眼无极消耗 1209.6 亿灵石，片刻间就消耗了2592亿灵石。赵一凡在神豪消费排行榜上的消费金额也飙升到了 4644.04 亿，而赵一凡在神豪消费排行榜上消费金额再度飙升，龙国游戏安全部门有人将这事汇报了上去。周岐山看着手中的报告，手指敲着桌子。先前赵一凡可是给他说手里有灵石是2000多亿，而现在赵一凡消费金额都4000多亿了。周岐山知道赵一凡今天早上没给他说实话，想着自己居然被一个毛头小子给骗了，而且还没看出什么端倪。周岐山感叹现在的年轻人是都真不简单。不过现在已经布局对赵一凡家全方位监控，周岐山认为去戳破赵一凡这个谎言意义不大，不如等赵一凡自己露出更多的马脚。而赵一凡手中还有14280亿多灵石，之所以没继续提升玄天地经和天眼无极，是因赵一凡看到笼罩殿宇的阵法即将被曼星云等人破开。也就在赵一凡刚刚起身的时候，阵法消散，被曼星云等人彻底破解开。而就在阵法被破之后，整个山洞剧烈的抖动起来，一股赵一凡熟悉的感觉也随之升腾起来。看了一眼属性面板，果不其然，灵力受限，不能使用。曼星云他们也是第一时间感受到了自身的情况，一个个的从半空中跌落下来。不过阵法破开，殿宇就在近前，虽说灵力受限，可看到白展宇和虎头虎脑的妖修虎苍都冲向了殿宇，曼星云和姜无涯在落地后也紧跟着奔向殿宇。在殿宇的门口，为了抢占第一个进入到殿宇的时机，曼星云和姜无涯跟着白展宇和虎苍在殿宇前方交战了起来，边打边朝着殿宇大门靠近。第46章，洞穴内的伏击。都知道如果殿宇内有好东西，那么肯定是先到先得，曼星云他们都想自己率先进入殿宇中。因为灵力受限，很多手段无法施展出来，曼星云对上了白展宇，姜无涯对上了虎苍，都是拳拳到肉的攻击。四级境强化四肢，到了一定阶段，挥手之间破神通。虽然没有灵力加持，但曼星云他们一拳一脚下，威能也是非常的恐怖，比动用兵器法宝还要强。当然，如果灵力还能够动用的话，合适的兵器法宝加上自身拳脚，战力会增加许多。但现在灵力受限，因此曼星云等人都没有动用自身的兵器法宝。兵器法宝在没有灵力的催动下，是不如自己拳脚造成的伤害大的。妖族修士在先天上，肉体就比人族强大。虽然曼星云和姜无涯都有着极强的体魄，可人家白展宇和虎苍也都是妖族的圣子，体质方面自然不会弱于曼星云和姜无涯。赵一凡远远的看交战情况，能看出来曼星云和姜无涯稍微有些落入下风，因为很明显，现在白展宇距离殿宇的门口最近。其实此刻的赵一凡完全可以离开的，他身上先前曼星云留下的能量，因曼星云灵力受限也自动解除了。而且赵一凡知道，殿宇中有好东西的可能性不大，毕竟要是真有好东西的话，吴德早就给弄走了。不过现在的赵一凡可是没有离开的打算。现在灵力全部受限，不能动用，对其他人影响极大。可是对赵一凡而言，影响不大，他最强的就是体魄，再都不能施展神通法术飞天遁地的情况下，反倒是对他有利。虽说现在让赵一凡杀个圣子什么的，可能有点不现实，可要是曼星云他们能够和白展宇他们打得厉害，说不定还能浑水摸鱼。而且观看曼星云他们不动用灵力相互交战，对于赵一凡来说，多少也能增加自身见识。曼星云他们在殿宇门口战斗，赵一凡在远远的观望着。而此时，在山峰山洞外再度汇聚了不少的修士。刚才曼星云等人一起破阵后，整个山峰再度散发出来耀眼的光芒。光芒在曼星云破阵开始就一直持续，随着山洞内的阵法被破，光芒才消散。先前的一批修士大都死绝了，没死的也都知道这里危险，远离了这片区域。可人妖战场中最不缺的就是人族妖族修士，因此这次光芒闪耀，有着一群不明情况的修士再度汇聚过来。山峰上的阵法光芒消散后，这些修士全都一窝蜂地朝着山洞涌来。当然，在这期间自然是避免不了相互之间的战斗。而在踏入到山洞中后，这群修士们就顿感灵力受限，不能动用，连忙一个个退了出来。只有少数几位修士选择继续进入到山洞中。山洞外的修士见到这情况都明白，山洞内可能有某种危险。山洞内是禁灵区域，踏入其中灵力无法运转。有从山洞内退出来的修士高声大喊，告知旁人山洞内的情况。禁灵区域很多修士都听过，但是见识过的不多。不过都知道，在禁灵区域中灵力无法动用，一时间本身想要去山洞内寻求机缘的修士纷纷驻足。有修士试探性的朝着山洞内攻击，而能量进入到山洞范围内后就化为乌有消失。身穿道袍的胖修士吴德在较远的另一座山峰上，远远这座山峰这边，一个个的
见到机缘就头插蜂窝里，去试试道爷给你们准备的盛宴吧。此地最初会有光芒闪耀而出，就是吴德谋划出来的。要不然的话，吴德完全可以在山峰之外布置出来一个隐匿阵法，将光芒给隐匿起来。而吴德都探索到第二重墓穴中，第一层内的自然是早就探索过了。原本吴德的想法布局是吸引一批修士过来，用这批修士的血液来破解第二重墓穴中的阵法。结果呢，有点超出了吴德的预料，星宇圣子曼星云和妖族烈阳圣地的圣子白斩羽被引来了。因此吴德有了新想法，那就是利用他们来破解第二重墓穴中的阵法。可他从山洞中一出来，曼星云和白斩羽居然放弃探索山洞，就去追他了，导致吴德的一些布置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先前激射出来导致众多山洞外修士身死的灵宝，就是吴德布局出来的。本来是给曼星云和白斩羽准备的，只是因为时间比较仓促，不是太完善，被进入到山洞内的修士意外触发到。而这并非最终布置，有些布置是专门给破开阵法后进入到殿宇之内修士准备的，就是为了收集强大修士血液而进行布置的。按照吴德的推断，就算是圣子级别的修士，触动之后不死也要8层皮。只不过有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快，曼星云和白斩羽先是追逐他了，没追上后折返回来，也没有去破解阵法。吴德折返回来，想要进入山洞中看看情况，结果就是遇上了赵一凡。感觉赵一凡体质强大，他就想着用赵一凡先试试。之后情况是赵一凡下线躲避，然后跑了。吴德抓了几个进入山洞妖族修士，没什么效果，就继续等待曼星云和白斩羽上钩，顺便找寻赵一凡。找到了赵一凡，带领赵一凡过来，利用赵一凡的鲜血破解了第二重墓中的阵法，然后是个空墓。吴德和赵一凡进入山洞的时候，吴德触动了曼星云和白斩羽的隐秘探查阵法，被曼星云和白斩羽感知到。曼星云和白斩羽就在附近不太远，带着他们邀请来助拳的好友，想要围堵吴德，了解此地的情况。吴德在有所感应，留下了赵一凡，独自跑了。之所以留下了赵一凡，是因为他知道赵一凡死了能够复活。他想的是赵一凡会带着曼星云和白斩羽去往第二重墓的地方，到时候肯定会进入岩浆之内，那岩浆之内有大恐怖，曼星云和白斩羽要是进去其中，肯定会遭受一番小折磨。除此之外，还有就是知道岩浆下另有玄机，曼星云和白斩羽要是处理不了，大概会寻求其背后的圣地强者出手。吴德此举等于间接的去利用圣地的力量来去探索岩浆下的情况，结果情况又没有朝着吴德所设想的路线走。那第二重墓下方的岩浆，赵一凡还打算自己实力提升，后来探索看看呢，怎么会带着曼星云他们过去？虽然没有按照吴德设想的走，可是看到山洞出现的情况，吴德就知道殿宇那边的阵法被破了。不过现在情况就是吴德已经借助赵一凡的血液破解了第二重墓里面的阵法，殿宇那边阵法被破，对吴德来说也没什么用了，费了不少心思的，花费大量时间代价，结果最终一无所获，吴德是很不爽的。现在这走向，吴德颇有一种我什么都没得到，看见别人也都不好过，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感觉。能够达到神通境的修士，绝大多数都有一颗不怕死、敢于冒险的精神。来人妖战场的人族妖族修士，更是一个个刀尖上舔血之辈。意识到机缘就在眼前，就算是禁灵区域又怎么样？我被禁灵了，别人不也是被禁灵了吗？因此，这群修士在经过短暂的交战后，不少修士进入到山洞之内。进入到山洞中后，不光是灵力受限，神念也被压制的只能笼罩自身，一个个的全都是非常谨慎的防备着周边其他修士，相互之间隔得极远。山洞内最深处，白斩羽肉体实力极强，比虎苍还要强一些，边打边移动的情况下，他率先进入到了殿宇之内。而看没能拦住白斩羽，曼星云和姜无涯也没合力去拦虎苍，没有他们的阻拦，虎苍自然是轻松进入到了殿宇内，而曼星云和姜无涯也是紧跟其后进入其中。看曼星云等人都进入到了殿宇中，赵一凡决定稍微等一下，然后再进入到殿宇中。殿宇中没好东西，这点赵一凡很肯定，他留在这里就是想要找机会浑水摸鱼的。结果就在赵一凡准备进入殿宇的时候，听到外面有一点点声响。山峰山洞有点类似于隧道，内部也不是笔直的。赵一凡所在的位置算是山洞深处，这里有个大洞穴，殿宇就在洞穴另一端。听到有声响，赵一凡稍作犹豫，贴着石壁来到洞口和洞穴的连接处。进入到山洞内的修士基本上都是神通境这一个阶段的，不过因为灵力受限，神念被压制，进入山洞内的修士每前行一步都是小心翼翼的。这些修士也不知道前方会有什么样的危险，而且有些进入到山洞内的修士躲藏在一些视线盲区中，如同毒蛇一样伺机而动，对后来者进行偷袭。赵一凡听到的声响就是有一位人族修士被一位妖族修士偷袭，两者交战到一起后弄出来的动静。
到了后天境境，就有夜视的能力。五感方面随着修为等级提升，也是一步步的综合性加强。为何在地之永恒中，很多玩家因为认为赵一凡改数据大肆抗议后，还继续氪金继续玩？就是因为随着等级提升后，玩家们察觉自己在地之永恒中五感大增，比现实中听得更远，视线更好。除此之外，还能在地之永恒的修炼室以及野外或者其他地方做一些修的事情。体力方面也是比现实中更好，体验自然也比现实中好。种种情况都是现实中所体验不到的，这也是为何很多氪金大佬氪金越来越多的原因之一。要不然的话，很多有钱人都傻了，动撼几百上千万的氪金到地之永恒中。而且论坛上灵石的收购价格一直居高不下，灵石要是没收购的，价格肯定是一直持续下降的。很多游戏都一样，刚开始的时候其内的货币很值钱，开服头2天可能1点10分这样的，过不几天就1点50分，1比100，甚至有的直接跌落到1几万或者1比几10万。为何如此？就是因为随着游戏发展，玩家等级提升，打金速度快了，金主需求又没那么大了，自然是一步一步的压价。有时候可能这边刚喊话1点50分出售，那边就有人喊出1比80出售，这情况下人家肯定是去购买1比80的了。如果金主不急缺，那么人家可以等再有人1比80时候购买，反正就是个供需关系。要是1点50分喊话出售，喊出去就有人抢购，别人看见这么好卖，肯定是提价，提到1点40分试试好不好卖。不好卖，那就1点50分，好卖，那价格就提上去了，其他人也都按照提价后的价格出售，一直等到没人买再掉价。灵石价格一直居高不下，从先前的1比2提升到了1比1.5，然后一直稳定。就是因为你只要是想出售灵石，就一直有人按照这个价格收购，有多少要多少。拥有终极20%成长度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的赵一凡，等级境界虽不高，但是五感极为敏锐。声响在赵一凡又听到2声后没了动静，但这声响已经让赵一凡知道有修士进入到了山洞中。因为山洞内有着大量的修士，能快速击杀的话那就快速击杀，不能的话一个个撤得比谁都快。之后赵一凡就不断的听到有一些细微的声响，大约2-3分钟后，赵一凡冲着一个缓步而来靠近他的人族修士一拳轰出，对方反应也是极快，在赵一凡拳头临近之时挥臂格挡。可赵一凡的肉体力量强大的恐怖，别说是神通境的修士，就算是4级境修士正面挨上一下都不好受。随着一声声响，赵一凡的拳头穿透了对方的手臂，正中对方脑袋，如同一拳捶向一个西瓜一样，对方脑袋爆开，一个神通境第3神藏3级的修士被赵一凡一拳灭杀。不管是人族还是妖族，脑袋都是要害，能够造成多少伤害是估算出来的，但你利用能够造成1亿伤害的攻击攻击了对方的脚趾甲，就算是力量爆发还有后续伤害，但如果纯力量的伤害再怎么着，顶多就是伤了人家1只脚，敌人也不可能因为1只脚就直接丧命吧。但是要害吧，就算是伤害力不够，要是命中是能够造成多倍攻击的。这个人族修士就是利用胳膊格挡，没格挡住赵一凡的爆发，所以身死道消。而赵一凡选择攻击对方脑袋，也是因为对方脑袋上没有护甲，虽然目标小了些，但是只要命中，那么就必然有成效。对于赵一凡而言，不管对方什么身份，是人类修士也好，妖族修士也好，凡是现在有能力击杀的统统灭了。而一个神通境第3神藏3级的修士被超脱境9级的赵一凡击杀，约了25级击杀下，经验10亿。超脱境9级升10级，一共就是需要10亿经验。这一个神通境第3神藏3级的修士，直接就让赵一凡升级到了超脱境10级。要不怎么说越级杀怪升级快，一直越级一直快呢？除此之外，灵石方面也是极为可观，2052亿。按照这个数值来算的话，对方修炼有玄阶上品修炼功法，而且修炼到了第5层，看自己躲在石壁角藏匿了一小会就有这种收获。赵一凡深感现在玄天地精升1层消耗的灵石也不是太离谱。不过现在赵一凡没时间去升级玄天地精，他急速地将对方尸首全部收入背包中，并快速处理灭迹之后，再度躲藏在石壁角落中。第47章升级到神通境，实力飙升。在地之永恒没有反馈之前，尸体血迹什么的都是被优化的，看上去不是那么不堪入目。而赵一凡曾经见识过很多血腥场面，对此更是无感。在毁尸灭迹上面，赵一凡也是比较熟练。不过现在灵力不能使用，血腥气赵一凡当下没办法处理得太好。但这个问题不大，先前不少修士进入山洞内，在灵宝击射下死掉，此地本身就很重的血腥气息，先前的动静不像是一个人弄出来的。快速处理好后，赵一凡守株待兔，等候下一位受害者。没让赵一凡久等，一个妖族修士临近赵一凡，望着距离自己只有几步之遥的妖族修士，
赵一凡朝着对方冲了出去。这个妖族修士在赵一凡起步时候，侧身朝着赵一凡一拳打过来。先前在山洞的路上，这个妖族修士已经击杀了2个躲在角落中偷袭的修士。在进入到洞穴这里后，这妖族修士敏锐地察觉到有人躲起来试图偷袭，只不过赵一凡在没有出手之前是躲在视野盲区，加上赵一凡控制自身整体近乎枯木，不出手的情况下很难察觉到他。面对着轰向自己的一拳，赵一凡此刻有几种选择：一是挪移躲闪，2是进行格挡，3是和对方对上一拳。然而赵一凡这3种选择都没选，他也是一拳挥出，冲着对方身体轰去。这种情况，除非对方收手，然后躲闪或者改变拳头的方向，要不然的话，就是在命中对手的同时被对手击中。这妖族修士脸上闪过一丝错愕，根本没想到赵一凡一个人类修士居然敢和他一个妖族修士来这种打法。人族修士肉身相对于妖族修士要羸弱得多，等级境界高了，这方面差距还越来越小。但是在4级境以前，人族修士基本上是不敢被妖族修士近身的。因一个刚入神通境第1神藏的妖族修士，在肉体强悍方面，可能就比神通境第3、第4神藏的人族修士还要强。人族修士面对妖族修士时，两者拉开距离远程施展手段才是正理，要不然的话，就是借助着兵器法宝之力来进城交战。在掌控使用兵器法宝这方面，妖族修士是远不如人族修士的。可现在赵一凡居然要用人族的短处来和他一个妖族修士比拼肉体力量的爆发，这妖族修士有些不解。不过他马上就知道为何赵一凡会如此了。他的拳头落在赵一凡的左肩上，感觉落在了坚不可摧的神经上一样。而他自身那没有强化的肝脏和肾脏，在赵一凡拳头落在他身上后，被恐怖的力量震得碎裂。他左肩也被赵一凡一拳洞穿，留下了一个血淋淋的血洞。越是高端的战斗，往往越是看上去简单，力量凝聚一点，才能爆发出最强杀伤力。任何一个修士都懂得这一点。像是将敌人击飞这种，那是力量不凝聚而分散到对方全身才出现的情况。就赵一凡现在，就算是一座巨山，他也能一拳轰碎，力量散发下，不说能够碎成沙粒，也差不多。可是对敌的时候，力量越是分散，敌人是用整体来承受的，最终造成的伤害肯定就是越小。这个妖族修士没想到遭遇个人族修士在护攻的情况下，对方没事，而自己却被对方创伤不轻。此刻他心中出现个想法，刚刚要是赵一凡和他对拳的话，这一拳之下，他的臂膀可能就直接被粉碎了。因战斗状况太出乎预料，导致这个妖族修士在战斗中有了一丝细微的错愕停顿，也就是这极短的1个小时机被赵一凡捕捉到，连续数拳落在了这个妖族修士的身上。收走尸体，快速灭迹，继续回到角落蹲守。赵一凡一气呵成，这个神通境第3神藏1级的修士，肉体防御度比寻常神通境第4、第5神藏的人族修士还要强不少了吧？不过也就幸亏妖族修士都没有穿内甲的习惯，要不然的话，短时间还不好解决。再来1、2个，我就差不多超脱境10级满经验了。也不知道我没有修炼出护体神通，能不能达到神通境？地之永恒现在还没反馈，卡级的话，是不是有相应突破礼包呢？先前的时候，赵一凡就考虑过这个问题，想要突破到神通境是有要求的，玄阶修炼功法和护体神通是基础，黄阶修炼功法修炼到顶的极限就是超脱境10级，没有后续功法就无法继续提升境界。修炼功法是向上不兼容，但是向下兼容的，也就是说，如果超凡境的时候拥有玄阶修炼功法，那么境界提升的时候就不会因为修炼功法而卡级。赵一凡现在修炼有玄天地经，是地阶修炼功法，因此才不受限制的一路升级到了超脱境10级。至于护体神通，这神通法门倒不是什么太难得到的东西，也不难修炼出来。其护体神通的原理就是用意念操控，利用自身灵力将其凝聚在自己的体表，以此来增强自身的防御能力。等到什么时候能够将灵力布满皮肤表面，代表着护体神通修炼出来。修为等级达到超脱境1级，就可以一点点的修炼护体神通。等修为等级达到超脱境的时候，基本上护体神通也就修炼出来了。可那是正常情况下，赵一凡现在属于是非正常状态。正常想要达到超脱境，怎么也要数年时间的。而赵一凡短短几天时间就达到了这个地步，因此赵一凡根本没时间去修炼出来护体神通。现在赵一凡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地之永恒这里。先前每次快突破的时候都有突破大礼包，赵一凡认为他升级到神通境应该也有相应的大礼包。超脱境10级满经验是12亿经验，一个神通境第3神藏1级的妖族修士让赵一得到了 4.2 亿经验和1056亿灵石。先前赵一凡就有 1.56 亿的经验，现在是 5.96 亿，再击杀一个神通境第3神藏2级的修士，
他就超脱境10级满经验了。片刻之后，赵一凡再度出手，一拳直接轰击对方后心。而就在赵一凡拳锋出现的刹那，对方有所警觉，急速前行，然后快速转身，朝着赵一凡一拳打过来，和赵一凡对了一拳。对了一拳之后，对方身影被击退了数十米。不是赵一凡想要击退对方的，而是对方借力后撤，朝着赵一凡这边看了一眼后，这个人族修士直接转身朝外就跑。一拳失手，没能对对方造成致命的伤害，赵一凡就知道这次来人不简单。快速看了一眼信息栏，上面信息提示，这是个神通境第4神藏8级的人族修士。对方逃跑，赵一凡并未追逐，对方速度不比他慢多少，而且偷袭都没能奈何对方，正面交战的话，就算是能够击杀对方，也会花费大量的时间。赵一凡再度躲在角落隐匿下来，等待下一个受害者登场。进入山洞内的修士不少，没等多久，又有修士谨慎的过来。不能用灵力，神念受限，对于赵一凡来说，可以说是天时地利。瞬息出动，偷袭得手，一个神通境第2神藏8级的人族修士，成为赵一凡手下亡魂，得到经验 1.71 亿，灵石423亿。之后是一个神通境第2神藏7级的人族修士和一个神通境第2神藏8级的人族修士一同前来。虽说是2个，但是在赵一凡的偷袭下，也是被快速击杀。经验得到 3.15 亿，灵石766亿。相对于神通境第3神藏的修士，击杀3个不如1个得到的多。不过对此，赵一凡还是非常满意的，甚至还有些感激吴德，要不是吴德将他单独留下，他哪有这么好的机会？在都不能动用灵力的情况下，这里可以说就是赵一凡的主场。现在距离超脱境10级满经验还差 1.18 亿经验，随便来个神通境第2神藏5级以上的修士就够了。要是能够升级到神通境的话，赵一凡认为自己的实力将迎来一个质的小飞跃。2分钟过后，赵一凡望着出现的突破大礼包，脸上露出笑容。神通境第3神藏2级的妖族修士，卡级经验浪费了。不过地之永恒在没反馈前，对氪金玩家是真友好。高达5000万灵石的礼包可以说是超级贵。不过贵有贵的道理，购买后可获得1级护体神通和5枚用于突破到神通境的破境丹。购买之后，护体神通学会，接着赵一凡利用破境丹突破。现在在禁灵区域中，灵力不能动用，自然也无法运转玄天地经。暂时不准备离开这里的赵一凡，只能用破境丹来突破到神通境。然而5枚破境丹下去，赵一凡并未突破到神通境。看着突破进度没提升多少，赵一凡有点牙疼。不过破境不成功没问题，地之永恒不为难能消费灵石的玩家。在面板商城中刷新出来了100万灵石1枚用来突破神通境的破境丹。88枚下去，赵一凡面前出现了选项：肝、心、脾、肺、肾5神脏，分别对应木、火、土、金、水。神通境开始酝养强化某一个5脏，从5脏中孕育出专属神通。看了一眼，赵一凡选择了对应金属性的肺之神脏。随着赵一凡进行选择，他的等级升级到了神通境第1神藏1级。伴随着升级，赵一凡的整体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姓名：赵一凡，等级：神通境第1神藏1级，020000000000，生命值2000000000加624800百分号12496000000012496000000，灵力值1000000000加624800百分号6248000000624800000，特殊体质：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终极 20%。功法：明心经修炼功法，不入流，第1层25-200。清风经修炼功法，黄阶上品，第10层2568800。玄天地经修炼功法，地阶，第11层043008000。烈日斩武技功法，黄阶下品，第1层5-600。凌云掌武技功法，黄阶下品，第1层480-600。天眼无极武技功法，地阶，第10层021504000。行字秘秘法残篇，专属天赋超神级，造成任意伤害可吸取对方生命转化为一定比例的灵石。护体神通1级0100000。肺之神藏专属神通无1249.6亿的生命值，代表着赵一凡基础肉身的强悍程度。感受自己强大肉体力量，赵一凡都有一种和4级境修士比拼一下的心思。看过自己的属性面板后，赵一凡朝着殿宇的方向看了一眼，想了想之后，赵一凡从角落中走出，朝着洞穴外走去。守株待兔虽好，可是比较被动，他现在决定主动出击。强大的五感下，赵一凡总是能够率先一步发现到敌人的踪迹。在都不能动用护体神通，不能施展神通的情况下，神通境第4神藏以下的修士
现在赵一凡基本上就是一拳一个小朋友。十几分钟后，一个神通境第二神藏6级的妖族修士和一个神通境第二神藏7级的妖族修士，外加一个神通境第三神藏1级的人族修士和一个神通境第二神藏8级的人族修士，成为赵一凡手下亡魂。神通境第三神藏的修士早先的时候就没几个，现在同样还是没过来几个。他们率先进入到山洞内深处，已经被赵一凡所杀。又击杀了4个修士后，赵一凡得到 8.1 亿经验和2356亿灵石。此刻赵一凡背包中灵石的数量20933亿。一路杀下来，当赵一凡来到洞口处的时候，他的等级提升到了神通境第一神藏2级，背包中灵石数量24505亿。朝外看了一眼，在山洞外的半空中还有着一些修士。赵一凡并未踏出山洞，此处能禁灵，他凭借自身强大的体魄才可以大肆屠杀。出了山洞后，他可就没有现在那么大的优势了。折返回去，赵一凡再度来到山洞深处，看着面前的殿宇，赵一凡进入其中。而此时过去了半个多小时，先前进入到殿宇内的曼星云他们一个个的都不好过。吴德在殿宇内进行的布置，一个个都是大杀招。在自身受限不能动用灵力的情况下，曼星云他们仅凭借肉体之力很难轻松化解。除此之外，曼星云和姜无涯跟白展宇和虎苍本就仇敌，看对方落入险境，怎么可能不落井下石？他们之间互相战斗牵扯，导致现在谁想要离开都无法轻易离开。第48章，有仇不隔夜，当场就爆了。在遭遇各种来自殿宇内的危险和相互之间的交战后，曼星云他们一个个身上都有着不轻的伤势。进来之后不久，曼星云他们就意识到自己可能被人给算计了，此处根本就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可是进来容易出去难，他们都被殿宇内的阵法给困在了殿宇之中，在灵力不能动用神念受限的情况下，想要破阵离开不是轻松的事。而且现在情况就是想要破阵离开还要遭受来自另一方的攻击。而白展宇和虎苍两个妖族修士体魄比曼星云和姜无涯要强，在此地占有不小的优势。有这种能够重创对手的机会，他们自然也是不想让曼星云和姜无涯轻易的离开。赵一凡进入到殿宇中，就看到另外一边打生打死的曼星云他们。看着曼星云在白展宇的攻击下不断受创，赵一凡感觉心情愉悦。殿宇内不是只有一层阵法，曼星云他们进入其中后比较深入，被困在深处的阵法中。而赵一凡现在是在殿宇的门口处，只要不再继续踏足其中，就触发不到阵法，随时可以离开。赵一凡出现在了殿宇门口附近，曼星云等人都是看到了。看到是赵一凡，曼星云脸色有些难看。这么一段时间，曼星云以为赵一凡已经自行离开，而现在自己被人压着打的情况被赵一凡看到，曼星云认为自己十分丢分，已经打定主意，等找机会破开阵法出来后，一定要宰了赵一凡。看曼星云等人在殿宇另外一边的阵法内战斗，赵一凡环视一圈，来到殿宇门口旁边，没有深入其中的意思。2万多亿灵石在手，赵一凡打算对自己再提升一波。一边观战，赵一凡一边利用灵石提升玄天地经。2764.8亿灵石飞速消耗，几分钟后，赵一凡玄天地经升级到第12层。5529.6亿灵石后，玄天地经升级到了第13层。此刻赵一凡的灵石消费总数字达到了12939.84亿。在赵一凡灵石消费达到1万亿的时候，赵一凡的身上突然冒出来绚丽的五彩神光。这一幕让曼星云等人全都纷纷的停下战斗，朝着赵一凡这边看过来。而赵一凡这边也是脸上露出满脸惊喜。你消费灵石达到1万亿，获得唯一专属奖励。恭喜你，你拥有转化灵石为天灵石的能力。恭喜你，你获得专属加成正 1000%。恭喜你，你获得秘法一步。连续的提示让赵一凡感觉无比惊喜。灵石是地之永恒中的重要修炼资源，也是硬通货币。而天灵石可以说是灵石的进阶版本。按照赵一凡的了解，天灵石内蕴含本源之力，是神台境大佬修炼时所用到的重要修炼资源。而专属加成让原本 2000% 的加成提升到了 3000%。除此之外就是秘法了。在快速看完秘法的介绍后，赵一凡直接将其学习。九秘之阶自秘，施展此秘法后可以随机触发出1至100倍的自身力量。秘法是不需要消耗灵力的，先前的时候赵一凡能够偷袭众多修士，就是靠着行字秘残篇有着超高的速度爆发。而现在九秘之阶自秘同样是如此。在五彩神光消失后，赵一凡就使用了阶自秘，稍微感受，整体得到了3倍的增幅，持续了10秒左右消失。而另外一边，曼星云看着赵一凡，对白展宇和虎苍说道：那小子身上有大秘密，你我联手破开此地阵法，到时候将其抓住，任由你们处置如何？哼，当我们傻呀？
他有大秘密又如何？其死亡能够复活，还能够去往另外一个世界，想要活捉他，谈何容易？白展宇说完之后，何虎仓再度朝着曼星云和江无涯攻去。赵一凡在秘法消散后，感觉到自己整体有些虚弱感。显然秘法加持后增幅也不是没代价的，相当于短时间内爆种，是会消耗大量体力的。不过只是3倍增幅，加上赵一凡没有对人出手，消耗并不是太大，眨眼间虚弱感就消失。而也就是在赵一凡消费零食金额数字在神豪消费排行榜上变成12939.84亿后，众多看到的玩家纷纷感慨：擦，这就离谱，接近1.3万亿，我就是斗地主的欢乐豆也没这么多过啊，闹心。加一，我感觉也是，老子为了30-50枚零食在外费力杀怪，现在看人家直接上万亿，倒心崩了呀。算了，别理会了，看得闹心，我现在都怀疑地之永恒就是赵一凡开发出来的。地之永恒的官方论坛上热议纷纷，各大网站平台上也是有不少大 V 发帖对此愤慨不已。而周岐山在得到这个消息后，第一时间乘车朝着赵一凡家中这边赶过来。当初赵一凡给他说就拥有2000多亿，那时候赵一凡神豪消费排行榜上就是2000多亿。周岐山自然认为赵一凡拥有的零食基本上都消费的差不多了。而先前赵一凡消费金额达到4000多亿的时候，周岐山就意识到自己被赵一凡这个少年给骗了。不过那时候他是打算先等等看看情况再说。现在赵一凡直接接近1.3万亿，周岐山准备再和赵一凡亲自谈谈。其实当初赵一凡就是随口一说，而且本来今天赵一凡认为自己刷不到太多零食，也不准备消费零食了。只不过有时候事情的发展是充满变故的。赵一凡也没想到自己遇上了吴德，被带着击杀了众多修士，刷到了大量的零食。这手里有了大量零食，那也不能都留着不是。虚弱恢复之后，赵一凡脸上带有笑意的朝着曼星云等人那边靠近。来到笼罩他们的阵法前方后，赵一凡暂停脚步，然后赵一凡就开始使用9秘之阶自秘。第一次4倍增幅，第二次6倍增幅，第三次3倍增幅，一连使用了数十次后，增幅达到了88倍。感受自身强大的力量，赵一凡冲着阵法一拳打去，困住曼星云等人的阵法在赵一凡一拳之下瞬间被破。阵法被破的瞬间，曼星云等人都有所感应。当他们发现是赵一凡破掉的阵法，全都是脸带震惊。而赵一凡在阵法被破的瞬间，行自秘使用15倍速度增幅加上88倍综合力量增幅下，赵一凡的速度快到了极致。他瞬间就来到了曼星云等人的近前，手中拳头直接朝着曼星云轰去。面对赵一凡朝着自己轰来的一拳，曼星云大惊失色。此刻他感觉赵一凡如同个人形暴龙一样，拳头所携带的力量恐怖至极。赵一凡当下最强的一点就是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带来的强大体魄，在肉身力量上，其先前就有着接近4级境修士的肉体爆发，要不然的话，赵一凡也不能几拳击杀一个神通境第3神藏3级的妖族修士。等级提升，玄天地经提升，让赵一凡的肉体实力猛增一大截。14层的玄天地经，前后后花费了上万亿灵石提升。正常修炼的话，别说是神通境4级境，就算是修为等级化灵境，可能也无法将玄天地经修炼到第14层的水准。耗费如此代价，他可不是光对赵一凡生命值和灵力值有加成，其他方面也是有着极高的加成，只不过这些加成不体现在属性面板上而已。玄天地经加上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再加上阶自秘88倍增幅，赵一凡的肉体力量提升到了一种极为恐怖的地步。面对先前对自己有杀意的曼星云，赵一凡秉承着有仇就报的心理，因此破阵后他都没对白展宇和虎仓动手，而是对曼星云出手。感受到赵一凡恐怖的力量爆发而出，白展宇和虎仓都面色大惊，这爆发程度比他们能够使用灵力时候最强爆发都不逊色多少了。而江无涯看到赵一凡攻向了曼星云，有想要上前帮一下曼星云的心思，不过想了一下后，江无涯并未出手，因他感觉就算是他出手相助，也不容易挡住此刻的赵一凡。除此，先前曼星云对赵一凡有杀意，想要灭杀赵一凡这个小修士，江无涯是能够感觉出来的。现在赵一凡不知道为何突然爆发出恐怖的力量，江无涯有些不想参与到两人之间的争斗中。他和曼星云是有点交情，可是交情也就那样，先前只不过是他正好在人妖战场，所以才和曼星云一同前来。而白展宇和虎仓相视一眼后，直接快速的撤离。先前他们一番激烈战斗，全都受创不轻，可以说是巅峰状态时候的1/10左右。不能动用灵力的情况下，要是赵一凡对他们出手，他们极难抵挡。面对直冲自己的攻击，曼星云意识到无法躲闪，双手交叉试图格挡。随着赵一凡一拳落在曼星云的身上，曼星云后退了数步，左臂被强大的力量轰击的骨骼碎裂。
曼星云是4级境，强化4肢，可是他只是4级境第1级，强化的是右臂，左臂没被强化过。赵一凡一拳之下，导致曼星云伤上加伤。在赵一凡又快速朝他攻来之际，曼星云大声喊道：“无涯兄，救我！”而姜无涯在曼星云喊他之后，开口说道：“一凡兄弟，他是星宇圣地的圣子，你杀他的话，星宇圣地不会善罢甘休的。”面对姜无涯所说，赵一凡并未停手，他的爆发很短暂，既然已经对曼星云出手，放过他，死的就是自己了。而且，就算是不杀掉曼星云，曼星云就会放过自己吗？显然也不可能，早晚都一样会遭受到星宇圣地。那么何必留着他？星云兄，抱歉了。看自己说完之后，赵一凡没有停手的意思，姜无涯没再停留，留下这话后就转身快速离去。白展宇和虎苍已经先行一步离开，他要是不快点跟上去，就是给白展宇和虎苍恢复时间。白展宇和虎苍出去后，肯定会在山洞外等着他，他自己也将面对2位妖族圣子。除此之外，姜无涯还知道曼星云肯定有着圣地大能留下的杀招，此时不走，如果曼星云动用杀招，那么他可能也会被牵连到。本就受创极重，要是再被牵连，他势必也需要动用保命杀招来应对。如果没有敌人还好说，现在可是还有着白展宇和虎苍2个妖族圣子的敌人在呢。保命杀招要是用了，那么怎么应对白展宇和虎苍？白展宇和虎苍直接提前离开，除了本身伤势不轻外，也是因为有这种想法。收手，别逼我和你鱼死网破。可都已经到了这一步了，赵一凡怎么可能会收手？他在出手的时候就已经抱着自己可能会死一次的打算，因为他就算是杀掉曼星云，到时候也会非常虚弱，需要一定时间来恢复。白展宇和虎苍2个妖族圣子能够杀掉他的话，肯定不会留手。他们在赵一凡出手后迅速离开，反倒是有些出乎赵一凡预料。先前你想杀我的时候，就应该想到会有现在这种情况发生。既然如此，给我死吧！曼星云说完之后，其身体内一股极为恐怖的力量复苏，曼星云也是直接吐了一口血出来。接着一道能量冲天起，曼星云在近邻区域内有了短暂使用灵力的能力，一拳将赵一凡轰退后，漫天陨石虚空出现，整个殿宇之内全是能量陨石。此次漫天能量陨石比先前曼星云对上白展宇时候还要凝练恐怖数倍。面对这种情况，赵一凡一拳一拳轰击降临的能量陨石上，将他们击散。而曼星云在一击之后虚弱的瘫倒在地，大口的吐着鲜血。近邻区域下，曼星云很多手段无法用出来，当下是他所能动用的最强一招。随着漫天陨石轰击结束，赵一凡被震得5脏6腑破裂，生命值大幅度掉落，也是吐了数口鲜血出来。接着接字密的增幅时间到了，赵一凡也是瘫倒在地。爆发时候是挺爽的，可是爆发之后的虚弱也是极大。此刻的赵一凡体力几乎耗尽，连动一动都极难。曼星云的一击下，他和赵一凡算是2败俱伤。稍微缓了口气后，赵一凡直接拿出来先前吴德给他的天阶生命恢复丹药恢复生命，然后等待虚弱减缓。另一边，曼星云也是颤巍巍的拿出疗伤丹药服用。不过这时候玩家和原居民的情况就不一样了。赵一凡使用天阶生命恢复丹药是直接恢复的，而曼星云是需要炼化丹药恢复，灵力受限的情况下不能炼化，因此曼星云使用疗伤丹药后伤势恢复的极慢。状态率先恢复一些的赵一凡率先起身朝着曼星云走去。看到赵一凡比自己恢复的快，曼星云脸上升起一丝绝望。你杀我对你没有任何好处，你想要什么只要我能给你的都给你，放过我，我发誓以后绝对不为难你。第49章全方面巨大提升。如果换个地方能够利用灵力，曼星云还有着更多圣地大佬留有的保命手段可用，可是当下近邻区域内那些手段都用不出来。看着越来越靠近自己的赵一凡，曼星云开口求饶。面对曼星云的求饶，赵一凡没有任何废话，直接一拳落在曼星云的脑袋上。随着信息提示，4级境第1级境2级的星宇圣地一代圣子曼星云死在了刚刚神通境第1神藏2级的赵一凡手中。因先前曼星云就已经受创很重，赵一凡击杀后经验没得到满额，不过越级50级也是给了赵一凡足足255一点经验。255一点经验下，赵一凡的等级迅速飙升，升级到了神通境第1神藏6级。今天这才多长时间，他就从超脱境3级升级到了神通境第1神藏6级，足足升级了13级。除此之外就是灵石的收获了。同样因为曼星云本身被重创不是满额，但毕竟是4级境第1级境2级，其生命值多的恐怖，基础生命值就是3000亿，加上修炼功法的加成，就算是按照3层地精来算，也是 4.5 万亿以上生命值。赵一凡击杀他足足获得了17538亿多枚灵石，
也就是说，先前曼星云和白展宇等人交战，生命值折损了一大半。望着自己背包中的33739.3亿多的灵石，赵一凡简单处理战场脱战之后，直接下线。现在外面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赵一凡猜测，大概率是有着一大堆修士在外面守着，尤其事后出去的白展宇他们，肯定不会马上离开。因此，赵一凡打算先下线休息躲一波再说。连续高强度交战下，赵一凡也是有些精神疲惫。却说白展宇和虎仓离开山洞的近邻区域后，灵力不再受限，他们快速拿出来各种疗伤丹药，炼化恢复自身的状态。原本在山洞周围的人族修士，在白展宇和虎仓从中出来时，也是四散而去。等到姜无涯从山洞中出来后，白展宇和虎仓同时朝着姜无涯攻去。2对1，姜无涯被逼得节节后退。不过灵力不再受限，加上姜无涯没有和白展宇、虎仓继续纠缠战斗的心，片刻后，姜无涯付出一点代价，暂时摆脱了白展宇和虎仓，驾驭神虹逃离。白展宇和虎仓见姜无涯落败而逃，也没有去追逐，而是返回山峰山洞上方。强追姜无涯也无法击杀掉姜无涯，而山峰山洞内还有着曼星云和赵一凡。白展宇和虎仓经过简单的商量，如果是赵一凡出来的话，他们就离开，赵一凡能够复活，杀他意义不大。而如果是曼星云的话，他和赵一凡一番战斗，肯定是受创更加严重，他们会痛打落水狗。另一边，乌德在较远的山峰上看着这边的情况，看曼星云和赵一凡都没有出来，而白展宇和虎仓在山洞外守株待兔。乌德认为赵一凡应该是死了。至于曼星云，乌德认为曼星云应该没多大问题，殿宇那些布置什么的，顶多让圣子级别存在触发后8层皮流点血，还灭杀不了这个层次的存在。现在只是不知道为何还没有从山洞中出来。又观看了一会后，乌德离开。在乌德离开后不久，整个山峰的禁灵效果消失。白展宇和虎仓察觉到这情况后，又一同进入到山洞中查看情况。赵一凡在下线后来到客厅，半躺在沙发上，用手机浏览一些时事新闻。就在赵一凡浏览时事新闻的时候，房门被敲响。周岐山和徐文静加上张明再次到来，赵一凡对此毫无意外。进入房间内后，周岐山开门见山地对赵一凡说道：“你先前不是说你只拥有2000多亿灵石吗？现在你在这游戏中消费的灵石可是接近1.3万亿了。啊，这个啊，我先前灵石用没后，背包又自己多出来了好多灵石，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看又有灵石，就用来升级了。你们有游戏公司的联系方式吗？我想问问官方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我账号出问题了？”赵一凡满口胡诌，而周岐山他们面对赵一凡的胡诌谎话，他们却是感觉赵一凡说的就是实情。面对赵一凡的反问，周岐山对赵一凡说道：“我们已经联系游戏公司了，游戏公司正在排查，等有消息了会联系你。你如果有什么特殊情况，也要及时的联系我们。”没待多久，周岐山等人就离开。在他们离开后，赵一凡淡然一笑，能够3言2语的忽悠周岐山他们，自然不是赵一凡说的多么真诚，而是赵一凡利用神念对他们进行了引导，让他们下意识的认为赵一凡说的就是真的。异常事件的报道越来越多了，不过大多数都是国外的，和曾经一样，是官方准备慢慢的引导大众，让大众接受一些异常情况。看了一些时事新闻后，赵一凡看了一眼时间，1点半，感觉这么长时间差不多了，进入到地之永恒中。察觉自己灵力能够使用，赵一凡知道此地禁灵效果消失，此地已经没有修士在这里。赵一凡直接离开山洞，返回城市内，找到赵一曼和云梦溪，一人给他们1000亿灵石，让他们将使用消费，刷刷坐骑和战宠什么的。现在实力飙升，赵一凡有了更多的想法，比如说去曾经导致他身死的地方看看，去不敢轻易踏足的生命境地看看。对于自己触发杀阵身死，然后回到了5年前这事，赵一凡一直充满疑惑。那地方曾经赵一凡神通境第一神藏8级都被瞬间抹杀，先前实力不足，赵一凡自然也就没前往。现在他的实力已经远超曾经，赵一凡自然是想要过去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不过去之前，还是要先利用手中的灵石对自己进行一番提升。11059.2亿灵石进去，赵一凡玄天地经升级到了第14层。按照赵一凡的了解，各种修炼功法层次最高是20层，玄天地经提升到第14层，距离将其修炼圆满只差6层。换作寻常修士，需要几百年上千年甚至更久才能达到的层次，被自己短时间内达到，赵一凡深感有灵石真他妈的好。玄天地经升级到第14层，此刻赵一凡手中还有着20680.1亿多灵石，而神豪消费排行榜上，赵一凡的消费总金额也是飙升到了23999.04亿多。开始的时候几千万、几个亿、几十亿，到后来几百亿、几千亿，然后接近1.3万亿，现在没过多久，
飙升到接近 2.4 万亿。基本上所有玩家现在对于赵一凡的情况已经很无感了，因为这数字太高太恐怖，要说是氪金充值的，任何一个玩家都不信。玄天地经14层提升到第15层需要22118.4亿，赵一凡手中灵石不够再升一层的。玄天地经不够升级的，赵一凡就开始提升天眼无极，1290.24亿灵石，天眼无极升级到第11层，2580.48亿灵石，天眼无极升级到第12层，5160.96亿灵石，天眼无极升级到了第13层。此刻赵一凡的灵石还有11648.42亿，消费灵石总额突破3万亿，达到33030.72亿。升级到这后，赵一凡没再提升天眼无极，而是开始提升护体神通。护体神通正常情况下每使用一次增加1点经验，使用1万次就能够升级。这要是正常情况下，万次的使用就算是天天用也需要个几年时间。现实中赵一凡护体神通才是1级，而现在灵石同样可以快速提升护体神通，1点经验1万灵石，对于赵一凡来说就是洒水。1个亿灵石，护体神通升级到2级，接着2个亿灵石，护体神通升级到了3级，4亿灵石，护体神通升级到4级，8亿灵石，护体神通升级到5级，16亿灵石，护体神通升级到6级，32亿灵石，护体神通升级到7级，64亿灵石，护体神通8级，128亿灵石，护体神通9级，256亿灵石，护体神通10级。护体神通升级到10级已经是当前到顶，只是511亿灵石将护体神通升级到当前能升级的极限，相当于神通境的顶级。此时赵一凡光靠着护体神通，4级境以下的修士都很难破开。当然比起10级的护体神通，赵一凡现在肉身防御能力更胜一筹。虽然手中还有着11137.42亿多的灵石，不过暂时来说没有什么好提升的。而且明天阵法功能开通，赵一凡还需要留有灵石，明天再用。短短5天时间，修为等级达到神通境第1神藏6级，比现实中低2级。玄天地经升级到第14层，天眼无极升级到第13层，护体神通更是提升到10级。拥有鸿蒙级别的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成长度还达到中级 20%， 加上行自秘和者自秘，赵一凡的实力已经远超现实中太多。不过现在神通境第1神藏了，赵一凡有太多的事情要做。赵一凡现在还没有修炼神念，他所能够用的一丝神念是现实中带入进来的。现在赵一凡已经神通境，需要开始修炼神念。神念是很多神通法术基础，没有神念，很多手段都无法用出来。越是强大的招式神通，对于神念的要求越大。就比如说赵一凡现在拥有的天眼无极，其实就是需要神念来操控。只不过现在地之永恒还没有反馈，施展招式被简化，所以才不需要神念。修炼神念也需要专门的神念修炼法门。赵一凡进度太快，现在面板商城中没有出售神念修炼法门。想要神念修炼法门，一个是自己去寻找机缘获取，还有就是找宗门长辈学习。和赵一曼跟云梦溪说了一声后，赵一凡来到了轩夷城。来到轩夷城的天玄宗，赵一凡找到了魏天玄。在刚见到魏天玄的时候，魏天玄正在抱着酒坛喝酒。有赵一凡给林玄星的灵石，现在魏天玄酒这方面是非常充裕。看到赵一凡过来，魏天玄朝着赵一凡看了一眼后，就没再理会他。师傅，我神通境了，你传授我一份神念修炼法门吧。面对赵一凡所说，魏天玄看了赵一凡一眼，然后继续喝酒，还是没有理会赵一凡。师傅，你看，这是我给你买的酒。赵一凡在都城买的灵酒，一坛就是20万灵石。一拿出来，魏天玄嗅了嗅鼻子，然后赵一凡手中的酒就出现在了魏天玄的手中。魏天玄直接打开喝了一口，露出一脸享受。哦，乖徒儿，你来了呀，找为是什么事？师傅，我要学习神念修炼法门。听赵一凡这么说，魏天玄这才盯着赵一凡。玄天地经修炼到了极高层次，修为达到了神通境。哈哈哈哈！天要大兴我天玄宗！哈哈哈哈哈！天要大兴我天玄宗！看着魏天玄一蹦一跳发神经，赵一凡深感有这么个师傅也是挺让人无语的。不过想想自己得到的玄天地经和行字秘，这些东西也都能忍了。魏天玄一直自言自语老半天，然后一顿又坐回去继续喝酒。师傅，我要学习神念修炼法门。在赵一凡说完后，他收到一个提示，提示魏天玄传授他神念修炼法门。赵一凡赶忙选择学习神念修炼法门。学到手，赵一凡顿时感觉脑海一阵清明，原本受限的神念一下子打开了。现实中赵一凡神念就有所成就，现在全部带入到了地之永恒中。师傅，我回头再来看你。面对赵一凡所说，魏天玄理也没理。目的达到，
赵一凡也没打算继续在这里多待，转身离开，来到了天玄宗的修炼室中，学到了神念修炼法门，神念打通。赵一凡现在可以在地之永恒中内视到自身体内情况，可以调动自身灵力运养自身五脏。除此之外，赵一凡还可以利用灵石来提升神念修炼法门。神念修炼法门，赵一凡本身就会，只不过没在地之永恒中学到，就受限不能运用。知道神念重要性的赵一凡，开始利用灵石来提升自己神念。时间一晃，接近凌晨12点，赵一凡的神念已经被他利用灵石提升到极高的层次。如果说现实中赵一凡的神念如同一杯水，那么现在他的神念就好似一条大河一样。这也就是没有神念功法手段。要是有神念功法手段的话，赵一凡认为自己光是凭借自身强大而恐怖的神念，就能够击杀4级境以下的修士。除此之外，赵一凡还掌握了神虹，开始运养专属神通。因神念强大，加上赵一凡有经验，再加上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强大，在运养神通这方面的进度飞快。第50章，获得传说中的不死神药。凌晨12点，各大排行榜进行结算。现在赵一凡是等级排行榜、神豪消费排行榜、坐骑排行榜、战宠排行榜以及兵器法宝排行榜和功法排行榜全部第1名。虽说已经得到过5天的奖励，但是对于今天的榜首奖励，赵一凡还是非常期待的。尤其是功法排行榜，今天是第1次进行奖励，赵一凡还期待着功法排行榜能够给点好东西。随着信息提示，随机奖励发放到了赵一凡的背包中。首先，等级排行榜的奖励给赵一凡的奖励，就让赵一凡感到有些意外的惊喜。菩提果，传说中可开制的果实，服用后可极大增加自身悟性。任何能够增加悟性的东西，那都是无比珍贵的。赵一凡直接将其使用，顿时感觉自己一阵清明，自我感觉便聪明了不少。神豪消费排行榜，可能是今天赵一凡消耗的灵石太多，也是给了赵一凡一件好东西。赵一凡先前得到过3天限时消费券，和先前得到的一样，将会按照3天内消费灵石总金额进行随机奖励。坐骑排行榜是一个给坐骑使用后能够增加坐骑资质的天阶上品的灵药。因混沌麒麟的本身资质就是地阶，使用天阶上品的灵药没多大效果。赵一凡看过后将其收起来，等以后学了炼丹后，可以用来炼制更高品阶的丹药。接着是战宠排行榜，同样是个用来提升战宠的天阶上品灵药，对赵一凡而言也是没多大的用处。兵器法宝排行榜给了赵一凡1块地阶炼器材料，加上这块，赵一凡现在手中有了4块地阶炼器材料。而功法排行榜的奖励对于赵一凡来说就是更大的惊喜了。这是一个功法提升图鉴，使用后可以提升任意自身功法1个层次。也就是说，赵一凡现在使用这个图鉴的话，玄天地经能够直接升级到第15层。不过赵一凡不打算现在用，等到玄天地经第19层的时候用，能够利益最大化。看过排行榜的奖励之后，赵一凡拿出来一个物品，这是昨天得到的限时消费券。此时这个限时消费券上显示着24小时内消费的灵石总金额33490亿。激动的心，颤抖的手，赵一凡现在十分期待这个自己消费了33490亿灵石的限时消费券。其得到同等价值的物品会是一个什么好东西？随着赵一凡选择使用，限时消费卷化作一个炫彩光芒消失。接着信息闪过，赵一凡的背包中多出来一物，一个玉盒。将其拿出来打开，赵一凡看到其中存放的一物：玄天祖身不死神药，拥有夺天地之造化之效，玄妙无比。不死神药，居然得到的是传说中的不死神药。此刻的赵一凡看着玉盒中手掌大小如同娃娃状的玄天祖身，心都有些突突。他这是激动的。他想过3万多亿灵石得到的东西会是一个好东西，可赵一凡没想到居然是不死神药。就赵一凡所了解，不死神药有很多种，但每一种都是独一无二的，拥有无上作用，传说中能让人脱胎换骨，长生不死。至于是否如此，赵一凡也不清楚，只知道就算是大帝在世，面对不死神药都不可能无动于衷。现在他居然得到了一株不死神药。光是打开玉盒，不死神药玄天祖身自主散发出来的丝丝药香，就让赵一凡感觉自己如同食用了10全大补丸一样。深吸一口气，信息闪过，他的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成长度增加了1%。感受自身身体的变化，赵一凡将玉盒关上，连连深呼吸数次，平缓自己激动的心。赵一凡脸上乐开了花。虽然不知道玄天祖身具体效用，但是光是一丝散发出来的药香，就让他终极的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成长度增加。赵一凡知道现在将其使用掉肯定是非常浪费。过了好片刻，赵一凡的心绪有所平缓。这要是让人知道我拥有不死神药，怕是各大圣地都会不惜一切代价的想要获取。不过现在不能用，非常浪费不说，我要是短时间内无法炼化的话，身上会有不死神药的气息，到时候
我就和行走的不死神药一样。深知其中利害关系的赵一凡，现在都不敢直接用掉不死神药。在赵一凡心绪有所平缓的时候，信息提示新一天的新功能开启，阵法功能全面开启，阵法排行榜开放，玩家可以学习阵法术，布置阵法。因有玩家修为等级达到神通境，面板商城更新，玩家可前往面板商城查看更新出来的新物品。赵一凡期待已久的阵法功能开服，他先是打开面板商城看了看，因赵一凡的等级提升到了神通境，面板商城更新出来众多对标神通境的玄阶物品。修炼功法和武技功法上面也是出现了玄阶功法，其中玄阶下品修炼功法价格在1亿至 1.2 亿枚灵石，玄阶中品修炼功法价格是2亿至 2.5 亿枚灵石，玄阶上品修炼功法价格是4亿至5亿枚灵石，玄阶极品修炼功法价格是7亿至10亿枚灵石。玄阶武技功法比修炼功法的价格高 20% 左右，虽然价格高昂无比，可是一个个介绍也是十分强大。望了一眼各种玄阶功法，赵一凡感叹不已。曾经在地之永恒反馈的时候都没有玩家达到神通境，赵一凡在之前也是不知道面板商城会更新提升到这种层次。正常情况下想要获得比较困难的玄阶功法，现在居然能够直接购买。除此之外，还有各种玄阶炼器材料和玄阶炼器图鉴，价格方面基本上和当初赵一凡在驻兵工会中差不多。看过面板商城后，赵一凡打开了阵法一栏，还是同样的阵法大礼包，购买价格是8888枚灵石。购买后可以得到学习到阵法术，其中还有一种基础凡阶阵法图鉴和一份凡阶阵法材料。购买学习，赵一凡学会了阵法术。刚学会的阵法术是初级，能够布置和破解凡阶阵法，对应的是觉醒境。当下地之永恒没反馈，想要布置阵法的话需要阵法图鉴，只要使用阵法图鉴就会有阵法布置指引，指引着在什么地方放置什么阵法材料。按照阵法图鉴的指引放置阵法材料后，再利用阵法图鉴就能够激活阵法。至于破阵，就是使用阵法术，如果阵法层次低于阵法术，就能够看透布置，根据提示破阵。阵法大礼包中得到的阵法图鉴是一种凡阶困阵，而在面板商城中更新之后，最高有着玄阶阵法图鉴和各种玄阶阵法材料。这次因赵一凡等级达到神通境，面板商城更新提升到玄阶，只要是舍得花灵石，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自身实力有着极大提升。比如说玄阶兵器法宝，这要是有玩家锻造出来，对于当下的玩家而言那就是超级神器。当然锻造术初级的情况下，想要锻造出来玄阶的兵器法宝，成功率低到极致，利用灵石提升成功率需要海量的灵石。而阵法术想要提升，需要布置阵法或者破解阵法。赵一凡当下准备先提升一波阵法术，初级阵法术对赵一凡而言基本上没用。阵法术初级01000，按照阵法术升级经验，赵一凡需要布置出来1000个凡阶的阵法，才能够让阵法术升级。赵一凡离开天玄宗，来到城外，找了个没有人烟的地方，开始布阵。因为现在赵一凡能够动用神念，几秒钟后他就布置出来一个10米范围的凡阶困阵。在阵法中投入1000枚灵石后，凡阶困阵成型激活。按照面板商城中购买来算的话，消耗的阵法图鉴和阵法材料布置出来一个凡阶阵法，一共花费大约是2万枚灵石。看着增加的一点阵法经验，赵一凡知道这样太慢，他直接花费500万枚灵石购买玄阶阵法图鉴，然后650万多枚灵石购买相应阵法材料。阵法术初级是不可能布置出来玄阶阵法的，不过赵一凡现在又不是为了能够布置出来阵法，而是为了提升阵法术。就算是布置不出来，去布置玄阶阵法，得到的阵法术经验肯定是比布置凡阶的要多。按照玄阶阵法图鉴进行布置，只是第一步，阵法布置失败，玄阶阵法图鉴因布置不成功而消失。虽然阵法没有布置出来，但是增加了100点阵法经验。相对于布置凡阶阵法来升级阵法术，这无疑是需要多花费超多的灵石。可这样能够节省一些时间，而赵一凡现在最不缺的就是灵石。就这样，赵一凡开始不断的进行购买布置，一共花费了5亿多万灵石后，赵一凡的阵法术升级到了中级。中级阵法术还是无法布置出来玄阶阵法，而且因为阵法术等级提升，玄阶阵法布置失败后，赵一凡只能得到50点阵法经验。凌晨5点多，100多亿灵石后，赵一凡阵法术升级到了高级，用105多亿枚灵石将阵法术快速提升到高级，可以说是应用灵石砸出来的，也就是赵一凡有这个本钱。此时赵一凡已经可以布置出来玄阶阵法。玄阶阵法困神通，赵一凡现在利用布置出来的阵法已经可以用来困杀神通境的修士。其实正常的情况下，想要布置出来玄阶阵法是需要大量时间的，只不过现在情况被简化，
赵一凡布置出来一个玄阶阵法，只需要花费1-2分钟。阵法术升级到高级后，赵一凡并未继续，因现在就算是他砸灵石，也无法将其短时间内提升到大师级。阵法术高级需要到大师级，需要升级经验10万，而布置出来一个玄阶阵法，只能得到10点阵法经验。也就是说，赵一凡需要布置出来1万个玄阶阵法才能升级。完整的布置出来一个玄阶阵法，花费1500万灵石左右。如果按照现在这种情况计算的话，需要1500多亿灵石，需要一刻不停的7天。1500多亿灵石对于赵一凡来说倒不是难题，可是他可没这么多的时间耗在提升阵法上。当然，1500多亿灵石是按照最大化来计算的，真实情况不是如此。阵法布置出来后还可以破解，破解的话也能够增加经验，增加的经验比布置的还多。而且破解了阵法后，有一些阵法材料没有损坏的话是可以重复利用的。除此之外，还可以对一些阵法进行研究，也能够增加阵法经验。正常的阵法师没有像是赵一凡这样提升阵法术的，而大师级的阵法术布置出来的地阶阵法能够困杀4级境的修士。一般而言，大师级阵法师无异不是在阵法一道上涉猎几十上百年。赵一凡现在就是完全靠灵石快速砸出来的高级阵法术。高级阵法术对于当下赵一凡而言已经暂时够用。返程再度来到先前他猎杀神通境骷髅兽的遗迹。其实赵一凡等级提升到神通境，实力大增后，当初对他来说比较危险的区域已经没多少危险性了。召唤出来炼狱牙子和混沌麒麟，赵一凡翻身骑乘在了混沌麒麟身上。地之永恒没反馈之前，破阵也比较简单，就是盯着阵法使用阵法术，等候出现倒计时，时间到了就能够给予破阵提示，根据破阵提示进行破阵。能够破开的根据阵法难度出现倒计时，不能破开的连倒计时都没有。此处遗迹阵法层次不是很高，都是黄阶阵法。换作先前来的时候，赵一凡要是不小心踏入到黄阶阵法中，那可是就出不来了。而现在哪怕没有高级阵法术来破解，赵一凡进入阵法中也可以以力破之。此行赵一凡一则是为了探索此处遗迹，二则就是给混沌麒麟和炼狱牙子升级。他们基础属性极强，等级跟上来后，对于赵一凡来说绝对是不小的助力。混沌麒麟的等级相对炼狱牙子比较好升级，只要赵一凡骑乘他猎杀骷髅兽，混沌麒麟就能够得到大量经验，而炼狱牙子需要进行战斗才能够增加经验。先前的时候，赵一凡自身实力不行，面对神通境的骷髅兽需要全心全力战斗，没法护住混沌麒麟和炼狱牙子。而现在他实力大增，加上可以布置出来玄阶阵法，他可以抓捕骷髅兽，将其扔进玄阶阵法中，然后利用自身和阵法帮炼狱牙子抵挡来自骷髅兽的伤害，让炼狱牙子进行战斗，破开阵法进入其中，遭遇骷髅兽，然后抓捕扔入到事先布置好的玄阶幻阵中，让混沌麒麟和炼狱牙子作为主攻，赵一凡辅助保护他们。因为参与战斗占比较多，炼狱牙子和混沌麒麟的等级也是快速飙升。在混沌麒麟和炼狱牙子升级的阶段，赵一凡对整个墓地遗迹外围区域也是有了比较全面的探索，有所收获。比如说一些曾经死在此地修士留下之物等等，这些东西对于赵一凡而言都有些看不上眼了。能够来此地进行探索死在此地的，也就是神通境第一神藏、第二神藏修士。外部的众多阵法基本上都是这些修士留下来的，其内也没有多好的东西。当早上7点多，混沌麒麟和炼狱牙子都升级到后天境1级后，赵一凡来到了遗迹最深处的一个阵法前。这是一个玄阶阵法，赵一凡用了10多分钟才将阵法破解，进入到其中。第51章墓室内的特殊情况。地之永恒中秘境遗迹千万，各种各样的阵法也是众多，有可能在路上走着走着就不知不觉中陷入到了某个阵法之中。赵一凡此番过来，除了给混沌麒麟和炼狱牙子升级之外，还有就是对这个曾经没有探索完的遗迹进行一番探索。这处墓地遗迹连枯骨所化的骷髅兽都有着神通境的力量，其内部肯定有着大秘密。虽说赵一凡现在不缺灵石，可是有些机缘要是获得到，对自身也是极大的提升。就比如说先去赵一凡最初用到的那个遗迹，待在棺材中吸收里面的精华就能够提升修炼功法。后来去往的那处墓穴，在里面的水潭中能够提升自身的体质。赵一凡能够有现在的成就，可是和这些遗迹中获取到的机缘有着重大关系。趁着地之永恒没反馈，不怕死，多探索一些机缘也是给以后奠定基础。我这是和墓穴有缘分啊，几个获取到机缘的地方都是在墓穴中。进入阵法中后，赵一凡看着周围的布局感叹不已。这自从地之永恒开始，这已经是赵一凡进入的第4个墓穴了。此刻赵一凡都有种想法，
要不自己以后直接改行当盗墓贼得了。现在他背包里面光是棺材就有2个，其中一个是当初接触就损失生命值的那个。先前赵一凡试过，想要试试能不能借助这个棺材提升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结果就是赵一凡等级境界提升，触摸这个棺材不会掉落生命值了，对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也没有什么提升。倒是那个血红的心脏拿在手中还会掉落生命值，不过虽然会掉落生命值，但同样对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没提升。赵一凡认为如果能够炼化的话肯定有效果，可现在赵一凡试过还无法将其炼化。除了这个棺材外，就是和吴德在所谓第2重墓里面得到的那个棺材，因为感觉和那个捡到的青铜碎片有点关系，赵一凡才将它给收了起来，打算有空闲的时候研究研究。玄阶阵法困神通，一些高端强大的玄阶阵法，就算是神通境第4神藏第5神藏的修士进入其中，都可能被阵法所困杀。此处外部能够有个玄阶阵法笼罩，最起码层次方面不低。赵一凡是因为消耗众多灵石才拥有了高级阵法术，换做正常情况下的话，4级境的修士除非是专门研究阵法的，要不然的话在阵法上也没有这么高的造诣。进入到此地，赵一凡就感觉阴风徐徐，让人心理上有种发毛的感觉。因不知道此地还有没有其他阵法，赵一凡一路深入，一路利用高级阵法术进行探查。根据赵一凡探索众多墓穴的经验，这个墓穴从各方面并没有太多的特别之处，好似就是一个普通墓穴。但是随着不断深入，赵一凡受到环境的干扰，心理上发毛的感觉越来越重。要不是现在死了能够复活，赵一凡都放弃继续深入探索了。一路上没有遭遇到什么阵法，而就在即将到达一个墓门的时候，突然一个红色的虚影出现在了赵一凡的后方。红色虚影出现之后，急速朝着赵一凡扑过来。赵一凡现在拥有超强的神念，他第一时间有所感应，转身就是一拳。红色虚影是个身穿红色嫁衣的阴灵，和当初赵一凡在清风遗迹中击杀的怨灵类似，属于一类。虽说对方属于能量体，没有实体，可赵一凡的一拳也不是普通一拳，蕴含了强大的灵力和气血之力。对付阴灵怨灵这种东西，强大的气血之力就是最好的伤害手段。赵一凡一拳之下，这个身穿红色嫁衣的阴灵直接被轰碎灭杀，还挺白，挺漂亮的。刚刚惊鸿一瞥，赵一凡看了一眼对方的样貌，对此感叹不已。这阴灵基本上都是修士死亡后执念所化，刚刚被击杀的漂亮女阴灵，生前应该是个超级大美女。这要不是刚刚察觉到，然后迅速击杀，赵一凡都有想要将对方抓起来研究研究的想法。看了一眼击杀信息，其是个神通境第3神藏6级的阴灵。貌美女阴灵的出现，让赵一凡心中发毛的情绪有所削弱。这个墓室应该就是这个阴灵主身所在了吧？推开木门，进入其中，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棺材。现在周围找寻一遍，没有什么收获。赵一凡将棺材推开，推开后，里面是一个身穿红色嫁衣的骷髅。按照红色嫁衣来看，赵一凡推算的没错，就是刚刚的阴灵主身本体。哎，生前再怎么漂亮，死后也是一堆枯骨啊！一番摸索，赵一凡得到了一块玉佩，是个玄阶的法宝，激活使用后能够激发出来一道神通攻击敌人。要是先前的话，对赵一凡来说这是个不可多得的宝贝，不过现在只算是有点价值，但没什么用处。摸尸之后，赵一凡顺着这个墓室来到了下一个墓室。从布置上来看，应该就是主墓室。此地虽然阴气极其重，能够一定程度上影响人的心绪，但赵一凡没有探查到什么阵法存在。在这个墓室中，有着一整排数十个棺材分散四周，拱卫着中间的一个主棺材。在赵一凡踏入其中后，数十个棺材全部自己被推开，一个个身穿嫁衣的骷髅从中出来。看到这种情况，赵一凡感叹道：这个墓穴的主人是个好色之徒啊！不用想，赵一凡也知道这是什么情况。显然，棺材内身穿嫁衣的都是给墓主人陪葬的。在身穿嫁衣的骷髅从棺材中出来后，墓室中阴气大盛。这要是寻常神通境修士在此，光是浓郁阴气可能都很难承受得住。不过赵一凡体魄强大，阴气虽然浓郁，但对赵一凡影响不大。望着朝他涌来的数十个神通境骷髅，赵一凡冲上去一拳一个。片刻后，墓室内的骷髅全部被赵一凡重新给化为枯骨。这些嫁衣骷髅等级从神通境第1神藏到神通境第5神藏不等。赵一凡现在神通境第1神藏6级，击杀神通境第1神藏6级以下的没有越级击杀经验，只能获取基础经验。现在赵一凡杀一个神通境第1神藏6级的嫁衣骷髅，能够得到700万点经验。赵一凡神通境第1神藏6级升级神通境7级，需要经验71点，没有越级加成，击杀同等级的经验方面收获极小，只有越级击杀有着加成才能有巨大收益。比如说当下神通境第5神藏1级的嫁衣骷髅，赵一凡在越级击杀加成下，
一个就能够得到105亿点经验和1000多亿灵石。只是修炼了护体神通，还一个专属神通没有修炼出来的赵一凡，在清理了墓室中所有嫁衣骷髅后，等级升级到了神通境第2神藏3级，收获到8563多亿灵石。神通境第2神藏3级升级神通境第2神藏4级是400亿点经验。而现在赵一凡在击杀神通境第5神藏1级的嫁衣骷髅，只能得到81亿点经验，比先前少了1/4。先前等级达到神通境第1神藏10级满经验的时候，赵一凡还以为自己要卡级了，结果就是玄天地经运转，轻松突破，他根本没有卡级的烦恼。清理了此地的所有嫁衣骷髅后，赵一凡来到了主棺材之处。此地有各种异变，能够让枯骨化为骷髅兽，显然秘密就在这个主棺材之中。探查一番后，赵一凡推开了主棺材的棺材盖。什么情况？按照赵一凡先前的推测，棺材内应该是个男性修士，周围棺材都是给他陪葬的。可是推开棺材后，赵一凡看到的却是一个无比貌美的女人。棺材中的这女人身穿一身七彩蚕丝服，血肉一在，皮肤白皙，如同是沉睡中一样。但赵一凡在她身上没有感觉到任何的生命气息。按照先前那些棺材中的腐化情况来看，这处墓穴最少存在了上千年，尸体上千年不腐化，看上去栩栩如生。我没察觉有任何阵法存在，不是阵法效果。观察一番后，赵一凡朝着棺材中女人白皙光滑的脸蛋摸去，非常有弹性，除了没有温度之外，和活人没有区别。之后，赵一凡上下摸索，寻找宝物。我去，又软又有弹性，而且好大。在某处捏了片刻后，赵一凡咽了咽口水。棺材中的女人十分貌美，比之蓝星上的很多大明星还要好看，而且其除了浑身没有温度凉飕飕的外，可以说是和活人没有区别。抛去这点的话，甚至可以将其看作是在熟睡状态。说实话，赵一凡是个各方面齐全的男人，也是比较好色。不说是看到漂亮美女走不动路，但看到美腿大胸后也会多看两眼。除此之外，赵一凡曾经也是个手艺人，要不然的话，电脑中不会有众多种子链接。先前赵一曼在家里，有时候不经意间走光，赵一凡看到后也是会感觉口干舌燥。前几天神殿扫视，看到赵一曼春光大肆绽放，知道赵一曼做过某些事，赵一凡是有些忍不住想要去找赵一曼的。只不过赵一凡自知现实中自己体魄比较强大，赵一曼只是个凡人，无法承受，才忍了下来。后来云梦溪来到家中，而且有那方面的意思，赵一凡就不想吗？自然是想的。可是云梦溪和赵一曼一样，现在都是凡人，承受不住功法，赵一凡才没有对云梦溪怎么样。其实想要做某些事，倒是可以在地之永恒中，可现实中都还没有来过，直接在地之永恒中来的话，就算是云梦溪能够同意，赵一凡认为多少有点不负责。加上现在对于赵一凡来说，时间比较紧迫，那些事的念头也就被赵一凡自我克制了。可是有些事情就和洪水猛兽一样，要是有了念头就会总想。现在赵一凡的某些念头就是被棺材中的绝美女人给调动出来一些。不行不行，这还是个不知道死了多少年的存在，对他做那种事太变态了。又是一番摸索揉捏之后，赵一凡深吸一口气，压制自己某方面的想法。看着棺材中衣衫不整的绝美女人，又有一件事让赵一凡感觉有些纠结。这个棺材中的绝美女人身上穿着的七彩蚕丝服，明显是一件宝物。赵一凡纠结要不要将其给脱下来。考虑了一小会之后，赵一凡还是将其给脱了下来。我去，真他妈的完美！要不当他是个充气娃娃。望着白皙而完美的身躯，此刻赵一凡口干舌燥，在一些地方摸来摸去。不行不行，再怎么说也不能将我这辈子第一次这么随便的给出去。经过一番挣扎后，赵一凡从面板商城中购买了一件普通衣服，给棺材内的绝美女人穿上。本身赵一凡是来寻找宝物的，结果现在这一点都已经有些遗忘脑后。外面的阵法被我破了，这要是有其他人进入到此地的话，可能会和我想法一样做点什么，不能将他留在这里了。片刻考虑后，赵一凡打算将棺材中的绝美女人带走。至于他心中到底是什么想法，只有赵一凡自己清楚了。外面阵法虽然被他破解，可是他现在可是能够在这里布置出来一个玄阶阵法的。怎么回事？无法收入到背包中。先前的时候，赵一凡击杀对手后，毁尸灭迹就是将对方尸体收入到背包中，而当他试图将棺材中的绝美女人收入到背包中，却是无法收入。背包就相当于是储物袋，可以说除了活物之外，只要能够拿起来，什么东西都能够收入其中。面对现在这种情况，赵一凡有些费解，没有任何生命气息，不可能是活的呀。想了想，赵一凡也没想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又重新将棺材中的绝美女人放回到棺材中。将棺材盖给重新盖上之后，赵一凡打算在这墓室中重新布置一个玄阶阵法。然在棺材重新盖住后，看着棺材有了一些想法，赵一凡将棺材托起来。
下一刻，棺材连带着棺材中的绝美女人被他收入到背包中。也就在赵一凡将棺材收入到背包的时候，棺材中的绝美女人眼皮似乎有一丝丝抖动。这单独不能收进背包，连带着棺材就能收，真奇怪。此地能够让众多骷髅复苏，应该有什么特殊异宝才对，找找看。将棺材连带着棺材中的绝美女人收入到背包中后，赵一凡啧啧称奇，脸上有着一丝特别的笑容。这时候他才想起来自己此行是来寻找宝贝的。那女人身上我全都查看过了，除了七彩蚕丝符，身上没有什么宝物。这七彩蚕丝符虽然是一件我有些看不透的特殊珍宝，但明显不是让其能够多年不腐化的东西。他身体能够多年不腐化，和活人没有多少区别，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赵一凡一边想着，一边探查整个墓室。第52章，档次极高的拍卖会。整个墓室全部细细探查一遍，赵一凡并没有任何发现。赵一凡推算，问题可能还是在棺材中那个绝美女人身上。现在他已经将棺材连带着棺材内的绝美女人收入背包中。赵一凡打算以后有时间慢慢的研究研究。此处对于赵一凡来说算是通关了，周边的骷髅兽也都杀得差不多了。换出已经后天境1级的混沌麒麟，赵一凡骑乘上去离开此地。混沌麒麟升级到后天境1级，速度方面又有了极大的提升。其全力奔跑的速度虽然还远赶不上神通境修士驾驭神虹那么快，但也能够媲美个1/3左右。虽说骑乘混沌麒麟比起驾驭神虹要慢，但是驾驭神虹是需要消耗神念的，飞久了会累的。所以赵一凡选择骑乘着混沌麒麟，而且骑乘着混沌麒麟还能够增加混沌麒麟的经验。炼狱牙子等级也是提升到了后天境1级，现在炼狱牙子的实力，按照赵一凡的估算，单独对战个超脱境以下的荒兽没什么问题。地阶中品的炼狱牙子升级后实力方面也是呈指数提升的。在赵一凡返程的时候，龙国守城国家官方广场旁边的一个古朴四合院的一个办公房间中，龙国最高首领正在听秘书的汇报。龙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异常情况一共发生了208起，5级以下的小型地震16次，5.5级地震1次，造成一定伤亡的沙尘暴13起，台风2起。咱们龙国情况还算是比较稳定的。岛国那边先前超级大地震已经造成16852人死亡，15236人受伤。这2天岛国又爆发了多次级别较小的地震，伤亡正在统计中，初步估算在3000人左右。其他国家也是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异常情况，造成众多民众死亡。按照您先前的吩咐，龙国已经开始慢慢的朝民众们透露这方面的信息，其他各国也是开始向民众们进行透露。听过秘书的汇报后，龙国最高首领沉思片刻说道：你去把龙虎山的长老请来。是。对于各国的高层而言，各地发生的众多事件才是重中之重。地之永恒虽然在网络上非常有热度，但是还没有进入到高层的视线中。再怎么说，在很多人眼里，地之永恒也仅仅只是一款虚拟游戏。龙国有周岐山这样一位身份地位比较高的高层来负责处理，已经算是比较重视了。琅琊市南方新城一个独栋别墅中，有一个青年冲着面前一个20多岁、相貌比较较好的女人一耳光。废物，3天了，让你们去调查一个人有什么来历都调查不出来，要你们有何用？少爷，我们已经调取了商城的监控，知道他们的长相。我们已经调查到当初打过车的网约车司机，再给我们点时间，今天就能够知道他们住在什么地方，最好是今天就能够找出来。马德仗着自己有点鼓舞在身上，他妖的敢如此羞辱我，非废了他不可。过来，脱光，跪下。是。这个青年不是别人，正是当初被赵一凡按在坐便池中的那个苍蝇，名叫莫天雄。他当初被赵一凡制服后，在商城厕所中数个小时，要不是手下小弟长时间没有联系到他，到处寻找找到他，他还在厕所里待着呢。莫天雄，琅琊市下属县城一家水泥上市公司老总的二儿子，因为是老来得子，他老子对他非常的宠爱。莫天雄也是仗着自己老子有钱，无数年轻小姑娘成为胯下玩物，他没事就到处闲逛，到处猎艳，追求漂亮小姑娘。遇见漂亮小姑娘就去要联系方式，要到联系方式后就花言巧语，用钱砸。很多单纯小姑娘看他这么舍得给自己花钱，加上莫天雄很会哄，很容易就被莫天雄以谈恋爱的方式给拿下。不过得到手，玩几天玩够了，莫天雄就将对方一脚踹开，然后物色新的漂亮小姑娘。他体验的是追求拿下的过程，得到了也就不稀罕了。而且莫天雄还有一个特殊癖好，那就是喜欢玩处，而且喜欢虐人。看那一个个小姑娘被迫时候痛苦的模样和喊叫声，莫天雄会非常兴奋。因为玩过的多了，莫天雄现在甚至能够一眼辨别出来对方是不是。不过当下社会，漂亮而且长得好看的处是非常稀少的。以前的时候，
莫天雄还去大学呀？高中啊，附近找找。可大学的，高中的女孩很多都不会打扮自己，一个个的看上去就比较土。那些会精致打扮又漂亮的，基本上也都不是了。这次莫天雄在商城闲逛，遇上了赵一曼和云梦溪。他一眼就看出来这两个女孩没经过人事，而且赵一曼和云梦溪长相无比出众，比女明星还要漂亮。莫天雄顿时惊为天人，上去要联系方式。他认为不管是什么女孩，只要有联系方式，舍得花钱砸，会花言巧语的哄骗，一定能够弄到手。如果弄不到手，那么一定是给对方花的不够多。又有钱又会哄，到现在为止，莫天雄无往不利，还没有他看上的小姑娘逃脱他的手掌。不过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这不，他就遇上了赵一凡，被赵一凡给弄在了厕所里。对于莫天雄来说，这无疑是奇耻大辱。当时赵一凡只是握着他的手腕，就将他制住，莫天雄就知道赵一凡练有鼓舞，是练家子。当今社会，钱就是王道，练家子，他家也养了一批。当年他们家起家的时候，也没少利用这些练家子来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因为接触过练家子，莫天雄认为自己当时被赵一凡制服，是他没有防备，被赵一凡利用了内劲冲击他某个穴位导致。也是因为接触过练家子，莫天雄知道他们除了打架厉害，力量防御强大，会一些招式，也没什么太特殊的。而且越是年纪大一些的越厉害。赵一凡看上去那么年轻，就算是会鼓舞，是练家子，也不会强到哪里去。这从厕所中出来后，莫天雄就让手下进行调查，势必要狠狠报复赵一凡。他都想好了，要是赵一凡他们没有什么大背景，他到时候就将赵一凡和赵一曼跟着云梦溪都抓起来，将赵一凡脚筋手筋都给挑了，然后当着赵一凡的面狠狠地弄赵一曼和云梦溪，然后再找个土茅厕将赵一凡扔里面，让赵一凡吃粑粑，以此泄愤。只要不弄出来人命，凭借他老子在狼牙市的关系，顶多就是花钱平事。赵一凡自然是不知道当初随手解决的苍蝇正在调查他。他骑乘着混沌麒麟，浏览着地之永恒官方论坛上的帖子。在返程之后，赵一凡通过城市传送阵来到了元天都城。先前赵一凡神豪消费排行榜榜首奖励给赵一凡一张太乙圣地在元天都城举办拍卖会的门票。拍卖会开始时间就是今天8点，现在是7点45分。赵一凡打算去参加这个拍卖会，凑凑热闹，长长见识。太乙圣地举办拍卖会，肯定是会放出一些平时难以购买到的好东西。赵一凡现在手中掌握有19595.45亿多灵石，要是有用的好东西，可以购买下来。元天都城和其他都城一样，非常的繁华庞大。借助着城内传送阵，赵一凡来到了太乙圣地举办拍卖会的地方。太乙圣地这次举办的拍卖会是邀请制的，没有门票是无法进入其中的。而能够收到邀请的都是年轻一代杰出修士，还有众多有身份地位的老牌修士。递交给太乙圣地负责进场指示门票后，对方给了赵一凡一个阵盘，阵盘上有编号，进行拍卖时需要用阵盘来竞价。然后赵一凡就被传送到了拍卖会现场。拍卖会内是有阵法的，赵一凡进来后就进入到一个摆放有桌椅和一些茶水吃食的独立房间中。在这个房间中可以看到拍卖会的主会台，因阵法遮掩是无法看到其他房间中情况的。赵一凡来的应该是算比较晚的，坐下没多久，拍卖会开始。来自各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太乙圣地长老李守业，此次拍卖会由我来主持。接下来开始我们拍卖会的第一件物品。没有太多废话，直接开场。有太乙圣地的弟子将第一件拍品推了上来，这是由我太乙圣地驯兽阁长老提供的一只天阶战宠幼崽，拥有一些凤凰血脉。诸位可以通过阵盘来查看其具体信息。起拍价1000万灵石。一开场就是天阶战宠幼崽，可见这次拍卖会的规格之高。当初赵一凡5000万灵石孵化到玄阶战宠，1亿灵石孵化到了地阶战宠，1亿3000万才孵化出来天阶战宠。至于最后孵化出来地阶战宠混沌麒麟，完全属于走大运了。而玩家孵化战宠是属于地之永恒，没反馈之前的特殊待遇。正常下，别说1亿灵石，就算是3-5亿灵石也得不到天阶战宠。要知道天阶战宠完全培养起来，那可是能够对标化灵境的，成长上限极高。当然，想要将其完全培养起来，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做到的事。赵一凡都有地阶战宠了，对于这天阶战宠幼崽自然没多大的兴趣。看了一眼介绍后，没有参与到竞拍的想法。而拍卖开始，天阶战宠的价格就快速飙升，短短时间就破1亿灵石，接着破2亿，破3亿。最终，这个天阶战宠被人以5.85亿的价格拍下。接下来，各种外界稀有的炼器材料、炼丹材料、灵植大药什么的被拍卖。基本上能够被太乙圣地拿出来拍卖的，成交价格就没有低于1亿枚灵石的，
品质除了地阶就是天阶。按照普通修士来算，神通境第一神藏的修士全部家底有个1-2千万灵石，富裕一些的有个2-3千万。而这说的全部家底是包含了自身兵器法宝等在内的。真要是拿出来灵石的话，神通境第一神藏的修士能够拿出来个1800万都算是富裕的。而1亿灵石可能只有一些神藏境第5神藏的修士才能够拿得出来，毕竟修炼过程中本来就会消耗大量灵石，不可能光存不花。先前赵一凡杀掉星宇圣子曼星云，除了专属天赋获取的灵石，在他身上才得到了7.5亿多枚灵石。也就是说，一个圣地圣子能够动用的灵石也不足10亿。当然，作为圣地圣子，曼星云家底还是很厚实的，除了灵石外，还有众多其他好东西。比如说，曼星云的兵器法宝就是一件地阶10品，还有一个护甲法宝也是地阶5品。按照市价的话，这件地阶10品的兵器法宝就价值起码5-6亿灵石。护甲法宝的品阶虽然低一些，但护甲法宝价格比兵器法宝高，差不多也是这个价。加上其他各种东西，曼星云家底是30亿灵石左右。曼星云家底丰厚，可是人家是圣子啊，正常的4级境修士可是远远比不上的。按照太乙圣地现在拍卖的标准，基本上神通境的修士根本就竞拍不起。赵一凡家大业大，灵石众多，凡是感觉有点用的，他就竞拍下来。基本上赵一凡竞拍的都是一些灵芝大药和特殊炼器材料，这些东西寻常在外界就算是有灵石也不好购买。随着一个个拍卖品被拍卖出去，赵一凡也是花费了接近100亿灵石。因为赵一凡参与了不少竞拍，在场很多修士都记住了0539这个拍卖编号。接下来要进行拍卖的是一块原石，这块原石是我太乙圣地花费大代价从太初境地深处获取的，经我太乙圣地鉴定师鉴定，里面必然有珍稀物品，价值不低于1亿灵石。如果切开后里面的东西价值低于1亿灵石，我太乙圣地将会免费赠送给竞拍者。感兴趣的可以告知我，近距离查看。拍卖会逐渐接近尾声的时候，太乙圣地拿出来一块原石进行拍卖。当太乙圣地长老李守业说完后，顿时引起不少人的兴趣，不少修士纷纷利用阵盘申请近距离观摩。在有人申请近距离观摩后，太乙圣地长老李守业利用阵法将这块原石传送到对方面前。这块原石大家先观摩着，继续进行下一件拍卖品的拍卖。因观摩需要时间，拍卖会没有因此停下。在太乙圣地长老李守业说完之后，又有一件拍品被推上主会台。望着这件拍品，赵一凡心中一顿，没想到太乙圣地这次拍卖会居然连这个都进行拍卖。第53章，灵气复苏，大乱将至。新一件的拍品是一个浑身雪白的小狐狸，有着3条长长的大尾巴，此刻被关在一个笼子里。对于这个拍品，赵一凡自然不陌生，认出来这是九尾天狐一族为化形的小狐妖。这是从妖族抓捕到的九尾天狐狐妖，是个母狐妖，想必大家都有所了解，就不用我过多介绍了。起拍价3000万灵石。在太乙圣地长老李守业说完之后，众多修士纷纷开始竞拍起来。九尾天狐是妖族的一员，化形之后就是妖族妖修，在妖族中也是比较罕见稀少的。凡是能够化形出来的狐妖，一个个的都是俊男美女，很多修士都愿意养上一个，等其化形后享用，当作玩物。也就是因为这点，人类修士大肆寻找捕获九尾天狐一族的狐妖，导致九尾天狐一族的狐妖数量愈发稀少，在上流群体非常的有价值。赵一凡稍作考虑后，也参与到竞价中。竞拍价格从起拍价的3000万灵石，很快就破1亿。比拼财力这方面，就算是整个拍卖会中所有人加起来，也远远比不上赵一凡。最终，这个九尾天狐一族的小狐妖被赵一凡以3.3亿灵石拍下。在这之后，又有几件极为珍贵的拍品被拿出来竞拍，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最后压轴的一部天阶下品的武技功法和一个天阶的阵法图鉴。天阶下品的武技功法对赵一凡来说没什么用处，他要是想要天阶武技功法的话，自己就能融合出来，无非就是多花点灵石而已。而天阶的阵法图鉴对于赵一凡而言，是当下很难在其他地方获取到的，所以这个天阶阵法图鉴被赵一凡以55.5亿枚灵石的超高价格拍卖到手。正常来说，拥有阵法图鉴之后，布置成功过一次就会学会，下一次就能够不使用阵法图鉴就能够布置出来。先前赵一凡之所以会消耗掉大量的玄阶阵法图鉴，是因为赵一凡布置不出来玄阶阵法，布置失败的结果就是没能通过阵法图鉴学会相应的阵法，用来布置阵法的材料也会有不同程度的消耗和损坏。现在赵一凡高级阵法术能够布置玄阶阵法没什么问题，只要不是难度超高的复合阵，基本上不会失败。但是天阶阵法是需要宗师级别的阵法术才能布置出来的，赵一凡现在还差得远。竞拍购买下来是留着以后用的。天阶下品武技功法和天阶阵法图鉴
引起了一番激烈的竞拍。而那块原石在天阶阵法图鉴拍卖后，经过流传查看后，再度回到了拍卖会的主会台上进行拍卖。对于这块原石，赵一凡本身兴趣不大，先前也没有查看过。他在原石方面，不说七窍通六窍，也基本上差不多。原石不切开，谁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但是当竞拍价格飙升到5亿灵石后，赵一凡反倒是有了一些兴趣。人呀，就是这样，本来没兴趣的东西，要是争夺的人多了，就会产生点兴趣。赵一凡在原石方面是一窍不通，可那么多人拍卖竞争，赵一凡就准备将其拍到手。对于赵一凡而言，10亿8亿的灵石就是9牛1毛。先前的时候，拍卖会上但凡是赵一凡感觉有点用的，他都给拍卖了下来。整个拍卖会大约有100多件拍卖品，赵一凡最少给拍走了一半左右。看0539参与到竞拍中，很多在场进行竞拍的修士直接就退出了竞拍。先前的时候倒是有不少人和赵一凡进行竞价，可最终都没有能够竞争过赵一凡的。这也就是太乙圣地比较有操守格局，没有找人刻意提价，要不然的话成交价格还会增加不少。不过就算是如此，因为赵一凡的原因，凡是他参与的竞拍品最终价格都要比寻常拍卖会上高了2-3成左右。赵一凡前后花费了接近300亿灵石，这除了各大圣地的圣主外，就算是神台境的强大修士大概都拿不出来这么多的灵石。众多在场的修士全都猜测编号0539的修士到底是何方神圣，是不是某个强大的神台境修士。但按照正理来说，此次拍卖会虽然规格很高，一些东西对于化灵境的修士而言都极为珍惜珍贵，可是对神台境的强大修士没什么用处，这层次的存在应该看不上才对。不过有着阵法的隔绝，除了太乙圣地外，其他人并不知道0539到底是谁。花费了8.6亿灵石，赵一凡将这块原石给竞拍到手。先前太乙圣地的长老李守业说过，这块原石内开出来的东西，如果价值低于1个亿灵石，那么太乙圣地不管竞拍价是多少，都会全额退回。既然这么承诺了，那这块原石就需要现场切开，要不然的话，怎么知道里面的东西价值几何？在赵一凡拍卖下来后，有太乙圣地的专业切石师上场，开始对这个原石进行切石。片刻之后，原石被切开，露出了里面的东西。当里面的东西露出来后，太乙圣地的长老李守业直接开口说道：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是大药光龙奇果的种子。光龙奇果是一种能够延年益寿的大药，如果是光龙奇果的话，价值100亿灵石以上。其种子能够种植出来光龙奇果，如果有意向出售，我太乙圣地愿意出价10亿灵石。赵一凡是花费8.6亿灵石拍下来的原石，切出来东西后，现在太乙圣地就愿意出价10亿灵石回购，无疑是大涨，转手卖掉就净赚1.4亿灵石。不过对于赵一凡来说，10亿灵石对于赵一凡而言，随便杀个神通境第一神藏修士就不止10亿，卖掉赚1.4亿灵石没意义。他直接通过阵盘告知李守业自己不打算出售。拍卖会结束，参与拍卖会的修士将阵盘放入到房间中的阵法中，就可以利用阵法传送到元天都城中众多传送阵中。这是为了避免有人在拍卖会上购买到什么别人想要的珍稀物品，从而被人盯上。赵一凡购买的九尾天狐的小妖狐，因为是活物，是不能收入到背包或者是储物袋中的。有太乙圣地的执事给赵一凡准备了一个灵兽袋，灵兽袋和储物袋有些类似，不过里面的空间可以让活物暂时生存。现在玩家们是将战宠和坐骑直接收入到专属空间的，等到地之永恒反馈后，就需要给战宠和坐骑准备灵兽袋了。参与了一场拍卖会，购买了大量的东西，虽说绝大多数暂时都还用不上，不过赵一凡认为以后早晚都能用上，而且有些东西非常的稀少，真等能用到的时候可能都不好买，现在先买下来有备无患。通过阵法离开了拍卖会现场后，赵一凡看了看时间，早上9点多。赵一凡稍作考虑后，给赵一曼发了信息，然后打算继续给炼狱牙子和混沌麒麟升级。赵一凡自身的实力飙升迅速，他准备快点将炼狱牙子和混沌麒麟的等级提升上去，到时候有炼狱牙子和混沌麒麟配合辅助，他也能够有更多的操作空间。而在赵一凡参加拍卖会的时候，龙国守城一个鹤发童颜的老者面见了龙国最高首领。长老，最近各地发生的情况愈演愈烈，你怎么看待？最近灵气复苏，一天一个变化，可能要和100年前一样。面对龙虎山长老所说，龙国最高首领眉头微皱，有没有方法破局？没有，这是大事，非人力所能抗衡。我观察星辰天势，推算出来未来不久就会有大乱发生。当年龙国建国，龙国一代首领借用龙国国运震慑妖魔鬼怪等宵小，龙国境内妖魔鬼怪因此只敢躲在一些深山老林中。现在龙国国运虽然更加昌盛，可是也有点镇压不住了。我龙虎山内镇压的那些妖魔鬼怪，最近几天也是频频冲击封印。面对龙虎山长老所说，龙国最高首领叹了口气说道：“哎，
也不知道此次会有多少民众因此丧生。长老，先前让你准备的事情安排的怎么样了？我已经以龙虎山的名义联络龙国内的道教和隐士鼓舞世家，不过很多寺庙和尚大都不是很积极。而西边那边近期放出风声要召开朝拜大会，不少寺庙和尚大多都有意去参加。外来的果然不行，借助我龙国发展，却不愿意出力。当年他们就是如此，现在还是如此。长老，这方面的事就你们龙虎山来负责了。真要是太不听话，就别怪龙国无情，统统给他们灭了。除了龙国外，蓝星各国也是都有着各种布局和行动，只不过很多事情只有极少部分人知道内情。对于广大民众来说，除了最近各种自然灾害发生的次数多了一些外，并未有太大的影响。但除了赵一凡外，没有人知道未来会发生一些什么。而赵一凡因为能够随意的布置众多玄阶阵法，炼狱崖字和混沌麒麟的等级在飞速的提升着。中午12点的时候，炼狱崖字和混沌麒麟就双双升级到了先天境1级。之所以还能够升级这么快，是因为炼狱崖字和混沌麒麟先前升级后实力大增，能够分到的经验比先前更多。混沌麒麟升级到先天境1级，在速度方面已经可以和寻常神通境第一神藏修士不相上下。虽然还比不上神通境修士驾驭神虹，但也相差不太多。至于炼狱崖字，先天境1级的他可以媲美超脱境的荒兽。而在赵一凡带着混沌麒麟和炼狱崖字升级的时候，莫天雄通过当初赵一凡他们乘坐的网约车司机，知道了赵一凡他们的住所。知道住所位置了，调查赵一凡他们的背景身份就简单多了。可赵一凡现在是有着周岐山关注的，现在一点信息没有，在等着有什么线索呢？当莫天雄手下通过一些关系对赵一凡进行调查，马上就引起了狼牙市执法队的注意。本来执法队没那么快注意到的，但是莫天雄手下进行调查是通过一个官方人员。这个官方人员身份地位不高，就联系执法队内的朋友。毕竟想要知道一所住址是谁家，最便捷的就是执法队。执法队有着全市居民的信息档案。结果就是这个试探给莫天雄提供信息的官方人员被请到了执法队喝茶。给莫天雄提供信息的这个官方人员是和莫天雄家有利益往来的，被请去喝茶调查，直接就说是因为和莫天雄有点交情才帮忙的。之后狼牙市纪检部门介入，对他的经济情况进行细致调查。至于莫天雄进行调查的手下，也是被狼牙市执法队登门问询。莫天雄的手下了解一些情况，知道莫天雄的一些打算，但是在执法队成员面前自然不会说出来，毕竟莫天雄要做的是严重违法乱纪的。于是就给执法队问询的人说是看赵一曼漂亮，看上了赵一曼才找人打听的。莫天雄在接到电话，知道自己有手下被狼牙市执法队问话，愤怒的连摔了数个价值不菲的茶具。莫天雄不傻，反而是个比较聪明的人，要不然的话他也哄不到众多的小姑娘。他知道赵一凡他们可能背景不小，要不然的话怎么他这边刚通过一些关系进行调查，狼牙市执法队就知道了，还派人登门问话。可是想起自己当时的羞辱，莫天雄不甘心，他在愤怒过后拨通了他老子助理的电话。他的关系网都是一些小喽啰，他老子的关系网可是比他大多了。先前的时候他认为自己就能弄好，现在出纰漏了，自然是要寻求他老子的力量了。可能是幸运，莫天雄老子助理他只是打了一个电话，说了赵一凡家的位置询问后，对面那个人正好知道，然后告诉了他，那不是咱们狼牙市一位老执法者赵成安的家吗？你问这个做什么？是他家啊，没事没事，就是有个老朋友要购买那边房子，找我打听一下，谢谢啊，有空一起喝茶。作为莫天雄老子的老牌助理，他对于狼牙市官方非常了解。赵一凡的爷爷赵成安当年在狼牙市执法队是比较出名的，他曾经和赵成安打过一些交道。知道这个后，其他的也就不用去调查了，他就门清给莫天雄回了个电话告知情况。赵成安那个铁面执法者，看来那家伙是他的孙子，还以为有什么大背景呢，原来就是个退休执法者的孙子，难怪会招惹到狼牙市执法队的注意。就这点背景，小爷弄不废你，我就不信莫。不过有了先前的经历，莫天雄知道赵成安在狼牙市执法队还有点关系，他知道自己要做得更隐秘一些。时间一晃来到了夜里8点，通过这段时间，炼狱崖字和混沌麒麟等级再度飙升，全都达到了超脱境2级。按照赵一凡的估算，今天晚上就能够将炼狱崖字和混沌麒麟升级到神通境。按照他们实力等方面的直线增加，等他们达到神通境后，对赵一凡而言将会是极大的助力。而另一边，莫天雄找到安排5个和莫家有极大交情的鼓舞者，正在狼牙市一处高档会所中肆意承欢，准备今天晚上行动。第54章，顶级的修炼洞府。因为接触过鼓舞者，莫天雄知道鼓舞者什么情况，所以对赵一凡并没有什么畏惧之心。5个和莫天雄家有些交情的鼓舞者
在高级会所中一番享受之后，他们按照莫天雄给予的地址前往赵一凡的家。结果就是在靠近赵一凡家的时候，他们就被狼牙市执法者给盯上了。狼牙市执法者看5个壮实的大汉戴着头套靠近，汇报上级后，直接对这5个古武者进行了缉拿。有道是武功再高也怕菜刀，在狼牙市执法者拿出枪支瞄着自己的情况下，5个民间古武者直接束手就擒。他们虽然有远超普通人的力量和手段，但是面对枪支，一个个也没有能够抵挡的能力。因为这5人明显是不怀好意，都戴着头套。狼牙市执法者汇报上去后，对他们进行了突击审问。莫天雄的老子在这5个人被抓后没多久，就收到了内部消息，得知了情况，开始运作捞人。莫天雄也是因此被他老子训斥了一顿，在别墅中大发雷霆的发泄怒火。狼牙市执法队对赵一凡家进行全方位监视，无意间算是帮赵一凡挡了一些微不足道小麻烦。时间来到接近凌晨12点，经过近1天的时间，混沌麒麟和炼狱牙子都升级到了超脱境10级，距离达到神通境只差1线。而由于是带着混沌麒麟和炼狱牙子升级，赵一凡猎杀都是神通境第1神藏的荒兽，他的等级没有提升，还是神通境第2神藏6级。灵石方面，因为没有斩杀等级太高的荒兽和修士，收获也不多，大半天下来只有685亿多。先前在拍卖会上，赵一凡一共花了485.5亿灵石，此刻赵一凡手中还有19795亿多灵石。凌晨12点，排行榜奖励结算，各大排行榜的奖励发到了赵一凡的背包中。现在赵一凡是等级排行榜、神豪消费排行榜、坐骑排行榜、战宠排行榜以及兵器法宝排行榜和功法排行榜跟阵法排行榜全部第1名，7个排行榜第1，赵一凡一共得到了7个榜首奖励。等级排行榜的奖励、神豪消费排行榜，还有坐骑排行榜跟战宠排行榜以及功法排行榜的奖励，赵一凡看了一眼后感叹今天他们都没给好东西。虽然都算是还不错，可是现在赵一凡眼界高了，手里好东西一大把，这些奖励的特殊道具赵一凡有些看不上了。而兵器排行榜的奖励倒是让赵一凡眼前一亮，奖励的是一个本命法宝兵器链锻造图鉴。这个本命法宝兵器锻造图鉴可以朝着里面添加任意的材料，然后进行炼制。赵一凡现在用的还是先前炼制的玄阶10品长枪，击杀慢星云倒是得到了地阶10品兵器，但现在赵一凡没敢使用。他击杀了一个圣子，这事现在还没有传开，知情者的话也就是2个妖族圣子和姜无涯，而他们也没见到赵一凡亲手击杀了慢星云。但如果赵一凡拿出来慢星云的兵器使用，岂不就是承认他击杀了慢星云？当下赵一凡还没有成长起来，这事还不适合暴露出去。玄阶10品的长枪对于赵一凡来说已经有些用不上，而他手中正好有排行榜奖励的4块地阶炼器材料。正常情况下，地阶炼器材料是用来打造地器的。赵一凡的锻造术虽然现在已经是大师级别，可是也就是打造地阶兵器法宝的水准，距离打造地器还差得远。而且地器也不是说有着超高的锻造术和相应材料就能够锻造出来的，还要有着大地级别的实力作为支撑。连大地级别的存在一生才锻造出来一件地器，这对于赵一凡而言太过遥远。不过本命兵器法宝的锻造图鉴倒是让赵一凡可以现在就将地阶的炼器材料利用上。除了这个给赵一凡一些惊喜之外，刚开通的阵法排行榜作为首日开通，给了赵一凡一张阵法术升级图鉴，使用后可以让阵法术在原有的基础上升级1级。赵一凡现在将其使用，就能够将他的阵法术从高级升级到和锻造术一样的大师级。看过之后，赵一凡没有选择当场用掉，因为这个阵法术升级图鉴没有等级限制，赵一凡可以等到阵法术等级更高之后再用掉，性价比更高。当然，赵一凡知道必须在地之永恒反馈之前用掉，等到地之永恒反馈后，地之永恒中很多游戏色彩的道具将会变成无用品，像是这种能够直接升级阵法术的图鉴，到时候肯定是不能用了。看过奖励的众多东西后，时间来到了凌晨12点10分。算起来，今天凌晨一过是地之永恒开服的第8天。地之永恒开服第8天，新功能开放的是洞府。随着提示公告，个人随身洞府开启。个人洞府类似于修炼室，但是能随身携带，脱战状态时可以随时进入其中。购买88万灵石的洞府大礼包，赵一凡开启了个人随身洞府。曾经的赵一凡可是没有这东西的，开启后赵一凡进入到了自己的个人随身洞府中。随身洞府刚开启是1级，其就一个10平米空旷地，里面什么都没有。不过没有归没有，现在随身洞府是可以升级提升的。1万枚灵石能开通随身洞府内的阵法。阵法是个修炼阵法，持续时间1个月，对修炼有10%的加成，相当于初级修炼室。除此之外，还有着其他3档的阵法可以开启，分别是10万枚灵石和100万枚灵石。
修炼加成分别是 20% 和 30%， 对应的中级修炼士和高级修炼士。只需要188万枚灵石，就能够拥有一个随时随地能够进入到其中的修炼室。然后就是可以利用灵石对随身洞府进行扩建。1万枚灵石可以将随时洞府扩建一个单位，也就是1平方米。洞府扩建后，可以将一些东西置放在洞府中进行布置。面板商城中此次更新出来大量可以适用于布置到洞府内的东西。简单的看过之后，赵一凡开始使用灵石对随身洞府进行扩建。10万枚灵石后，修炼洞府内的空间比先前大了1倍。又是90万枚灵石后，修炼洞府有了100平大小，看上去宽敞了许多。而当修炼洞府扩建到100平后，修炼洞府升级到了2级。2级的修炼功法有着额外的 10% 修炼加成。赵一凡最不缺的就是灵石，他开始继续提升修炼洞府的等级。又是900万枚灵石后，修炼洞府升级到3级，面积被扩建到了1000平，额外加成 30%。接着9000万枚灵石，修炼洞府升级到4级，面积被扩建到1万平，额外加成 60%。又是9亿枚灵石用来提升后，修炼洞府升级到5级，面积扩建到了10万平，额外加成 100%。而修炼洞府升级到5级后，修炼阵法出现了更高规格的100万灵石1个月，修炼加成 50%。也就是现在，光靠着这个人修炼洞府，在其中修炼就有着一共 150% 的加成。接下来20亿灵石升级到6级，40亿灵石升级到7级，80亿灵石升级到8级，160亿灵石升级到9级，320亿灵石升级到10级，个人修炼洞府等级升级到了顶级。10级的个人修炼洞府额外加成是 450%， 能够开通的最高规格修炼阵法是1亿灵石1个月的，修炼加成 100%。而面积方面，10级的个人修炼洞府被扩建到了1亿平，相当于蓝星上一个比较大的城市总面积。因赵一凡是第一个拥有10级个人修炼洞府的玩家，他在洞府排行榜上直接就是第1名。现在就算是有人再将个人修炼洞府升级到顶级，也顶替不了赵一凡的排名。有了顶级的个人修炼洞府，赵一凡将赵一曼和云梦溪接过来，让他们进入到自己的修炼洞府在中修炼。赵一曼和云梦溪进入到赵一凡的修炼洞府中后，就很有兴趣的在面板商城中购买一些东西，对修炼洞府进行各种布置。而赵一凡又花费了1个多小时，将炼狱牙字和混沌麒麟升级到神通境第1神藏后，之后又去了人妖战场，将自己等级升级到了神通境第2神藏7级后，就再度来到了当初他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提升的那里。先前在这里，赵一凡的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成长到了中级 20%， 还得到了一个棺材和一个金属片，一个小炉鼎，以及一节洁白如玉的手指骨和一个血色心脏。这些东西先前赵一凡趁着空闲时间的时候都进行过简单的研究，其中金属片上有着密密麻麻的纹路，按照赵一凡的分析，应该是某一种古文。其次小炉鼎，赵一凡在神通境后利用神念感知出来上面有着强大的静止。至于那一节洁白如玉的手指骨和血色心脏，赵一凡看不出个所以然。不过就算是看不出来什么，但赵一凡知道，不管是那一节洁白如玉的手指骨还是血色心脏，都是某个强大存在留下来的。先前临死只是惊鸿一瞥，赵一凡看到了那个潭水棺材下面坑洞里面的一些东西。现在赵一凡实力比之当初强大了太多倍，赵一凡打算再去探查探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现在赵一凡死亡后能够复活，只是掉1级，现在探查就算是有大恐怖大危险，也没什么太大的损失。而且赵一凡此番还有其他的目的，自己体质提升了，赵一曼还有云梦溪还没有提升呢。赵一曼和云梦溪现在有着赵一凡给予的灵石供给，加上修炼有天阶的修炼功法和圣阶的特殊体质，等级提升的也是比较快的。现在他们都已经从觉醒境升级到了后天境8级，加上现在有了个人修炼洞府，完全可以操作让赵一曼和云梦溪也提升体质。当然能不能成还需要进行实际操作后才能够知道。当初赵一凡来到这里的时候，进入到此地就会掉落生命值的情况没再发生。不过拥有超强神念的赵一凡能够感知到此地还是有侵蚀生命的能量波动存在，只不过赵一凡等级提升，体魄太强，此地对赵一凡已经造不成任何的伤害。本以为是棺材或者是那一节手指骨或者血红心脏散发出的生命之能蕴含在水潭中，现在这些东西都被我收走，此地还是有着侵蚀生命的能量波动，就不知道水潭还有没有效果。一路疾行，很快赵一凡就再次来到了水潭边缘。伸手进去之后，赵一凡感知到里面依然有特殊能量波动。跳入到其中后，赵一凡实验能不能进入到个人修炼洞府中。经过实验，能够不受影响的进入到个人修炼洞府中。接着赵一凡拿出来一个大缸，然后打满1缸潭水，再次进入到个人修炼洞府中。
这次赵一凡实验的是水潭之水离开水潭之后还有没有效果。试了试，有效果，但是效果比在水潭时候微弱很多，也就是1/10左右，而且其中蕴含的特殊能力还在快速的消散。小姑，梦溪，别忙活了，快过来。做什么？把手伸到这缸里试试。注意一点，会掉生命值，别让生命值掉光了。听赵一凡这么说，赵一曼和云梦溪围在大缸旁边，将洁白小手伸入到缸中。20多秒后，赵一曼和云梦溪先后将手收了回去。这什么水啊？光是手放进去，掉生命值如此快。赵一曼在收回手后询问赵一凡，旁边的云梦溪也是带有疑惑的看着赵一凡。能够增强体质的，你们查看一下体质有没有增加成长度。对于赵一曼和云梦溪而言，现在地之永恒就是一款虚拟游戏，很多东西是感知不出来的。听赵一凡这么说，赵一曼和云梦溪纷纷查看起来。查看过后，赵一曼和云梦溪都是摇了摇头。对此，赵一凡倒是没有感觉什么意外，他当时是全身浸泡到潭水中的。而现在，赵一曼和云梦溪只是用手触摸潭水，而且还是能量溢散，只剩下不足1/10的潭水，没多少效果，也是在预料之中。你们先恢复下生命值，然后再来。听赵一凡这么说，赵一曼和云梦溪都拿出来生命恢复丹药，开始恢复刚刚掉落的生命值。等到生命值恢复之后，他们再次将手放入到了大缸之中去触摸潭水。连续3次后，赵一曼和云梦溪的体质都没有得到任何的提升。赵一凡想了想后，对赵一曼和云梦溪说道：现在这缸水里面的能量又消散了不少，你们整个进去其中试试。啊！第55章全方位的巨大提升。缸内潭水中蕴含的特殊能量在以一种极快的速度消散。感知到情况的赵一凡判断赵一曼和云梦溪进入到其中也不会马上就掉落全部生命值死亡，所以让赵一曼和云梦溪进入到缸内试试，要是还一点效果都没有的话，那只能等赵一曼和云梦溪等级提升，生命值高了之后再来这里提升体质。听赵一凡这么说完后，赵一曼微微呀了一声，用奇怪的眼光看了赵一凡一眼，然后说道：这我们岂不是都失身了？在地之永恒中，赵一曼和云梦溪都是穿着地之永恒中的基础布衣。布衣的材料手感方面和现实中汉服差不多，也不是很厚实，有点类似于绸缎。要是整个进入到水缸中的话，全都会湿透的。虽说以往在家里，赵一曼经常的走光，被赵一凡看到一些不该看的东西，可是现在除了他，不是还有云梦溪吗？在赵一曼说完这话后，云梦溪脸蛋也是微微泛红，想到了一些什么。这个你们可以选择不穿，那样就不会湿了。面对赵一凡所说，赵一曼没好气的说道：你小流氓啊！嗨，等下我就出去，你和梦溪一起，怎么我就是流氓了？小姑，我看是你心思不纯洁吧？去，一边去。整体进入到水缸中，借助着水缸之内的特殊能量，还是有些效果的。在个人修炼洞府外面收到赵一曼传讯的赵一凡，又是打了一缸的潭水进入到修炼洞府中。经过一番吸收浸泡，赵一曼和云梦溪的体质、成长度都增加了1%。体质的提升，只要成长度增加，就会有增强的效果。在赵一凡不断的忙碌下，赵一曼和云梦溪的圣阶体质都被提升到了中级。圣阶体质中级了，周遭环境对生命值的侵蚀就不大了。赵一曼和云梦溪从赵一凡个人修炼洞府中出来，站在了水潭边上。相对于利用水缸盛水，还是在水潭内效果更好。先前的时候，赵一凡都是避开赵一曼和云梦溪的，现在赵一曼和云梦溪可是不得不在赵一凡面前失身了。虽说穿着衣服，可是知道即将要在赵一凡面前失身，赵一曼和云梦溪都是小脸通红。看着赵一曼和云梦溪如同出水芙蓉一般在水潭中出来，赵一凡自身也是心突突的跳动。一直到了凌晨2点半，赵一曼和云梦溪的圣阶体质在水潭的特殊效果下，成长度全都是达到了中级60%的进度。先前达到中级30%的成长进度后，赵一曼和云梦溪已经可以长时间待在水潭中了。成长度达到中级60%后，潭水的特殊效果对赵一曼和云梦溪就没有提升了。忙碌了许久，在潭水没有效果后，赵一曼和云梦溪进入到赵一凡的个人修炼洞府中，就直接下线了。赵一曼和云梦溪在洞府功能开通后，也是购买了大礼包，拥有1级的个人修炼洞府。按照赵一凡的意思，他是想让赵一曼和云梦溪也将个人修炼洞府的等级提升到顶级的。几百亿灵石对于赵一凡而言根本就不算事。不过赵一曼和云梦溪商量过，认为他俩人没必要升级个人修炼洞府。一个修炼洞府能够容纳很多人在其中修炼，他们更想和赵一凡一起。虽然相对于拥有自己的修炼洞府出入麻烦一些，需要经过赵一凡邀请，可这样的话，他们可以跟随着赵一凡去往任何地方，不用来来回回的麻烦，
还可以上线后直接在赵一凡的个人修炼洞府中。赵一曼和云梦溪下线后，云梦溪就来到了赵一曼的房间中，和赵一曼嬉笑打闹一番后，就相拥一起睡觉了。至于赵一凡，在赵一曼和云梦溪下线后，将混沌麒麟和炼狱牙字召唤出来。混沌麒麟和炼狱牙字都是地阶的，可以将他们看作是拥有地阶体质的修士。已经神通境第一神藏的混沌麒麟和炼狱牙字，就算是在水潭中掉落的生命值也极为有限，完全可以长时间待在其中。在水潭中泡了半个多小时，混沌麒麟和炼狱牙字实力也是得到了不小的提升。在混沌麒麟和炼狱牙字不再有什么提升后，赵一凡一头扎进到了水潭之中。片刻后，赵一凡来到了水潭的底部，望着潭底洞穴，他利用高级阵法术探查一番，然后再次进入其中。进入其中，赵一凡就感觉到一股巨大的能量作用在他的身体上。先前赵一凡就是被这股巨大的能量给将自身整个撕碎，而现在他全方位提升，这股能量并未第一时间将赵一凡撕碎。赵一凡在神念快速扫视后，直接从潭底洞穴中出来，他的生命值在这短短片刻之间就跌落了一大半。赵一凡知道继续待在潭底洞穴中，他将会被能量彻底撕碎。下方有个阵法，是阵法溢散出来的强大能量波动，那特殊能量也是从阵法中溢散出来的。如果我没推算错的话，我先前得到装有血红心脏的箱子，应该是在阵法中出来的。因为赵一凡此次没有直接被撕裂，在离开潭底洞穴后，他感受到自己体质有了一些提升。既然潭底洞穴内的能量能够强化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赵一凡也就不着急离开。在恢复了生命值后，赵一凡就反复的进入到潭底洞穴中。随着赵一凡的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成长度越来越高，赵一凡能够在潭底洞穴中待的时间越来越长。不过由于下方有阵法遮掩的原因，阵法内有什么东西，赵一凡还无从得知。凌晨4点多的时候，赵一凡的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成长度达到了终极 50%。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每1点整成长度的增加，对赵一凡来说，他的综合实力都有着恐怖提升。先前的时候，赵一凡面对曼星云，在都只能动用体魄力量的情况下，费了一番手脚才将曼星云击杀。换作是现在的话，赵一凡认为自己3拳2脚就能够击杀掉不能动用灵力的曼星云。而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成长度达到终极 50% 后，那庞大的撕裂力量对赵一凡就没有什么影响了。不过下方阵法层次极高，赵一凡高级阵法术根本看不透。按照赵一凡的猜测，这阵法很有可能达到了天阶或者天阶以上。等回头地之永恒快要反馈时再来吧。阵法破解不开，赵一凡也没有贸然的进入到阵法之中，他稍作考虑后离开了此处。而也就是在赵一凡离开不久之后，水潭潭底下方的洞穴内有阵阵的光芒散发出来，随之有着剧烈的震动产生，整个水潭中的潭水被快速的吸入到了阵法之中，然后整个山脉如同移形换位一样变换起来，有淡淡紫色光芒在之后随之散发出来，一个巨大的阵法将整个山脉笼罩其中，同时还有一道道的钟声从地下中响起。可惜此时赵一凡已经不在这里，对于这里发生的变故并不知情。对于赵一凡而言，现在最主要的还是升级和刷灵石。在玩家群体中，赵一凡的实力已经是首屈一指，无人可比。可是相对于地之永恒内的原居民，赵一凡还是有一定差距的。现在地之永恒没有反馈，对于玩家而言就是红利期。赵一凡必须借着这个时间段尽可能的提升自己。神通境第一神藏的混沌麒麟，现在速度快的连赵一凡都感觉很是恐怖。消耗1天将其升级起来，现在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先前的时候都是赵一凡等待敌人上门，要是敌人不主动靠近对他出手的话，他根本没有机会击杀。而现在赵一凡去当猎手，主动出击了。再次来到人妖战场中，赵一凡神念扩散，寻找猎物。一直来，赵一凡只要有空闲时间，就利用灵石来提升神念。前前后后1000多亿灵石进去后，赵一凡的神念已经强大到一种非常恐怖的层次。神念就是精神力的意志延伸，借助着神念可以探查感知到很多东西。混沌麒麟和炼狱牙字能够升级的那么快，除了阵法的辅助外，也和赵一凡神念恐怖有很大的关系。在人妖战场中，赵一凡开始了杀戮之旅。凡是被赵一凡盯上的猎物，就很少有能够逃掉的。面对实力比较强的修士，赵一凡出手；实力稍弱的赵一凡就交由炼狱牙字出手。在大量的修士被赵一凡斩杀后，赵一凡和炼狱牙字以及混沌麒麟的等级都快速的飙升着，海量的灵石进账。而也就在赵一凡在人妖战场中大肆杀戮的这段时间，龙国玩家和岛国玩家爆发了不少比较大规模的冲突。先前龙国玩家和岛国玩家之间就打得你死我活的，而因为不断的战斗产生各种死伤，
打着打着就容易上头。很多龙国和岛国比较有经济能力的玩家，都是大肆氪金增强自身，因为现在功能开放的多了，能够提升自身的方式也多了，氪金玩家和普通玩家之间实力拉差极大。那些能够在神豪消费排行榜上有排名的玩家，现在基本上都达到了后天境。后天境和觉醒境比起来，两者之间本身就跨越不小。加上功法武技兵器法宝方面，现在这些神豪消费排行榜上的玩家，面对普通玩家，一个个的就和大魔头大 boss 一样，能够以一敌百。地之永恒中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体验能够以一敌百的快感后，氪金大佬们更是很舍得砸钱。本身就是龙国玩家和岛国玩家打生打死，后来就有其他国家的玩家也因为一些原因参与到各种战斗中。本来都不打算氪金的刘腾，前后后都氪金消费了5000多万，要不是他老子没再继续给他钱，刘腾氪金还会更多。至于那个土豪家族的土豪成员阿连斯密普米特斯，现在神豪消费排行榜上的氪金数量都已经达到4个多亿。赵一凡那个高的可怕，太虚了，3万多亿灵石，要是氪金的话就是3万多亿龙国币。这龙国官方的花草公司是龙国收益最大的，一年的总利润也就这么多。有人朝着地之永恒这样一款虚拟游戏中氪金这么多，根本不现实。而赵一曼和云梦溪也都几十上百亿的氪金消费，在很多玩家眼里同样太假了。可阿连斯密普米特斯光是人家的身份地位，所有人就不认为他是改数据得来的，而是实打实的氪金。这让人深刻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土豪，人家是真的舍得朝一款虚拟游戏里氪金消费4个多亿。时间一晃，早上8点，赵一凡的等级升级到了神通境第3神藏1级，一共得到灵石26554多亿。而手中有灵石的赵一凡也是直接消耗22118.4亿灵石，将玄天地经提升到第15层。神豪消费排行榜上灵石消费是不计算交易的，只计算在面板商城活面板上使用消费的。现在赵一凡的灵石消费金额是55856.12亿，手中还拥有23856.25多亿。赵一凡的目标之一就是在地之永恒反馈之前，将玄天地经和天眼无极提升到满级的第20层。时间流逝，转眼之间又是一天过去，接近凌晨12点。今天开启的是各大辅助排行榜，对我而言，那些辅助手段没多大用处，不过排行榜榜首的奖励不能放过。明天是地之永恒开服第9天，星期六，距离地之永恒反馈也没太长时间了。不到9天的时间，等级修为提升到了神通境第4神藏2级，玄天地经升级到了第15层。现在赵一凡都有些期待着，等到反馈的时候，在超额的加成下，自己会被提升到什么水准层次。而当凌晨12点后，赵一凡打开背包查看，脸上露出惊喜之色。今天榜首随机特殊奖励都还算不错，而其中一个还正是赵一凡所需要的。第56章9大辅助排行榜。9天时间，赵一凡除了有时候下线休息片刻外，基本上全都待在地之永恒中。而8天下来的成绩，对于赵一凡来说，别说是曾经5年，就是50年、500年可能都达不到。各大排行榜榜首独有的随机道具奖励，是赵一凡现在每天接近凌晨12点时候的一个小期待。现在赵一凡是等级排行榜、神豪消费排行榜、坐骑排行榜、战宠排行榜、兵器法宝排行榜、功法武技排行榜、阵法排行榜和洞府排行榜7大排行榜榜首。只有体质排行榜的榜首，因为赵一凡没有上榜，是赵一曼。在结算之后，除了基础奖励外，7个随机道具奖励下发到赵一凡的背包中。排行榜上的基础奖励，因为赵一凡的提升也是对应赵一凡的修为等级。最初等级排行榜上奖励的是凡阶完美品质等级经验丹药，在赵一凡等级提升到神通境后，已经是玄阶完美品质等级经验丹药。等级经验丹药什么的，对于赵一凡来说都用处不是很大，就算是玄阶完美品质的，也不如赵一凡越级击杀一些修士荒兽来得快捷。所以这些丹药什么的都被赵一凡给赵一曼和云梦溪了。其他排行榜上奖励的基础奖励基本上也都是大同小异，对赵一凡来说用处不是很大。随机特殊奖励主打的一个随机，在没有结算之前，谁也不知道会是什么东西。此次结算，赵一凡查看过后，脸上露出喜色，7件特殊道具奖励都还算不错。其中等级排行榜的特殊奖励是一个等级升级丹药，可以用于先天境的等级提升。对于赵一凡而言，这没什么用处，不过赵一曼和云梦溪现在是先天境，可以给他们用。看过之后，赵一凡就将这枚等级升级丹药给了旁边的赵一曼，让赵一曼和云梦溪自己商量谁用掉。神豪消费排行榜的特殊随机奖励是一张返点图鉴，未来72小时消耗多少灵石都会有 20% 的返点。坐骑和战宠排行榜的奖励还是适用于坐骑战宠的天阶灵药，赵一凡用不上，也将他们给了赵一曼和云梦溪。
兵器法宝和功法武技排行榜的奖励，一个是能够提升兵器法宝一个小品质的图鉴，一个是提升功法武技一个小层次的图鉴。提升的上限都是玄阶，对于赵一凡而言，这两个图鉴也是没用的东西。而阵法排行榜的奖励就是让赵一凡感到惊喜的。此次阵法排行榜奖励的是一本书籍，上面显示着《荒古禁地解析大全》，里面标注众多荒古禁地内的阵法区域。赵一凡正好打算趁着不怕死去往禁地探索探索，这个奖励对于赵一凡而言正好可以用得上。而新功能开放的洞府排行榜奖励的是洞府等级+1。赵一凡的个人修炼洞府本来就已经达到了当前的顶级10级，在奖励之下，他个人修炼洞府突破极限，提升到灵府1级。灵府1级的个人修炼洞府整体面积扩大10倍，额外修炼加成增加100%，现在总共增加550%。除此之外，就是能够开通的修炼阵法多了一个选项，还是1亿灵石1个月，但是阵法对修炼有着150%的加成。综合下来，现在在赵一凡的修炼洞府中修炼，享受700%的加成。赵一凡的 VIP 方面加成是3000%，加上修炼洞府的700%加成，再加上玄天地经的93760修炼加成，还有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的隐藏加成。赵一凡现在要是使用等级经验丹药来升级的话，根本不会有什么间隔时间，甚至就算是不用等级经验丹药来升级，赵一凡修炼升级速度也会超级快。当然，比起去越级猎杀荒兽修士，还是去猎杀荒兽修士更有性价比。这不光能升级，还能刷灵石，各种手段飞速提升。各种辅助手段对于战力方面都没有什么增幅，但是也不能说是没有什么用处。就如同现实中多掌握一门手艺一样，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可以用得上。而对于赵一凡而言，各种辅助手段本身对他来说没有多大的用处。可是辅助排行榜一出，和其他排行榜一样，都有着榜首的额外特殊道具奖励。这些天来，各大排行榜榜首的随机奖励，可是让赵一凡吃到不少甜头。所以这9大辅助排行榜，赵一凡是不打算放弃掉的。地之永恒，没有反馈前，灵石对玩家而言基本上就是可以提升一切的东西。各种各样辅助手段所需要的材料，只要是玄阶及玄阶以下的，都能够在面板商城中购买到。各种辅助手段都是用了一种等级评定，就是初级、中级、高级、大师、宗师、大宗师。对应等级的话，可以大概将初级对应觉醒境，中级对应超凡境，高级对应神通境，大师级对应4级境，宗师对应化灵境，大宗师对应神台境。之所以会和修为等级产生对应，是因为等级不达标的话，实力不足，就算是你辅助手段等级更高，也受限自身实力无法发挥出来。拿赵一凡现在大师级别的锻造术来说，是能够锻炼出来地阶兵器法宝的。可地阶兵器法宝其自身威能就非常的强大，你修为等级不够，怎么可能锻造得出来？先前赵一凡之所以能够利用高级锻造术锻造出来玄阶10品的兵器，也是得益于地之永恒没反馈。要是地之永恒反馈后，就算是赵一凡先前拥有高级锻造术，修为等级不达标，也根本锻造不出来玄阶的兵器法宝。赵一凡大师级别的锻造术，在各大辅助排行榜出来的时候，就直接登顶炼器排行榜榜首。至于其他榜单，都是一些提前学到辅助手段的玩家登榜。赵一凡学会后，因还没有提升，排名都非常靠后。赵一凡首先提升的是炼丹术，购买玄阶品质的炼丹炉。赵一凡在一次次的炼丹之后，他的炼丹术在2个多小时后达到了高级。为此，赵一凡花费了差不多快500亿的灵石。现在，赵一凡已经可以有较高几率自己炼制出来玄阶品质的丹药。各大辅助排行榜是按照等级多寡来进行排名的。在炼丹排行榜上，清一色初级炼丹术中，赵一凡的高级炼丹术可以说是非常的扎眼。对于这点，无数玩家现在已经都见怪不怪。毕竟其他各大榜单上，赵一凡都是以一种其他玩家无法触及的高度挂在榜首上面。在提升炼丹术的这段时间里，赵一凡也是经常查看地之永恒官方论坛上自己发帖的跟帖。跟帖中有一直顶帖让赵一凡关注的，还有一直跟着骂的和打广告的卖肉的，除此之外还有钓鱼的，说是自己有途径能够学到风水术和吊术，但是赵一凡看他姓名，并未在风水术和吊术排行榜上找到其名字，这自身都没有学到，就说自己有途径，赵一凡信他们才怪。本身赵一凡发帖悬赏，就是抱着有没有早打一竿子的想法，现在一直没有有用消息，赵一凡对此也不是很在意。不过100万灵石悬赏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很多玩家都是放下手头的事情，到处寻找如何学到风水术和吊术。尤其是地之永恒很大一帮的钓鱼佬，在辅助排行榜出来之后，一个个的也不钓鱼了，到处寻找如何能够学习到吊术。只不过过去这么长时间，风水术和吊术排行榜上连前10都还没有凑满。地之永恒中，陌生人之间是不能相互发消息的，需要先面对面加好友，因此
赵一凡也无法联系到风水术和吊术上的玩家，而他们要是看到自己的发帖有100万灵石的吸引，有意的话，自己就会给赵一凡留下联系方式。凌晨4点15分，赵一凡炼丹术提升到了高级，接着赵一凡就开始提升制符术。在各种辅助手段中，除了炼器给自己炼制兵器法宝增强实力，制造出符箓，使用符箓也能一定程度上增强自己的战斗力。符箓算是一次性攻击防御手段，一个符箓基本上激活使用一次后就会报废，只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符箓能够反复使用数次。正常情况下，炼制符箓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首先材料方面需要黄纸、朱砂、毫笔等等，在制作符箓的途中，需要制作者全神贯注地利用灵气在上面刻画，一旦稍微有点分神，就会导致制作失败。制作失败，不光是黄纸朱砂会直接损失，毫笔也会受损。按照正常来说，符箓的制作成功率比起炼器炼丹还要低。不过现在，符箓和锻造术当初一样，都能够利用灵石来提升成功率，而且制作过程被极度的简化，只需要备齐相关材料，按照符箓图纸进行刻画，不需要用自己亲自动手就能够进行刻画。又是2个多小时，早上6点25分，赵一凡花费725亿多灵石，制符术被他提升到了高级。炼丹术和制符术，赵一凡也都是完完全全的用灵石硬砸提升。之后，赵一凡提升烹饪术。烹饪术不是普通的制造美食，而是利用各种奇珍食材制作出来和丹药差不多的食材。相对于各种丹药，利用烹饪术制作出来的食材效果更加平稳持久，尤其是在提升体质方面，搭配好食材的话，比使用丹药效果更好。赵一凡购买了一口玄阶的大锅进行烹饪，又是2个多小时，452亿多灵石下去，他的烹饪术提升到了高级。烹饪术提升到了高级，赵一凡下一个提升的是裁缝术。裁缝术和锻造术其实有些类似，锻造术是打造兵器法宝，也可以打造护身内甲，而裁缝术就是利用一些不能用于锻造的材料，将其按照一种特殊的方法进行缝制，将特殊阵法通过缝制让其附加在服装上，从而缝制出来各种好看漂亮而且有特殊效果的服装。用到的材料除了各种荒兽的皮毛制作的布料，还需要用到特殊的针和线。早上8点10分，消耗253亿多枚灵石，赵一凡的裁缝术提升到了高级。现在赵一凡炼器、炼丹、制符、裁缝全都在辅助排行榜的第1名上。风水术和吊术这么长时间过去，地之永恒官方论坛上还是没有什么可靠信息。又去看了看魏天玄，看他还在睡觉，赵一凡又回到了个人修炼洞府中。此刻赵一曼和云梦溪都已经上线，二女对于各大辅助手段中的裁缝比较感兴趣，现在他们都在提升裁缝术，而赵一凡则是开始提升酿酒术。酿酒就是各种奇珍异果置放在一起进行酿造，如果搭配的好，就能够酿造出来口感和效果极佳的美酿。但如果搭配不好，或者是出现什么异常，酿制出来的酒不光口感不好，甚至可能有剧毒。赵一凡现在酿酒，根据酿酒图鉴，按照各种比例置放材料即可。和其他辅助手段的提升不同，按照比例置放材料之后，一时半会不会酿造成功。没有酿造成功的情况下，得到的酿酒经验极小。不过这点，地之永恒现在也没有为难玩家，玩家可以利用灵石来加速酿造。加速有10年、100年、1000年和10000年4个档次，玩家可以选择任意一个档次进行加速。加速10年需要1万枚灵石，加速100年10万枚灵石，加速1000年100万枚灵石，加速10000年1000万枚灵石。只有酿造初期可以进行一次加速，这加速也是有学问的。比如说你酿造的酒搭配起来之后，可能3、5年时口感效果最好。你要是选择个加速10年，可能品质就下降了；要是加速100年，那么可能就直接没了。赵一凡现在倒不是准备自己酿造出来什么绝世美酒，他只是想要提升酿酒术。片刻之后，90坛子搭配好进行酿造的酒坛摆放在了赵一凡的面前，他全部进行10年加速，一个个信息闪过。面板商城中出售的各种酿酒图鉴，凡阶10种，黄阶30种，玄阶50种。毫无意外的，除了10种凡阶品质的酒酿成功酿造出来6种，剩下的黄阶、玄阶统统酿造失败。不过就算是酿造失败，黄阶和玄阶增加的酿酒术经验也比凡阶的要多。再度购买酿酒图鉴和各种相应的酿酒材料，按照图鉴搭配出来后，这次赵一凡选择了100年加速。这次凡阶10种只成功了1种，剩下的全部因为100年加速而导致失败。黄阶和玄阶的还是和先前一样，全都失败。显然就算是按照酿酒图鉴来复刻，由于不是自己亲自酿造，酿酒术等级太低，总归是会出现什么纰漏，导致成功率极低。不过虽然都炼制失败了，但是酿酒术的经验增加的非常可观。就这样，赵一凡一次次的进行炼制，
甚至尝试千年加速和万年加速。虽然没怎么酿制出来美酒，但是酿酒术的等级在快速的提升。10点半的时候，当赵一凡幸运的酿造出来一坛千年玄阶美酒后，他的酿酒术升级到了高级。相对于其他辅助手段提升到高级，赵一凡在酿酒术上足足花费了1352亿多枚灵石。赵一凡酿酒术提升到了高级，赵一曼和云梦溪的裁缝术也都提升到了高级。技多不压身，按照赵一凡的想法，他是想要让赵一曼和云梦溪将各大辅助手段也都提升上去的。不过两女除了对裁缝有点兴趣外，没打算提升其他辅助手段。按照赵一曼和云梦溪的说法，那就是赵一凡提升了就能够供给他们了。虽然说不缺灵石，可也没有必要在这上面消耗。就这样，赵一曼和云梦溪在赵一凡的个人修炼洞府中继续修炼，而赵一凡离开个人修炼洞府。此刻魏天玄已经睡醒，他坐在椅子上，手中拿着一坛美酒，一口一口的喝着，看面相上好像在沉思什么。如果不知道魏天玄是什么情况，就此时魏天玄的姿态颇有一种得道高人高深莫测的姿态。师傅，师傅！面对赵一凡的喊叫，魏天玄根本没理会他。而也就在赵一凡呼喊魏天玄的时候，小师姐林玄心从外面走进来。一凡师弟，你来了。和赵一凡打了个招呼后，看魏天玄那副高深莫测的样子，林玄心很是了解，大声地冲着魏天玄喊道：师傅，醒醒，一凡师弟找你。你喝的酒都是人家给的，再这样人家可就走了呀，你以后就没酒喝了。要不说还得是林玄心。在林玄心说完之后，魏天玄才转头朝着赵一凡看来。这位少侠，找老夫何事？面对魏天玄所说，赵一凡脸带一丝无奈的说道：师傅，我是你徒弟啊。面对赵一凡所说，魏天玄只是微微点了点头，又喝了一口酒，并未说话。师弟，师傅他可能是现在忘记你是谁了，过段时间可能就想起来了。你过来应该是找他有什么事吧，直接和他说就行。林玄心对于赵一凡这个财大气粗的师弟是比较有好感的。先前魏天玄经常疯疯癫癫神神叨叨，林玄心过得很是拮据，连修炼资源都欠缺。是赵一凡来了之后，天玄宗才得以改变。在林玄心所说后，赵一凡将他自己炼制的千年玄阶美酒拿出来。本身林玄心不过来，赵一凡也是打算将其送给魏天玄的。在赵一凡将酒坛拿出来之后，魏天玄就直勾勾地看着赵一凡手中的酒坛，接着对赵一凡说道：徒儿，是你来了呀，这是给为师送美酒的呀，快给我。刚刚的时候魏天玄对赵一凡可不是这个态度，现在美酒佳酿一出，魏天玄马上就认出赵一凡是谁。这要不是多次和魏天玄接触，赵一凡都怀疑魏天玄的疯癫是不是装出来的。是，这是徒儿献给师傅你的，不过除了给你送酒之外，徒儿还想和你打听一件事。赵一凡一边说，一边将手中的酒坛朝着魏天玄抛去。魏天玄接到酒坛后，冲着酒坛深吸了口气：好酒，好酒，有什么要问的赶紧问。师傅，我想学风水术和吊术，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能够学到，师傅你会吗？都是旁门左道，学了做什么？徒儿就是感兴趣。此刻的魏天玄全部心思都在手中美酒上面，嗅着手中美酒，有点不舍得打开喝的意思。在赵一凡这么说后，他稍微停顿后，拿出来一物，朝着赵一凡抛过来。凡人，这家伙天天没事就钓鱼，钓术上应该挺有造诣，你去找他，让他去教你吧。伸手接过魏天玄抛过来的东西，赵一凡脸上露出喜色。多谢师傅，本身就是过来试试的，没想到还真能有所收获。那坛千年玄阶美酒是赵一凡提升酿造术过程中酿造出来的最佳美酒，如果购买的话，这一坛千年玄阶美酒可能价值破亿灵石。赵一凡就算是自己或者和赵一曼跟着云梦溪一起喝掉，对他们都有一定的提升。只不过在地之永恒中喝酒也会酒醉，赵一凡才没自己或者让赵一曼和云梦溪他们喝，而是拿来送给魏天玄。对于赵一凡来说，如果没有魏天玄先前教授给他的玄天地经和行字秘，他也不可能这么快的达到当前的水准。赵一凡是个很知恩图报之人，对魏天玄这个疯疯癫癫的师傅，赵一凡还是有很大感激之情的。虽然先前赵一凡就想试试能不能通过魏天玄获取到风水术或者吊术，但同样没有抱太大的希望。现在在魏天玄这里得到了学习吊术的途径，可以说是个意外之喜。然而在谢过魏天玄，查看了手中之物后，赵一凡原本带有笑容的脸上有些阴晴不定，不知道自己此刻该是开心还是该难受。第58章，现实中的变故，前往九崖市。在魏天玄这里得到能够学习吊术的途径，赵一凡很开心。可是看了魏天玄给他的东西后，赵一凡就有点开心不起来了。在地之永恒没有反馈之前，地之永恒中绝大多数东西都是有个大概介绍的。魏天玄给赵一凡的是一个信物，正理说有了这个信物，
赵一凡找到此人，就有机会能够通过对方学习到吊术。要不说魏天玄是比圣主级别存在还强大的大佬呢，随便一出手，给赵一凡的信物直接对标了一位圣地圣主。找圣主级别的存在去学习个吊术，是赵一凡所没想到的。要是换个人的话，就算是圣主级别存在，赵一凡认为也可能去走一遭，能够学到就学到，学不到也不损失什么。可是这个信物的主人是星宇圣地的圣主，赵一凡这刚杀掉星宇圣地的圣子曼星云。对于强大的修士而言，他们对和自己相关的事情都会有冥冥中感知的。星宇圣地圣主只要稍微推算，就能够推算出来赵一凡杀掉了曼星云。魏天玄虽然有星宇圣地圣主的信物，可这不代表魏天玄和星宇圣地圣主有多么深的交情。赵一凡认为，他要是去找星宇圣地圣主的话，大概率会被直接抹杀，然后遭遇来自星宇圣地的追杀。现在赵一凡在玩家群体里面算是无敌一样的存在，可是和圣地对上的话，赵一凡还是差得远。当然，只要再给他一些时间，等到地之永恒反馈后，靠着超高的 VIP 加成，到时候还不一定是什么情况。和林玄星聊了会天，询问林玄星有没有什么需要用到自己的地方，增进了一下两人之间的感情后，赵一凡就回到了个人修炼洞府中。吊烛这方面，赵一凡不打算去星宇圣地找星宇圣主，不过也不能浪费掉。和赵一曼、云梦溪商量了一下后，由云梦溪去找圣宇圣地的圣主去学习吊术。按照赵一凡所想，就算是自己学不到吊术，吊术排行榜第1名也不能让给其他人。现在学到手的辅助手段就还剩下御兽术，赵一凡倒是早想好了怎么提升御兽术。学会御兽术后，现在赵一凡可以拥有2个战宠，因此赵一凡可以通过战宠功能来提升御兽术。孵化个战宠，然后遗弃，然后对其使用御兽术，将其重新转化为战宠，然后再遗弃。不过这种方法也是需要消耗大量灵石的，这使用御兽术后再遗弃，想要再转化为战宠，几率就极小了。也就是说，赵一凡需要不断的孵化出来新战宠，然后使用御兽术。在赵一凡开始利用这种方式开始提升御兽术后，大约半个小时后，他收到了来自云梦溪的传讯。云梦溪通过信物从星宇圣主那里学到了吊术，而因为云梦溪拥有圣阶特殊体质，被星宇圣主看上，想要收为弟子。云梦溪询问赵一凡，他要不要拜星宇圣主为师。特殊体质这种东西，寻常人很难看透，但是星宇圣主是什么人，他一眼就看出云梦溪体质非凡。如果赵一凡没有杀星宇圣子曼星云，那么他肯定是乐意让云梦溪拜星宇圣主为师，加入到星宇圣地的。毕竟拜师星宇圣主，加入到星宇圣地，就能够得到星宇圣地的庇护。可现在赵一凡杀了曼星云，这事早晚会暴露出去，所以赵一凡没让云梦溪拜师星宇圣主。下午3点多，赵一凡的御兽术也被赵一凡提升到了高级，而相对于其他手段，御兽术提升到高级，赵一凡足足消耗了2258亿多灵石。高级御兽术让赵一凡的战宠位增加到了10个。不过对于赵一凡而言，有个炼狱牙子已经都用，因此没有去花费灵石去孵化更多高等阶战宠。现在除了风水术和吊术，赵一凡锻造术大师级，剩下6种辅助手段全都高级。在高级的基础上想要再度提升，倒不是不行，不过所需要的时间，就算是用灵石硬砸，也需要花费很长时间。而云梦溪在星宇圣主那里学到了吊术后，就根据赵一凡的安排去往了海边。在使用玄阶钓具加上无限制使用玄阶鱼饵的情况下，云梦溪的吊术也是升级到了高级。先前赵一凡手中还剩下23856.25多亿灵石，提升各种手段一共消费了5542亿多灵石，加上赵一凡先前又给了赵一曼和云梦溪各5000亿灵石，此刻他手中还有8315亿多灵石。神豪消费排行榜上，赵一凡的灵石消费数字达到61399.6亿多，不到2天的时间，从先前2000多亿的消费达到6万多亿，这也是有些出乎赵一凡意料的。他当时也没想到，再次遇上吴德之后，被吴德带着一波肥，然后就踏上了康庄大道，水准被拔高了。能够有如此成果，可以说完全是因为他的超神级专属天赋。要是没有这个超神级专属天赋，让赵一凡能够获取到海量灵石，他从最初就不会起步成长那么快。不能起步成长那么快，地阶坐骑、地阶战宠、鸿蒙级的混沌鸿蒙先天圣体倒胎什么的就都没有了。各大辅助手段纷纷被赵一凡提升到高级以上，这些辅助排行榜第1名基本上都是稳了。毕竟除了赵一曼和云梦溪外，谁能够像是赵一凡一样花费个几百亿灵石去提升一种辅助手段？浏览了一下地之永恒上自己的悬赏发帖，还没有玩家提供有用的信息，赵一凡就直接下线了。先前赵一曼和赵一凡爷爷奶奶通过电话，他们说是今天下午3点10分飞机起飞，预计4点多到家。对于赵一凡来说，他已经数年没有见到他爷爷奶奶了，对于这曾经将自己养育大的二老，赵一凡还是很想念的。
因此先前的时候就和赵一曼和云梦溪说好，订桌子饭菜，给赵一凡爷爷奶奶接风洗尘。所以赵一凡他们都提前一些下线准备。下线后，赵一凡就开始用手机挑选要吃点什么。对于吃的，赵一凡其实是不怎么挑的，要不然的话他也忍不了赵一曼给他做的饭菜。而就在赵一凡进行挑选的时候，赵一曼给赵一凡的奶奶打电话询问他们上没上飞机。妈，你们怎么还没有上飞机啊？比起以前，现在坐飞机手机不用关机，不过要是飞上高空的话还是会没有信号。现在时间3点25分，按照赵一凡爷爷奶奶先前所说的话，他们现在应该已经起飞了，手机打不通才对。姨妈，我们今天可能回不去了，九衙有个案子，说是和我们有点关系，让我们去配合调查。九衙官方执法者已经给我们进行了退票，什么时候能够回去，现在还说不准。赵一曼就是在赵一凡旁边打的电话，赵一凡自然是听到了。当听到之后，赵一凡问赵一曼要过来手机。奶奶，你把电话给我爷爷。喂，一凡。爷爷，怎么回事？没什么大事，就是我们先前住的酒店发生了人命案，让我们过去配合调查。现在我们正在前往执法队的路上，别担心我们，等处理好了我们就回去了。不和你说了，在家听你小姑的话，别惹事啊。赵一凡的爷爷说完之后就挂断了电话。而赵一凡在电话挂断之后脸色凝重，他记得曾经这个时间段他爷爷奶奶还在九衙游玩，是3、4天后才回来的，具体哪一天赵一凡倒是有些记不清了。而现在显然是因为赵一凡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早点回家，让他们行程往前提了。可是曾经他爷爷奶奶回来后没说过自己在九衙遇上过什么人命案。蝴蝶效应，还是有人在捣鬼？心中思索一番后，赵一凡认为这事可能没那么简单。他对赵一曼和云梦溪说道：小姑，梦溪，咱们一起去一趟九衙吧。啊，咱们去九衙做什么？对于赵一曼而言，赵一凡的爷爷奶奶牵扯到一件案子并不是什么大事。赵一凡爷爷赵成安是琅琊市的一位老执法，赵一曼小时候还经常和赵一凡去琅琊市执法队找赵成安，也有一些执法队的成员来家里做客。对于执法队这种官方组织，赵一曼不像是一些平头老百姓一样有什么天然的畏惧之心。而且在赵一曼看来，赵成安当了那么多年的执法者，他对各种案子什么的都门清，配合九衙市执法者调查不会有什么事，所以对赵一凡所说要一起去九衙市感到很疑惑。换做平常自然不用咱们担心什么，爷爷自己就能处理好。可咱们现在在地之永恒中消耗了大量灵石，这事绝对没那么简单。不过去看看，我不放心。只有曾经失去过，才更懂得珍惜。从小无父无母的赵一凡，除了赵一曼，就爷爷奶奶2个最亲的亲人。最初的时候，赵一凡就想让他们赶紧回家。后来这些天，不是让赵一曼打电话问问，就是自己打电话问问他们的情况。现在有所变故，赵一凡担心有什么幺蛾子发生。听赵一凡这么说，赵一曼也是意识到一些事情。现在他们家可都是被琅琊市执法者全面监视。自从被琅琊市执法者全面监视后，这2天赵一曼和云梦溪连门都没出过。好，那咱们就去一趟九衙。赵一凡之所以要求赵一曼和云梦溪跟着自己一起，是因为只有跟在他身边，他才能在任何情况下护住他们的周全。他们家里有着赵一凡留下预警的手段，可以及时解决问题。可是如果他自己离开，赵一曼和云梦溪要是有点事，他可就不能那么及时了。像是那种被调虎离山，然后家里出现点什么问题的情况，赵一凡见过一些，他自然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的头上。打开手机看了看琅琊市飞往九衙市的航班，赵一凡对赵一曼和云梦溪说道：给你们订了下一个航班的机票，咱们这就去机场。赵一凡倒是能够神鸿飞行，但是如果带着赵一曼和云梦溪的话，他们2个目前都是普通人，赵一凡现实中没有什么兵器法宝，就算是赵一凡护着他们飞过去，也不能飞得太快，要不然他们身体承受不住急速飞行。琅琊市是个人口大城市，而九衙是龙国非常出名的旅游景点，两者之间的航班次数非常多。下一个航班起飞时间是35分钟后，飞机飞行时间是1个小时左右。按照赵一凡的计算，比他直接带着赵一曼和云梦溪飞过去花费的时间还少。赵一凡他们订好机票，3分钟后，网约车来到赵一凡的家门口。在临近赵一凡家的路口，这个网约车被拦下查了酒驾，然后放行。琅琊市的执法者对赵一凡家全方位的进行监视，赵一凡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琅琊市执法者的监视之下。琅琊市执法者自然知晓赵一凡等人订了前往九衙的机票，他们已经将这个消息传递上去。在赵一凡等人上车后，另一边张明坐在一辆黑色面包车里，利用官用通讯设备下达各种指令。监听车跟上，无人机多方位拍摄，跟踪车轮换交替，别被发现任何端倪。在张明各种指令安排之后，在张明旁边
一个20岁出头的青年对其说道：“张队，这么大动干戈的，还不如直接拦截呢。上面指令，服从就好。咱们负责这段路上的监视监控，飞机上也已经安排了几位同事。等到飞机到九崖后，就没咱们什么事了。这2天兄弟们都挺辛苦的，正好给你们放个短暂小假休息休息。”周围的情况，赵一凡都通过神念了然于心，但只要不耽误到他，赵一凡现在也没什么心情理会。15分钟后，赵一凡他们十分顺畅地来到了机场，检票、过安检、登机。5分钟后，赵一凡他们就坐上了飞往九崖市的飞机。而就在距离起飞还有10分钟的时候，飞机前方的商务舱中传来了争吵打闹声。第59章，还是你们玩的花。对于赵一凡而言，他现在就是想要尽快的去往九崖市，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其他的事情都无心理会。飞机商务舱那边的争吵，赵一凡早就感知，知道是怎么回事。之所以发生争吵，是一个30多岁女性乘客和一位30多岁男性乘客引起的。他们是夫妻俩，不知道为何，那个男性乘客购买的是商务舱，女性乘客购买的是经济舱。在空姐按照机票给引导到座位上后，本应该在经济舱的女性乘客来到了商务舱，看男性乘客旁边刚好有一个空位，直接坐下了。空姐就赶过来劝解，说这是商务舱，要是在这里的话，需要升舱。面对空姐的劝离，这个女性乘客说是这里又没有人，她坐一下怎么了？空姐给的答复是坐在这里可以，这里没有乘客，但是要去办理升舱。这个女性乘客不想升舱，还想赖在这里，因此起了争执。在争执的过程中，这个女性乘客还推搡了空姐，引发更多工作人员过去制止。但是让她升舱不升，让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不回，还放言说自己有病，别人都别碰她，要不然的话可能会发病。那个男性乘客在旁边也是说，反正座位也是空着，坐哪都是坐。飞机上的乘警过来面对这种情况，一时间也没敢动他，情况就这样僵持住了。龙国以往有类似的案例，导致飞机因此都延误不少时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而且一些无赖神经病还总能凑到一起去。可能这就是所谓的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赵一凡看情况僵持不下，打开了飞机座位安全带。为了2个无赖而可能导致飞机延班，这是赵一凡不想看到的。他打算过去能够引导引导，让他们不借着闹事就引导引导。要是不行，他就将这2个人给直接扔下去。至于会引发什么后果，赵一凡不在乎。飞机能飞就飞，实在不行，他就带着赵一曼和云梦溪直接飞往九崖市。一直来，他没有暴露自身实力，一则是没有什么事情能够让他暴露，二则就是不想节外生枝。可是没暴露，不代表着赵一凡害怕暴露。而就在赵一凡刚要起身的时候，有2个坐在赵一凡前方的狼牙市执法者化作的便衣起身。刚刚他们已经向狼牙市执法队汇报了情况，狼牙市执法队队长张明让他们尽快处理，直接将人给带下飞机。看狼牙市执法队的便衣起身，赵一凡就没有起身。2个执法队队员来到商务舱这边后，对着这对夫妻亮出了执法证。2位，有案子需要你们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面对2位亮了身份的狼牙市执法队成员，那个男性乘客大声说道：什么案子？我们都是秉公守法的良好市民，我现在要去九崖开会，有什么需要配合调查的，等我回来再说。再次提醒2位，跟我们走一趟，配合调查。配合什么配合？你们有文件吗？没文件凭什么让我们配合？第3次提醒，跟我们走一趟，配合调查。旁边的女性乘客在执法队队员刚过来的时候有些慌张，看男性乘客那么硬气，也是开口说道：就是什么文件都没有，就让我们配合调查，你们还有没有王法了？我要告你们，投诉你们！3次警告提醒之后，对方还是不依不饶，一副不配合的态度。其中一位执法队队员对另外一位使了个眼色，然后直接上手，一个擒拿将男性乘客给从座位上拽出来，把手按在对方后背上。另一边的队友也是直接上手，将那名女性乘客按照同样的方法给擒拿。疼疼疼！我给你们说，我有病，我有病！你们动我会让我发病的，放开我！相对于飞机上的乘警，得到上面指示的狼牙市执法队队员可不惯着他们。就这样，2个闹事的乘客被他们一前一后擒拿着走下机舱。接着就又有一位便衣执法者去和飞机上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处理。对于飞机上的其他乘客而言，2个闹事的乘客被狼牙市执法者擒拿带走，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先前飞机上的不少乘客就担心会不会因为这2个闹事的而导致飞机延误。闹事者被解决，带下了飞机。有着狼牙市执法队官方和机组人员的调解，飞机准时起航。赵一凡和赵一曼、云梦溪坐在一排。飞机起飞后，赵一曼和云梦溪2人看着窗外，小声地聊着天，而赵一凡则是闭着眼睛在闭目养神。对于实力稍微强一些的修士而言，
精神强大，是可以长时间的不睡觉。不过，如果真长时间不睡觉的话，会有一种精神层面的疲惫感。赵一凡已经10天没有闭眼过了，趁着现在有点时间，赵一凡趁机休息休息。当然，为了防止出现什么变故，赵一凡的神念是一直笼罩整个飞机的。当飞机快要抵达九崖市的时候，机场地面基站有负责观看卫星的机组人员触动报警器。什么情况？有不明飞行物靠近，卫星上显示像是一条飞龙，按照这个速度，其大约1分35秒后将会撞击到飞机。能避开吗？不能，就算是现在让飞机转向，也无法避免被撞击到。给飞机机组发放最高警示。收到。飞机上，一名副机长收到地面基站的最高级别警示后，稍显慌乱。这最高级别的警示代表着要用最快的时间全员跳伞。他马上按动了旁边的警报，然后拿起旁边的降落伞包，并且按动了另外一个按钮进行播报。刺耳的警报声顿时在整个机舱中响起来。突然的警报声让机舱内很多昏昏欲睡的乘客纷纷惊醒，随之的就是副机长的播报：超级紧急事件，全员跳伞，你们有20秒钟准备时间，10秒钟后机舱门降开启。一个个的乘客被惊醒后面路迷茫，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有一些乘客下意识地取出了座位下的降落伞背包，而也就是10秒过后，又是一道播报响起：大家冷静，冷静，所有人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不要动，刚刚警报播报系统出现故障。10秒的时间，很多乘客都还没有反应过来什么情况，还处于懵的状态，甚至警报响起后都还没来得及恐惧和害怕。现在听闻机舱内的播报，众多乘客纷纷大声喊着到底是什么情况。不光是飞机上的所有人，就连基站上的工作人员此时也是一头雾水。刚刚他们通过卫星观察到有一个疑似飞龙的生物急速朝着飞机逼近，因此给飞机机组。但就是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这条疑似飞龙的生物突然直直地朝着下方落去。因没有撞击危险，地面给飞机机组发讯，警示解除。本都已经马上要跳伞的机长和2名副机长，在警示解除后又重新回到座位上去。地面到底怎么回事？不清楚，可能就和给乘客们说的那样，是地面那边出什么问题了。操！这再晚一瞬，整个飞机上所有人可就是都跳了。这破飞机，谁愿意开谁开，老子回去就辞职。对于机长等人来说，刚刚可是近乎命丧一线，他们刚刚都已经打开舱门准备跳了。真要是跳伞了，能不能活，那可真就是未知数，只能听天由命了。对于很多乘客而言，他们都还没有反应过来怎么回事，认为可能就是出了什么乌龙。但有一些已经连降落伞背包都已经背好的乘客，此时极为的愤怒，一个个的让机组人员给个说法。还有一些乘客反应过来之后，一个个也是跟着声讨起来。本就杂乱的机舱内，各种声音此伏彼起，混乱不堪。一群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的空乘人员在尽力地安抚着所有人的情绪，却不知道刚刚如果不是赵一凡出手利用神通灭杀了那条飞龙，整个飞机上除了他和赵一曼、云梦溪，其他人大概都会死掉。在众多吵闹中，飞机在机场落地。机长和2位副机长在飞机听闻落地之后，直奔九崖市的基站去找基站工作人员讨要个说法。面对找来问责的机长和2位副机长，基站的领导将先前卫星监测到的画面放给他们看。这什么东西？看上去和个飞龙一样。我们也不清楚，已经上报到相关部门，他们会来人调查。本来要撞向我们飞机的，结果自由落体，这是突然死了吗？这不是我们所能了解的了，上面让我们封锁消息。也有相关部门的人前往其落地之处了。3名机长在看过了卫星影像画面后，一个个都心惊不已。按照卫星影像来看，如果真要撞上的话，在撞击之前跳伞还有一线生机，要不然的话绝对难逃一死。他们本以为可能是地面基站出现了乌龙问题，结果真有大事件发生。他们明白，他们刚刚是真的命悬一线。在所有人下机后，此次飞机航班收到了大量的乘客投诉，航班公司派了大量工作人员对此事进行处理赔偿，给予所有乘客进行退票赔偿。下了飞机后，赵一凡就给赵成安打了个电话：喂，一凡，爷爷，我和小姑来九崖市了，你那边还好吧？你们来九崖市做什么？不放心你啊？这有什么不放心的？我们没什么事，就是配合调查。好了，不和你说了，这边要对我进行问话了。电话能打通，知道赵安成他们现在没有什么事，赵一凡也就稍微放心了一些。赵一凡等人来到九崖市，就被九崖市的便衣执法者给监视起来。而赵一凡等人也是在机场门口打了个车，直奔九崖市的执法队。来到九崖市的执法队后，赵一凡神念扩散，笼罩整个执法队。赵一凡的神念之下，他已经感知到自己爷爷奶奶没有什么危险，各自在一个比较密闭的房间中被进行问话。赵一凡3人到来后，有执法者上前询问他们有什么事。在他们说明来意，
那个执法者打了个电话后，对赵一凡他们说道：“他们牵连的案子牵连太大，你们目前不能见他们。他们又没有犯法，就是来配合调查问话的，怎么就不能见？不好意思，这是流程规定，等确定他们没什么事了，就会让他们离开的。你们要是不放心，也可以在这大厅中等他们。那需要等多长时间？这个不太好说，正常的话很快，可能用不上1-2个小时。不过这次案件比较特殊，牵连甚广，可能需要更长时间吧。”九衙市执法者态度方面倒是还比较客气，就是很官方。面对对方所说，赵一凡微微呼了口气。虽说他爷爷奶奶当前没有什么危险，不过赵一凡可是没多少时间在这里耗下去。地之永恒，没反馈之前，时间很珍贵。能够来一趟九衙市，都还是因为赵一凡比较担心他爷爷奶奶的安危。如果能短时间处理，对于赵一凡而言，就当是忙里偷闲放松放松心情。但要是说扯皮拖延上个3-5个小时，他可就无法忍受了。本身赵一凡是想的，过来之后询问赵安成具体是什么案子，看看能不能用普通人的方式快速解决。现在九衙市的执法队连让他见都不让他见赵安成他们，赵一凡知道不能走常规路子。赵一凡盯着和他说话的执法者看了一眼，和他说话的那个执法者就变得有些呆滞，然后转头去做事。而赵一凡之后则是带着赵一曼和云梦溪来到了挂有执法队队长办公室门牌的房间前。沿路上来来往往的执法者就和没看到他们一样。你们先在门口等一下，里面有些辣眼睛。和赵一曼跟着云梦溪说完之后，赵一凡直接推门而入。那反锁的房门，赵一凡只是意念一动就将其开启。九衙市的执法队队长是个肥胖的中年妇女，此刻她袒胸露肉，在她办公桌下，一个身穿执法队衣服比较俊俏的年轻小伙本在认真的跪在她下方舔弄。房门被从外面推开后，肥胖的中年妇女和年轻小伙全都用惊愕的表情看向了门口的赵一凡。第60章，杀人就是家常便饭。城市执法队的队长是城市执法队手中掌握实权的高层之一，头顶上只有几位比他们官职高的。在房门被赵一凡推开后，正在享受的执法队队长和年轻俊俏小执法者全都惊愕当场。片刻的惊愕后，年轻俊俏的小执法者快速起身站在了旁边，那个执法队队长也快速的整理自己的衣物。换做正常人，在撞见这种情况后，大概可能会利用手机拍照或者怎么样。不过撞见拍照者，可能大概也不容易走出执法队。赵一凡并未拍照做什么的，就站在门口看着对方整理衣物。要不说那个肥胖的中年妇女能够坐上城市执法队队长的位置，在整理好自己的衣服后，她就从刚刚的恐惧、害怕、担心等等众多负面情绪中稳定了下来。你是谁？你怎么进来的？肥胖的中年妇女在整理好衣物后，坐在办公桌后面，看上去还挺有执法者队长的姿态。她记得刚刚她好像是将房门反锁了，赵一凡怎么直接推门进来的？而且作为九衙市的执法队队长，他的办公室非常的靠里，因为知道他平时脾气比较火爆，一般没大事的情况下，就算是下属执法者都不会轻易过来。赵一凡看上去就和个大学生一样，他怎么能够过来？怎么没有下面人通报？房门这方面经过一番享受，他有点记不清是不是反锁了。可九衙市执法队的执法者怎么能够在不通报的情况下让赵一凡来到这里呢？如果不是赵一凡刚亲眼看到，光看执法队队长此刻比较镇定的模样，谁能想到他刚刚玩的那么花？不过相对于比较镇定的执法队队长，在旁边的那个年轻执法者就没那么镇定了。此刻他的身体都还因害怕微微的颤抖着。我是谁不重要，怎么进来的也不重要，我来是有点事想要让队长你通融一下。什么事？赵安成夫妇被带来配合调查问话，我想让队长你通融一下，让他们能够马上离开。在赵一凡说完这话后，执法队队长看着赵一凡。刚刚执法队队长虽然表现得比较镇定，可是心中也是慌乱的一批。现在又稍微缓了一会后，他认出来了赵一凡。先前上面下发文件，让九衙市执法队在赵一凡进入到九衙市后全程监视。他看过赵一凡的影像资料，派了一队执法者去对赵一凡进行全程监视。只不过因为不知道具体所为何事，执法队队长并未对此太过重视，只是按照要求配合工作，交由手下全权负责。他们牵连到的案件，连上面领导都高度重视，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是不能轻易让人离开的。这不我来找队长你，让你通融一下吗？我相信只要队长你安排安排，这不是什么难题。那边那个小哥，你说是吧？旁边的年轻执法者突然被赵一凡给点到，有些不知所措的点了点头，说道：是。看着赵一凡，执法队队长问道：你刚刚都看到什么了？可以什么都看到了，也可以是什么都没看到。小赵，过去检查一下他身上有没有什么录音笔、针孔摄像头。哦，看那年轻执法者比较失神呆愕的朝着自己走过来，
赵一凡抬手说道：“别过来，我没带录音笔或者什么针孔摄像头。”刚刚辣眼睛恶心的场景还历历在目，赵一凡可不想让这个年轻执法者靠近自己。这事对于队长而言就是小事一件，我和你以前连面都没见过，也没有什么仇怨，只是凑巧撞见了刚刚发生的事情。你通融一下，我就当什么都没看见。面对赵一凡所说，执法队队长想了想后，对赵一凡露出了一个有些让人恶心的笑容。在赵一凡的神念引导下，他很相信赵一凡说的是实话。他和手下年轻执法者在办公室内做些下作之事是很随机的，这如果不是事先知道，倒是没人会提前带着录音笔或者针孔摄像头过来。当然，他也不确定赵一凡带没带，只是在赵一凡的引导下暂时相信。好，那就这么说定了。执法队队长说完之后，拿起办公桌的一个电话拨通：“老王，你来我办公室一趟。”片刻之后，一个40多岁的执法者从外面过来，在看到门口旁边的赵一曼和云梦溪的时候，其微微一愣。不过看队长办公室门是打开的，他就径直过去。进入到队长办公室，他就看到了赵一凡，朝着赵一凡看了一眼后，他对执法队队长说道：“队长，什么事？对赵安成夫妇的调查问话怎么样了？”“正在进行中。”“我得到一些线索，和他们没什么牵连，不用继续调查问话了，让他们签字走吧。”“队长，这不太符合规定吧？”“照做就是，有什么问题我担责。”“好吧。”有了执法队队长的安排，没过几分钟，赵一凡就见到了他的爷爷奶奶。对于赵一凡而言，多年没见过二老，再次见到他们，心情有些激动。众人打过招呼后，赵安成说道：“你这孩子，这点小事我们就能处理，你们还都来了。不过你们来都来了，那也不着急，马上回去了。九衙市有家餐馆，我和你奶奶都感觉挺不错的。走，先去吃点饭，吃完再回家。”在赵一凡等人离开执法队时，执法队队长在办公室窗口看着赵一凡等人。在赵一凡等人都离开执法队大门后，他来到执法队的公共卫生间，掏出一个新手机，开机。再度考虑犹豫了一下，他开始编辑短信。编辑完短信后，他胖手放在发送上方，心中自语：“那个叫赵一凡的，上面安排我们九衙市执法队一下飞机就对其全程监视，所有监视到的都要汇报上去。上面不知道为何对他比较重视，可能是牵连到某个大案要案中。制造一场意外车祸弄死他容易，可如果他死在九衙市，上面肯定会很重视。可是他撞破了我的事，就是个潜在隐患。他先前表现得极为平淡镇定，这要是他掌握什么照片或者录像，那我可就全完了。只有死人才能彻底闭嘴。如果不是上面关注着赵一凡，凭借着九衙市执法队队长掌握的权力，他认为他能够给赵一凡安插一个罪名，让赵一凡连开口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到时候不管是赵一凡如何说，就算是说他和手下私通，那也会被当作诬陷。但是因为有着上面的关注，他考虑后没敢在执法队内直接拿下赵一凡，因为那种随便安插的罪名肯定是经不起彻查的，到时候所造成的影响肯定会极大。所以从最初的时候，九衙市执法队队长就没有打算这么做，而是想着用别的方式让赵一凡消失。肥胖的九衙市执法队队长深吸一口气，然后就要按下发送。然而也就在这时候，他突然浑身疼痛地抽搐了起来，片刻后倒在了马桶上。曾经的赵一凡是经历过各种生死，手中杀死的人不计其数，这一点在地之永恒中就能看出来。他可是知道他所杀掉的那些修士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不过就算是知道，他为了升级刷灵石，可是从来没有留守过，将其一个个的化为自己升级的养料和灵石，十分的心狠手辣。在蓝星上，赵一凡还没有杀过人，倒不是赵一凡良善，而是没想节外生枝，平添一些麻烦。除此之外，就是遭遇的一些事情还没怎么触怒到赵一凡。比如说当初的莫天雄，他就是缠着赵一曼和云梦溪要联系方式。赵一曼和云梦溪长相绝美，被人追着要联系方式也很正常。虽然其行为比较可恶，可也还没有让赵一凡感觉多少愤怒，因此只是对他略施小惩，留了他一命。对莫天雄，赵一凡又不认识，就是个陌生人，也不知道莫天雄曾经都做过什么。要是知道莫天雄后来要对他报复，那莫天雄也是早死了。至于后来周岐山和琅琊市执法队队长张明他们来家里后，态度也算是比较不错，所以赵一凡也就没怎么难为他们。这要是当初他们不分青红皂白的想要直接逮捕赵一凡，那事情的发展就是另外一副场景了。再后来飞机上那对很无赖的夫妇，让赵一凡倒是有些恼火。要不是考虑到在飞机上直接弄死他们会让飞机延误，这种无赖夫妇大概已经被赵一凡给灭了。不过就算是没灭，赵一凡也是在那对无赖夫妇身上留下了能量团。等过几天地之永恒反馈时，就是这对无赖夫妇丧命之时。
世上各种各样的无赖地痞、坏人恶人不计其数。赵一凡没有那种清理世上一切肮脏的心思，不过要是遇上了，那么他也不介意抹除一些世间的肮脏。他此行来九崖市，就是为了防止他爷爷奶奶出现神妖意外，带他爷爷奶奶回去。所以他没在九崖市执法队直接弄死九崖市执法队队长，只是在他体内留下了一个能量团。赵一凡人虽然离开了，可是他神念还笼罩九崖市执法队。九崖市执法队队长的所有行为都在赵一凡的神念观察之下，知道九崖市执法队队长要对自己等人安排意外的车祸，赵一凡就通过留在他体内的灵力团，让他发生的心梗。死暂时死不了，赵一凡认为直接弄死他都算是便宜了他，因此他神念操控下，灵气团还护住九崖市执法队队长一点心脉，让其暂时死不了，经受个几天痛苦折磨之后再死。赵一凡和他爷爷奶奶在他们推荐的饭馆中吃吃喝喝，顺便就解决了九崖市执法队队长。九崖市飞往狼牙市的航班1-2小时就一趟，他们吃过饭后就来到了机场，此时时间5点10分，最近的航班起飞时间5点35。在赵一凡他们来到机场进行检票后，九崖市负责监视赵一凡的执法者将情况汇报上去，等候上面指示。执法者汇报的最上层就是九崖市执法队队长，然而其手机在办公室里光响没人接。等执法队执法者在卫生间里的隔断里找到已经濒死的他们队长的时，赵一凡等人乘坐的飞机已经起飞。九崖市执法队成员因为天天经历各种案子，都有一种遇见情况就会朝着他杀报复这方面联想。他们第一时间保护现场，然后将九崖市执法队队长送去医院。九崖市执法队队长位高权重，被送到医院后直接进入重症监护室进行快速检查。医院给出的检查报告，九崖市执法队队长是由于过度劳累而突发心梗。本身周岐山的调度安排是赵一凡到了九崖市后，由九崖市负责全方位的对赵一凡等人进行监视。赵一凡等人如果离开九崖市，那么就由九崖市的执法队负责跟着登机进行监视。结果因为九崖市的执法者队长心梗，导致没有调度方面出现问题，九崖市没有执法者跟着赵一凡他们登机。也是因此，周岐山也知道了九崖市执法队队长突发心梗的事。他在龙国守城的一间办公室中皱着眉头。来时他们乘坐飞机差点被那条类似飞龙的生物撞上，那条类似飞龙的生物又在即将撞上的时候死亡。这九崖市的执法队队长又在他们离开的时候突发心梗，这都是些巧合还是怎么回事？一直没有什么头绪，也没有什么线索。现在赵一凡加上赵一曼和云梦溪，他们消耗的灵石都快7万亿了。虽说只是虚拟数据，可是现在地之永恒这款虚拟游戏在全球越来越火爆，线下兑换比例居高不下。这如果灵石被不限制的大量放出来，是个天大的隐患。而且就算是抛去赵一凡他们，其他玩家消费的挺恐怖的，一个个的都拿钱不当钱啊，动撼充值几百上千万、几千万上亿的。要是再不快点调查出来这款虚拟游戏背后的游戏公司，我感觉将会有天大的事情在后面等着。可现在上面对这虚拟游戏这块不是很重视啊，真是令人头疼。赵一凡等人回家后，他爷爷赵安成和奶奶李曼丽就因舟车劳顿很疲惫，回房休息了。而赵一凡他们则是再度进入到了地之永恒中。赵一凡先是看了看地之永恒上自己发的悬赏帖子，这次有个意外惊喜。第61章，内有乾坤的水潭。赵一凡自己学了9大辅助手段中的7种，全部被他提升上去，排行榜第1很稳。吊术先前云梦溪学到手，只要花费点时间就能够快速提升上去。这个排行榜榜首的随机道具奖励也跑不了。当下对于赵一凡而言，他就差了一个风水术。对于风水术，赵一凡认为能够学到手就学，学不到手就算了。反正此次9个榜首特殊随机奖励，他等于得到了8个。然而看了自己的悬赏帖子，赵一凡看到不光是吊术有人发出来，风水术也有人发出来。显然100万灵石对于众多玩家而言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吊术是2个多小时前有人发出来的，发出来后对方就一直在进行顶贴。大佬，我知道怎么学吊术，这是我吊术的截图介绍，怎么不给我回复啊？不会是跑路了吧？这好几万亿灵石都用掉了，不差我这100万吧？大佬，看到回复啊。因为赵一凡没开陌生人私信，这个玩家只能通过发帖的方式来试图联系到赵一凡。一条条的发言一直从2个小时前到现在，最近第1条是3分钟之前。而在此人的发言后面，刚开始的时候有不少羡慕的跟帖，后来因为赵一凡一直没回复，很多其他玩家就变成了幸灾乐祸。这本身看着有玩家能够领取100万灵石悬赏，很多玩家就很是眼红。现在看这个玩家一直没得到赵一凡的回复，颇有一种我得不到别人也没得到的爽快感。而风水术那边是1个小时前有玩家发出的信息，
这个玩家明显比发出吊数的玩家要沉稳得多，发了相关信息后就没再继续发言。赵一凡看过之后，就先给要提供吊数的玩家进行私信回复：在什么地方？我这就去找你。赵一凡的消息发出去不到5秒，对方就给予了回复：啊，大佬，你终于回我了，我现在在廷宇城的广场边上，坐标 XXXX， 等我，马上到。在对方留下了位置后，赵一凡就直接通过城市传送阵来到了廷宇城。能够提供如何学到吊数的玩家是个看上去年纪16、17岁的少年，名叫刘天庆。在赵一凡朝着走过来之后，他询问道：是赵一凡大佬吗？是我，你是刘天庆对吧？说完之后，赵一凡将自己姓名亮给对方看了一眼，确定就是赵一凡后，刘天庆脸上露出开心雀跃的表情，也给赵一凡亮了亮自己的名字。大佬，你发帖的100万零食，只要能够通过你所说的途径学到吊数，零食少不了你的。那个，我是从一个 NPC 那里学到的吊数，我是完成一个他交付的小任务学到的。这个，我要是带你过去，你就能够直接找他学。你看，你是不是先给我点定金什么的？或者咱们去交易平台上签订一个交易协议。在虚拟游戏中，诈骗什么的太多。虽说赵一凡是各大排行榜的榜1，但是为了避免赵一凡说话不算话，刘天庆想要赵一凡先支付个定金，或者去交易平台签订个协议。签订协议挺麻烦的，这样按照惯例先给你 30%。 赵一凡说完之后，加了刘天庆的好友，给他转了30万枚零食。30万枚零食直接到手，赵一凡展现出了他的诚意。30万枚零食，按照现在的价格，能够卖20多万龙国币。刘天庆看赵一凡这么痛快，知道赵一凡大概不会坑他，他现在都可以直接下线，昧下这笔对他而言的巨大财富。刘天庆是有点心眼在身上的，他所获得吊数的地方不在廷宇城，而在另外一个临海城市。赵一凡跟着他来到这临海城市，兜转转，找到了一个老翁。找到拥有吊数的人，事情就简单多了。这老翁让赵一凡给他一条品质不低于黄阶的黄金鲤鱼，就教赵一凡吊数。面对对方的要求，赵一凡施展自己的专属能力，给了这个老翁200万枚零食后，赵一凡从他手中学到了吊数。刘天庆一直就在旁边看赵一凡连任务都不做，直接花费200万零食学吊数，感叹不已，感叹赵一凡这改数据出来的零食真是花的一天不心疼。吊数这种辅助手段，正常情况下也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包含有调制鱼饵、制作钓具，以及在垂钓的时候利用钓数寻找适合的钓鱼地点等等。不过现在被地之永恒简化，在介绍上就是一个能够增加钓到更高品质鱼类成功率的手段。钓数学到手，赵一凡将剩下的70万枚零食给了刘天庆。刘天庆只是提供了一个信息，就得到100万枚零食。对他来说，不管赵一凡零食是怎么来的，反正他财富是到手了。他在和赵一凡分别之后，就在赵一凡的帖子后面发帖：100万枚零食到手，大佬真是痛快。有人收购零食吗？收购的带比例私信我。在刘天庆发帖后，他收到了大量私信，有打广告的，有求联系的，还有不少捞女，更是直接给他私信一些私密小视频。而赵一凡则是在自己的悬赏帖子内给另外一位玩家留言，对方和赵一凡一样关闭了论坛私信，只能在帖子内给对其回复。2分多钟后，对方给赵一凡留言：你加一下我论坛好友。加上对方好友后，赵一凡给对方发私信：你现在在哪里？我去找你。根据对方留下的地址，赵一凡找到了这个名叫张寒星的女玩家。在看到对方的时候，赵一凡微微一愣。地之永恒中，面貌这方面和现实中是一样的。赵一凡之所以见到张寒星后微微一愣，是因为对方长得有点奇特。他1米7的个子，身材看上去不胖不瘦，长得非常漂亮。但光看脸的话，张寒星给人一种是个7、8岁的小女孩感觉。巨乳倒是没有，但是童颜是真的童颜。赵一凡倒是在一些岛国电影中看过一些类似的女生，不过那些女生大都是化妆化出来的，要不然就是整出来的，有种不自然感。而张寒星给赵一凡的感觉是非常精致自然的。你好，我是赵一凡，你就是张寒星吧？地点是他们通过私信约好的，基本上不会出错。在赵一凡过来说话之后，张寒星脸带微笑的对赵一凡说道：我就是张寒星，我先前学到了风水术，看你发的悬赏帖子，这悬赏是怎么算的呢？张寒星一开口就是甜美的童音，如果光让张寒星露个脑袋的话，估计很多人都会认为张寒星是个小女孩。只要能让我学到风水术，我就给你100万枚零食。这样，那我光给你提供我是怎么学到风水术的，算是提供有效信息吗？这个，你光说你怎么学到风水术的，我也没法分辨信息真假，这我怎么给零食啊？哎，那算了吧，辛苦你走一趟了。在赵一凡说完之后，
张寒星微微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后转身就要离开。等一下，你先说说看，要是对我有点用的话，我就给你零食。在地之永恒的官方论坛上，张寒星是发了他属性面板风水术截图的。既然他能够学到，打算听听他是怎么得到的。听赵一凡这么说，本来要走的张寒星停下脚步，对赵一凡说道：“我就算是给你说了，你大概也是学不到。说说看。”那好吧。在张寒星说完之后，赵一凡眉头微皱。按照张寒星所说，他是在做宗门任务的时候，在外面山谷中一个水潭旁边遇见了一个老头。那老头当时盘膝而坐，他认为对方身上可能有任务，就过去和其搭话。在经过一番搭话后，这老头询问张寒星有没有兴趣学习风水术。张寒星说有兴趣，这老头就教授了他风水术，然后就直接消失了。他认为这就是个触发性的隐藏任务。看到赵一凡悬赏帖子，正好自己学到了风水术，所以就给赵一凡留言了。他纯粹就是有早没早的打一竿子，看看能不能得到一些零食。但刚刚赵一凡说要他学会风水术才能给零食，张寒星就认为可能没戏从赵一凡这里得到零食。如张寒星所说，确实其虽然学到风水术，可赵一凡很难复制学到。地之永恒面积广阔，在没有太多信息和具体位置的情况下，想要找一个人太难了。虽然没法学到，不过也麻烦你给我说了这么久，这给你10万零食吧。对于赵一凡而言，他的零食虽然不是大风刮来的，但是获取太轻易。张寒星也算是提供了一些情报，赵一凡就适当的给张寒星10万枚零食。收到赵一凡给予的10万枚零食，张寒星脸上露出甜美的笑容。他就知道赵一凡拥有那么多的零食，随便给点都比他做很多任务得到的多。那个赵一凡，你这零食都说是改数据来的，你为什么不直接让游戏公司改数据学会风水术，反而要大费周章亲自学呢？网上到处热议，基本上都给赵一凡定性，认为赵一凡就是游戏公司内部的人。和赵一凡说了不少话后，张寒星感觉赵一凡比较好说话，而且还给了他10万零食。对于赵一凡这还要通过其他途径来学习风水术，他本就有些好奇，所以就询问赵一凡这个当事人为何还要自己找人学风水术。面对张寒星的询问，赵一凡对其说道：因为只能自己学。哦，是没法改啊。赵一凡自然不可能和刚刚见了一面的张寒星说实话解释太多，而张寒星在赵一凡这么说，就自己想当然的认为是不能改。看张寒星一副得到内部消息的模样，赵一凡想了想，对其说道：你说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带我过去看看，我再给你10万零食。赵一凡想的也是，有早没早的打一竿子，过去看看那处山谷水潭，说不定还能够遇上那个消失的老头。听赵一凡这么说，张寒星眼前一亮，对于这种好事，他自然不会拒绝。野外，赵一凡召唤出来混沌麒麟。当看到混沌麒麟后，张寒星两眼闪光，好似冒着小星星。哇，这就是坐骑排行榜上的混沌麒麟啊，好帅，好威风！一起骑乘，你来指路，我也可以骑上去啊。混沌麒麟帅气神俊，威风无比，听自己也能够骑乘，张寒星跳到了混沌麒麟的背上，而赵一凡也是闪身骑乘到了混沌麒麟的身上。已经达到神通境的混沌麒麟，在速度方面比之赵一凡驾驭神鸿飞行还要快上一些。不过因为张寒星的原因，混沌麒麟并未全速奔行，也就是比现实中客机速度差不多。而就这，张寒星也有些无法承受。哇，好快，你慢一点，我想吐。因为混沌麒麟行进速度太快，坐在赵一凡前方的张寒星根本无法张开嘴，他只能通过发信息的方式来给赵一凡指引方向。刚开始还好，过了没多长时间，张寒星就感觉自己胃里有点翻江倒海。在虚拟游戏里感觉自己想要吐，张寒星感叹地之永恒太过于真实。看到张寒星发过来的信息后，赵一凡让混沌麒麟放慢速度，然后开口说道：还有多远？张寒星没法开口说话，赵一凡可不受影响。在赵一凡询问后，张寒星给赵一凡发消息：等下穿过一个森林，再翻过一个小山脉，就差不多到了。在张寒星的一路指路下，没过多久，赵一凡他们来到了一个小山谷中。就是这里了。张寒星说完之后，就从混沌麒麟身上下来，然后蹲在一旁不断的干呕起来。在张寒星干呕的时候，赵一凡四处查看小山谷的情况，片刻后看向了不远处的水潭。小山谷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过这个水潭，赵一凡神念下感知有特殊气息散发。你在这里等我，我准备进这个水潭里面看看。哦，好了。跟张寒星说了一声后，赵一凡就直接跳入到了水潭之中。在水潭中下沉一段时间后，赵一凡感知到了水潭下内有乾坤，此处应该有个风水大事。第62章，强大的张五爷和钓鱼术。赵一凡有着充足的灵识，他修炼出来神念之后，
就利用灵石对自己的神念进行了提升。神念比较玄妙，灵石增强有界限，也不是能够无限制提升的。赵一凡现在估算自己的神念大概应该神通境巅峰差不多，想要继续灵石提升的话，需要等赵一凡修为等级达到4级境。在神念的感应下，赵一凡发现了水潭的异常，进入到水潭之中。水潭之内别有洞天，赵一凡稍作查看，就知道这内部有着一个风水大室。不过看出来归看出来，但是也就仅仅如此了。没有风水术的他根本分辨不出来这个风水大室的情况。至于水潭外面的张寒星，倒是学会了风水术。不过按照赵一凡的推算，张寒星只是拥有初级的风水术，他就算是进入水潭中，估计也没有什么用处。水潭下方是个巨大的空间，在这里水流缓慢而深沉，仿佛一条隐形的龙脉在潭底穿梭。潭底的地形起伏不平，形成了许多微小的水涡和暗流。这些水涡和暗流不断旋转交汇，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而精妙的水系网络。在这个水系网络中蕴藏着一种特殊的能量，这种能量来自于水元素的汇聚和交融，它不断地在潭底涌动，影响着周围的气场。对于风水术上有造诣的人来说，他们可以通过观察水流的动向、潭底的地形以及周围的环境等因素，来推断出水潭内部特殊能量的分布和流动情况，从而勘破这个风水大室，了解其中蕴藏的秘密。风水大室和阵法其实有着一些相通之处，一些恐怖的风水大室，危险程度甚至比某些强大的沙阵还要大。神念感知一番，没有感知到前方有什么危险，赵一凡就继续深入探查。水潭之下的空间极大，加上赵一凡在这里受到水流中特殊能量的影响，神念受到极大的限制，只能一点点的摸索前行。就在赵一凡前行了一段时间后，他感知到继续深入会有危险。想了想后，赵一凡继续前进，他感觉此地有着某个大秘密，说不定有什么机缘。而赵一凡的感知没错，在又继续深入一小段距离后，水流中特殊能量流动，朝着赵一凡袭涌而来。感受那一道道漩涡水流中的能量波动非常强大，赵一凡如同一个鱼儿一样腾转挪移地进行躲闪。然而片刻之后，赵一凡就躲无可躲，有能量冲击到他的身上，护体神通瞬息被破。看了一眼生命值的掉落，赵一凡深吸一口气。他现在防御比之一些初入4级境的修士还要强大，可就算是如此，依然有些扛不住。此地的风水大室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危险。这种情况，赵一凡不打算继续深入探索。然而就在赵一凡打算撤离出去，不继续探索的时候，赵一凡发现自己的后路已经完全被锁死，想要强行冲过各种暗流漩涡，他很有可能会死在这里。也就在这个时候，赵一凡的身后突然多了一个身影。感知到突然出现的身影，赵一凡瞬间转身对对方出手发动了攻击，一拳朝着对方打去。可拳头在即将落在对方身上的时候，一个手掌直接攥住了赵一凡的拳头。小伙子，警惕性挺高吗？你来这里做什么？现在赵一凡超强的一拳，就算是4级境的修士都不敢轻易硬抗，而对方却是轻松的接下来，这让赵一凡心中一惊，知道遇上超级强者了。不过对方在接下来之后并未对赵一凡怎么样，反而是开口说话。而赵一凡在对方开口说话后，也是看清了来者的面貌。这是个身穿一身灰色的衣袍，看上去60-70岁的老者。赵一凡瞬间想到了张寒星所说教授给他风水术的老头。前辈，我感知到这里非同一般，进入此地查看。你体质挺特别的，非常强大，不过这里不是你一个小辈能够来的地方，顺着这条路一直向前出去吧。看着老者随手一挥，就将周围的众多暗流漩涡给化解，开辟出来一条离开的安全道路。赵一凡知道对方不光是实力强大，在风水术上造诣极强，见到拥有风水术的正主了，赵一凡自然是想要在对方手中学到风水术。在老者说完之后，赵一凡直接对其说道：前辈，我想学习风水术，您能够教授我吗？先前按照张寒星的描述，他学到风水术很简单，他只是和对方交谈了片刻，这老者就将风水术传授给了他。你想学风水术？是的，前辈。你叫什么名字？赵一凡。面对赵一凡所说，老者摇了摇头，对赵一凡说道：姓赵啊，你走吧，我张家风水术不传外姓人。听到这老者这么说，赵一凡一愣，没想到还有这个限制。要是能够早知道这一点的话，他刚刚就说自己叫张一凡了呀。前辈，我虽然姓赵，但是我妈姓张，我奶奶也姓张。赵一凡的谎话是张口就来。面对赵一凡所说，这老者带有一丝戏谑笑意的看着赵一凡：你真想学风水术？是的，请前辈赐教。你和姓魏的什么关系？赵一凡听闻微微一愣，然后马上反应过来，这个老者说的可能是魏天玄。他脑海迅速思索，考虑要怎么跟这个老者说。这老者既然这么问，肯定是和魏天玄有所接触，就是不知道他和魏天玄是敌是友。
如果是敌人的话，那赵一凡说自己是魏天玄的徒弟，对方大概会杀掉他。但如果是有点交情的话，对方这么问，他大概能够从对方手中学到风水术。快速思量之后，赵一凡决定赌一把。前辈，家师魏天玄。说完之后，赵一凡就盯着魏天玄，因为先前赵一凡对魏天玄出手，此刻还在战斗状态，他无法下线或者进入到个人修炼洞府中。对方想要杀掉赵一凡的话，赵一凡只能认栽。哦，看来我没看错，他现在怎么样？听对方这么说，赵一凡松了口气，是有非敌，疯疯癫癫，正常的时候很少。见到他，帮我带句话，张老五还活着。在对方说完后，赵一凡这边收到信息提示，张五爷欲要传授你风水术，是否学习？赵一凡当即点了是，风水术学到手。离开这里吧，这里不是你能够踏足的地方。多谢张前辈。在施礼之后，赵一凡就顺着一条没有暗流漩涡的道路，穿过水潭下方的危险区域。而张五爷看着赵一凡的背影，喃喃自语道：好苗子啊，老魏算是捡到宝了。就是老魏，哎，当初我们就不该去攻打禁地的。微微摇头感叹后，张五爷身影一闪，消失不见。赵一凡从水潭中出来，张寒星看到他后就凑了过来。这水潭里有什么情况吗？我在水潭下见到你说的那个老者了，学到风水术了。啊，你学到风水术了？说好的100万灵石。赵一凡说完，赵一凡直接给张寒星赚了100万枚灵石。多了，你先前给我10万了，这10万还给你。看着张寒星转过来的10万灵石，赵一凡盯着他看了看，没想到这小姑娘还挺有点原则的。收下这10万枚灵石后，赵一凡召唤出来混沌麒麟，对张寒星说道：走吧，我送你回去。啊，那个你自己回去吧，我走着回去就行。跟赵一凡一起回城，速度是很快，可是刚刚体验了比较难受后遗症的张寒星，宁愿自己走回去，也不想骑乘混沌麒麟了。听张寒星这么说，赵一凡想了一下后，对其说道：那你进我个人修炼洞府吧，我用修炼洞府带你回去。赵一凡是个比较有始有终的人，这人是自己带过来的，他就想给送回去。说完之后，他对张寒星发出邀请，邀请对方进入到自己的个人修炼洞府中。看了看赵一凡后，张寒星接受了邀请，进入到赵一凡的个人修炼洞府中。赵一凡也是跟着进入。张寒星进来后，还没有来得及四下观看，就看到了赵一曼和云梦溪。本身收到赵一凡的邀请，张寒星还是比较防备的，他可是知道在地之永恒中什么都能做，这要是赵一凡对他图谋不轨的话，他可是打算迅速下线，要不然就直接自杀的。看到赵一凡的个人修炼洞府中还有2个女孩，张寒星本有的防备之心减弱不少。赵一曼和云梦溪在看到张寒星的时候微微一愣，显然他们也是和赵一凡一样，认为张寒星比较奇特。小姑，梦溪，这是张寒星，带我学风水术来，我带他骑乘混沌麒麟有些不适应，就用个人修炼洞府来带他回城。赵一凡简单的和赵一曼、云梦溪介绍解释一番情况，赵一曼和云梦溪就和张寒星进行了自我介绍。你好，我叫赵一曼。我叫云梦溪。我叫张寒星，很高兴认识你们。先前赵一曼开始消耗灵石，很多玩家就都认为赵一凡和赵一曼是一起的。后来随着赵一曼的灵石消耗越来越多，基本上所有玩家都认为就是这么个情况。毕竟那动辄几百亿的灵石消耗，现在足足上千亿的灵石消耗，太离谱，怎么也不像是氪金消费出来。而云梦溪刚开始的时候，很多玩家还没有想他是和赵一凡一起的，但随着云梦溪的灵石消费上亿，破10亿，然后越来越多后破1000亿，玩家们就都认为赵一凡、赵一曼和云梦溪就是一起的。当然，这个只是广大玩家们的推测，没有人亲眼见证。现在张寒星算是亲眼见证到了。一直来，赵一曼和云梦溪都是在修炼升级，没怎么和其他玩家打交道。这张寒星到来，加上其面貌声音独特，赵一曼和云梦溪对他都有一些兴趣。那个冒昧的问一下，你今年多大了？对于这个问题，赵一凡也是十分的好奇，在旁边竖着耳朵听着。我呀，我今年18了。哦，和我一样大，我也是18。你几月的？我8月的。你呢？我3月初6。那你大，你现在在哪上学啊？女生之间有时候聊上很简单，看赵一曼、云梦溪聊起来。赵一凡和他们打了个招呼，然后就离开了个人修炼洞府。打开吊术和风水术的面板看了看，赵一凡思索着该怎么将他们等级快速提升上去。钓术的提升需要钓鱼，钓到越珍惜的鱼类，增加经验越多；而风水术则是需要多多研究风水大事才能够提升，而且太高等的看不透的还没效果。先前刚学到风水术的时候，赵一凡就在水潭底下使用过风水术，因水潭底下的风水大事层次太高，初级的风水术是一点也看不透，所以根本没有丝毫提升。
想了想后，赵一凡打算先去提升吊数，把吊数提升上去，再提升风水术。片刻后，赵一凡回到了城市中。到城市了。哦，伊曼姐、梦溪姐，再见，通讯联系。张寒星离开赵一凡的个人修炼洞府后，赵一曼对赵一凡说道：“这小姑娘还挺有意思的，真不知道怎么长的，居然那么童颜，还有声音也是。我除了在一些电影中看到过外，还是头一次遇上呢。”哦，电影？什么电影？哈，就是一部比较小众的电影，里面女主就和她类似。看赵一曼脸蛋微微泛红，赵一凡没在这个话题上多说，心中却有所思索。梦溪，等下咱们一起钓鱼，将钓数提升上去。一凡哥，怎么快速提升啊？我自然有办法。和赵一曼、云梦溪闲聊了几句后，赵一凡直接奔赴来到一个沿海城市，然后来到了海边。云梦溪从个人修炼洞府中出来后，赵一凡对其说道：“上来，咱们去海里钓。混沌麒麟等级还低的时候就能够踏水而行，现在其都能直接天上急速飞行。”片刻后，赵一凡和云梦溪就骑乘着混沌麒麟来到海域中。赵一凡让云梦溪购买当前能够购买到的最顶级钓具和鱼饵，自己也购买了一份。然后赵一凡将炼狱牙子召唤出来。初期就算是有着当前能够购买的顶级钓具和鱼饵，受限于钓数等级，也钓不到什么珍稀的鱼类。不过让炼狱牙子在水中进行驱赶，成功率可就会提升不少。除此之外，还可以让炼狱牙子在水下将驱赶过来的珍稀鱼类放到钓钩上去，这只要能钓到鱼，就能够增加钓数经验。方法虽然是作弊，但是前期钓数提升绝对快。一套玄阶品质的钓具全部加起来需要上千万枚灵石，一份玄阶品质的鱼饵也需要10万枚灵石左右。这对赵一凡来说就是毛毛雨，一边和云梦溪聊着天，一边钓鱼，他们的钓数经验快速的增加着。第63章，超级丰厚的奖励，混沌麒麟成仙兽。钓数这种东西显然不是能短时间内快速提升上去的，就算是赵一凡作弊，用当下最好的钓具鱼饵，也无法像是其他手段一样快速提升到高级。晚上8点的时候，他的钓数和云梦溪的钓数才堪堪的从初级升级到了中级。看自己中级的钓数已经位列排行榜榜首，赵一凡没再继续钓鱼提升钓数。至于云梦溪，他根本不热衷于钓鱼，这也就是赵一凡在一直和他聊天，他才一直陪着赵一凡在钓鱼的。钓数提升了，赵一凡就开始着手提升风水术。和钓数一样，风水术也不像是其他手段一样能够利用灵石直接快速提升。他的经验增加就是观摩一些风水地势，或利用风水术勘破风水地势。层次太高的还没用，就比如先前那个水潭下面的风水大势，层次太高，赵一凡就算是使用风水术也没有任何效果。云梦溪去赵一凡的个人修炼洞府找赵一曼之后，赵一凡就开始骑乘着混沌麒麟到处的游荡，到处寻找风水地势观摩。比起钓术，这个更难提升。不过当下学到风水术的玩家还不足10个，和这几个玩家的争夺风水术排行榜榜首，对赵一凡来说还没多大的难度。骑乘着混沌麒麟游走各地，观看一些风水地势。在晚上11点半的时候，赵一凡的风水术提升到了中级。各种辅助手段在前期的时候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提升的。中级的风水术毫无疑问的登顶了风水术排行榜第1名。经过了一天，新开的9个辅助排行榜，赵一凡都是榜首。耗费了一天时间，我这一天要是去刷灵石，起码几万亿。不知道这9大辅助排行榜榜首的随机奖励能够给我带来什么好东西。对于赵一凡而言，他学习提升9大辅助手段，可不光是先前消耗的那些灵石，最大消耗还是时间。这一整天下来，他要是去猎杀修士、妖修、荒兽的话，不光能够提升等级，还能够得到起码数万亿的灵石。当然，这辅助手段学到手也不是什么亏本的事，毕竟相当于多个技术。等到地之永恒反馈后，得到3000%的 VIP 加成，还能有极大的提升。至于能够提升到什么程度，就不是现在的赵一凡所能知道的了。还剩下半个小时就到一天结算时间，赵一凡也就没再去忙碌，而是给自己放了个小假，进入到个人修炼洞府中。在赵一凡的个人修炼洞府的加成下，赵一曼和云梦溪的进度也是飞快的提升。现在赵一曼和云梦溪在充足的玄阶完美品质等级丹药下，纷纷达到退凡境3级。除了他们2人外，那个土豪家族的玩家现在才刚刚先天境2级，在他的后面清一色的后天境。不得不说，在地之永恒的超高真实度下，那帮有钱人越是体验，越是舍得花钱。原本神豪消费排行榜上第5名的是龙国的张莹，现在张莹已经沦落到第6名，而第5名是个钟明宗的玩家。这个钟明宗算是个小名人，因为他的老子是当今龙国的首富，他是在地之永恒爆火后进入到地之永恒的。现在在神豪消费排行榜上，他
他已经消耗了 4.2 亿多灵石，只比土豪家族的那个玩家少不到1亿灵石。赵一凡、赵一曼和云梦溪以一种断层的差距遥遥领先其他玩家。不过对于广大玩家而言，凡是神豪消费排行榜上的玩家和他们都不是一个层次。除了少数玩家还在到处带节奏外，很多玩家都只管自己玩得好，玩得爽。地之永恒的官方论坛上，现在讨论的大多数也都是关于地之永恒内的一些话题。比如说，有大量的玩家测试出了在地之永恒中确实是能够做男女之间的事情，而且一个个的都说体验感比现实中还好。除此之外，就是有不少玩家发现在地之永恒中还有可以双修的地方，只要交灵石就能够享受到双修的服务。那一个个女修比现实中很多女人还要漂亮，身段要好。不光是这个，还有让女玩家双修的地方，其中的男修也是非常的俊俏。男女之间的那点事，对于广大群众而言，永远是最热的话题。这只需要花费个1-2千灵石就能够体验一把。因此，大量原本没有氪金消费的玩家，也都朝着地之永恒中消费不少。甚至有玩家自从发现后，这些天就在里面没怎么出来过。而有些女玩家、男玩家也是在地之永恒的官方论坛上爆照，他们叫价比去这些能够双修的地方还要低，而且还可以让客户任由的选择地方。这部分人认为游戏中进行一场那什么对现实中没多少影响，因此趁机赚钱。当然，更多的还是玩家之间的打打杀杀，体验那拳拳到肉、剑剑见血的爽感。当下玩家一般不敢招惹原居民，而原居民只要不招惹到，也很少对玩家下杀手。基本上绝大多数都是玩家和玩家之间在战斗。其实本来也是如此，原居民其实很少动辄打打杀杀的，人妖战场算是特殊情况。正常在野外，原居民之间相互在野外遇见，除非有恩怨或者争夺什么宝物，要不就是身上有宝物被人盯上，不然的话也都不会轻易对他人出手。和赵一曼、云梦溪说说话，询问他们的一些情况后，时间来到了凌晨12点。12点一过，是地之永恒开服第10天，蓝星时间2032年4月10号星期日。各大排行榜的奖励以及榜首的随机奖励结算发放到了赵一凡的背包中。等级：神豪、坐骑、战宠、兵器、功法、阵法、洞府。8大排行榜榜首第1名都是赵一凡，9大辅助排行榜也统统都是赵一凡。现在开放的18个排行榜，只有体质排行榜是赵一曼的第1名。17个排行榜的榜首，除了排行榜的基础奖励外，还有就是17件随机特殊道具。这每天的随机特殊道具奖励对赵一凡而言就和开盲盒一样。而全部看了一遍之后，赵一凡微微有些愣神。一凡，我又得到了一株增强体质的地阶中品灵药，你得到了什么？能够增加体质的地阶中品的灵药，放在外界的话绝对会引起疯抢的。可是不管是赵一凡还是赵一曼、云梦溪，他们的特殊体质层次太高，地阶中品灵药对他们来说用处不太大。虽然也能够提升体质成长度，但是提升的极为有限。而赵一凡之所以有些愣神，是因为这次各大排行榜榜首的随机奖励一个个都是不错好东西。等级排行榜的随机特殊奖励是一处遗迹的地图，按照介绍看应该是神通境层次的。现在赵一凡正好没有什么太适合刷灵石的地方，这个遗迹的地图正好补充了这点。赵一凡打算回头就去这个遗迹探索刷灵石。神豪消费排行榜的随机特殊奖励是个图鉴，使用后按照已消费的灵石转化为经验。这转化的经验可以用在各方面，也就是不管是等级还是功法层次以及其他有经验值的都可以进行转化。坐骑排行榜的奖励是提升自身坐骑一个品质的图鉴。战宠排行榜的奖励同样是提升自身战宠一个品质的图鉴。这两个图鉴没有标注品质限制，也就是说赵一凡可以将它们给混沌麒麟和炼狱牙子使用。对于其他玩家而言，提升坐骑战宠一个小品质可能不算是太珍惜，可是对赵一凡而言那可就是无比珍贵了。尤其是混沌麒麟，它本就是地阶极品，这再提升的话就突破地阶了。兵器法宝排行榜奖励一块地阶炼器材料，现在赵一凡拥有了6种不同的地阶材料，只需要一种地阶材料作为主材料，就能够有可能打造出来地阶兵器的炼器材料。他有了6块，赵一凡考虑着要着手用这些地阶炼器材料给自己打造一件本命武器了。相对于前面这些奖励，功法5级排行榜的随机特殊奖励没有那么的好，不过也不算差，是一个可以获取到高阶功法传承的地图，可以通过地图前往接受传承。对赵一凡而言没多大的用处，不过也可以去探索探索。而阵法和洞府2个排行榜奖励的都是能够自身提升的图鉴，此次这些随机奖励的道具大都是能够直接提升自身的。对于赵一凡而言，这比什么奖励都好。而更大的惊喜可以说是9大辅助排行榜给赵一凡带来的。
清一色的提升图鉴能够提升当前辅助术法一个级别，能够现在用的全部使用。赵一凡的锻造术直接达到了宗师级别，除了吊术和风水术高级以外，其他的全都达到了大师级别。阵法术这个独立9大辅助排行榜之外的，也从高级提升大师级别。而洞府先前是灵府1级，现在提升到了灵府2级，整体面积再度扩大10倍。先前的时候相当于一个城市大小，现在快要媲美现实龙国中一个省份了。除此，额外修炼加成增加 100%， 现在总共增加 650%。 这些用掉之后，赵一凡将混沌麒麟和炼狱牙字召唤出来。炼狱牙字先前是地阶中品，在图鉴提升后，炼狱牙字提升到了地阶上品。提升后的炼狱牙字整体体型比先前大了1/5左右。而属性方面，神通境第一神藏1级的炼狱牙字足以媲美当初赵一凡刚刚突破神通境的时候。将炼狱牙字提升之后，赵一凡对混沌麒麟使用了提升图鉴。你的坐骑混沌麒麟尘品质提升到仙阶下品。由于你的坐骑混沌麒麟尘突破限制达到仙阶，将进行全服公告。接着，所有地之永恒在线的玩家都看到了一连3遍的全服公告。赵一凡坐骑品质达到仙阶，特此恭贺。我擦，地之永恒论坛上放出来的信息不是地阶极品就到顶了吗？怎么冒出来的仙阶？仙阶？什么情况？开新品质了？赵一凡对于混沌麒麟品质提升后有一些预料的，猜想可能不是神阶就是仙阶。现在提升了，赵一凡算是彻底知道地阶之后是仙阶了。无数玩家在收到系统全服公告后纷纷议论纷纷，然而在公告信息之后又是一条公告出现：仙兽诞生，福临天下，所有玩家坐骑品质提升。如果说刚刚的公告很多玩家不以为然，那么这一条公告的出现可就是和玩家们息息相关了。众多玩家第一时间打开了自己的坐骑面板进行查看。此次玩家坐骑全部提升，坐骑排行榜因此也是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众多玩家在查看过自己坐骑的情况后，纷纷在地之永恒的官方论坛上发言：我去，我凡阶上品品质的坐骑直接提升到了黄阶中品，哈哈哈！我本来凡阶极品品质的坐骑直接提升到了玄阶下品，感谢赵一凡大佬。我也是提升了，感谢赵一凡大佬。先前的时候，对于赵一凡，很多玩家最初联合声讨，后来已经漠不关心。毕竟赵一凡就算是该数据了，只要不影响到他们玩游戏，那么爱怎么改就怎么改。而现在赵一凡的坐骑突破到仙阶，所有玩家的坐骑跟着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对于很多玩家而言，得到赵一凡的恩惠，纷纷发言发帖感谢赵一凡。一凡，我的坐骑提升了，从原本的天阶上品提升到天阶极品了。一凡哥，我也是，我的坐骑从天阶中品提升到天阶极品了。先前的时候，赵一曼和云梦溪因为赵一凡提供大量零食，都没多少地方消费，他们也是刷出了自己喜欢的坐骑，都是天阶品质。现在在混沌麒麟突破仙阶后，他们的坐骑也是跟着提升。看着面前仙气环绕一副祥瑞的混沌麒麟，赵一凡也没想到他的品阶提升会引发出这么大的阵势。那挺好，真没想到这家伙提升居然让所有玩家的坐骑都提升了。我先看看他品质提升到仙阶下品，属性有多大的提升。在和赵一曼和云梦溪说过之后，赵一凡打开了混沌麒麟的属性面板。在看过之后，赵一凡深吸了一口凉气。他知道混沌麒麟此次品质提升，各方面肯定会有极大提升，可是没想到提升幅度那么的恐怖。第64章，消费零食10万亿，再获超丰后唯一奖励。炼狱牙字先前只是地阶下品，现在被赵一凡提升到了地阶上品。每次小品阶的提升，炼狱牙字综合提升大概是1/5左右。混沌麒麟从地阶极品提升到仙阶下品，虽然从品阶上看也是提升了一个小品质，但是跨过了一个大品阶。赵一凡刚刚就想过混沌麒麟，但这次提升各方面会有极大的提升，可是真正提升的幅度却是有些超乎赵一凡的想象。仙阶下品的混沌麒麟比之先前综合提升了差不多10倍，本来属性就极为恐怖的混沌麒麟，在这10倍的提升下达到了更为恐怖的程度。是，混沌麒麟作为坐骑，战斗力方面远远不如战宠来的强劲，可坐骑也是有战斗力的，提升到了仙阶下品的混沌麒麟，单从属性面板上来论战斗力的话，赵一凡认为就算是出入4级境的修士，大概也能够一蹄子给踩死。而这只是说混沌麒麟的伤害能力，其最大优势还是在速度方面，让他全速的话，估计就算是化灵境的修士也很难追得上他吧。赵一凡没接触到化灵境的修士，不过按照赵一凡的推测估算，他认为现在混沌麒麟光是速度方面可能比很多化灵境的修士还要快。仙兽坐骑啊，真是够强的。
也就是赵一凡有着终极50%成长度的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加上拥有15层玄天地经，要不然的话，赵一凡大概是打不过混沌麒麟。在赵一曼和云梦溪的好奇下，赵一凡将混沌麒麟的面板属性给他们看了一眼。看过之后，两女也都是感觉现在的混沌麒麟属性面板高的恐怖，手中能够用的东西都用掉，混沌麒麟和炼狱牙子都得到极大的提升。赵一凡打算去试试他们具体提升了多少。今天是地之永恒的第10天，按照曾经的情况，9大辅助排行榜出来后就没有新功能新排行榜开放了。然而就在赵一凡准备按照刚刚得到的遗迹地图出发的时候，12点10分，信息公告闪过，神通排行榜已开启，神通功能完全开放，神通境的玩家可以修炼属于自己的专属神通。信息公告闪过，赵一凡微微一愣，什么情况？曾经没有开通过的排行榜，怎么现在开通了？是因为自己达到了神通境的原因吗？曾经可是没有玩家在地之永恒开服第10天的时候修为等级达到了神通境，当前也就是赵一凡修为等级达到了神通境，这个神通排行榜岂不是专门给他准备的了吗？稍作考虑后，赵一凡打开了神通面板。众多在线玩家基本上都差不多，在新功能开启后都是第一时间打开了神通面板。不过除了赵一凡外，其他玩家打开神通面板出现的都是等级不足，需要等级达到神通境才能开启。擦，新功能完呢？神通需要神通境才能开启，现在开放有个毛线用？哼，游戏公司越来越离谱了呀！这对我们有什么用？该不会是专门给赵一凡开的吧？其他的功能开放出来，对于广大玩家而言，或多或少的都能够用得上。今天新功能的开放和广大玩家没有什么关系。玩家们一个个的看过之后，都在地之永恒官方论坛上吐槽今天的新功能。赵一凡的神通面板上现在只有10级的护体神通孤零零的一个，先前的时候护体神通是在主属性面板上的，现在出现在神通面板之上，而且在护体神通后面还有个标注提示着晋升。也就是说，神通功能全面开放后，本来被赵一凡提升到顶的护体神通可以进一步的提升。除此之外，在神通界面还有一个神通特惠大礼包的图标闪烁，不要998，不要888，只需88超级神通带回家。查看了一下礼包的情况，所谓的不要998，不要888都是幌子，真实价格是88万灵石。88万灵石购买一个神通，值吗？对于赵一凡来说，绝对的超值，甚至可以说是超级便宜。甚至别说是88万，就算是88亿，赵一凡认为都值得购买。当即，赵一凡购买了神通特惠大礼包。购买了神通特惠大礼包后，赵一凡的面前出现选择界面，你获得了白色品质专属神通，请选择分配。进行分配后，将按照选择产生对应的专属神通。赵一凡现在神通境第3神藏1级，可以拥有3个专属神通。看着选择，赵一凡直接选择了当初第1神藏的废之神藏。随着赵一凡的选择，赵一凡感觉到自己的肺部出现了一股爆裂的能量，犹如要将他的肺撕碎一样。不过这感觉瞬间出现，接着又瞬间消失，同时赵一凡能感觉出来他的肺被增强强化了许多，已获得废之神藏专属神通。赵一凡看着神通面板上出现的新的神通，心中感慨，这正常情况下想要修炼出来专属神通是一件非常麻烦耗时间的事。先前赵一凡没有修炼出来专属神通，却能够继续升级，其实相当于走了个地之永恒没反馈之前的捷径，而这种捷径现在还能走一走。强化五脏，强化到一定程度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出专属神通，在其后修炼神通也是一个持续强化五脏的过程。想要突破到4级境，如五脏没有强化到一定程度，根本承受不住突破时自身灵力的冲击。而现在只是88万灵石就获得了一个专属神通，对赵一凡而言无疑是节省了大量时间。此刻赵一凡的神通界面上显示着护体神通无属性白色品质10级晋升，废之神藏专属神通未命名金属性白色品质1级010000。看了一眼后，赵一凡看向神通面板上方闪烁的图标，神通特惠大礼包只需888超级神通带回家，888万灵石就能够得到第2个专属神通，这有什么好犹豫的？当即购买。这次赵一凡选择的是心之神藏，在感觉心脏中一团火升腾之后，赵一凡心脏因此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并获得了心之神藏专属神通。心之神藏专属神通未命名火属性白色品质1级010000。要不怎么说地之永恒在没反馈之前不为难能够氪金消费灵石的玩家。在赵一凡连续获得2个专属神通后，还有神通特惠大礼包，这次的价格是8888万灵石，直接购买没用选择。
赵一凡获得了干支神藏的专属神通。赵一凡目前就能拥有3个专属神藏，这次就没有新的神通特惠大礼包。看着神通界面上的4大神通，赵一凡对护体神通选择晋升。护体神通无属性，绿色品质1级0100000。护体神通晋升后，从先前的白色品质提升到了绿色品质。心中默念护体神通浮现，赵一凡感觉其比先前强大了1倍左右，还是1万灵石增加1点提升经验。10个亿灵石，护体神通升级到2级，接着20个亿灵石，护体神通升级到了3级，40亿灵石，护体神通升级到4级，80亿灵石，护体神通升级到5级，160亿灵石，护体神通升级到6级，320亿灵石，护体神通升级到7级，640亿灵石，护体神通8级，1280亿灵石，护体神通9级，2560亿灵石，护体神通10级。护体神通升级到10级后，后面再度出现晋升，选择晋升，赵一凡的护体神通晋升到蓝色品质1级。护体神通使用1次，赵一凡稍作感应，认为现在光是凭借着护体神通，普通4级境的修士大概很难将其破开。先前赵一凡在神豪排行榜上的消费是61452.8亿多，手中灵石还有8462.5亿多。对护体神通进行一番提升后，赵一凡的消费金额达到66562.8亿多，手中灵石还有3352.5亿。接着，赵一凡1533亿灵石将刚刚获得的3个专属神通提升到了绿色品质1级。3个专属神通的等级大幅度提升，赵一凡的肺、心、肝因此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在一轮灵石消费提升后，赵一凡感叹自己接下来要使劲刷灵石了，要不然不够用啊。拿出来刚刚获得的遗迹地图看了看，赵一凡通过城市传送阵来到了距离他最近的城市。出城后，骑乘上混沌麒麟，快速的奔赴目标地。混沌麒麟的速度非常的快，如同闪电一样划破天空。这处遗迹距离城市比较远，按照当下玩家的速度，可能需要几天时间才能过来。而骑乘着混沌麒麟的赵一凡，只是几分钟他就来到了这遗迹的上方。这处遗迹是等级排行榜奖励的地图，里面有着大量神通境的荒兽，在地图上还有着各种神通境荒兽的具体位置、具体等级。3个多小时后，赵一凡将这里的荒兽全部横扫一遍，他的等级升级到了神通境第3神藏6级，收获灵石45635.5亿多。此地荒兽数量极多，等级也都超高。相对于修士，荒兽的防御能力更强，但是相对于修士有功法加成，荒兽生命值没那么高，所以赵一凡灵石没刷到太多。除了赵一凡等级提升，混沌麒麟和炼狱牙子在跟着赵一凡猎杀了大量荒兽后，等级也是快速飙升。尤其是混沌麒麟，要不是赵一凡需要刷灵石，凭他一蹄子就能摔死一头神通境第5神藏荒兽的能力，其提升的还要快。不过就算是只能杀一些等级比较低的神通境荒兽，混沌麒麟的等级也提升到了神通境第1神藏9级。至于炼狱牙子，他击杀荒兽能够触发赵一凡的专属天赋，其等级现在直接达到了神通境第2神藏8级。地阶上品的炼狱牙子现在击杀同等级的荒兽基本上是一爪子一个。地图上显示的荒兽全部清理收工，赵一凡打开自己的属性面板，玄天地晶15层升级16层，需要44236.8亿灵石。手中灵石足够的情况下，赵一凡优先升级玄天地晶。随着44236.8亿灵石进去，玄天地晶升级到了第16层。而赵一凡的灵石消费总数也是突破了10万亿的大关，达到110799.6亿多。先前赵一凡灵石消费破万亿后，隐藏 SVIP 就没有继续提升，而赵一凡也是得到唯一专属奖励，一是灵石转化天灵石的能力，二是加成增加1000%，三是皆自秘。从那之后，赵一凡虽然一直消费灵石，但就没得到过什么奖励了。这次灵石消费破10万亿，赵一凡这边信息闪过，再度得到唯一专属奖励。你消费灵石达到10万亿，获得唯一专属奖励，恭喜你，你拥有转化天灵石为仙灵石的能力。恭喜你，你获得专属加成正2000%。恭喜你，你获得天地气运本源碎片 X1。天灵石是灵石的进阶，灵石转化天灵石是10000:1，也就是1万枚灵石能转化出来1枚天灵石。当下赵一凡还没有途径能够用得上天灵石，所以并未进行转化。而仙灵石，赵一凡听都没听说过。不过看天灵石转化仙灵石的比例同样是10000:1，赵一凡知道其大概是天灵石的进阶，5000%的加成，等反馈后才知道会是什么情况。这天地气运本源碎片又是什么情况呢？赵一凡将其拿出来进行查看，然后还是一头雾水。其有拳头大小，透明状，
和个钻石差不多，晶莹剔透的，摸上去感觉坚硬又感觉软绵绵的。而在赵一凡将其拿出来后，已经晋升仙兽的混沌麒麟一个劲的嘶叫着：“你说你想吃这东西？”面对赵一凡所说，混沌麒麟臣连连点头：“现在还不能给你吃，等回头我研究研究再说。”光是看名字，赵一凡多少也能看出来点东西。虽然现在摸不清它的用处，不过也不能不研究研究就给混沌麒麟吃掉。第65章荒古禁地的异动。先前的时候，排行榜榜首随机道具奖励，赵一凡得到了一张荒古禁地的地图。和刚刚他用的秘境地图类似，荒古禁地的地图上标注了很多有危险的区域。禁地又称之为生命禁区，在地之永恒中有不少的禁地。生命禁区意味着生灵进去之后很难活着从中出来。从荒古禁地的地图上来看，整个荒古禁地可以分为3个区域，其一是最外围，就是和荒古禁地接触的一片区域，这里有一定的生命危险，但是危险性不是很大，只要实力足够，避开一些非常危险的险地就没多大事。其二就是荒古禁地的区域了，这里在赵一凡手中的荒古禁地上，95%都是涂黑的，代表着极度危险，只有极小部分区域是红色，标注着高度危险。就赵一凡所知道的，这里就算是圣地的强者也不敢轻易的踏入其中。其三就是荒古禁地的中心区域，这里全部涂黑，代表着100%的极度危险。传闻有圣主级别存在，因进入到中心区域而陨落。曾经赵一凡可是不敢踏入到任何一处生命禁区中，但一直来赵一凡就有想要探索一处生命禁区的想法。先前得到荒古禁地的地图后，赵一凡就想进行探索的，只不过一直没抽出来时间。对于赵一凡来说，如果不现在趁着死亡能够复活，等到地之永恒反馈后，可就更不敢进入到任何生命禁区了。现在修为等级低，死一次掉一级，很快就能提升上来，没多大的损失。如果时间充裕的话，赵一凡都有想要各大生命禁区全都逛一圈。传闻中各大生命禁区可都是有可能有不死神药的。凌晨4点25分，赵一凡兜兜转转来到了荒古禁地的最外围外面。不光是赵一凡，其实很多玩家都是非常有冒险精神的，因为死了能够复活，地之永恒中的生命禁区基本上都有不少不怕死的玩家试图进入其中探索。当然，绝大多数玩家因为实力微弱，就算是最外围，基本上也是进去就死。只有一些极度幸运的玩家在其中获得了一些好处之后才死。荒古禁地最外围，因为荒古禁地的原因，也是一片的荒芜，寸草不生。赵一凡此行就是探索荒古禁地的最外围，然后试试看能不能进入到荒古禁地内部区域中试水。一进入到荒古禁地的最外围，赵一凡就感受到一股特别的能量，在这能量下，赵一凡的生命值开始掉落，掉落幅度倒是不大，每秒掉1点生命值。现在赵一凡神通境第3神藏6级，生命值达到了恐怖的225264亿。10多万亿的灵石不是白花的，16层的玄天地经，层次高的可怕。很多神台境的修士一辈子几百几千年修行下来，如修炼地经的话，层次可能也就是7、8层。凭借着玄天地经的综合加成，加上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的隐形加成，现在赵一凡要是在面对星宇圣子的话，根本不需要动用阶字秘就能够轻松秒杀。甚至就现在赵一凡站着不动，曼星云都够呛能够破开赵一凡的肉身防御。而要是护体神通一开的话，蓝色品阶的护体神通大概化灵境的修士都无法破开。随着赵一凡自身修为等级的提升，玄天地经所带来的加成也是愈加的恐怖。先前赵一凡为何在那处拥有风水大势水潭底下对张五爷出手，被对方轻松接下就马上变乖巧，是因为赵一凡马意识到其实力恐怖。虽然赵一凡那时候刚刚神通境第3神藏1级，玄天地经是15层，实力没有现在这么强大，但也不是寻常4级境修士能够轻松接下的。后来张五爷让赵一凡给魏天玄带话，赵一凡就估测张五爷很有可能是和魏天玄同等次的存在。而那水潭底下的风水大势，其漩涡能力能够给赵一凡带来极大的伤害，所以张五爷开辟了一条安全通道后，赵一凡才一点停留的意思没有，直接离开。就现在，按照赵一凡的自我估算，他在4级境修士中应该算是极强的，战力全开，阶字秘要是提升幅度大的话，就算是来个初入化灵境的修士，他也有一战之力。之所以赵一凡实力超强，却没去找4级境的对手猎杀，其一是带着混沌麒麟和炼狱牙自身升级，其二就是4级境的修士或者荒兽什么的数量非常稀少，寻常很难遇上。曼星云一个圣地的圣子才出入4级境，基本上就是年轻一代的巅峰成就，而老牌的4级境一个个可能都活了上百岁、几百岁，很少在外界走动露面。也就是因为自己实力暴增，认为自己现在就够强大，
所以赵一凡才想着探索生命禁区。有着全面的地图，赵一凡在荒古禁地最外围没有遭遇到任何的危险。而在探索过程中，赵一凡寻找到了不少只有荒古禁地才产生的灵药和炼器材料。荒古禁地最外围区域的面积极大，不比人妖战场小，想要全面探索一遍，需要花费海量的时间。赵一凡在荒古禁地最外围寻找到的灵药和一些炼器材料，虽然比较珍惜，在外界很少能够看到，价值不菲，但对于赵一凡而言都没多大的用处。他在拥有海量灵石的情况下，只有天阶以上的物品才能够稍微让赵一凡看得上眼。倒是一些危险的区域中，赵一凡感觉里面可能有好东西，但是不明情况，不知道其中有什么好东西的情况下，赵一凡没有轻易踏足其中。对于赵一凡而言，寻找到的灵药和炼器材料虽然不凡，可也就那样。在不踏入一些危险区域的情况下，在地图上标注比较安全的区域中探索，所花费的时间还不如找个地方刷灵石。所以赵一凡在最初探索过后，就是规避着一些危险区域，直线深入。凌晨6点15分的时候，赵一凡穿过了最外围区域，来到了荒古禁地之前。而在靠近这里的时候，赵一凡的生命值已经开始每秒100点的掉落。收起来混沌麒麟，赵一凡一步踏出，进入到荒古禁地中。下一刻，赵一凡就退了出来。进入荒古禁地中后，赵一凡生命值跌落1万点，这点生命值的跌落对于他而言无关轻重。可是赵一凡在进入到荒古禁地中的那一刻，他就感觉到自己被一股莫名的能量笼罩。在这莫名的能量笼罩下，赵一凡感觉自己的身体机能有所下降。据我了解，荒古禁地内又能够让人生命流逝，会加速人体老化。有踏入其中的修士进入其中活着出来，进去的时候还是年轻人，没多久后出来就成为白发苍苍的老者。死亡复活能不能抵消这一点呢？因曾经从未有过玩家在地之永恒没有反馈之前能够来到荒古禁地中，赵一凡也不知道死亡复活能否抵消进入荒古禁地后的老化状态。按照赵一凡的估测，他认为大概能够逆转，毕竟现在连死亡都能够复活。出于谨慎，赵一凡并没有冒险进入，他打算过段时间先实验一番后再说。本身赵一凡过来就是为了试水看看情况的，现在了解了一些情况，赵一凡就没在这里继续停留。他召唤出来混沌麒麟，直接离开荒古禁地。而在赵一凡刚刚踏入荒古禁地的那一刻，荒古禁地最内部区域有一座山峰出现了剧烈的抖动。随着山峰的抖动，在山峰上面有一个符咒散发金色光芒，笼罩整个山峰，山峰的抖动随之消失。在山峰底下，一个被整个山峰压着的存在睁开了眼睛。刚刚就是他晃动身体，导致整个山峰跟随着抖动起来。小城的荒古圣体。赵一凡骑乘混沌麒麟快速离开荒古禁地外部区域，并不知道荒古禁地核心地方，因为他刚刚踏足了一下荒古禁地而有所变故。看了一眼时间，已经6点54，赵一凡回城后直接下线。刚下线，从虚拟游戏舱中出来，赵一曼就推开赵一凡的房门，蹑手蹑脚的过来。看到从游戏舱中钻出来的赵一凡，赵一曼对赵一凡说道：“你奶快做好早饭了，咱们快点出去，要不然等下他又要唠叨个没完了。”看着穿着都比先前保守不少的赵一曼，赵一凡开口说道：“云溪起床了没？”“还没呢，昨晚我俩2点多才下线。”“哦，那我去叫他。”赵一凡的爷爷奶奶回家了，生活轨迹方面肯定就和以前有所不同了。先前的时候，云梦溪一直和赵一凡一个屋，是睡在赵一凡床上的，现在也去旁边另外一个房间了。赵一凡的爷爷奶奶在某些事情上还是比较传统的，没过门之前是不允许赵一凡和云梦溪一个房间睡觉的。赵一凡他们家挺大的，2层小楼，每一层都3个卧室，一共6个卧室。赵一凡的爷爷奶奶卧室是在2楼，2楼阳光好。赵一凡和赵一曼在1楼，现在云梦溪也是在1楼的另一个卧室中。走出房间，赵一凡就看到在厨房中忙碌的李曼丽。来到旁边房间，赵一凡敲了敲门，开口说道：“梦溪，睡醒了吗？”“别睡了，醒醒，该吃早饭了。”“哦。”叫云梦溪起床后，赵一凡就来到了卫生间外的梳洗台，准备刷牙洗脸。“让，给我让点地方。”“小姑，你干嘛？刚刚光洗脸了，还没刷牙呢。你就不能等会啊？我等下还要拍护肤品呢。”赵一凡家1楼的梳洗台不是很大，一个人绰绰有余，2个人就有点挤了。看着挤过来的赵一曼，赵一凡脸带无奈。不过从小到大，他们倒是都这么过来的。赵一曼刷完牙后，就回他房间涂抹护肤品什么的了。赵一凡刷完牙洗完脸，就看到云梦溪睡眼朦胧的从房间中走出来。有些睡懵懵状态的云梦溪穿着一身赵一曼有些宽松的粉红色家居服，看上去异常可爱。“一凡哥，快洗漱一下，等下开饭了。”“哦。”在和赵一凡错开的时候，
赵一凡看着可爱的云梦溪，低头朝着云梦溪脸蛋亲了一口。本来睡眼朦胧的云梦溪一下子睡意全无，脸蛋疼得红起来。相对比赵一曼、赵一凡奶奶李曼丽的厨艺，那可谓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上。吃过早饭之后，赵一凡就被赵安成叫了过去。一凡，你看看这个。昨天回来的时候，夜色已经黑了下来，加上舟车劳顿，赵安成和李曼丽早早的就睡了。而赵安成作为老执法者，在某方面眼光非常的毒辣。今早起床后，他在楼上推开窗户看周围环境，发现有些不对劲的地方。根据一番观察后，赵安成确认自己家是被全方位的监视起来。刚刚在李曼丽做饭的时候，赵安成在楼上卧室中给他执法队有交情的执法者打电话，想探探口风。他自我推测，可能还是和九崖市的案子有关联。不过打了一圈打电话，赵安成也没有探出来什么口风。家里被监视了，大概是执法者，我熟悉他们布控的方法。看着赵安成在纸上写的字，赵一凡点了点头，可能是和九崖市的案子有关系，你注意一点。执法者既然监视咱家，我们就装作不知道，该怎样怎么样。不过别给你奶奶和你小姑他们说，他们藏不住事。还有，今天周末，你拦着点他们，尽量都别让出门。面对赵安成快速写出来的字，赵一凡对其说道：爷爷，没事，咱家被监视，我早就知道，和九崖市的案子没关系。有些事情现在没必要和最初时候一样藏着掖着。先前赵安成和李曼丽在外没回家，赵一凡想着自己要是暴露一些东西，会牵连到他们。虽说赵一凡能够摆平，但是怎么也会平添一些麻烦事。现在赵安成都已经发现执法者在外面布控监视，赵一凡打算给赵安成说一些情况。面对赵一凡所说，赵安成微微一愣，怎么，情况和他想的不一样吗？第66章，妖族区域实力猛增，紫山显化。因赵安成已经知道外面有全方位的监视，赵一凡就打算朝赵安成稍微透露一些信息。爷爷，咱们说什么，外面是监听不到的。之后赵一凡给赵安成稍微展示了一些手段，然后告知一些事情。在赵一凡一边展示一边告知一些事情的时候，赵安成就瞪大眼睛，满脸的不可思议。这爷爷，事关重大，先别和我奶奶说，她藏不住事。你和她一起去地之永恒这游戏中，我给你们一些零食，说不定你们也能和我一样，将游戏中的一些能力带出来。再过一段时间反馈这事，赵一凡谁都没说过，也没给赵安成说，只是告诉他地之永恒中有可能带出来游戏内的能力。对于赵安成来说，如果不是刚刚赵一凡展现出来一些超凡手段，他绝对会认为赵一凡是天方夜谭，犯癔症了。在一番表情变换之后，赵安成深吸了几口气，想了片刻，他对赵一凡说道：你就一口咬死，你也不清楚灵石怎么来的，也别对外展现出来你的特殊能力。面对赵安成所说，赵一凡点了点头，表示自己有数。至于将这事上报官方，赵安成提都没提。作为琅琊市退休的老执法者，他比谁都清楚其中有多么的黑暗。在和赵一凡聊完之后，赵安成找到厨房中收拾的李曼丽，对其说道：老婆子，一凡给咱们买了虚拟游戏仓，说是有一款很有意思的游戏，让咱们体验一下。我才不体验，都多大年纪了，玩什么游戏啊？我等下准备出去找我老姐妹们打麻将。一凡你也是，那虚拟游戏仓不便宜，你买它干什么？面对李曼丽所说，赵一凡过来拉着她的胳膊，摇晃着说道：奶奶，你就试试嘛。客厅中的赵一曼也在赵一凡说完后开口说道：妈，我跟你说，这游戏我们都在玩，里面可真实了，你试试就知道了，绝对比你去打麻将有意思。看家里人都在劝他，李曼丽连连说道：好好，我试一试。进入地之永恒中，让赵一曼负责去安排新进入地之永恒中的赵安成和李曼丽，而赵一凡考虑自己该如何快速升级刷灵石。人妖战场都是年轻一代的修士和妖修，其中修为等级最高的基本上也就是圣子这一级别，而且还很难遇上。而圣子这级别的存在，杀掉后麻烦不少，容易招惹到其背后的圣地。虽说赵一凡不怕麻烦，可也不能给自己到处树敌不是。先前宰掉曼星云，也是他先对赵一凡动了杀意，当时正好有合适的机会，赵一凡才杀掉他的。而且圣子级别存在都有一些强者留下的手段，也不是那么好杀的。有了荒古禁地一行，赵一凡对于生命禁区有了一个更清晰的认知。他现在实力虽强，可是如果贸贸然的进入到任何生命禁区，极大概率会死在其中。能够在荒古禁地外围任意穿行，完全是得益于他有一份荒古禁地的全面地图。要不然的话，荒古禁地外围很多危险的区域，赵一凡要是踏足其中，都可能死在其中。本身赵一凡是打算各个生命禁区都走一遭探查情况的，现在也决定稍微缓一缓，等自己实力再度提升再说。对于赵一凡而言，
现在他能够想到的比较适合升级刷灵石的方法有3种，一种就是继续找寻神通境以上荒兽或修士进行猎杀，和先前一样；第二种就是找寻一些4级境的荒兽或修士进行猎杀；第3种就是有点冒险的，去往妖族的区域去猎杀妖族修士。第一种是最安稳的，可是如果没有大量神通境荒兽或修士的区域，升级刷灵石的效率最低；而第二种是去往一些4级境荒兽或修士可能出现的比较危险的地方，相对而言这个就有点撞大运的意思了。而第3种是能够遭遇大量妖族修士的，但是去往妖族区域绝对会是最危险的，而且一个不小心可能会被妖族修士围攻，也有可能被妖族中的强者遇上给随手灭杀。经过一番考虑后，赵一凡认为还是需要冒险。对他来说，死亡掉1级问题不大，只要能够刷到足够多的灵石，他的实力就会有着极大提升。地之永恒内的地域面积极大，一个城市和另外一个城市之间相隔极远，有一些相邻的城市，按照赵一凡现在骑乘混沌麒麟的速度，可能都需要2-3个小时。这要是换作是在蓝星上，凭借着混沌麒麟当下的速度，10-20分钟他就能够围绕着蓝星转一圈。来到距离妖族地狱最近的一个城市，花费了2个半小时，赵一凡才踏足到妖族地狱上。进入到妖族地狱后，赵一凡开始了猎杀时刻。神通境以下的妖修或者荒兽，赵一凡基本上无视。虽说能够随手灭杀，但是收益太小，都不值得浪费功夫。曾经的赵一凡可是不敢轻易踏足妖族区域的，所以从来没有来过。现在属于是赵一凡头一次进入到妖族区域内。和人族区域比起来，妖族区域荒兽数量更多一些。除此之外，就是还有着大量的低等级妖兽，不管是男性妖修还是女性妖修，凡是被赵一凡盯上的，基本上都跑不了，从而化作为赵一凡的经验和灵石。时间一晃，接近中午12点，赵一凡的等级提升到了神通境第3神藏8级，灵石获得22562.5亿多。同时，混沌麒麟的等级也升级到神通境第2神藏1级，炼狱牙字升级到神通境第2神藏10级。赵一凡从虚拟游戏舱中出来，就看到一左一右2个贴在镜前的绝色大美女脸蛋。一凡，我给你说，你爷爷奶奶今天玩的可开心了。这事先前赵一曼就传讯和赵一凡说了，说赵安成他们在进入地之永恒后，一个个的感觉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吃中午饭的时候，赵安成和李曼丽2人还在讨论着一些关于地之永恒内的事情，啧啧称奇。用李曼丽的说法，就是这游戏比打麻将可是有意思多了。确实也是，有着赵一曼给他们的灵石，不用担心灵石不够用，他们可以各种买。对于李曼丽来说，比现实中购物都要爽。吃过午饭，李曼丽比谁都还忙活地进入到了地之永恒中。下午2点半，赵一凡的等级提升到了神通境第4神藏1级，获得了灵石85652.6亿多。之所以灵石收获这么大，是因赵一凡遇上了一个4级境第1级境2级的妖族修士。相对于击杀4级境以下的修士，还是4级境以上的修士获得的灵石数量多。只是杀掉一个，赵一凡就得到了452556亿枚灵石。不过这4级境以上的妖族修士，就算是在妖族区域也不容易遇上。这段时间下来，混沌麒麟等级提升到神通境第2神藏3级，炼狱牙字达到神通境第3神藏2级。混沌麒麟的等级提升，其速度比之先前又快了数倍。连赵一凡在一个妖族部落被一个化灵境的妖修感知到对他进行追杀，都没追上他。而要不是赵一凡现在目标是升级刷灵石，为了保险，赵一凡当时都打算和这个化灵境妖修战上一场。至于炼狱牙字，现在4级境中偏弱的妖修基本上都不是他的对手。赵一凡提升到神通境第4神藏，又开启了一个新专属神通。这次他选择的是肾之神藏，对应的是水属性。511亿灵石将其提升到绿色品质1级。因为肾脏的强化提升，赵一凡感觉自己的精气神都提升不少。先赵一凡还差对应土属性的皮之神藏，手中还拥有109112.8亿多灵石的赵一凡，还是优先提升玄天地经。玄天地经第16层升级到第17层，需要88473.6亿灵石。选择灵石提升，玄天地经升级到第17层，距离满级还差3层。而此刻，赵一凡手中还有20639.2亿的灵石。随着玄天地经的提升，赵一凡的灵石消费总额达到了199784.2亿。看着灵石消费即将达到20万亿，赵一凡选择花费5110亿灵石，将肾之专属神通提升到了蓝色品质1级。提升了肾之专属神通后，赵一凡的灵石消费达到204894.2亿。他料想的没错，在灵石消费达到20万亿，他再次获得了特殊专属奖励。你消费灵石达到20万亿，获得唯一专属奖励。恭喜你，你拥有转化仙灵石为神灵石的能力。恭喜你，你获得专属加成正2000%。恭喜你，
你获得天地气运本源碎片 X1。专属奖励之下，赵一凡 VIP 加成达到了7000%，并且又获得了一枚天地气运本源碎片。灵石、天灵石、仙灵石、神灵石，神在仙之后，1万亿枚灵石才能够转化为一枚神灵石，这转化比例有点恐怖啊！缺灵石啊，还是缺灵石？看过之后，赵一凡深吸一口气。随着灵石消费的越来越多，赵一凡也是接触到了很多曾经接触不到的东西。对此，赵一凡感叹，他现在灵石还是大量欠缺。肾之神藏的专属神通提升，带动肾脏的极大强化提升。赵一凡接着对其他3个专属神通全都进行了提升，将4大专属神通全部提升到蓝色品质1级后，赵一凡感觉自己浑身上下充满了无穷的力量。而他手中的灵石在这一番提升之后，还仅剩下199.2亿多。等级提升，玄天地经提升，4大专属神通带动4脏强化，赵一凡的实力比之先前又有了极大的提升。提升过后，赵一凡继续在妖族区域游荡，寻找可猎杀的对象。等到下午5点的时候，赵一凡神通境第4神藏4级，收获灵石45855.5亿多。而混沌麒麟升级了3级，炼狱牙子升级了4级。没有遇上4级境的妖修，光是到处寻找斩杀神通境的妖修，对赵一凡而言收获不是那么的大。灵石留着没马上用掉，赵一凡继续在到处寻找可猎杀对象。就在炼狱牙子一爪子拍死一个神通境第3神藏6级的妖修后，赵一凡看向一个方向，他察觉到有不少妖修全都朝着那边汇聚。有着混沌麒麟的急速，就算是化灵境的妖修想要追上他都没那么容易。想了想后，赵一凡打算跟上去看看情况。靠着强大媲美4级境的神念进行感知试探，赵一凡谨慎地跟了上去。10多分钟后，远远的赵一凡看到了连在一起的大型山脉。大型山脉上有9座山峰，此刻散发着淡淡的紫色光芒。人族区域有着各种各样特殊地势，各种遗迹废墟等等机缘地，在妖族区域同样也是如此。光是远远的看着有着9座山峰的山脉，赵一凡就意识到此地有个天地大事。赵一凡来到妖族区域，一直都是在最边缘游荡，没敢太深入其中。这处山脉虽然是在妖族区域，不过距离人族区域也不是太远，算是交界处。所有前来的妖修在山脉之外驻足，而有一些修为强大的妖修到来后直接进入到山脉之中。有化灵境的妖修到场，此地不简单啊！寻常很难遇上的化灵境妖修，先后有数位到访进入到山脉中。在最外围游荡了观看了一段时间后，赵一凡找寻一个没有妖族妖修的区域，也进入到了山脉中。只要能够杀一个4级境的妖修，对我来说就血赚不亏。前前后后有数十个4级境妖修进入其中，是个好机会。探索这个天地大事，对现在的赵一凡而言，他没有太大的兴趣。不过看不少4级境妖修落入到山脉之中，赵一凡将他们当做了自己的目标。踏入山脉之中后，赵一凡就感觉有一股无形的力量作用在了他身上，让他无法轻易御空飞行。简单尝试，越是凌空的高度高，这股无形的压力越大。除此之外，此地对神念也是有着极大的压制。不过有着混沌麒麟的赵一凡，骑乘后在路面上的速度也极快，这无形的压力对赵一凡影响不大。而就在赵一凡进入到山脉中后，有不少人族修士驾驭神虹来到了此处，其中有人族化灵境的修士，也有年轻一代的天骄。这些人到来后，一个个的纷纷进入到山脉之中。九龙拱珠大士，其内必有重宝。胖道士吴德不知道什么时候到来，遥遥地看着山脉山峰后，也是进入到山脉中。随着一个个的人族妖族修士进入山脉中后不久，突然9座紫山紫色光芒大盛，接着整个山脉仿佛活了一样，地势无形中运转，其后浓浓的紫雾急速蔓延而出。第67章，轻轻松松100万亿灵石。紫色雾气蔓延的速度非常的快，好似瞬间整个山脉就已经全部被雾气所笼罩。在这紫雾笼罩之后，山脉各处出现了一些哀嚎声，不过因为紫雾的原因，这些哀嚎声并未传递出去多远。赵一凡在紫雾笼罩他之后，就感觉浑身出现细微的刺痛，生命值也因此开始掉落。生命值的掉落幅度不大，对于赵一凡而言无关轻重。然而这是因为赵一凡体质强悍，其他进入到山脉的修士可没有赵一凡这么强大的体魄。只是瞬间就有不少神通境的修士因为紫雾出现，被侵蚀的浑身疼痛无比，满地打滚。看了一下混沌麒麟的状态，他的生命值也在掉落，不过短时间内不用担心他。而随着紫雾的出现，赵一凡神念被压制得更为厉害，他微微皱眉，骑乘着混沌麒麟在紫雾中游走。神念受限，目光所及只有数米，这让赵一凡稍微有些头疼。先前的时候，神念虽然受限，可是视线不受限，
可以观察到很远的地方。现在这情况对于赵一凡而言，无疑是增加了他寻找其他修士的难度。因紫雾笼罩，地势变化，赵一凡现在是分不清方向的。而赵一凡分不清方向，其他进入到此地的修士一个个的也都分不清方向。在林毅骑着混沌麒麟急速游走的过程中，一个4级境的妖族修士迎面而来。和赵一凡遭遇后，这个4级境的妖族修士直接一掌朝赵一凡拍来。这4级境的妖族修士是4级境第2级3级，一掌之威非常强大，周围紫雾都被驱散不少。在察觉到赵一凡只是神通境修士后，根本没将赵一凡放在眼里。然而当其一掌拍下，赵一凡急速来到他的身侧，回了一拳后，这个4级境妖族修士瞪大了眼睛。一拳秒杀4级境妖族修士后，赵一凡连胜2级，等级升级到神通境第4神藏3级。除了赵一凡之外，混沌麒麟因为参与战斗也是升级了1级，升级到神通境第2神藏7级。至于灵石，只是这么一个，赵一凡直接收获145655亿。按照对方生命值来算的话，其大概修炼的是地阶中品的功法，功法层次5层左右，这水准在同境界中算是强者了。来到这里只是杀掉一个4级境第2级3级的妖族修士，收获如此巨大，对赵一凡而言，就算是现在死在这里也已经超值。看了一眼收获，赵一凡将这妖族修士的尸体踢到一边，然后继续游走寻找猎杀对象。先前的时候，赵一凡还会毁尸灭迹，将尸体都给带走，不过现在实力不断飙升的他已经用不上浪费时间去毁尸灭迹了。先前他背包中的大量尸体早就被赵一凡找地方给全部焚烧掩埋，而就在赵一凡离开后不久，这个妖族修士的尸体上紫雾弥漫。片刻之后，这妖族修士重新站了起来，这也就是赵一凡已经离开，要不然的话赵一凡会非常惊喜，因为他又能杀一次。转眼间2个小时过去，赵一凡的等级升级到了神通境第4神藏9级。而灵石方面，此刻他的背包中一共拥有1254212亿多，等级的飙升加上上百万亿的灵石，赵一凡感叹此地就是他的福地。这是什么怪物？看着朝自己扑过来的一个怪物，赵一凡心有一些疑惑。这怪物没有脑袋，浑身被紫雾环绕，看上去诡异无比。在其扑上来后，赵一凡一拳朝着对方打去。一拳之下，这怪物周身紫雾在强大的力量威能下被击散，直接倒地。经验和灵石增加的数量让赵一凡知道这怪物等级是神通境第5神藏3级，肉身强大，媲美4级境第1级境。将其击毙后，赵一凡来到怪物的跟前，对其进行查看。是个人族修士，是死亡后被紫雾侵蚀变异了。他还会再度活过来吗？在原地等了大约3分钟之后，其浑身紫雾弥漫，然后站了起来。看到这一幕后，赵一凡又是一拳过去，将其击杀。好家伙，能够重新复活，这岂不是可以无限的刷经验和灵石？望着增加的经验和灵石，赵一凡喜出望外。在外界的时候，神通境第5神藏3级的修士可是不好遇上的。从背包中找出来个绳子，将其捆绑住，让混沌麒麟拉着。赵一凡感觉这一波他能够超级肥。然而3分钟过去，5分钟过去，10分钟过去，这个尸体并未再度复活过来，这让赵一凡有些疑惑。山脉极大，虽说进入到山脉中的修士数量不少，不过神念视线受限的情况下，也没那么容易遇上猎物。时间一晃，又是5分钟过去，赵一凡有所感应，一拳将刚刚复活了的无头尸体灭杀。看着无头尸体胸口上2个巨大的伤口，赵一凡知道，就算是其能够无限复活，也用不上几次。继续到处游走，没过片刻，赵一凡再次遇上了一个修士。这是一个人族修士，在看到赵一凡后，对方并未马上对赵一凡出手，而是选择绕走。先前的时候，赵一凡也遇上过几个人族修士，只要不是率先对他动手的，赵一凡也没有对其出手。一直来，赵一凡的主要目标都是妖族修士。赵一凡虽然比较心狠手辣，但一般也不会滥杀无辜。在人妖战场的时候，赵一凡的主要目标也是以妖族修士为主，只有率先对他先出手的人族修士，他才给灭杀掉了。至于在那山洞中，那时候情况不一样，他又不知道下一个是人族修士还是妖族修士，为了自身安全着想，所以就都给灭杀掉了。现在只要不是率先对他出手招惹到他的人族修士，赵一凡都放了对方一条生路。转眼间又是1个小时过去，赵一凡的等级升级到了神通境第5神藏3级，而混沌麒麟跟着赵一凡一起，等级也是升级到了神通境第3神藏5级。现在赵一凡的背包中一共有了2562254亿多的灵石。除此之外，赵一凡的身后有着混沌麒麟拖着的7个尸体。混沌麒麟的速度极快，只要是和赵一凡遭遇，他选择追逐的情况下，就没有能够逃脱掉的。随着等级的飙升，赵一凡的实力也是越来越强大。
小兄弟，你也在这里啊？你拖着这么多尸体干什么？望着面前的胖修士吴德，赵一凡开口说道：“原来是老哥呀，你也来这里了。这尸体在紫雾之下，能够重新复活，我就都给带着了。老哥，咱们一起。”吴德进入到此地的时间不比赵一凡短多少，他自然也早就发现了尸体能够复活成为怪物这事。面对赵一凡所说，吴德看了看赵一凡，感觉赵一凡有点不安好心。第68章，等级飙升，突破到4级。吴德和赵一凡接触过几次，第一次的时候和赵一凡说好了一起合作，结果赵一凡直接溜了。第二次他找到了赵一凡，赵一凡以死相逼，让他充当打手才和他合作。后来他略微报复赵一凡，将赵一凡留在了山洞门口，让曼星云他们抓个正着。最终就是曼星云带着赵一凡进入到山洞中后再也没有出来。根据这些情况分析，吴德知道赵一凡是个非常难缠的主，现在又遇上了赵一凡，他感觉出赵一凡如同一个人形暴龙一样，体内蕴含恐怖的力量。当赵一凡说两人一起去探索，吴德心生警惕，认为赵一凡不安好心，在打他的主意。现在赵一凡死亡能够复活，吴德就算是杀掉赵一凡也没多大的用处，反而会因此让赵一凡记恨上。赵一凡的成长太迅速，吴德不想和赵一凡这样的主为敌。面对赵一凡的邀请，吴德想了想后对赵一凡说道：“小兄弟，此地诡异莫测，咱们聚在一起没多大用处，我看咱们还是分开探索，等再遇上有什么发现，咱们共享信息如何？”听吴德这么一说，赵一凡心中暗道可惜，知道吴德不想要和自己同行。对于吴德，其实赵一凡并没有想要将其打杀，他现在实力强了，神念更是达到神通境所能够达到的极限。在近距离下，他感受到了吴德的深不可测，绝非普通4级境修士。他此次之所以邀请吴德一起同行，就是想要让吴德再给他充当免费的保镖。在此地待了这么长时间，赵一凡已经感觉出来此地十分的危险不简单。虽然现在他还没有遭遇到什么大危险，但提前防备着总没错。当然，要是有合适的机会，赵一凡也不介意坑一下子吴德。甚至林毅还有个想法，那就是能不能说服吴德，让吴德给自己当陪练。可惜吴德十分的谨慎，在和赵一凡简单的接触后就直接离开。而赵一凡在吴德离开后，继续拖着众多尸体到处游走，寻找合适的猎物。下午6点的时候，赵一凡的等级升级到了神通境第5神藏6级，混沌麒麟等级也是升级到了神通境第3神藏9级，连带着炼狱伢子时不时的出来混点经验。现在他等级也升级到了神通境第3神藏6级。此时赵一凡背包中共有了3665255亿多的灵石。之所以现在等级暴增后还能升级获取灵石还那么快，自然是得益于赵一凡后面带着的众多尸体。这些尸体每次被紫雾复苏，赵一凡都能够重新斩杀，再度获得一次经验和灵石。而这么长时间下来，赵一凡也摸索出来了一些情况。一个尸体在复苏3次后，其就不会再复苏。赵一凡记着每个尸体复苏的次数，到了3次后就将其扔掉。随着等级的飙升，赵一凡现在的实力无比强大。4级境的妖修尸体复苏后，根本挡住不赵一凡一拳。提前给赵一曼留下信息，告知赵一曼自己不下线吃晚饭。赵一凡继续到处游走进行猎杀。当再次将一个4级境第2级境6级的妖修斩杀之后，赵一凡的等级来到了神通境第5神藏10级满经验。神通境升级突破到4级境，需要专属神通达到一定程度，强化自身5脏到一定层次。这一点对于赵一凡而言根本不是问题。先前的时候他已经花费511亿灵石，将最后的皮之神藏专属神通抽空提升到绿色品质1级。神通境突破4级境，5大专属神通提升到白色5级左右就差不多了。赵一凡现在属于超过很多。同样的，神通境突破4级境需要功法的支撑，正常情况下需要拥有地阶修炼功法，这一点赵一凡也已经满足。看着出现的突破大礼包，赵一凡没有购买，而是运转起来玄天地经。在16层的玄天地经运转下，赵一凡的等级突破到了4级境第1级境。突破到4级境需要选择第1级境强化的4支之一。赵一凡现在用到最多的就是右手，首先选择的自然是右臂。随着赵一凡等级突破达到4级境第1级境，他看了一眼自己的属性面板，姓名赵一凡，等级4级境第1级境1级，灵5000亿，生命值2500亿正96560，241万4000亿每241万4000亿，灵力值1250亿正96560，120万7000亿每120万7000亿，特殊体质混沌鸿蒙先天圣体道胎，成长度中级60%，功法明心经修炼功法不入流第1层25200，清风经修炼功法黄阶上品第10层25688800，
玄天地经修炼功法地阶第17层02752512000。烈日斩武技功法黄阶下品第1层5600。凌云掌武技功法黄阶下品第1层480-600。天眼无极武技功法地阶第13层01720320000。行字秘秘法残篇皆字秘完整秘法专属天赋超神级，造成任意伤害可吸取对方生命转化为一定比例的灵石。护体神通无属性蓝色品质1级010000000。废之神藏专属神通未命名金属性绿色品质1级0100000。肾之神藏专属神通未命名水属性绿色品质1级0100000。肝之神藏专属神通未命名木属性绿色品质1级0100000。心之神藏专属神通未命名火属性绿色品质1级0100000。皮之神藏专属神通未命名土属性绿色品质1级0100000。右臂强化初级成长度0%。看过属性后，赵一凡深吸了一口气，凭借着第17层的玄天地经，现在他的生命值高达240多万亿，这么高的生命值，别说是4级境的修士，就算是化龙境的修士也打不到这么高。而手中还有5365252亿多灵石的赵一凡，还可以凭借着灵石让自己的实力再度突飞猛进。到时候战力全开的情况下，别说是4级境的修士，就算是化灵境中的强者，赵一凡都能够将其一拳打爆。不过现在紫雾弥漫的山脉还有不少猎物，赵一凡现在实力够用，不用现在就消耗太多时间去利用灵石提升自身。看过自身属性后，赵一凡对自身情况有了大概了解，他继续游走寻找猎物。9座紫山的山脉面积很大，虽然进入到其中的修士数量很多，可是随着这段时间的迁移，很多进入其中的修士都死在了一些险境或者是其他修士的手中，这导致赵一凡现在寻找到猎物的速度越来越慢。而且现在赵一凡的等级提升到4级境第1级境1级后，猎杀神通境的修士因没有越级经验的加成，在经验方面大幅度的减少。按照现在他升级所需要的经验，如果对手是4级境第1级境同境界的话，大约需要猎杀20个左右才能升级。对于寻常修士而言，要找寻20多个同境界的修士，将其斩杀后升级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等级越高后，这个难度越高，而且每一次可能都会经历一番生死决斗。而且到了4级境后，外界走动的4级境修士本来数量就少，就好比说现在紫山山脉中4级境的修士全部加起来一共有10多个，其中有4个被赵一凡给宰杀，而赵一凡能够找寻遇上4个，其实已经不少了。要不是紫山山脉中的紫雾让这些修士死亡后又再次复苏，赵一凡也不可能和现在一样升级那么快。本身一条命，加上能够复苏3次，就是能够杀4次。赵一凡一共宰杀4个4级境的妖修，其实相当于杀掉了16个。混沌麒麟拖着的修士尸体全部复苏，被杀过3次丢弃后，赵一凡还没有寻找到下一个猎物。时间一晃来到了晚上7点10分，赵一凡的等级没能提升，灵石倒是又增加了几十万亿，达到了5875242亿多。赵一凡虽然没升级，不过混沌麒麟和炼狱牙子倒是升级了一些。现在混沌麒麟的等级是神通境第4神藏3级，炼狱牙子因为需要的升级经验远少于混沌麒麟，他等级达到神通境第4神藏1级，快要追上混沌麒麟。嗨，老哥，又见面了。看着近在咫尺的赵一凡，吴德朝着后面退了几步。这和赵一凡分开没多久，吴德就感觉赵一凡身上的气息比之先前又强了许多。知道赵一凡肉体强大，吴德现在有点不敢让赵一凡近身。在默默地退后了几步之后，吴德对赵一凡说道：小兄弟，真巧啊，又遇上了。这段时间有什么新发现吗？没什么新发现。老哥你呢？我倒是有一点发现。听吴德这么说，赵一凡竖起耳朵聆听。然而就在这时候，突然一声钟响起，紧接着狂风大作，狂风呼啸而过，席卷整个山脉，众多紫雾被瞬间吹散。赵一凡和混沌麒麟被突然出现的狂风直接掀飞出去，和赵一凡距离不远的吴德同样的被吹飞出去。这狂风有点类似于龙卷风，不过比之寻常龙卷风可是要恐怖得多。赵一凡随着大风到处翻飞，等到狂风消失，他稳住身形的时候，紫雾再度弥漫出来。而在刚刚紫雾被狂风吹散的时候，赵一凡大概看到了自己所处的方位。此刻他被风吹的落在了9座紫山之一的半山腰上，而除了他之外，刚刚还有2道身影同样因为狂风席卷落在这座紫山的半山腰上。擦，被夹中间了，需要速战速决。落地的一瞬间，
赵一凡没有丝毫停顿，骑乘混沌朝着一个方向奔去。而在赵一凡前往的方向，一个化灵境的妖族强者朝着赵一凡这边快速而来。而在赵一凡的后方，一个人族的化灵境修士同样的朝着赵一凡这边来。第69章，想急速升级，还得是化灵境的修士。对于赵一凡而言，他现在实力猛增，并不惧怕化灵境的修士，甚至还想要找化灵境的修士练练手。在混沌麒麟的急速下，赵一凡很快就遭遇上了这方向的妖族化灵境修士。这个化灵境妖修是化灵境第2境3级，按照等级来算的话，其相当于163级。赵一凡现在是4级境第1极境1级，按照等级来算是101级，和对方差了整整62级。在和赵一凡相遇后，这个妖族化灵境的妖修微微一愣。刚刚狂风蕴含诡异能量，他被狂风吹飞后，也是看到了赵一凡和另外一位人族修士。修士都有能够快速观察对方修为境界的能力，瞬间的感应，他就知道赵一凡是个初入4级境的弱小人类修士。他朝着这边来，不是冲着赵一凡，而是冲着那个人族化灵境修士。寻常时候，人族和妖族的化灵境修士可是不容易遇上的。这2个化灵境修士都打算先试探一下对方的实力水准。按照这个妖族化灵境的妖修所想，在落地的时候，赵一凡看到自己了，肯定会改变方向，第一时间逃离。结果赵一凡现在送上门来了。正常情况下，人族和妖族之间有一些默契，老一辈的修士基本上很少对对方年轻一代的修士出手，可是送上门来的，那自然是随手抹杀了事。微微一愣后，这个妖族化灵境的妖修就朝着赵一凡随手一挥。4级境和化灵境间隔了一个大境界，正常情况下，如果没有重宝护身，化灵境修士灭杀一个4级境的修士，就和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在这妖族化灵境妖修眼里，赵一凡身上的气息虽然很强，但毕竟只是4级境，根本不可能抵挡住他的随手一击。然而赵一凡在靠近这个妖族妖修的时候，是刻意让混沌麒麟放缓了速度。在这妖族化灵境修士随手一击之后，赵一凡身下的混沌麒麟瞬间爆发，靠近这妖族化灵境修士。接着赵一凡接自秘，行字秘瞬间用出来。此次接自秘下，赵一凡只是得到了5倍的战力增幅。对付的是化灵境的妖族修士，赵一凡也没藏着掖着，他战力全开，天眼无极演化出来一柄庞大的利剑，直接斩向这妖族化灵境修士。接着赵一凡直接朝着这个妖族化灵境修士逼近，感受出天眼无极演化出来的庞大利剑中所蕴含的恐怖力量。这个妖族化灵境修士顿时心惊，没敢硬抗，快速朝着旁边躲闪。天眼无极演化出来的庞大利剑覆盖范围极大，周遭的紫雾被驱散了极大一片区域。而也就是因为躲闪赵一凡的这次攻击，这个妖族化灵境修士被赵一凡逼近到近身侧。妖族在体魄上比人族要强悍很多，这个妖族化灵境妖修没想到赵一凡居然敢靠近自己。刚刚他没敢硬抗的一击非常恐怖，比之很多化灵境中强者的功法手段都不逊色多少。他认为这不是赵一凡一个4级境所能施展出来的，而是利用了某种强大的攻击法宝。不得不说，赵一凡现在的修为境界是非常有迷惑性的。也不怪这个化灵境妖族修士轻敌，在没有遭遇赵一凡之前，谁也想不到赵一凡一个初入4级境的修士会比很多化灵境的修士还要强大，这超出了常理。这个妖族化灵境的妖修拥有不少的保命手段，但是他的战力和赵一凡差距的有点大，而且又被赵一凡近身，结果显而易见，这个化灵境第2境3级的妖修片刻后成为赵一凡手下亡魂。神通境到顶是100级，突破到100级后所需要的升级经验和先前不同，5000亿的升级经验，按照击杀同等级的修士来计算的话，大约需要25个左右。基本上以后升级幅度也都是类似。赵一凡一个4级境第1极境1级的修士，越级击杀了化灵境第2境3级的妖修，其所得到的等级经验也是非常庞大的。39620亿的等级经验，让赵一凡直接连胜5级，等级提升到4级境第1极境6级，升级到4级境第1极境6级。下一级升级需要1万亿点等级经验，而先前的等级经验还剩下5232亿，也就是再有4000多亿，赵一凡就能够再升1级。能够猎杀到化灵境的妖修，对于赵一凡而言可以说是无比巨大的收获。除了等级的提升之外，赵一凡还获得了接近100万亿枚灵石。此时赵一凡的手中一共拥有6255252亿枚灵石。在赵一凡刚刚斩杀了这个妖族化灵境修士后，另一边的人族化灵境修士感知到这附近，他远远地看着这边历经战斗而残破的地面和妖修的尸体，深深地朝着赵一凡看了一眼。一个初入4级境的人族修士，结果却是妖修留下尸体。这要是看不出来赵一凡是扮猪吃老虎，那这个人族化灵境修士可就白活上千年了。看对方惊鸿一瞥之后，就快速后撤离开。
赵一凡暗道可惜，刚刚杀掉一个化灵境妖族修士，让赵一凡尝到了极大的甜头。现在他等级又提升了5级，实力大增。要是这人族化灵境修士不是那么谨慎，别跑那么快，赵一凡打算将他也给留下来。将化灵境妖族修士身上的东西收拢一番后，赵一凡就待在原地，等候着这化灵境妖族修士被紫雾复苏。先前的时候，赵一凡面对的都是化灵境以下的修士，对付4级境、神通境的修士，赵一凡没有丝毫压力。可是如果这个化灵境妖族修士被紫雾复苏异变后，要是一时不察，可是容易阴沟翻船的。赵一凡杀过那么多被紫雾复苏异变的诡异，可是知道其复苏异变后，体魄强度方面会被极大增强。而趁着等候的时间，赵一凡开始利用灵石对自身进行提升。因为灵石提升过程不能被打断，赵一凡并没有提升玄天地经。各大专属神通在品质提升后，所需要的灵石是按照前一个品质同级别10倍提升的。首先，赵一凡提升的是废之神藏专属神通，10个异灵石，废之神藏专属神通升级到绿色品质2级；20个异灵石，废之神藏专属神通升级到了绿色品质3级；40异灵石，废之神藏专属神通升级到绿色品质4级。将其升级到绿色品质4级后，赵一凡并没有继续进行提升，而也就是在赵一凡停下来后没多久，妖族化灵境修士的尸体在紫雾之下产生异变，复苏成为诡异。早就做好准备的赵一凡上去就是一顿硬锤。因为赵一凡等级提升，这次赵一凡得到的等级经验是37000多一点，等级从4级境第1级境6级升级到4级境第1级境9级，还留有9300多一点，距离升级到4级境第1级境10级还差不到4000一点等级经验。灵石方面又是近100万亿到手，而这个妖族化灵境修士的尸体还能够复苏2次。第70章超级收获即进入紫山洞穴，越级击杀化灵境的修士，收获是无比庞大的。赵一凡在等候这个尸体再度复苏的时候，继续利用灵石提升专属神通，80亿灵石，废之神藏专属神通升级到绿色品质5级；160亿灵石，废之神藏专属神通升级到了绿色品质6级。将废之神藏专属神通升级到绿色品质6级后，赵一凡暂时停了下来。按照赵一凡的估计，这个尸体距离再次复苏没多长时间了。继续提升废之神藏专属神通的话，如果中途中断无法完成提升的情况下，消耗的灵石可就白费了。虽说现在赵一凡的灵石非常多，可也不能白白的浪费掉。提升废之神藏专属神通，下一级别需要320亿灵石，时间可能不够用，因此赵一凡开始提升肾之神藏专属神通，10亿灵石，肾之神藏专属神通升级到绿色品质2级；20亿灵石，肾之神藏专属神通升级到了绿色品质3级。之后稍微等待，尸体再度复苏。这次赵一凡等级再度提升，得到35200多一点经验，其等级从4级境第1级境9级快速升级到10级，接着达到10级满经验。因为卡了一个小境界的原因，等级经验有不少浪费掉。玄天地经功法运转，赵一凡突破到了4级境第2级境1级。此次赵一凡选择强化的是左臂。灵石方面还是和先前差不多，又是近100万亿到手。在等候其最后一次复苏的时候，赵一凡照着一个专属神通先提升，尸体每次复苏所间隔的时间都会更久。当赵一凡将废之神藏专属神通提升到蓝色品质1级后，尸体再度复苏过来。这次等级经验再度减少，只有33280多一点。而4级境第2级境1级升级到4级境第2级境2级，需要的等级经验再度飙升，达到24000亿。这次赵一凡的等级只是升级了1级，灵石方面还是近100万亿。连续复苏被赵一凡斩杀后，尸体已经残破的不成模样，也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而赵一凡光靠着这个化灵境的妖族修士，他的等级从先前的4级境第1级境1级升级到了4级境第2级境2级，足足升级了11级，收获已经远超预料。按说此时消化一波，将灵石转变成为实力最为合理。不过此地很是神秘，肯定有某种大机缘。我现在的实力，在进入到此地的修士中也是名列前茅，基本没有对手。此刻的赵一凡思索自己下一步该如何。其实现在对于赵一凡而言，很多东西都已经看不上眼。他有着地阶的修炼功法玄天地经，有着地阶武技功法天眼无极，兵器法宝方面除非是超高品质的，要不然的话还不如他肉身所能发挥出的力量强大。各方面的配置已经达到极高层次，而就算是地阶功法，他如果需要也可以凭靠着灵石花费时间融合出来。此地就算是神秘，有大机缘，大概也不会有地阶的东西存在。要不然的话，此地来的就不光是化灵境修士了。不过因为此地因为紫雾的原因，不能进入到个人修炼洞府，
而且天地变化之下，赵一凡也不好轻易的离开此地。想了一番之后，赵一凡打算朝着刚刚狂风吹过后看到的山峰上面探查看看，能够再度有所收获自然最好。如果是遭遇某种强大的险境导致自己身死，正好死亡回去，利用灵石提升自身。有所打算的赵一凡骑乘着混沌麒麟开始朝着山峰上进军。而就在赵一凡快要到达山峰的时候，又是一阵狂风伴随着一声钟鸣声席卷而过。虽然有所准备，但是面对这个诡异的狂风，赵一凡还是和混沌麒麟一起再度被掀飞了出去。此次赵一凡的落地点是一处峡谷之中，而在他落地的时候，紫雾还没有升腾起来。赵一凡看到在峡谷一侧有一个巨大的山洞，他按照印象中的方向直接奔往山洞所在。山洞前，赵一凡停下了脚步，他察觉到这里有能量运转，可能有阵法的存在。阵法术施展，赵一凡看到了一个若隐若现的阵法。大师级别的阵法术对应的是地阶阵法和4级境。赵一凡的大师级别阵法术是刚提升上来的阶段，有足够的材料，赵一凡能够布置出来地阶下品的阵法。而凭借赵一凡大师级别的阵法术，在他进行破解的时候出现无法破解的提示，这种情况代表着此地阵法远超地阶下品。想了想之后，赵一凡利用天眼无极，一拳朝着山洞处的阵法轰去。伴随着一声巨响，阵法能量浮现，接着在赵一凡的恐怖力量下直接破碎。山洞处的阵法被赵一凡以力破开之后，赵一凡进入到山洞中。山洞中依然有着紫雾，而且比外面更加的浓厚。而就在赵一凡进入到山洞中的时候，整个紫雾笼罩山脉，9座山峰突然的震动起来。伴随着9座山峰的震动，诸多的碎石从9座山峰上四处滚落。而在片刻的震动之后，9座山峰上面一个个的白色骷髅从地下钻了出来。原本那些复苏后又被杀掉的紫毛诡异，其身上本就所剩不多的白骨直接没入到了地下之中。这些白色骷髅在从地下钻出来后，就漫无目的的在山峰上游荡着。如赵一凡没有进入到山洞中，此时会非常的高兴。这些白色骷髅形态比较完整的，一个个气息都达到了4级境的水准。而在白色骷髅出现后不久，诡异狂风再度伴随着钟声席卷整个山脉。而赵一凡此时正顺着山洞一路谨慎小心的朝着里面前行。除了赵一凡外，还有一些修士也是身处一些山洞中。其中吴德就在一个山洞中，一边探索一边朝着里面深入。先前9座山峰散发出紫色光芒，吸引来众多的人族妖族修士。后来紫雾升腾，将进入其中的修士全部笼罩在内。在紫雾升腾之后，一些实力弱的修士被紫雾侵蚀，化为紫毛怪物。后来诡异狂风伴随着钟声出现，钟声传出了极远的距离。听到这钟声，身处于紫雾中的修士没什么感觉，而在紫雾外的修士一个个都感觉被钟声净化了一番心灵。距离此地比较近的一处人族超级宗门，在钟声响起后，有强者朝着这边急速赶来。不光是人族，妖族也是有离得近的超级族群，强者奔赴此地。而赵一凡在不断深入山洞的情况下，来到了一个巨大的洞穴内。在这个山洞内，赵一凡遇上了有着众多浑身长有紫毛且形状各异的生灵。这些紫毛生灵和先前外部修士被侵蚀变成的紫毛诡异以及尸体复苏的诡异不一样。在和这些紫毛生灵接触的瞬间，赵一凡就察觉出来，这些紫毛生灵不是光凭借自身本能在战斗，他们会相互配合，在被赵一凡瞬杀几个之后，还会退缩到紫色浓雾中进行躲藏。这情况很明显，这些紫毛生灵拥有不俗的灵智智慧，